凌城东林大学403男生宿舍，一个满头大汗的青年捂着胸口，突然从床上坐起。我不是死在传说级 BOSS 鬼面堂的爪下了吗？揉了揉仿佛还有痛楚残留的胸口，严树环顾了一眼四周，墙角的泡面盒子，四处散落的衣服袜子，还有地上的纸团。桌上的台历显示2023年7月，其中7日被画上了个红圈。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这是10年前自己的狗窝。严树急忙拿起丢在床边的手机，屏保上赫然显示2023年7月7日晚上8点，全球首款全息虚拟网游天启纪元将会直接公测。而早在半年前，游戏公司就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宣传，作为跨时代产品，不仅会100%复刻玩家体感，还能让人体验到真实的魔幻世界。消息一出，立刻引起轰动，很多对传统端游不感兴趣的人也开始关注天启纪元。然而玩家们渐渐才知道，背后的游戏公司只负责宣传和提供设备，游戏是谁研发谁运营，连游戏公司自己都不清楚。更离谱的是，随着游戏版本更替，游戏中的技能物品开始出现在现实世界，直至游戏彻底与现实融合，而游戏中的怪物也随之而来，灾难降临。重生了，游戏正好今天开服，距离游戏入侵现实，异界魔物降临也还有6年的时间，一切还来得及。对了，混沌神石，这可是整整上万条人命换来的，不容有失。严树在身上一顿摸索，最后在自己的手心发现一个如暴风眼一样的印记，这印记与混沌石上的纹理一模一样。自己能重生，或许是混沌石的功劳。不急，先捋捋。严竹揉着太阳穴，突然想起前世自己在游戏开服之日并没有第一时间进入游戏，反而是去参加杨乐书的生日。杨乐书是严树舔了3年的女神，当时为了给她庆祝生日，足足打了半年的零工，买了一个名牌包包，同时想借机表白。哪知道才到饭局，严树就看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女神坐在富二代秦飞的怀里，结果可想而知，3年的跪舔只换来一阵嘲讽。自己最好的兄弟李想也在送自己回去的途中车祸身亡。这件事情的发生导致自己沉沦了好久，等进入游戏的时候已经落下了太多。而秦飞和杨乐书两人在游戏降临后，为了提升实力，不惜带领其公会背叛人类，被刺了不少自己的战友。这一世我不会让这些事情再发生。严树握了握拳头，目光坚定，随后拿起手机找到李想的电话拨了过去。我儿，找衣服合适。没过多久，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一个贱兮兮的声音。尽管有心理准备，再一次听到这个声音，严树还是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前世李想出事，自己出于愧疚，每月都会给他父母寄去生活费。游戏降临现实世界后，为了方便保护他们，直接死缠烂打的接来和自己父母住一起。算起来，自己也算李想父母的半个儿子了。平复了一下心情，严树深吸了一口气，尽量用平缓的语气说道：没啥，不是天启纪元要公测了吗？问问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哎，不像你的风格嘛，今天不是你女神生日吗？不好好准备，怎么关心起游戏来了？不提这女人了，爸爸我想通了，漂亮女人多的是，以后再重新给你找个妈。严竹心情不错，也跟他评了起来。别废话了，游戏头盔准备的怎么样了？万把大洋，只恨财力不足啊。咋？我的好蛋儿，你要孝敬。停，先听我说，一会就把钱转给你，把头盔买了，晚上准时上线。话说完，严树立马挂了电话，现在还不是叙旧的时候。翻身下床，打开衣柜，里面有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正是准备送给杨乐书的生日礼物。严树打开盖子，对着里面的包包咔咔拍了2张，当即定价8000块，挂在了二手网站上。随后又用手机下载了整整2页的网贷 App， 快速操作起来。1个小时后，30万到账。看着卡上多出来的钱，严树脸上透出一丝无奈。前期得有启动资金，自己又不能抢，也不能去卖，只能用这个方法了。反正到后期，现实货币将会贬值到离谱的地步，到游戏世界降临的时候，直接就会成为一堆废纸。严树打开微聊，点开理想的头像，直接就赚了2万过去。速度去买头盔，剩下的钱买点有营养的食物，做好长期奋战的准备。开服第1个月的时间相当关键，一步慢步不慢，必须争分夺秒。李想并没有接钱，而是发了一条语音过来。我去，你小子哪来的钱？不会是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去走捷径了吧？严树嘴角一抽，我的优势？再帅有屏幕前各位帅？看他不接，严树直接把卡余额截图发了过去。彩票中奖了，速去买游戏头盔，进游戏后我送你一场泼天的富贵。严树说完，看了看时间，下午5点，游戏8点正式开服，得抓紧点时间。当即翻出身份证就向外奔去。2个多小时后，严树抱着个箱子回到宿舍。靠，怎么周末也堵车？本来1个小时就能搞定的。
环顾一周，其他人不知去哪厮混，还没有回来。严树爬上床，拉起遮光帘，将头盔戴在了头上。眼前先是一黑，之后便来到了一个流光四溢的地方。哎，久违了，花里胡哨的登录界面。欢迎来到天启纪元的世界，距离游戏开服还有30分钟，您可以先预创建角色。前面是一位身穿银色战甲的绝美 NPC， 唇角上翘，正微笑着看着严树。严树瞟了一眼对方，银色战甲只包裹住重点部位的身躯，立马就收回了目光。这 NPC 可不是什么数据花瓶，名叫精灵，乃是游戏后期才出现的女战神，统领无数战将。要是仗着全息网游的自由度对其动手动脚，会被秒杀不说，而且还会被立刻禁游24小时。是否创建角色？创建，请调整角色外貌，下调 20%。 天启纪元的角色外貌初始设定是现实一致，为了减少游戏中的骚扰，严树还是决定低调点。请为角色命名。留白，请分配您的自由属性点。天启纪元在创建角色时，每个人有25个自由属性点，需要自己分配。每个人都有力量、体质、智力、敏捷、精神5个主属性，初始均为1。同时，每个人都会觉醒天赋，天赋的等级分为 C、B、A、S、SS 级，觉醒天赋几率逐步降低，大部分人都是 C、B 级天赋。A 级基本上已有精英玩家的潜质 ，S 级已经是各大公会的高手，而稀有的 SS 级，直到游戏降临现实时也才有3人，可见其概率之低。初始属性分配是会影响到角色觉醒天赋的。初始力量属性高，大概率会觉醒战士类天赋；敏捷属性高，大概率会觉醒弓箭手、刺客的天赋。但根据前世的统计，就算某项初始属性拉满，加到26点，会有小部分几率觉醒其他天赋，除非能把单项属性推到30点。就能100%觉醒异项职业的天赋。严树想继续玩熟悉的召唤师，最好就是把精神力推到30点，这样就能必定觉醒适合召唤师的天赋。初始精神力要做到真正的满值，对于其他人可能来说可能办不到，而自己刚好知道一个可以利用的 bug。第2章，天赋等级突破壁垒。在严树面前，属性加点光幕自动弹出，每条属性后面都有加2个按钮，不同的是按钮是灰色的，而加按钮是红色。严树看着眼前的光幕，抬起手指了指每条主属性后面的按钮，请帮我点一下这几个灰色按钮。话音刚落，面前的女战神精灵脸上公式化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脸诧异。你确定？确定。得到严竹的肯定，精灵不再犹豫，白葱般的手指在屏幕上轻点了几下。接下来严树就发现自己的初始属性已全部为0，而自由属性点变为了30。果然如此，这是游戏中期有人发现的一个 bug， 当时那个愣头青去论坛上炫耀之后，立马就被修复了，从此这指引 NPC 再也没有了这特殊反应。严树一脸喜色，当即就把30点自由点全部加在了精神上。尽管这样加点开局会有点小麻烦，但对严树来说已经想好相应的对策，所以不用刘容错，就是刚。而且作为游戏世界本源神物的混沌神石，号称有提升天赋等级的作用，有神石托底，根本不虚。下面将进行天赋觉醒。来了！严竹不免期待般的搓了搓手。上一世自己只觉醒了一个 A 级天赋，希望这次通过重新分配属性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吧。A 级天赋灵魂共振，角色属性 50% 将反馈增幅给召唤物。前世正是有了这个天赋，后期也让严树成为了小有名气的召唤师，但 A 级毕竟也只是 A 级，上限也就在那里了。接下来一道道流光开始围绕严树飞舞，不同的颜色的光团代表不同等级的天赋。不多时，一个橙色的光团飞快撞向严树，严树顿时一喜，心里暗道：稳了，这波最少 S 级，恭喜玩家获得 SS 级天赋共生战魂。严树浑身一震，召唤师技能，而且是 SS 级，这波直接起飞。果然，精神力作为召唤师的主属性，严重偏科后，觉醒召唤师技能的几率大幅度提高了。急忙查看，点开天赋简介，共生战魂 SS 级，天赋效果：1. 召唤物每击杀2个等级不低于自身的敌对单位，将获得1点自由属性点。2. 召唤师获得所有召唤物总属性的 30% 加成。牛皮！高端的天赋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描述，就算严树重活一世，也忍不住惊叹，怪不得前世的 SS 天赋那么稀少，这效果简直离谱。每击杀2个单位就能获得1个自由属性点，可以说给了召唤物无限成长的空间。要知道，天启纪元中角色每升1级也就只有10点属性点，而自己的召唤物只需要击杀20只怪物。有了这个技能，严树有信心将所有的召唤物培养成称霸一方的 BOSS。
另外30%的属性加成看似不多，但是后期召唤师可以拥有多只召唤兽，前世自己100级时召唤物已达7只，再加上召唤物属性无限叠加。想到这里，严树的嘴角再也压不住，差点就想冲上前抱起眼前的 NPC 来一波旋转举高高。此时一道系统提示音传来，检测到玩家携带有天赋进阶类神级物品，天赋共生战魂进化为 SSS 级。还有惊喜，不愧是混沌神石。严树翻过手掌，掌心的印记已然消失不见，自己的最强外挂也算是到期了。共生战魂 SSS 级，1召唤物每击杀一个等级不低于自身的敌对单位，将获得1点自由属性点。2召唤师获得所有召唤物总属性的 50% 加成。3召唤师受到的伤害将由召唤物优先承担。严树看完直接愣在原地。SSS 级天赋他前世直接没听说过，甚至在官网的资料里，天赋最高也就才 SS 级，这妥妥的是突破壁垒了呀。前面2个技能经过进化后已经强到不行了，有这个新的技能效果，可以说想死都难。严树此时反而收起了脸上的表情，用手搓了搓脸，只是心跳的有点剧烈。淡定，淡定，我可是重生者，请选择你的职业。呵呵，这还用选？严树直接刷刷划过其他职业，最后在召唤师界面点了确定。许多玩家都是等天赋确定了再决定选择什么职业。天启纪元的基础职业有战士、骑士、法师、牧师、弓箭手、刺客、召唤师。每个职业10级后到主城可以进行转职，选择不同的职业分支进阶，如战士可以进阶为狂战士、枪王。进阶后持有的武器不一样，战斗风格也有所不同。至于隐藏职业，得玩家自己去游戏中寻找。创建完角色，严树就发现眼前的 NPC 女战神意味深长地看了自己一眼，随后身影也就淡淡消失了。女战神精灵作为新手玩家创建角色的指引 NPC， 再见估计就得等到游戏后期了。看了一眼右下角的游戏倒计时还有10分钟，严树选择了自动登录，切换到官方游戏论坛，发现里面的活跃人数还不少。论坛成立不久，相关板块也不多，发布的帖子基本就那么几类，有炫耀自己的天赋的，交友找搭子的，公会找人的，还有吐槽被无故踢出游戏禁游的。10分钟一过，您被分配到7259号新手村中。提示音刚落，严树就感觉周围环境一变，已经置身于一个普通的村子中。身边一道道白光闪过，不多时便挤满了人，稍微适应了环境，又四散着跑开。严树先是打开游戏背包，里面孤零零的躺着一根法杖，粗制的桃木法杖，精神加1。简介：每个伟大的召唤师都使用过的制式武器。尽管有心理准备，严树还是暗骂了一句真抠。装备上法杖，打开个人面板，留白等级1，职业召唤师，生命值1，法力值1，体质0，力量0，智力0，敏捷0，精神31，特殊属性无，自由属性0，幸运隐藏，天赋共生战魂 SSS 级，技能精神冲击单体攻击技能，造成精神力乘 120% 的魔法伤害，消耗法力值20。技能等级 LV1， 熟练度01000。召唤术野猪，可召唤出一头野猪参与作战，消耗法力值20，技能等级固定。装备粗制的桃木法杖。看着这畸形的面板，严树没有任何意外。当自己把精神力拉满的时候，就预想到现在的情况了。啧，看看这生命值和法力值，要不是被游戏机制吊着命，自己估计就要化为不停闪烁的白光了，在复活与死亡之间反复横跳。在天启纪元中，生命值受体质和力量影响，体质加成最大，力量次之，而法力值则受智力影响。精神力这条属性最为特殊，主要增幅召唤师和牧师的技能效果，增加召唤物控制距离，减轻召唤物操控负担，同时有削弱精神力技能攻击，减轻负面状态的作用。不同于其他游戏的是，体质也相当于物理防御和法术防御的总和。目前自己这蓝量连基础的技能都放不出来，游戏官方估计也没想到有人会无视新手加点说明，搞这么一出。幸亏自己早有预案，不然普攻没伤害也放不出技能，连2级都升不了。前世那人得亏是想玩战士，把力量拉满，要是换成召唤师，估计只能弃游了。毕竟这游戏连杀怪的经验值都是按个人贡献来分配，想靠超能力当补刀侠是行不通的。目前最要紧的是解决一下蓝量这个问题。严竹向村子西侧跑去，不多时就看到一个小女孩正在前面的在草丛翻找着什么东西。严树走上前，温和地说道：“小姑娘，你在找什么？我可以帮你吗？”小女孩看见来人，顿时急得哭了出来。
我把妈妈的戒指弄丢了，大哥哥，你能帮我吗？当然可以。丁，成功接取任务丢失的婚戒。任务奖励：经验加20，铜币加20。任务说明：一个贪玩的小女孩把父母的婚戒弄丢了。她曾在村口大树下玩耍，看到严树接到任务，不远处有几个玩家也靠了过来。严树也不耽搁，径直赶往村口。游戏中有很多这类的一次性小任务，等自己拿到任务物品，其他人就完成不了了。第3章，爬树看风景。土鳖。到了村口大树下，严树看了布满树瘤的大树，把法杖卸下，立即向树上爬去。那些往村外走的玩家看到这一幕，立刻就议论起来：咦，居然还有人不抓紧时间杀怪练级，有够闲的。不得不说，全息网游就是好啊，看看这自由度。还有人打开了录制功能，准备收集视频素材。眼看严树爬到了树上，下面又有人问道：兄弟，你是为了解锁成就吗？还是接到了任务，透露一下呗？哎，哥们，树上风景怎么样？严树充耳不闻，用手扒开茂密的树叶，只见一个鸟窝中点缀着各色的小石子，其中还有一个淡银色的戒指。果然在这里。前世很多人都接过这个任务，大家差不多把树下的土地都犁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这戒指。最后还是一个天天研究任务的游戏大佬找到，之后把攻略发在了论坛上。普通的银质婚戒，生命值加30，法力值加30，属性一般，但却刚好能解自己的燃眉之急。完成任务什么的不重要，先借用一下。严树直接把婚戒戴在了手上，朝向下方围观的人群扬了扬手，然后潇洒滑下树，朝村子外走去，留下一群人在树下大眼瞪小眼。离谱啊，不是说游戏装备爆率低，很难获得吗？怎么树上也有？居然还是戒指，在前期来说属于比较稀有的装备了。爬树看风景。土鳖，人家这是游戏大神。大神，有任务攻略吗？有偿。游戏才开始，有个毛攻略。有人把视频发布到了论坛上，搞得接下来一段时间经常有人在村口爬树，也算是新手村一道独特风景了。很快严树就到了1级怪物的刷新点。山鸡，普通，等级1级，生命值100，法力值0，力量5，技能5。平平无奇，很符合1级怪物的设定，但对于生命值不足40的严树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危险。严树立即将野猪召唤出来。野猪等级1，生命值200，法力值100，体质10，力量20，智力5，敏捷5，精神5。技能野蛮冲撞，向目标发起冲锋，造成150%力量伤害，10%几率使目标眩晕2秒，冷却时间30秒。这属性不对劲啊！标准的战士模板属性很强，几乎是其他召唤师野猪的2倍，和现阶段裸装战士比起来也毫不逊色。难度是初始精神力满值带来的效果。岩主想了想，也不再纠结，当即下达了攻击指令。在距离目标5m 时，野猪直接使用技能撞了过去。山鸡头上立刻跳出30的数字，同时触发了眩晕效果。岩树也抬起法杖，打出了一发精神冲击，负36。野猪又上前补了2次普通攻击，负20，负16。山鸡还来不及还手，就被击杀在地。依托自己30点的精神力，在召唤物属性还没叠加起来时候，就能无伤刷同级别的怪。丁你击杀山鸡，获得经验值+1，野猪获得自由属性点+1，很润。估计用不了多久，自己的宠物都能制霸新手村了。严树把自由属性点加到野猪的力量上，立刻又带着野猪冲向下一只山鸡。在野蛮冲撞未能触发眩晕效果时，严树就控制野猪进行躲避。面对属性拉胯的1级怪，在严树的操控下，几乎可以闪避掉90%的攻击。对于召唤师来说，操控召唤物如臂使指，一靠技术，二靠精神力，两者缺一不可。而大多数召唤师目前还无法做到分心操控，只会让野猪自由攻击。丁你击杀山鸡，获得经验值+1，野猪获得自由属性点+1。丁你击杀山鸡，获得经验值+1，野猪获得自由属性点+1。严树把野猪获得的所有自由属性点统统加在力量属性上，因为可以获得召唤物总属性的50%加成，野猪每加2点力量，自己就能获得1点力量属性。随着力量属性增强，自己的生命值也在慢慢增长，逐渐脱离贫血状态。没过多久，野猪只需要普攻2下就能击杀一只山鸡，严树就在后面不紧不慢跟着拾取山鸡掉落的鸡毛。一个成熟的召唤师是不需要自己动手的，鸡毛作为掉落的绑定道具，可以交付给村长，能够换取一定的经验值。但对于岩竹来说，这个毫不起眼的东西另有他用。新手村虽说不大，但 NPC 也有数百个，
其中过半的 NPC 身上都有或大或小的任务，甚至是隐藏任务，很多毫不起眼的东西也有大用处。严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想办法收集完新手所有怪物掉落的绑定材料，各1000份，之后可以获得一个耐心的凭证，是前往主城后接取隐藏职业任务的几个物品之一。过了半个小时，严树和野猪才升到了2级。除了游戏本身设定升级较为困难，还有就是人太多需要抢怪的原因。到后面，野猪基本上一个普攻就可以秒杀一只山鸡。周围的玩家在看到严树的野猪如此强悍，惊讶之余，也只是觉得严树觉醒了强化召唤物的天赋，所以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升到2级，严树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精神力上。目前最重要是提高输出，增加练级效率，其他属性完全可以等到后期靠召唤物的加成来补。而且在游戏降临现实后，指挥庞大的召唤物军团也需要极高精神力作为支撑。将野猪的自由属性点加好，实力立即有了质的提升。野猪等级2，生命值800，法力值140，体质10，力量130，智力5，敏捷5，精神5。现在自己的召唤物绝对是名副其实的猪型坦克了，与现阶段骑士血量相当不说，力量更是遥遥领先。现在继续击杀山鸡已经不会获得经验值和属性点了，只能继续前往刷等级更高的怪。正想去寻找2级怪物，突然游戏头盔响起提示音，无奈之下，严竹只好下线。看来为了能安心打游戏，得早日搬外面去住。放下头盔，原来是有人在拍他的床。老四，老四，快起来，看我们给你带了什么。身材瘦小的眼镜指了指放在桌上的纸盒，你最喜欢的炉鸡烤鸭。眼镜是他们寝室的老二，全名张一帆。由于这家伙有整整20多副眼镜，每天不重样的戴，所以得名眼镜。身材壮硕的寝室老大王硕是个长着一字眉的肌肉男，正往啤酒一罐罐码在桌上。老三刘洋正把一盒盒烧烤解开，同时瞟了一眼严树身旁的游戏头盔，又看了严树有点懵逼的神情，开口道：你小子真不是人啊，亏我们还怕你伤心，兵分3路买了酒和吃的，急急忙忙跑回来安慰你。你倒好，像没事人一样，还玩起了游戏。什么事情？我应该感到伤心吗？严树纳闷，游戏中觉醒了 SSS 天赋，怕没有比这个更令人开心的事情了。眼镜挠了挠头，我刚才在校外看见你抱着个纸箱急匆匆地跑回来，还以为你深受打击，连杨乐叔的生日宴都没结束，就中途退场了。刘洋接着说道，秦废和杨乐叔正式官宣在一起了，学校论坛都炸开了。哦，你好歹也是当事人之一啊，怎么就这反应？眼镜一脸惊奇，我应该有什么反应？难不成还要提前随个份子？正好肚子饿了，感谢3位义父准备的大餐。说完，严树就翻下了床。真没事，真没事。怎么突然感觉你像变了个人？严树一边扯过一个鸡腿，一边含糊不清地说道，这不叫变化，叫成长。此时手机提示音响起，严树拿起手机一看，竟然是杨乐叔发来的消息。作为朋友，生日会上你没有来，我很失望。后面还附了一个失落的表情。第4章绿毛鸡宝箱怪。看到这条消息，严树顿时没绷住，呵呵，顺手就把杨乐叔给拉黑了。开什么玩笑，重生一世自己的心思怎么还可能在这女人身上，还自称朋友。另一边的杨乐叔见严树不回消息，又发了一个表情过去，然后就收到了一条系统提示，对方开启了朋友验证，你还不是他朋友，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对方验证通过后才能聊天。杨乐叔看到这消息，顿时瞪大了眼睛，居然把自己拉黑了，自己不是他舔了3年了女神吗？突然转性了，还是看到秦少公开的消息，心灰意冷。一定是这样的，自己得找个机会再吊一吊他的胃口，毕竟拥有颜值那么高的舔狗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你们3个听我一句劝，赶紧买个头盔，越早进入游戏越好。严树大快朵颐，头也不抬地说道。刘洋听完摆了摆手，算了，你也知道我向来对游戏不感兴趣。严树直接略过王硕，看向眼镜，他们2个不喜欢玩我能理解，眼镜你呢？差不多要毕业了，我得准备论文，游戏的事先放放。严树听完也不再多劝，在自己的印象中，前世他们3人比自己还晚进入游戏，等自己赚钱了，随便秀一把，比现在苦口婆心有效果多了。严树风卷残云般扫荡完，随手抽了张纸，擦了擦嘴，你们慢慢吃，改天我请。说完拿出手机给李想发了条信息，上线加我，昵称刘白，然后直接翻身跳上铺，戴上头盔。这一气呵成的动作看得3人目瞪口呆，眼睛挠了挠头，这是化悲氛为游戏动力。老大王说下意识点了点头，接着又摇了摇。
我觉得是我们多虑了，看他样子简直毫无波动。我倒是觉得这游戏或许真的不简单。你们想想见过刚才他的样子吗？要么是被夺舍了，要么是知道什么游戏内幕。严树上线睁开眼，就发现周围刷山机的玩家稀疏了不少。按照游戏设定，刚开始分配给每一个新手村的玩家数量都是一定的，等当前新手村玩家饱和后，又分配给下一下新手村，所以越晚进入游戏的玩家，新手村的编号也就越靠后。很明显，卷了1个多小时的山机后，这个1级怪物区已经满足不了很多人的需求了。正好，这样刷起来也就更快了。严树召唤出野猪，直接开启了自由攻击模式，只要在野猪仇恨范围内的都可以成为攻击目标。自己则是一发精神冲击打向其他目标。待山鸡跑到前面时，直接抡起法杖砸了下去。咚！一个沉闷的声音响起。-55，有 50% 召唤物力量加成，目前严树的属性已经来到了60点，完全可以客串战士了。抓住山鸡身体前倾攻击的瞬间，后撤半步 ，miss， 然后又把法杖挥了出去。-9，山鸡倒地，而自己的野猪已经冲向了第3个目标。哎，习惯性闪避了，按照目前的属性，自己完全没必有躲，直接硬刚还能增加输出效率。就目前的刷怪速度来看，1分钟就可以刷30多只山鸡，照这个速度下去，基本半个小时就可以搞定。又刷了10多分钟，严树突然发现了一只颜色不同的山鸡，这只山鸡浑身呈绿色，几乎与绿色草地融为一体。1级也有宝箱怪，天启中同级别怪物按属性强度从1阶到7阶依次递增，同时除了 BOSS 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怪物，那就是宝箱怪。这种怪物击杀后必定掉落宝箱，开启宝箱后有一定几率获得装备、技能书或是材料。宝箱怪出现的几率极低，在前世一直到游戏降临，严树也遇到过3次，想不到开局就那么幸运。悠闲的山鸡，特殊，等级2级，生命值300，法力值0，技能撤离，在生命低于100时，移动速度增加 300%， 逃离战斗现场。宝箱怪一般战斗力不强，但是逃命技能多种多样。撤离这个技能要是其他人遇到，一不小心还真有可能被他逃脱，可惜在自己手上连放技能的机会都没有。严树指挥野猪上前打出一个普通攻击，自己也抬手跟上。-120， -60，只一瞬间，这只绿毛鸡的血量就来到了技能临界点。他刚转身想跑，野猪一个野蛮冲撞。-120，丁你击杀悠闲的山鸡，获得经验值+2，野猪获得自由属性点+1，这一击的伤害完全溢出。随着绿毛鸡倒地，一个闪耀着微光的木箱爆了出来。严树上前打开，恭喜你获得双手大剑，绿色，等级5，力量+30，体质+10，技能重击，短暂蓄力后造成 200% 力量伤害，冷却时间50秒。密银项链，绿色，等级5，智力+30，施法速度正 10%。居然是2件绿色装备，装备有普通、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传说、神话8个品阶，分别对应颜色灰、白、绿、蓝、紫、橙、红、彩。对于现阶段来说，这2件装备已经属于过渡小极品了。这游戏爆率极低，完全可以用到10级以后再换。另外，箱子里还摸出了2枚银币，而刚才严树刷了那么久的山鸡才爆了20个铜板，属于一波肥了。目前这2件装备自己用不上，可以直接卖了，搞一笔快钱去做个隐藏任务。自己的召唤物数量还是太少了，要是再加上一只，配合 SSS 级天赋，打怪升级的速度要快上不少。而这个隐藏任务前期刚好可以获得一个召唤技能，现在大部分玩家估计才2至3级，加上现阶段的打钱速度有点慢，先缓缓，让韭菜再尝尝，等大部分玩家到4级再回村出售。目前当务之急是赶紧把鸡毛数量刷满。严树的包裹中已经有862份，又枯燥的刷了20多分钟，鸡毛数量达到1000份。严竹立即停手，向2级怪物区跑去。等级对于严树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只要不停刷怪，叠加召唤物属性就行了。现在有了2件绿装，自己的刷材料计划得适当调整一下，升级后就立即前往下一个区域。目前主要还是以叠加属性为主，剩余的绑定材料完全可以有第2个召唤物再来刷，那样效率更高。第5章，理想的天赋。2级的怪物是山猫，一种高敏捷、低防御的普通怪物。当严树到达此区域后，就发现刷怪的玩家并不算多。现阶段许多人主要集中在3级区域，只有部分天赋比较强的才选择越级杀怪。山猫，普通，等级2级，生命值250，力量10，敏捷10，技能5，
严树一发精神冲击打了出去，负59。目前精神冲击已经升到了2级，伤害有了显著的提升。野猪一个野蛮冲撞顶上，山猫怪叫一声，负170。随着山猫的攻击，一个5的伤害从野猪身上冒出，才刚刚破防。丁成功击杀山猫，获得经验值+2，野猪获得自由属性点+1。游戏的升级难度大，此时2级到3级已经需要600点经验值，需要击杀300只山猫。接下来又是枯燥的刷怪，唯一不变的，随之野猪的属性越来越强。后面击杀山猫只需要2下普通攻击，再后来一击便可以直接秒杀。滴滴滴，此时严树的通讯器突然响起，玩家响彻天地，请求添加你为好友。这是理想，挺骚包的名字。不过这次重来，有了自己的帮助，响彻天地一定可以成为现实。严树点击了同意，顿时一个贱兮兮的语音就传了过来：小严子，你猜猜爸爸觉醒了什么牛批天赋？严树一看玩家信息，靠，居然升到4级了，现阶段这等级已经算是比较靠前了。战士应该是增加攻击力的，不低于 A 级。不错，有点东西，但不多。S 级天赋天生剑体有2个效果，一是获得一把绑定的剑劈，可以通过吞噬剑类武器来提升属性和品阶；二是使用剑类武器攻击翻倍，暴击率正100%。怎么样，牛不牛？你个2级的小菜鸡，不会是只觉醒了最低级的 C 级天赋吧？不好意思，爸爸觉醒的是 SSS 级天赋。严树夸张地回了一句：你就吹吧，游戏最高天赋也才 SS 级。严树没有和他争论。怎么，不敢发来比试一下吗？怕吓到你？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义父，你不是要送我一场泼天的富贵吗？在哪呢？此时的李想突然想起严树说过的话：你升到9级后，去杂货铺买一捆绳索和一只烤鸡，去后山悬崖处把烤鸡放下去，下面会有一只猴子把鸡吃了，然后爬上来找你，他会给你发布一个买酒的任务，到时候你不用理他，直接一剑把他秒了，之后他身上会掉落一本技能书。还没等他说话，严树直接出言打断：什么也别问，按我说的做。好。那边李想沉默了2秒，回了个字，就急匆匆去升级了。有了这个技能，李想在等级方面应该能领先不少人了。李想能觉醒 S 级天赋，的确有点出乎自己的意料，在游戏中 S 级天赋已经是很稀少的存在了。只要找到与天赋相匹配的隐藏职业，再加上自己对一些游戏机缘的预知，到最后李想的实力上限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就算比不上 SS 级天赋，也能够无限接近。严树脑子里面回忆了一下，前世比较出名的隐藏职业，还真有一个比较适合他的，但就是必须等出新手村，前往主城后才可以去接取。严树在原地又刷了几分钟，白光一闪，升到了3级，将所有属性点加在精神力上。此时严树的力量属性暴涨1节。留白等级3，职业召唤师，生命值1821，法力值110，体质5，力量325，智力3，敏捷3，精神50，特殊属性无，自由属性0。自己的属性有了野猪的属性50%加成，总算没有为0的了。野猪的属性更是夸张，力量高达340点，生命值也到了2200多。这属性已经妥妥的一个力量型 BOSS 了。而自己这召唤师的线路完全走偏了，如此高的力量，是不是应该把法杖卸下，赤手空拳的更有感觉？当前山猫已经没有了经验值，召唤物也没有了自由属性点，严树又赶去刷3级怪物。此时的野猪对上3级怪物，属性已经完全碾压，上前一个普攻，直接就秒。为了快速升级，严树本来想充当引怪的角色，但3级区人太多，根本就实现不了聚怪的目的。没办法，直接给野猪下达自由攻击的指令，严树则躺在了草地上，开始回想前世的一些重要游戏奖励。于是3级怪物区就出现了神奇的一幕，召唤物野猪在不知疲惫的击杀怪物，召唤师在一旁躺尸。很快这波操作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靠，这召唤师也太爽了，居然可以完全不用动手。一个战士垂下手中的重剑，羡慕地说道：看看人家这才叫玩游戏，前期由于力量不够，砍怪砍得自己手都开始酸胀了。早知道我也转召唤师，帅不帅无所谓，主要是我喜欢躺。这是觉醒了什么牛皮天赋吧？老子也是召唤师，我这野猪还没我输出高，还要分心操控，不然刷几个怪就得死亡重新召唤。才3级就靠召唤物躺平了，我要去官网举报，这货的天赋违背艰苦奋斗的价值观。羡慕的、嫉妒的各种议论声传来，严树的内心毫无波澜，甚至在想以后是不是应该准备套桌椅茶具，省得刷怪的时候没有事情可做。丁有人对你的
野猪使用了探查术。严树看到这条提示，微微一愣。现阶段居然就有人掌握了这个技能，看来有奇遇的人也不在少数。天启纪元中，探查术是最实用的通用技能之一，由于爆率不高，直到游戏后期也没有做到人手一本。等级高于自身的怪物属性或是隐藏属性、怪物弱点，玩家召唤物信息都必须依赖探查术才能看到。此时，一个弓箭手向严树走来，来人一脸的惊容，似乎还没从探查术中缓过神来。兄弟，能给个好友位吗？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帮会。第6章拍卖青铜装。迎面来的弓箭手身材硕长，连长相也只稍逊自己几分，一脸和善的微笑着。严树一看人物属性，昵称烟雨凌风，职业弓箭手，等级4。咦，巧了，居然还是前世认识的人。烟雨凌风是烟雨阁排名第2的弓箭手，能在老牌公会烟雨阁中有如此高的排名，实力毋庸置疑。同时，此人名气也极大，号称整个天启纪元中射得最快的男人。他觉醒的是 S 级天赋射击练习生，每击杀一个怪物，攻击速度永久增加 0.001。到了游戏后期，这货攻击时双手直接化成残影，射出的箭矢可以连成一条直线。不过缺点也很明显，遇到反伤天赋的骑士就很难受了。兄弟，想必也听说过我们烟雨阁吧？游戏精英聚集，福利待遇好。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的天赋应该不止强化这一个召唤物，来我们公会，以你的实力绝对可以进我们精英团。算了，我目前没有加入公会的打算。你再考虑考虑，就算你的召唤物很强，但到了后期，许多游戏玩法都是需要团队协作的。好友可以加，但加入公会就算了。我这个人自由慢散，不太习惯。实际上，岩主想说的是，到游戏降临现实后，人类基本就是统一战线，公会给个人带来的便利基本消失殆尽，个人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前世不少例子都说明了，在个人利益面前，公会带来的信任是极其廉价的。现在自己有了 SSS 级天赋，完全可以自行发育，还有什么比永不背叛的召唤物更值得信赖的呢？做独狼的好处就是不用在其他地方多费心思。虽然这召唤物属性很牛，但也没到必须花大价钱招揽的地步。想到这，烟雨凌风也不再多劝。要是他知道严树的召唤物都可以无限成长，绝对会第一时间通知会长，花大价钱拉严树入伙。由于工会成员都是被打散，分流在各个新手区，前期除了练级离开新手村，尽快前往主城，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收拢有潜力的游戏散人。目前进入游戏的各大游戏公会基本都是这个打算。严树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这些大公会核心成员还是有必要结交，别的不说，有时候可以薅一薅，省去自己很多的麻烦。刷了1个小时左右，期间岩主只是不拾起来，拾取一波掉落的物品，这还得感谢一下游戏的设定，普通怪物掉落的物品会自动归拢在一起，方便玩家拾取，不然光拾取物品就得累死。看了一下时间，也差不多了，该去处理一下那2件游戏装备。不多时，严树回到了新手村，村子里面还算热闹，不时有玩家回来补给，还有部分人一心扑在挖掘任务上，四处奔忙。选取了一个交叉路口，严树开启了游戏的摆摊功能，把2件绿装挂了上去。拍卖行功能要离开新手村之后才能使用，现在只能采取这种方式。出售青铜级装备2件，价高者得。这一嗓子吼出去，周围的人顿时一惊，然后不约而同的围了上来。靠，我现在都还在裸奔，居然有人已经搞到青铜装备了，这属性不错啊，装备上升级速度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提升。这位兄弟，卖我叶某人一个面子，告诉我这装备你在哪里搞到的？咦，这不是躺平哥吗？你是不是靠你的野猪单挑 BOSS 爆的装备？傻吧你，首杀 BOSS 肯定得全服通报，看他才3级，应该是走狗屎运捡到宝箱了。还有的人直接就上前开口问价，我包了，多少钱？可以用龙国币交易吗？严树直接清了清嗓子，半小时后开售，请大家奔走相告。另外，本人现实并不缺钱，所以只收游戏币。说完，严树就直接盘坐在原地，闭上了眼睛。反正吹牛又不用上税，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深莫测。一些人摇了摇头，各自忙去了，毕竟自己手中的这几个铜板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还有的在一旁打开通讯器，开始通知工会成员。剩下的单纯就是留下来看热闹的。过了10多分钟，有些玩家已经失去了耐心。可以开始了吧？才5级的装备，就算是青铜装也没那么稀罕。真就以为传家宝了。严树抬头看了一眼，又垂下眼帘，悠悠的开口：我只知道有了这2件装备的加持，别说越级杀怪，就是 BOSS 也可以试试。按这游戏的尿性，无论是 BOSS 首杀，还是第一个到达10级离开新手村，除了全服通告，应该还会有不菲的奖励。此话一出，很多人立即投去鄙夷的目光，真就是为了卖装备，张口就来。但仔细一想，
又觉得很有这个可能。很多人通讯器用得更勤了，还有人直接就在现场开始收购游戏币。天启纪元的一大卖点就是与各大银行开启了深度合作，可以在游戏中就能实现龙国币转账。许多散人玩家当场就把用来购买补给的游戏币换成了龙国币，毕竟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只有攥在手里的真金白银才是最实在的。还未到半小时，严树就缓缓站了起来，因为一批带有熟悉名字前缀的玩家出现了。绿油油的大韭菜们总算到了。右侧10多个玩家，名字均以霸凌2字开头。领头的霸凌鸟王5级战士，一身白装混搭，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但在现阶段已经很难得了。其他人就不行了，基本就是半裸奔状态。这货是霸凌天下的副会长，前世因为经常带人包场，赌副本门，风评极差，但架不住霸凌天下钱多，前期还是聚集了不少游戏好手。中间是烟雨阁的人，领头的正是烟雨凌风，此时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一件青铜级的皮甲穿在身上，硕长的身材配上白皙的脸庞，再加上背后的长弓，竟然有几分神似精灵王。从公会口碑来说，烟雨阁刚好和霸凌天下是两个极端，一个在臭名昭著，一个正气十足。旁边则是由一支完全由女玩家组成的队伍，领头的女子爱吃葡萄，5级法师，一身素色的法师长袍将其身材衬托得玲珑有致。第7章第一桶金，这是祭月公会的第一法师。严树看见都有点惊讶，居然和前世这等级别的大神分配在同一个新手村，不知算得上幸运还是不幸。这女人别看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一手火系魔法玩的贼溜，也是前世3个 SS 级天赋的强者之一。好了，既然人到齐了，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是这柄青铜级的长剑，30个银币起拍，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银币。严树介绍完规则，旁边的玩家就算有心理准备，也倒吸了一口凉气。要知道，由于暴率原因，现阶段光靠刷怪的话，普通玩家身上能有30个铜币就算不错了。游戏中1金币等于100银币等于1万铜币。此时烟雨凌风先开了口，35银币。一旁的霸凌鸟王瞥了他一眼，你一个弓箭手来凑什么热闹？真是闲得蛋疼。50个银币。围观群众立马议论起来，我靠，这家伙真有钱啊，能不有钱吗？你看看人家名字前缀，霸凌天下在整个龙国都算是排名前3的公会了，人家可是有专门的打金团。烟雨凌风并不生气，仍是那副淡笑着的表情，鸟兄，这可是新手村第一把青铜级别的剑，你就出这价？51银币。60银币。霸凌鸟王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61。接着是烟雨凌风不急不缓的声音，你确定要和我作对？霸凌鸟王死死地盯着烟雨凌风，眼睛微微眯了起来。鸟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拍卖嘛，有多少实力出多少价，我只是想在买下的同时少付点钱罢了。毕竟论财力，我们烟雨阁可比不了霸凌。严树一脸平静地看着这火药味渐浓的场面，心里却乐开了花。霸凌小鸟，你可千万别怂啊，那么多人看着呢。眼神朝旁边看了看，要是这爱吃葡萄也来掺一脚就好了，看他背后也有2个妹子是战士，这完全有装备需求啊。爱吃葡萄发现颜竹的目光，只是微微摇头，轻笑了一下，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那根项链。本来分配到这个新手村的成员就不算多，前期还是要低调点，可没必要四处树敌。70银币，霸凌鸟王的声音中已经掺杂怒意。71银币。周围看热闹的玩家已经兴奋起来，巴不得2帮人立马就打起来，这视频录制可是一直开着的。1金币。你再继续加价，我就先让给你，不过你可得小心点，死亡除了掉经验，也容易爆装备的。霸凌鸟王一字一句的说出，浓浓的威胁意味扑面而来，连周围人都稍稍往后退了一步。烟雨凌风只是呵呵一笑，作状摸了摸身上的口袋。呀，鸟兄，你可真幸运，我可没有那么多钱。恭喜恭喜，这把剑是你的了。1金币。还有没有人要加价？严树象征性的环顾了一下四周，看没人在说话，直接就走上前与霸凌鸟王进行了交易。紧接着严树就接到了对方的好友申请，略微想了想，严树还是点击了同意。留白是吧？我现在给你个机会，加入我们霸凌，这1金币我给你1000块龙国币回收。看着这条消息，严树一阵无语，这位脸可真大，1000块钱搞得像给自己多大面子一样。严树当场就把他拉黑了。你很好。霸凌鸟王放下这句话，就直接带人离开了。烟雨凌风似乎猜到了什么，目光在2人身上转了转，找人盯着，等他出村，第一时间通知我。霸凌鸟王招来一个跟班，吩咐道：好的，鸟哥。一个区3级的新人，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给你机会你不珍惜，那就没办法了。好，接下来是这个项链，众所皆知，项链是……不好意思，打断一下，这项链我出2金币。
此时，一个悦耳的嗓音响起，正是爱吃葡萄。不用浪费时间了，2金币就是我的底线。在场的如果有人的出价比2金币高，我立马就走。说完，环顾四周，爱吃葡萄声音不大，却自信十足。一看周围都没人与之对视，爱吃葡萄转头看向严树：“可以与我交易了吗？”“好的。”本来严树还有点不满，自己酝酿了半天的话术直接被打断。当听到是2金币时，直接一秒变脸，喜笑颜开：“富婆啊，霸气，我喜欢。”严树刚与交易，立刻就要转头离开去接任务。此时爱吃葡萄开口道：“你惹到霸凌鸟王了，小心点。”“谢谢提醒。”严树微笑着回应。看严树并不当回事的样子，他也不再多言，转身就去练级了。有了这件装备，自己练级速度会快上不少。烟雨林风也走上前：“有任何需要帮忙的话，直接 Q 我，别人可能会怕霸图，我可不会。”“好的，感谢。”严树也微笑回应。今天还多亏烟雨林风抬了抬价。双方道别，严树就往村子深处走去。他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开启自己的第2个宠物了。“好心人，能给我一点钱吗？”此时的严树站在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面前。“好啊。”严树直接就往他手中的破碗中丢去了1个银币。此时旁边刚好有跑任务的玩家路过：“兄弟，这乞丐的碗就是无底洞，你填不满的。论坛上已经有人给了他80银币了，还是触发不了任务，你可不要浪费钱啊！要我说，这 NPC 这就是游戏公司专门设计出来坑人的。”严树微微一笑：“没事，我钱多。”那人愣了愣，心想这波装的不错，可惜钱多应该也架不住人傻，摇了摇头，随即走开了。此时的乞丐看着破碗中的银币，皱了皱眉，还是揣进了兜里。“好心人，你还有多余的钱吗？再给点吧。”严竹不说话，又往碗中投了2银币。“好心人，你好人有好报，在。”严树继续往碗中投币：4银币、8银币、16银币，一斤28银币。此时乞丐总算说了一句不一样的话：“好心人，您真是富有且慷慨，我没什么好报答您的，这本书您应该用得上。”严树接过乞丐手中的书，再看了一下背包里剩下的几十银币，幸亏自己没记错，再来一波就顶不住了。这个 NPC 的功能说白了就是花钱买技能书，玩家使用后会根据职业的不同生成对应的技能。前世这个任务还是一个初中的孩子是出来的，家长比他先进入游戏半年，有父母给的游戏币支持，还真被他是出了几个新手村的任务。未解封的技能书，接下来就让自己看看能激活什么样的技能。第8章召唤术猎隼。召唤术猎隼，召唤一只猎隼参与战斗，目前等级1，升级所需经验值0100。居然是飞行类召唤物。要知道前期很多人或怪物都是不具备对空能力的，有了这个技能，只要控制好攻击频率和攻击时机，很多时候完全可以做到无伤刷怪。猎隼等级1，生命值400，法力值100，体质10，力量10，智力5，敏捷20。技能鹰击长空，从空中俯冲而下，凿击目标头部，造成敏捷值乘300%的物理伤害。可以，初始属性要比野猪强上不少。为了最大限度叠加属性，得先去刷下1级的山鸡。严树带着猎隼就往村子外面。此时不远处的一个刺客看着严树的背影，拿出通讯器：“鸟哥，刘白往村子外面赶去了，他好像获得一个新技能，召唤了一只鸟。”“啊？不，鸟哥，我不是调侃您，的确是只鸟。我看到他不停给一个乞丐 NPC 钱，然后获得了一本技能书，坐标是。”严树来到1级山鸡刷新区，此时这片区域几乎看不到其他玩家了，这无疑增加了猎隼叠属性的进度。指挥猎隼一个鹰击长空，山鸡立即被秒杀。叮，你的猎隼击杀了山鸡，获得经验值1，自由属性点1。严树把猎隼自由属性点加力量上，等普通攻击叠上来后，再慢慢把其他属性补上。现在自己赤手空拳都能秒山鸡，只能让猎隼自己动手了。叮，你的猎隼击杀了山鸡，获得经验值1，自由属性点1。刷了几十只山鸡，严树就发现7、8个玩家慢慢朝自己围了上来。等人走近一看，前缀都是霸凌开头的，领头的霸凌小刀正是刚才拍卖时在霸凌鸟王旁边的小弟。几人除霸凌小刀是5级外，其余都是4级，在现阶段还算是比较靠前的。刘白是吧？给你个机会加入霸凌，你不识好歹，你要是把金币还回来，我可以做主，只杀你这一次就行了。哎，一件青铜装而已，买不起就别买，怪丢人的。霸凌鸟王呢？严树一脸无奈，他可不想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耽误自己的时间，可惜总有人不长眼。对付你一个3级的菜鸟，何必让我们老大浪费练级的时间？严树把野猪也召唤出来，一起来吧，别浪费我的时间。
狂妄！霸凌小刀作为一个刺客，连隐身术都懒得用，骚气的挽了个比划就冲了上来，几个箭步就来到了严树面前。看着严树毫无反应的面庞，还以为已经被自己的气势吓傻了。霸凌小刀嘴角刚挂上一丝残忍的笑容，下一刻就感觉自己像是被货车狠狠撞了一下，顿时飞了出去，人在空中便化作了一道白光。新手村复活点内，霸凌小刀一脸茫然地看了看四周，急忙翻看系统信息。野猪对你使用了野蛮冲撞，生命值650，你已经死亡，等级1。自己居然被秒了，还他妈被一个召唤师的宠物一个技能秒了。刚想询问现场的人是什么情况，就见自己的周围一道道白光亮起，清一色的霸凌成员正是自己带去的人。你们怎么全死了？刀哥，那小子的召唤物太邪门了，我们一起上想为你报仇，连他的衣角都没有碰到，就被野猪普通攻击给 A 死。你们几个都是这样？不是，我是被那只鸟杀的。得，这次丢脸丢大发了，围杀个3级的菜鸟，反而被人家全送回了复活点。这不是霸凌的人吗？怎么突然死了好几个？不知道，估计是遇到 BOSS 了吧。这应该是本新手村第一批用复活点的人了。霸凌小刀朝复活点外面狠狠瞪了一眼，然后黑着脸转过了头，怀着忐忑的心情打开了通讯器，组织了一下语言。那个鸟哥，这边严树拾起地上掉落的10多个铜币，果然是比刷怪的掉率高啊！这次应该是捅了马蜂窝了，还是希望他们来快一点，不要让我等太久。又在原地刷了回山鸡，裂损毫无疑问的升到了2级，在全力加点模式下，力量属性已经到了120点。看了看周围，霸凌的人还没到，不等了，耽误我叠属性。等严树到达2级区域，刚好就遇到霸凌鸟王带着30多号人往回赶。霸凌鸟王看到严树，大手一挥，所有人当即停了下来。留白，原来是觉醒了强化召唤物的天赋，怪不得有恃无恐。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加入霸凌。刚才杀小刀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我的时间很宝贵，要不你们要一起上？严树一副很无奈的表情，面对30几号人，一点没有害怕的感觉，反而心里有一点期待，正好试试自己召唤物的强度。霸凌鸟王听完，直接被气笑，自己堂堂6级的战士，天赋达到了 S 级，杀个3级的小朋友还要群殴，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哼，人当然是得一起上，不过他们是为了防止你逃跑的。围起来！这群各色职业的霸凌成员立即散开，形成了一个大圈，把严树围在了中间。你放心，我这次专门找了拥有复活术天赋的牧师，杀你10多次就到0级了，会很快。霸凌鸟王一脸阴冷的笑，死死盯着严竹，似乎想从他的脸上找出害怕的表情。严树一阵无语，这货脑子果然有问题。自己这等级杀回0级有意思吗？令严竹惊奇的是，霸凌鸟王在现阶段居然还能找到会复活术的牧师。天启中人物被牧师套上复活标记后，尸体会留在原地，之后被牧师复活会保留小部分生命，损失 30% 的经验值。很可惜的是，游戏降临现实后，复活术这个逆天的技能每人只能使用1次。普通玩家遇到这阵势可能会被唬住，但想吓住自己还是太天真了。自己重活一世，大大小小的战斗经历了无数次，就算没有超强天赋加持，战斗经验也不是这些刚进入游戏的新手可以比拟的。是时候给所有人上一课，虚拟网游是怎么玩的了。霸凌鸟王拔出大剑，几个箭步就冲了上来，完全无视了严树身旁的野猪和裂损。霸凌的牧师赶紧为严树套上复活标记。霸凌鸟王高举的大剑朝严树面门劈下，自己的 S 级天赋废血之力可以获得与生命值 50% 的额外物理攻击。目前自身900血量，物理攻击已经高达500点，技能都不需要，擦破点皮就能秒了脆皮的召唤师。召唤师自身一死，到时候再强的召唤物也会随之消散。随着大剑落下，眼看严树还是一动不动。突然严树的操作令在场所有人一惊。卧槽！第9章团灭，我没看错吧？居然避开了，他身形几乎没怎么动。周围的人一下子惊呼起来。霸凌老鸟看着斩空的剑，脸上也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刚才就在剑块落在严树身上时，只见严竹微微晃了一下身体，剑尖几乎是擦着严竹的鼻头落下。不认识的人还以为是自己在配合对方演戏呢，简直离谱。在霸凌老鸟发愣的时，严树已经指挥野猪从一旁撞了过来。咚一声闷响，霸凌老鸟被撞到了一旁，头上出现了一个眩晕的标志，负670。一群人顿时瞪大了眼睛，还以为霸凌小刀是因为打输了，故意夸大野猪的攻击力，想不到居然是真的。还未等霸凌的牧师反应过来，严树上前一拳就轰在了霸凌鸟王的鼻子上，负230。霸凌老鸟瞬间倒地，那把青铜级的大剑也爆了出来。严树笑嘻嘻的捡起来，真是好人啊，
又把剑送了回来。周围人又一次被震惊到，这夸张的物理攻击力，你说你是召唤师，还他妈是用拳头打出来的？给我一起上，把他激活秒了，杀回零级。团队频道里传来了霸凌老鸟的怒吼声。由于根本就没有自己会死，牧师就没上标记。这一下可是玩脱了，掉了一级不说，连绿装大剑也爆了出去。霸凌鸟王复活之后就往回赶，上，激活秒了他，不要管他的召唤物。霸凌的骑士、战士合围了上来，顷刻间各种的远程攻击接踵而至。严树选定了一个方向，控制着野猪开始快速跑动起来。猎隼从空中直接扑向了后排，严树有时 Z 字形前进，下一刻又止住脚步后撤一步，整体前进的速度并不快，却躲掉了大部分攻击。大部分火球和箭矢几乎是擦着严树的身子落在了地上。全息虚拟网游带给玩家100%真实体感的同时，也导致了只有部分特殊技能有锁定的效果。理论上，只要玩家闪避到位，几乎可以躲掉所有的攻击。这就要求玩远程职业的玩家技能要扔得准，还需要有一定的预判能力。目前在新手村，大部分玩家都还只习惯与怪物站桩对 A， 现在面对严树毫无规律可循的蛇皮走位，技能顿时落了空。有2-3发攻击打在了严树身上，也完全是歪打正着。然而随着严树身上淡淡的青光一闪，被击中却没有任何伤害冒出，反倒是野猪和猎隼身上跳出了几个伤害。-25、-35、-15，两者的血条也微微下降了一丝。开挂了吧？打中了却没有伤害，召唤物替他承受了。不过这野猪的生命值怎么那么高？我看见空中的鸟掉血了，他所受的伤害让所有召唤物平摊了。躲过一波远程职业的攻击，严树已经和近战类职业碰在了一起。野猪撞在一个骑士身上，-550，严树的法杖立马补上 ，Doom， -360，这个高体质的骑士瞬间倒地。普通的战士，野猪普通攻击就能秒杀。严树也化身战士，在躲避技能的同时，手中的法杖不断敲出，短短几秒就击杀了4人。霸凌的前排立即就被严树撕开了一个口子，而代价只是野猪掉了100-200的血。后面的猎隼也是不停上下翻飞，击杀了2个法师，牵制作用极大，让严树的压力大减。拦住！拦住！卧槽，你们怎么那么惨，挡个人都挡不住！眼看严树突破后直奔后排而来，霸凌的远程职业顿时慌了。本来这霍杀近战职业都像切瓜砍菜一样，要是对上后排职业那还了得。后面的弓箭手、法师眼看岩竹带着野猪冲来，便下意识地往后退。这一退之下，更是打断了原来的攻击节奏，使得技能准头更差了。在严树的操控下，猎隼也总能把握好攻击时机。-120、-150，根本没地方可躲。此时霸凌的玩家心里竟然生出了一种怪异的感觉，自己这边一群人居然被一个召唤师给包围了。随着霸凌倒下的人越来越多，不用花太多的时间来躲避攻击，严树的输出效率也变得越发恐怖。时间过去了3分钟，场上就剩下了4个牧师。岩竹甩了甩手中的法杖，淡笑着走了过去。几个牧师涨红了脸，一副吃了苍蝇的憋屈表情。他们知道严树是特意把他们留在了最后，无他就是因为威胁最小，贡献不了多少输出，就连加血技能也成了摆设，根本没有加血的机会。天上还有猎隼盯着，想跑也跑不掉。几人最后直接放弃了抵抗，任由野猪一个个秒杀。战斗结束，此时的猎隼和野猪各掉了1半的血，而岩竹自己还是满血的状态。地上有爆出来的2件白板装备，本着蚂蚱虽小也是肉的原则，岩竹上前捡起。不远处围观的人群中，不少人到现在才关掉录像功能。太牛了，才3级就能团灭霸凌30多号人。霸凌鸟王武器都爆了，还全体掉了1级，这下霸凌亏大发了。你们不觉得这留白强的过分了吗？我得去官方举报，这货肯定开挂了，直接影响游戏平衡了。省省吧，这游戏怎么可能有挂？肯定是觉醒某种牛批天赋了。此时霸凌鸟王气喘吁吁地跑来，看着只剩严树自己的场景，彻底傻眼。自己刚才忙着赶路，才几分钟时间，也没注意游戏消息，还以为自己的人已经控制住场面，等自己到了可以过几次瘾，找回场子，没想到是这么一个情况。鸟王兄到了呀，这件还要不要？大家都是熟人了，一口价1金币。严树看到霸凌鸟王到了，连忙掏出他爆出的大剑，摇了摇。霸凌鸟王顿时感到气血上涌，心里把严树所有亲属都骂了一遍。杀人还要诛心？不要！你可要想清楚，现在你掉了1级，装备跟不上，还怎么练级啊？你！霸凌鸟王双目通红，差点没忍住，但碍于有围观的玩家，还是深吸了一口气，把上冲的怒火给压了回去。3万龙国币，
成交！严树直接就答应了，反正现在游戏币暂时不急，这件卖谁自己根本不在意，要是霸凌鸟王还是不长记性，自己不介意再多报几次。这场冲突结束，严树直接就让猎隼刷起了怪。现在有2个召唤物，自己也要加快刷怪的进度了。而严树刚才的战斗视频也被人传到了论坛上。第10章隐藏 BOSS。烟雨凌风此时正在7级怪物区刷怪，取剑、拉弓、射击一气呵成，7级的麋鹿还没跑到他的眼前，就倒在了地上。这一段移动的距离已经吃了烟雨凌风7次普通攻击。看着获得的100点经验值，烟雨凌风还是皱了皱眉，自己还是越级杀怪才获得那么一点经验值，这游戏的升级难度真是离谱。此时通讯器响了起来，烟雨凌风一看，居然是会长的发来的。凌风，我看你的报备的信息，你是不是在7259号新手区？是的，怎么了？你看一下这个视频。烟雨凌风点开烟雨乘风发来的视频，正是严树团灭霸图鸟王等人的战斗过程。只看了几秒，烟雨凌风的瞳孔便是一缩，然后嘴巴不受控制的慢慢张大。这是留白，也太离谱了吧？你认识？那太好了，赶紧抓紧时间接触一下。烟雨凌风心里一叹，认识倒是认识，当时自己只是觉得他就是一个运气较好的新手玩家，所以就没有过度关注，谁知道隐藏的这么深。这人我们讨论后一致认为，他的天赋应该是达到了 SS 级，最次也是前期极强的 S 级，而且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的意识和操作，完全不是一般的游戏高手能达到的，以前都没有听说过这么1号人，你去接触一下，我的底线是3000万年薪，看看能不能拉到我们烟雨阁来。好的，我去试试。烟雨凌风嘴上答应，但是想到他第一次去邀请严树时的情景，估计成功率也不大，有这游戏技术哪里还会缺钱花。相同的情况也在游戏中的很多地方上演，导致严树接下来的好友申请就没有停过，烦不胜烦的严树只好把所有的陌生人的消息都屏蔽了，其中只是回绝了一下烟雨凌风的邀请。说句实话，现在只要能解决一下基本的生活问题，再多的龙国币对于自己来说也只是一个数字而已。枯燥的刷了一晚上的怪，到了凌晨的时候，严树已经到了7级。自从猎隼将杀3级怪物送的属性叠满后，野猪、猎隼再加上严树本人，就算越级刷怪都是秒杀，大部分时间实际上都是浪费在刷1000数量上。好在就算没有群攻技能，也可以兵分3路，效率完全是普通玩家的3倍。到后面召唤物的物理伤害已经溢出太多，严树也将属性点分配在其他属性上。目前在野猪和猎隼的加持下，严树的属性已经变得极其夸张。留白等级7级，职业召唤师，生命值28221，法力值222，体质570，力量1592，智力17，敏捷332，精神340，特殊属性无，自由属性0，幸运隐藏，天赋共生战魂 SSS 级，技能精神冲击召唤术，野猪召唤术，猎隼，装备粗制的桃木法杖。现在等级足够，可以去找一个 BOSS 的麻烦了。自己已知新手村的 BOSS 一共有7个，特殊任务 BOSS 有1个，普通野外 BOSS 有3个，副本 BOSS 有3个。按前世游戏降临后，从 NPC 的口中知道，如果能将新手村 BOSS 全刷满，将会获得极为特殊的奖励，力量的凭证。但直到游戏降临后，最高的记录也只是刷了6个，这还是在大公会资源帮助的情况下。原因就是卡在一个特殊任务 BOSS 身上，特殊任务 BOSS 是一次性的，无法再刷新，而这个特殊任务 BOSS 只能靠个人单刷，且拥有一个极为特殊的技能机制，导致根本没有人能够完成。要是自己觉醒的只是普通天赋，那就只能放弃了。但是有 SSS 级天赋，完全可以一试。颜竹花10多分钟先回到了新手村，然后一直往西走，去到一个普通 NPC 农户家门口。此时一个女性 NPC 正愁眉苦脸的坐在门口，头上顶着个昵称马寡妇。这位大婶，请问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马寡妇看见严树，顿时眼前一亮。这位小兄弟，你来的太好了，我正好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我家的鸭子又死了一只，不知道被什么动物咬死的，你能帮我找出杀死鸭子的凶手吗？丁，是否接受任务杀死鸭子的凶手？没问题，请把咬死的鸭子交给我。严主此话一出，马寡妇便露出了迟疑的神情。可以，但是你得支付我2银币。严树二话不说，付了钱，提上鸭子就走。实际上，游戏中很多人都接了这个任务，但只是看了一眼死去的鸭子，加上没有任何任务提示，后续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说，这只是一个前置任务，根本就没法完成。买下鸭子是触发后续任务的关键。不多时，严树到达了村长家，直接把这只死去的鸭子丢在了村长面前。
当看到这只鸭子后，村长格式化的笑容突然消失，拿起鸭子尸体，对着其鸭脖上的2个血洞仔细端详。这不可能，这东西怎么突然出现了？尊敬的冒险者，你能去教堂完成一个探查任务吗？丁是否接受任务？神秘的关押物。接受。任务：杀死鸭子的凶手已失效，获得任务物品：地下室的钥匙。几分钟后，严树来到一座破败的石砌房子面前，除了偏西式的风格有点辨识度，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座教堂。严树直接从虚掩着的大门进入，穿过前厅，来到后院，最后在走廊的尽头找到了那扇上锁的铁门。打开铁门，想象中布满灰尘、杂乱无章的场景并没有出现，而是入眼一片血红。面积不大的地下室中央有个血池，有个人形生物浸泡在其中。看见严树的瞬间，这人形生物便张开了猩红的双目，带起浑身的血水向严树扑来。很俗套场景布置，地上那些断裂的锁链让人联想到这玩意本来是锁在里面的，后面不知道怎么挣脱束缚了。魔化的传道士罗杰，生命值 50W， 力量452，技能禁魔结界，布置一个禁魔区域，无法使用技能，持续时间5分钟。一个8级的 BOSS， 属性也不算特别夸张，能排在新手村 BOSS 难度之首，完全就是因为这个技能的存在了。无法使用技能，意味着只能靠自身属性和基础操作击杀，现阶段新手村根本就没人可以办到。很多游戏的高手后面有把握杀死，发现又没办法回到新手村了，一个不可解的死循环。随着罗杰扑上前来，禁魔结界展开。严树看了一下，自己的技能已经变成了灰色，但是天赋效果并没有消失，自己的属性可直接造成碾压。第11章 BOSS 首杀。不闪不避，严树掏出大棒子就对上了罗杰的利爪。-1530，-470，自己造成的伤害几乎是对方的3倍，这完全可以站撸硬刚。-1530，站桩普攻，一个个伤害从罗杰的头上冒出。目前严树高达1500多的力量属性，可不是盖的。要是攻击角度等刚好适合的时候，时不时还能跳出一个暴击伤害。以当前罗杰的血量，严树只需要10分钟左右就能将其击杀。唉，自己原来可是技术流的召唤师，谁能想到会有走上堆叠属性，无脑硬撸的这么一天。不过我喜欢，游戏中唯一一个 SSS 级天赋已经开始显示出其威力了。很快 BOSS 的血量就来到 20% 的狂暴线。这时罗杰怒吼一声，原来干瘪的身躯顿时像充了气一样胀大了一圈。暴走状态，攻击力正 30%， 攻击速度正 30%， 防御力负 20%， 持续时间5分钟。1890，-540，-540。严树看着这一波换血，内心毫无波动。天启中大多数 BOSS 在血量降低到一定比例时，可以激发暴走状态，此时攻击类属性会暴涨，但防御力会有所降低。许多玩家击杀 BOSS 都是卡在了暴走的时候，而罗杰的暴走在绝对的属性碾压下，只能是加快自己死亡的进度。随着严树最后一击打出，罗杰倒地，化作了点点红芒，消失在了原地。同时地上爆出了一堆物品，严树粗略扫了一眼，光是装备就有5件，对于这个等级的 BOSS 来说，绝对可以算是大爆了。丁，你杀死了唯一隐藏性 BOSS 魔化的传道士罗杰，经验值加4300，声望值加100。由于你是首位击杀 BOSS 的玩家，首杀信息及奖励将进行全服通告，是否隐藏姓名？否，自己这实力完全没有刻意隐藏的必要，有什么障碍直接横推即可。再说全服通告以后还会很多，有必要给大家带来一点重生者的震撼。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留白，击杀唯一隐藏性 BOSS 魔化的传道士罗杰，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加30，未解封的技能书加2，金币加20，游戏声望加500。系统通告，一连3次通告，引起玩家哗然一片。我去，这货才7级，怎么就能击杀 BOSS 了？看通告信息没有其他队伍成员，完全是单刷呀。留白，这不是团灭霸凌的那位吗？我要是有那么强力的召唤物，换我也能单刷，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唯一隐藏性 BOSS 是以后就不可以刷了吗？那我可得抓紧一下时间，赶紧找出其他 BOSS。这新手村的 BOSS 不会都是隐藏的吧？我有个哥们觉醒了高级隐身，把所有地图都跑一遍过来了，都没有发现 BOSS， 还浪费了不少练级时间。此时霸凌鸟王看着系统通告，眼睛一下子就变红了，也不知是生气还是嫉妒。安排一旁的霸凌小刀，吩咐下去，所有人给我全力搜索新手村 BOSS， 提供有效信息的，奖励5万龙国币。收到，鸟哥。霸凌小刀也是心情很糟糕，看到系统通告，感觉比被严肃的野猪秒个7、8次还难受。这货的运气怎么那么好，连隐藏 BOSS 都能找到。严肃把自由属性点全加在了精神力上，
在召唤物没有加精神力的前提下，目前精神力已达到了380点。要是普通的召唤师，目前精神力才堪堪破百，可还是与力量属性有着不小的差距。慢慢来吧，反正自己的目标是成为一个6边形召唤师，属性短板那都是暂时的。对于严树来说，目前最有价值的就是这600点声望值。声望值可以说是玩家游戏地位的象征，声望值越高，游戏中所拥有的特权越高，买东西打折，增加任务触发几率，雇佣游戏 NPC 等等多不胜数。后期当游戏声望积攒到一定程度，完全可以让许多 NPC 奉为主人，在游戏世界降临后依旧有效。严树把系统赠送的2本技能书用了。铁壁护卫，召唤物获得额外 10% 体质，等级1，无法升级。第一个技能不错，看似加成比例不多，但是自己的召唤物防御属性叠加起来后，增加的数值也会相当可观，而且是一个被动技能，非常省心。技能复刻，可设置一个单独技能栏，复制召唤物一个技能，技能加成效果不变。看到这个技能，严树脸上浮上惊喜之色。有些召唤物的技能效果是相当炸裂的，自己完全可以根据战局的需要，适时调整复刻的技能。接下来就是掉落的几件装备了。嗜血法杖，白银级，等级8，智力加200，精神力加100，施法速度正 10%。技能嗜血，对目标造成伤害时正 10% 吸血效果。嗜血法袍，白银级，等级8，生命值加500，体质加100。技能嗜血，对目标造成伤害时正 10% 吸血效果。东西是好东西，感觉不太适合自己。有召唤物存在，自己完全不会掉血，这 20% 的吸血效果发挥不了作用。不过属性倒是还行，当做过渡装备了。剩下的就是一个绿色的头盔，一把绿色匕首，一个白色盾牌。运气用完了，全是其他职业的装备。实际上2件蓝色的法系装备已经是根据职业爆出的了，这还是手杀 BOSS 的原因，使得爆出装备的契合度增加。剩余的就是2-3件生活技能所需的材料和一个被血染红的十字架。罗杰的项链，击杀罗杰的凭证请交给村长。将物品收好，严树马不停蹄地赶往村长家。村长看着手中的项链，惊讶的同时又露出了心有余悸的神色。英勇的冒险者，我以为你探查完教堂后会先撤离，告知我地下室的情况，想不到你居然击杀了邪恶的罗杰，感谢你对村子做出的贡献。严树听完，嘴角微翘，露出一丝讥讽的笑来。真是虚伪，要知道只要玩家踏入地下室，除了直面 BOSS 就根本没有逃离的机会。恭喜你完成任务，神秘的关押物，经验值加2000。严树身上一道白光亮起，成功升到8级，将2件蓝装穿上，属性上涨1级的同时，整个人看起来也变得气质出尘。总算有点游戏高手的样子了。眼看其他奖励就没了，严树也不纠结。天启的任务奖励设定很奇怪，获得什么奖励感觉完全看 NPC 的心情。而村长之所以那么小气，完全是因为罗杰是他圈养的魔物。第12章，郎才女貌，天生一对。按照天启这游戏的设定，后期玩家的主要精力就是对抗入侵的深渊魔物。在游戏入侵现实后，除了一些野怪之外，深渊也是最大的敌对势力。而实际上在游戏初期，深渊已经开始渗透。新手村作为玩家的出生地，没有高等级的 NPC 驻守，自然也不能幸免。新手村的 NPC 已经有部分被深渊气息所污染，村长便是受污染最严重的，可以说是披着人类外皮的深渊魔物，也是新手村最强大的 BOSS。 罗杰本是一个在村子传教的牧师，因为发现了村长的异常，想净化村长，由于实力不足，反而被其禁锢，炼化成不人不鬼的吸血魔物。到了游戏后期，这些信息才被人慢慢发掘出来。以目前自己的实力来说，村长属于惹不起的存在，还是得先猥琐一段时间。离开了村长家，严竹去把戒指交还给小女孩，完成了丢失的婚戒这个任务。对很多人来说绝对是亏本买卖，但严树不喜欢欠别人东西，就算是 NPC 也是一样。尤其是任务栏整天挂着未完成的提示，看着别扭，还是把任务提交了。现在完全不缺婚戒那丁点属性。之后又把自己用不到的几件装备发给了烟雨凌风，那边马上就给了回复。多少？2万龙国币。成交。严树把自己坐标发了过去，立即就收到了钱到账的提示。实际上就目前的市场价来说，这几件装备卖个5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2万完全是为了还烟雨凌风的人情了。毕竟拍卖的时候，因为烟雨凌风的抬价，让那把大剑的价格虚高了不少。在原地等了片刻，就有一个烟雨阁的刺客来到，交易完成后又匆匆离去，全程一句话没说。果然玩刺客的多少有点孤僻。严树看了看时间，已经到了早上9点，得下线休息了。虽然说使用游戏头盔能一定程度上代替睡觉，但是精神上还是需要放松一下，顺便吃点东西。退出游戏。
脱下头盔，严树轻手轻脚的下了床。宿舍的3人还在睡觉。今天任务就是搞定一下住的问题，一直在宿舍也不方便。出门打了个电话给李想，李想在其他学校，2人是发小，能在同一个城市上学，也属实是运气不错。一见面，李想还未开口说话，就看见严树直直的走了过来，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李想瞬间呆立在原地。严树，我擦，你干嘛？2人虽然关系极好，但作为24K 纯钢直男，平时几乎没有什么肢体接触。严树这动作让李想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严树推开李想，眼睛微红的朝对方胸口来了一拳。没事，就是好久不见了，让你感受一下来自父亲的爱。严格说起来，自己已经10年没见李想了，完全是下意识的举动，吓老子一跳。我还以为1周没见你就突然弯了。走吧，找个地方边吃边聊。严树，要说你是真的牛批啊，我还以为我 S 级天赋绝对能压你一头了。还有你那隐藏 BOSS 是怎么找到的？李想低头扒拉着面，含糊不清地说着。严树没有正面回答，舀了一勺辣椒，在面里拌了拌，算起来自己也有几年时间没吃过这家的面了。BOSS 要是不能单刷的话，实际上收益没想象中的高。怎么样，技能书到手没有？到手了，要说这技能是真的牛啊，普攻自带建设效果。我现在刷怪都是群刷，已经升到9级了，我觉得我可以争取一下出新手村第1人。严树看了一眼周围也在谈论游戏的几人，情绪激动，泡沫横飞，并没有注意到这边，稍微压低了声音。没必要，我会整理一份任务清单给你，你到10级后先不要去主城，新手村的好东西还很多。听你的。自从按照严树的指引拿到技能书后，在游戏方面，李想对严树已经极为信任。你不是有个朋友在房子中介吗？帮我联系一下，租一个别墅，要求就是偏远安静。这2天我们就一起搬过去，工作什么就不用管了，请个阿姨来帮忙做饭，以后就专心打游戏。李想听完顿时感觉严树是飘了，作为好兄弟多少还是得劝一下，可还未开口就被严树开口打断。我昨天到现在光游戏装备就卖了5万，这只是开始，以后更不会缺钱。一想到严树目前在游戏中的声望，李想顿时没话讲了。好的，价钱不是问题的话，应该很快就能找到。2人吃完后，严树又交代了几句游戏前期的注意事项。东林大学，杨乐书打扮的花枝招展，站在校门口，路过的学生无一不露出惊艳的目光。不愧为校花呀，这颜值跟女明星相比也不遑多让了。更绝的是这身段，光看一眼就让人浮想联翩了。别歪歪了，人家现在名花有主了。谁啊？难道是严树？还真打动我们杨校花了。那舔狗没机会了，人家现在是秦飞的女朋友。此时一辆超跑带着巨大的声浪驶来，稳稳地停在门口。秦飞坐在驾驶位上，骚包地推了推墨镜。凑巧的是，严树刚好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抱着满满当当一袋零食。看见杨乐书上车这一幕，并没露出什么异样的表情，反倒是微微一笑，扭过头自顾自朝学校内走去。周围的吃瓜群众已经做好观赏严树变脸的准备，却没想到严树的表现得如此淡定，纷纷露出吃惊的神色。严树和杨乐书也算得上是学校里的名人了，一个因为长得漂亮，另一个算是舔狗当中最帅的。此时有好事者忍不住出声：严竹，你女神上别人车了，你怎么一点反应没有？是不是男人？此话一出，周围人纷纷哄笑出声。严树转过头看着说话的那人，还是那副淡笑着的表情。我没意见啊，难道你有意见？不对，人家郎才女貌，天生一对，轮得到你这个妖怪来反对？说完，场面顿时变得欢快起来。严树懒得得看那人脸色，直接离开。玩游戏要紧，要不是肚子会现在还在游戏中奋斗，什么女人都是过眼云烟。再说游戏降临后，什么角色美女没有，长相气质秒杨乐书几条街。秦飞看着严树离去的背影，思索了片刻，对副驾上的杨乐书讲道：宝宝，我怎么感觉这严树与游戏视频中的留白有点相像？啊，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像。不过应该不是同一人，游戏中上调相貌的人那么多，估计撞脸了。的确，毕竟战斗技巧这些可不是他这么一个窝囊废可以掌握的。不说他了，我们抓紧时间，还要上游戏练级。在杨乐书的尖叫声中，跑车呼啸而去。第13章新手村副本。严树回到寝室，发现只有刘洋一人，正对着屏幕准备毕业论文。老四，你不准备毕业论文？没兴趣，我准备这几天就搬离学校，专心打游戏。在游戏入侵现实面前，学业工作都是虚的，得抓紧时间提升实力。严树打开电脑，开始整理一部分任务攻略。抛开一些高难度的任务和 BOSS， 还是有好几个适合理想的。你认真的？别冲动啊，老四，都临门一脚了，先把毕业证搞到手再说啊。
刘洋很不理解，严树在他的印象之中，除了在杨乐书的事情上有点无脑外，其他地方还是比较理智的。你觉得我是那种做事不经大脑的人吗？作为兄弟，在最后劝你一句，尽快进入游戏。刘洋看着严竹的严肃的表情，沉思了几秒，还是点了点头。好，我会考虑。半个小时过去，把攻略给李想发过去。严树站起身，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发掘记忆真是一件耗费心神的事情。严树回到线上，李想就发来了消息：严竹，你看到系统消息了吗？有人完成任务，开启了新手村副本。这个副本怎么样？有刷的价值吗？严树眉头一皱，翻了翻系统通告，就在10多分钟前，的确是有人成功开启了新手村副本。这人名字叫麦芽户，前世也是他开启了副本。虽然人在854号新手村，但这类任务只要成功完成，所有的新手村都将同步开启副本。这个副本算是新手村唯一的一个副本了。副本有简单、普通、困难、地狱4个难度，但就算是简单级的难度，现阶段也是没有人可以挑战成功的。自己记得前世麦芽户也是撞大运，提前接到了开启副本任务，不然按照正常进度要10级才能接到这个任务。副本中的怪物最低也是10级，其中等级最高的 BOSS 更是到达了15级。要通关这个副本，除了人物属性要达标外，还要摸清3个 BOSS 的技能机制，非常考验团队的配合能力，还有团队指挥的能力。自己这个 SSS 级天赋的成功通关，估计都需要花费不少时间。目前来说，其他人肯定刷不了。新手村副本虽然说是5人1小队，但是只要其中1人实力跟不上，都会降低通过率。首先，各大公会的高手都打散在了不同的新手村，再者，每人每天只有4次进入副本的机会，要是准备不充分，灭上个1、2次，根本就是浪费机会。而地狱级副本在前世初期都没人通过，毕竟就算是 SS 级天赋，也需要成长时间。由于离开新手村后无法再返回，这个副本地狱级首次通关还是在游戏与现实融合后。这副本的价值肯定不用说，绝对是很高的。但你先别急，你现在9级，以你现在的属性绝对达不了，该干嘛干嘛去。攻略我已经发给你了，把涉及到的任务都刷了。好吧，我倒是不急，我是替你着急啊。堂堂 SSS 级天赋的大神，要是拿不到副本首通，那岂不是夸大了？现在各大公会已经组织高手进入副本了，还在论坛上开启了直播，实时更新进度，你可以去看看。你不是不相信我是 SSS 天赋吗？看你杀人的视频那么猛，比我这个 S 级强太多了，估计 SSS 级也就是你那样了。好好，你快去忙你的任务，我先研究研究。严树敷衍地回了一句。那边李想下线去接收严树给的攻略，副本肯定是要刷的，并且是4种难度的首通奖励都必须拿到手。而最重要的是，如果副本的通关时间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内，将会获得 SSS 评分。同时，副本通关后将会开启副本速通榜，首次上榜获得榜首会有不菲的奖励。之后每天晚上12点，在速通榜上前3的玩家将会获得一定的声望值奖励。只要自己把通关时间压得足够低，在榜首待得足够久，每天奖励的声望值累计下来，将是一个恐怖的数字。因此，副本的每个难度都做到首通加 SSS 评分加速通榜首，收益才能最大化。自己目前还做不到通关时间压缩在15分钟内，得去刷怪叠一部分属性。2只召唤物目前都是8级，按照升9级的经验推算，差不多需要击杀1500多只同等级的怪物。如果升到9级，意味着2只召唤物和自己各可以获得1500多点自由属性点，到时候横推副本完全不成问题。而且由于副本中的怪物等级都比自己高，在刷低难度的时候还可以叠一波属性，为刷地狱级难度做准备。严树做出决定后，一边朝8级怪物区赶去，一边选了一个观看人数最多的直播间，把直播窗口嵌入到了游戏中。不得不说，天启中的这个功能还真是方便，视频窗口接入之后，可调节透明度、大小，还有和人物之间的距离，简直就是为自己这种躺平流的召唤师量身定做的。有了这个功能，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刷怪无聊了。这个直播间的主人周琦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游戏主播，天启开服后也是第一时间进入了游戏。现在他非常贴心的把各大公会的直播画面都搬了过来，方便观众对比，了解各方的进度。入选的一共5个公会，分别是烟雨阁、霸凌天下、祭月、秦王朝、耀世。这几大公会可以说是游戏界实力在第一梯队的顶级公会了，不仅有固定的公会成员，同时福利待遇方面也甩其他中小型公会几条街。很多公会为了能增加曝光度和知名度，都是抓住此次游戏第一个副本开启的机会，选取自家实力最强的队伍进行全网直播。严树靠在一棵大树下，给2只召唤物下达了自由攻击的指令，饶有兴致地看着直播画面。也不是自己懒，主要都是天赋逼的，只有召唤物击杀怪物才能获得自由属性点。
此时的8级怪物区的人并不多，很多人都敢去尝试副本了。毕竟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副本就是高奖励的代名词，无论是爆率、经验值，都不是野外刷怪所能比的。就算通不了关，进去刷点普通怪也是不错的选择。第14章地狱难度直播翻车。好的，我们看到目前几大公会的人员都集结完毕，正式进入副本了。各家公会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地狱级的难度，看来对自家的实力是相当自信的。现在让我们开启本次直播的第一次有奖竞猜，看哪支队伍可以最先完成10%的副本进度。周琦富有煽动性的嗓音响起，接下来就是铺天盖地的弹幕。666，果然不愧是超强公会，居然选了地狱级。无法理解，开荒不是应该从低难度试着来吗？这是攀比上了呀，哪家都不肯认怂。你们懂什么？他们肯定有其他队伍选择低难度，在前面探路。哎，不对，怎么感觉他们的脸色都不怎么好？我刚去试了是地狱级，那变态的机制果然不愧是地狱啊！地狱级的难度，进去之后人物身上会有个负面 buff， 人物属性减半，这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不止啊，好像这个副本里面的怪物都是10级起步，光属性就压线阶段的玩家一头了。完了，几大公会弄这么大的阵仗，该不会第一阶段都推不下去吧？瓜子饮料已准备好，坐等游戏高手们吃瘪。严树看着这些评论不禁失笑，吃瘪是必然的，现在就看哪个公会撑得久了，第一个出局的丢脸是肯定的了。地狱级之所以称为地狱，还有一点就是副本内的怪物的属性已经强到离谱，基本上里面的精英怪都比外面的 BOSS 属性更强，更不用说最终的3个 BOSS。 看着直播的画面，大部分是些熟面孔，在目光扫过秦王朝直播画面时，严树突然顿住。秦王朝的队伍里有2个严树相当熟悉的人，秦废与杨乐书。这下事情变得有意思起来了。秦王朝的背后有秦氏集团的注资，秦废作为秦氏集团的下任继承人，到了游戏里几乎是整个公会的实际掌控者。秦废由于不善于管理公会，并没有任会长一职，而是高薪聘请了经验丰富的游戏高手王启作为会长。王启也算是对得起高额的薪水，把秦王朝的盘子管理得风生水起。严树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关键时候，秦废居然带着杨乐书来刷存在感。秦废游戏名字秦风破浪，拥有 A 级天赋幸运一击，攻击目标时有几率造成双倍伤害，几率随人物等级提高而提高。杨乐书游戏名字空瓶氧气，拥有 A 级天赋重复治疗，使用治疗类技能时可触发双重施法。两人要是光看天赋来说，绝对是已经超越大多数玩家，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游戏意识和操作都是上不得台面的。在前世完全是靠整个秦王朝的资源堆砌，才让两人实力勉强到达一线，但离真正的游戏高手还有很大的距离。本来严树还猜不准这5家队伍谁先出局，但看到了这2人就基本确定了，必须是秦王朝。再看其他几家，烟雨阁是会长烟雨成风带队，季月是拥有 SS 级天赋的爱吃葡萄带队，霸凌天下。要是2家也是前世高手作为主力，有意思有意思。严树立即去发了条弹幕，主播要不重新开个盘，看哪家先顶不住吧。此言一出，立即有许多人跳出来跟风附和。周琦看到这些消息，顿时暗骂一声，真的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得罪人的事情自己可不会去做。此时几支队伍已经开始和怪物碰到了一起，一开始遇到是藤蔓精灵和树皮哨兵2种怪物，其中藤蔓精灵移速较高，攻高防低，树皮哨兵则是防御力较高，攻击速度慢。2种怪物基本就是对应刺客和骑士。副本名称幽谷密林，里面的怪物也充满了丛林特色。秦王朝这边刚开始就拉来了1只树皮哨兵和2只藤蔓精灵，队伍的骑士顿时就掉了1/3的血量，杨乐书的能治疗术赶紧跟上，才勉强稳住。可接下来杨乐书一看见秦废掉血，立即转移了治疗目标，这一操作顿时让队伍中的3人傻了眼。现在最危险的是骑士啊，秦废那血量还剩下几千点，就这意识，别说刷到10%了，能把剩余的这一波小怪刷完已经谢天谢地了。宝宝，你继续给骑士加血啊，不用管我。哦，杨乐书赶紧调转目标。秦废也是一脸无奈，本来幻想的是自己一人带头冲锋，有杨乐书在后面加血的话，自己完全可以放弃防御，杀穿副本，震惊其他玩家，收获一波关注度。可惜事与愿违，现在只想多推进一段，不要落在其他公会的后面。此时的直播间内也是哄笑声一片，秦王朝也太不靠谱，怎么带这么一个花瓶牧师，连最基本的游戏常识也没有啊？人家天赋强，看到那连续2次的治疗术了吗？我愿称之为游戏第一奶。目的很明确，给各位喂狗粮来了。跟其他公会的牧师相比，的确奶量很足啊，不过治疗量都溢出了。严树也被杨乐书给逗乐了，才开始就犯这种低级错误，果然和自己猜想的一样。再看其他公会的队伍，现在正在稳扎稳打，
场面控制的相当不错，这一比较高下立判。最快的当属季月，爱吃葡萄现在就是法术机关枪，可以释放出一连串的小火球，基本上队伍一波集火就能把一只藤蔓精灵的血条清空。现在看起来季月的队伍应该是走得最远的，好像听说爱吃葡萄是顶级的 SS 级天赋，有这个表现很正常。哎，这副本的怪物仇恨范围怎么那么长？秦王朝这边一下子吸引了5只，这一下开始，秦王朝压力骤增。随着杨乐书的一波失误，队伍中的骑士最先倒下，随后整支队伍就迎来了团灭结局。接下来的几分钟，剩下的几支队伍也相继团灭，坚持最久的季月也只完成了副本进度的 5%。哎，这下尴尬了，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啊！乐子大了，几大公会直播吃瘪。走了，没乐子看了，专心升级，早日通关简单难度吧。也怪这副本太变态了，好像现在连简单难度的手通都还没有出现。第15章，不好意思，我单刷。本来气氛热烈的直播间，随着各家公会的直播相继中断，最后也关闭。严树关掉视频，看了看时间，过去了16分钟。自己要是没有猜错的话，经过这次直播，几大公会接下来会尝试一下普通难度的副本，连困难都没勇气碰。看一下自己的现在升级所需要的经验，还需要30多分钟。这段时间，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拿到手通，因为这个副本有些地方需要一些特殊的技巧，要是不熟悉情况，要浪费很多的时间才能见到最终 BOSS， 自己安心刷怪即可。而此时，游戏论坛上已经因为副本的难度闹翻天了，因为第一批进入副本的人几乎都是团灭出局下场。太难了，这游戏的策划都是不玩游戏的吗？搞出这么一个副本来恶心人，简直恶心的不行。我们小队人均8级5件装备，打个简单本居然才推到 20% 就灭了。主要是副本 10% 以后就会出现11级的怪，那属性几乎比10级涨了一大截。我把话撂这，现阶段谁可以通关这个副本，我直播吞粪自尽。楼上的可要说话算话啊，我们区可是同时有爱吃葡萄、刘白、烟雨林峰等几大高手，要是他们联手，分分钟满足你的愿望。接着众人又开启了投票，谁家的队伍或是游戏高手能最先手通副本。同时有玩家开盘设赌，下注游戏币。经过10来分钟的发酵，参与下注的玩家人数就已经突破几百万。排在第一的是季月爱吃葡萄，毕竟人家的队伍在地狱副本中表现最好。接下来就是烟雨阁、霸凌天下等几家公会，而严树也出现在了榜上，排在了第17位，处在末位。之所以如此靠后，无他，前面的都是各大公会骨干，有相对固定的队伍。而在所有人的印象中，严树都是散人一个，耀祖也对手通副本希望要小上不少。要不是严树的召唤物太亮眼，又是隐藏 BOSS 手杀者，给不少玩家留下印象，恐怕都无法上榜。最离谱的是，连一开始提议他的玩家都没有投他，使其赔率达到了惊人的1比1000，直到快结束才有寥寥2人下注。严树看着这惊人的赔率，默默地把自己手杀隐藏 BOSS 系统奖励的20金币全丢了进去。看吧，这钱不就来了？这一波金币到手前期基本不会缺钱了。接下又给理想发去了一条信息，爸爸答应你的破天富贵来了，去把所有钱投我，带你起飞。我投了20银币，怎么样，够兄弟吧？你只有这么一点钱，还投了爱吃葡萄60银币，你别生气啊，毕竟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严树一脸无奈，机会自己不抓住就没办法了。我不生气，只是觉得有些人等会能把自己的大腿拍肿。20分钟后，严树和召唤物都升到了9级，将所有的自由属性点用完，属性猛涨一波。野猪等级9，生命值30872，法力值372，体质1727，力量4528，智力34，敏捷223，精神305。裂损等级9，生命值29072，法力值324，体质1617，力量4228，智力28，敏捷569，精神195。刘白等级9，生命值32189，法力值1938，体质1772，力量4378，智力231，敏捷396，精神677。这属性完全可以在新手村横着走了。由于前期技能较少，2只召唤物也都是以普攻为主，自己的属性通过加成后也是力量属性最高。等后面搞2只法系召唤物，到时候智力和精神力2项属性也会跟着上涨。回到新手村，购买了几组药水和一些杂七杂八的工具，这些东西在副本中有大用。严树赶到副本门口时，现场玩家3、5成群的挤在一起，四处是队伍招募吆喝声。此时
严树的到来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刘白大佬，有队伍了吗？要不要我们队伍配置齐全，就只差你了。哼，你刚才不是还在喊不要召唤师吗？现在怎么打自己脸了？大佬来我们队，给您指挥，您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很多差人的队伍看到严树孤身一人，立即开始邀请。毕竟严树和普通的召唤师不一样，抛开召唤物离谱的属性不谈，光操作都是顶尖的存在。严树笑着摆了摆手，不好意思，我单刷。此话一出，周围瞬间安静，过了几秒又哄闹了起来。大佬，你应该也看到几大公会的直播了，现阶段别说单刷，组一队高手都不一定拿到首通。哼，还真是飘了，人家这是想以一己之力打所有公会的脸，估计是看到自己的赔率，脑袋气糊涂了。一时间，劝说的、嘲讽的各种声音不绝于耳。此时，副本门口光芒一闪，霸凌鸟王带着一队人黑着脸被传送了出来。由于霸凌在这新手村玩家并不多，拿得出手的高手也就自己一人，所以副本开始就很有自知之明的选了个简单难度。谁知道卡在第一个 BOSS 就被灭了出来。霸凌鸟王出来看到严树，通过周围人描述知道严树要单刷，顿时也忍不住出言嘲讽：哼，狂妄，你要是能单刷首通，霸凌人员以后碰到你都绕路走。严树听完一乐，还有这种好事，那可会省下不少麻烦。你能代表整个公会？笑话，我堂堂副会长，这点分量还是有的。好好，现在那么多人，大家该录像的录像，以后鸟王出尔反尔可是很好的素材。周围立马有玩家附和，表示刚才霸凌鸟王才出副本，他们就已经开始录屏了。严树也不再耽搁，来到副本门口，选择简单难度，点击确定。下一刻，周遭环境变换，严树已经身处副本中。丁，欢迎进入副本幽谷密林，难度简单。幽谷密林是新手村边缘的一个神秘地区，这里充满了古老的树木和未知的生物。传说中，这片林地是由3位自然之灵守护，它不仅是新手玩家的试炼场，也是探索和奇遇的所在。呵呵，试炼场，在自己的眼中就是刷属性点的好地方。炎竹召唤出野猪和猎隼，一发精神冲击打在了不远处的树皮哨兵身上，顿时也惊动了他周围的3只藤蔓精灵身上。4只怪物哇哇的怪叫着跑了上来。第16章，吃菌子以毒攻毒。炎树和召唤物各攻击一个目标。负4200，负3752，负3852。丁你击杀树皮哨兵，获得经验值加600。丁你击杀藤蔓精灵，获得经验值加600。野猪获得自由属性点加1。丁你击杀藤蔓精灵，获得经验值加600。猎隼获得自由属性点加1。3只小怪被瞬间秒杀。剩下的藤蔓精灵挥舞着藤条打来，严树故意硬吃了一次，查看伤害。2只召唤物头上分别冒出了97的伤害。呵，毛毛雨！严树法杖挥出，将藤蔓精灵秒杀。负3752。现在自己和召唤物的攻击完全是溢出状态，完全没有逼出极限攻击。由于要先拿首通，接下来严树和召唤物一起攻击，走位躲避的同时保持一个合理的攻击频率，同时控制猎隼直接从怪物后方飞过，将怪向自蚁和野猪方向引。只用了2分钟左右，100多只树皮哨兵和藤蔓精灵的混合怪群被全歼。要是拥有群攻技能，这个效率还可以更高。清理完树皮哨兵和藤蔓精灵，副本进度显示完成了10%。脚踩着湿软的草地，严树带着召唤物在一片低矮的树丛面前停下。树丛下方生长着一片片红色的蘑菇，严树蹲下开始采集。你获得了带毒的红菇乘10。你获得了带毒的红菇乘10。要是不熟悉的人，一般只会认为是无特殊效果的植物，但在这东西接下来的战斗中有大用。随后，严树跨入密林中，立即就发现一些蹦蹦跳跳的怪物。蘑菇小妖等级11，生命值、法力值、智力、精神、技能等级已经来到了11级。蘑菇小妖生命值还没有前面2种高，但有一个比较恶心的技能迷幻包子，会降低玩家的移动速度，同时会让人产生幻觉。中招后的玩家会觉得角色缩小。蘑菇小妖会有房子般大小，让人误估攻击距离，大大降低输出效率。严树此时拿出带毒的红菇和召唤物一起吞下，顿时出现一个中毒状态，每秒5生命值，持续时间3分钟。有了这个中毒状态，就可以抵消迷幻包子的技能效果。随后严树就开始跑动起来，不停吸引蘑菇小妖，野猪和猎隼就跟在后面输出。一群蘑菇小妖释放迷幻包子，顿时淡绿色的包子灰雾就笼罩了整个战场。负2980，负7，负164，7，负164。得，连中的蘑菇毒都被2只召唤物承受了。片刻之后，蘑菇小妖全部倒地。在严树的操作下
两只召唤物血量始终处于安全线上，给两只召唤物各自丢了一个红瓶，将血量拉满，又马不停蹄地前往下一个关卡。这个关卡非常特殊，很多刷本的人都是卡在了这一关，因为里面是玩家首次面对的飞行类怪物。飞花精灵，等级11，看不到属性技能，但拥有一个飞行特性，唯一的弱点就是体质和攻击较低。这种怪物在空中移动速度不算慢，将极大考验队伍远程职业的攻击命中率。但是遇到炎术，可以直接让猎隼飞身上前，凑脸输出。在猎隼的高速飞行能力面前，完全不用考虑命中问题。猎隼每次普攻都可以造成秒杀，近3万生命值，完全可以顶住飞花精灵刮痧般的攻击。看一个个在林间穿梭的飞花精灵，炎术直接给猎隼下达了自由攻击的指令，自己则带着野猪为接下来击杀 BOSS 做准备。走到这片树丛的中央，有5棵一模一样的大树，掏出从杂货购买的柴刀，直接开始砍树。得益于几千点的力量属性，大块大块的木头被削下，让炎术有一种砍瓜切菜的快感。不多时，5棵大树已经被放倒。之所以要砍树，是因为第一个出现的 BOSS 在血线低于 30% 后，会躲入这几株大树中，处于无敌状态，并将生命值恢复到 100%。把树撂倒，几乎就是斩掉了他的一条命。随着猎隼击杀完最后一只飞花精灵，大地突然颤抖起来，一头树状生物挥舞着藤蔓从地底钻出。树林守卫者爱尔兰，等级11， BOSS 出现了。先试试伤害，炎术复刻了野猪的野蛮冲撞，和野猪一前一后撞在了他身上。负6212，负6025。爱尔兰头上出现眩晕的标志，只是瞬间便恢复了正常。BOSS 对控制技能本就有极高的抗性，又因为等级压制再次削弱了技能效果。接下来炎术控制野猪躲开挥舞而来的枝条，自己则硬抗了一下。负421，负421，普攻还行，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法杖挥出，接上猎隼的攻击。负4523，负4762。就 BOSS 这攻击，目前毫无压力，只要注意打断其大招即可。从血条下降的比例推算，爱尔兰的血量也就在50万左右，争取1分半左右搞定。片刻后，爱尔兰血量降到 80%， 所有枝条开始回缩，炎术和野猪立即用出野蛮冲撞，技能一直留着，等的就是这一刻。眩晕标志一出，技能成功被打断。照次输出节奏，当爱尔兰血量降至 30% 时，身躯突然变得颤抖起来，像无头苍蝇一般在周围转了几圈，还是找不到可附身的大树，最终无奈倒地。到此时，时间已过10分钟。说起来，杀 BOSS 比清理小怪还快。丁，你完成新手村副本树林守卫者爱尔兰的首杀，即将进行全服通报，是否隐藏姓名？否。接着，严术打开设置，将全服通报每次询问取消。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留白，击杀新手村副本 BOSS 树林守卫者爱尔兰，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加20，白银级职业装备加1，金币加10，游戏声望加400。一连3次通告，让所有玩家炸开了锅。我去，又是留白，又是单刷，我们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吗？大神的世界我不懂，我只是心疼游戏币。外挂，绝壁是外挂，游戏官方不给出个合理解释，老子退游了。我想起我下注的游戏币，上天给我一夜暴富的机会，我没有珍惜。才第一个 BOSS， 离通关还早。第17章，首杀2号 BOSS。此时心情最复杂的莫过于爱吃葡萄，眼前的树林守卫者爱尔兰已经只剩 50% 的血，系统的3条通报顿时让队伍成员道心崩溃，操作失误下直接挂了2人。爱吃葡萄在几大公会队伍中绝对算得上是头脑清醒的指挥者，当尝试地狱级难度失败后，就对副本的整体难度有了一个清楚的认知，因此直接带队想拿下简单难度的首通，一路上小心翼翼，稳扎稳打，花了40多分钟，总算把第一个 BOSS 磨到了 50% 血量。在大家都充满希望的时候，突然听到这么一个消息，顿时被打击的斗志全无。爱吃葡萄深吸一口气，大家打起精神，就算比不过留白，我们也绝对领先其他队伍。说完，带着其他2人脱离战斗，等待复活的2人过来汇合。副本中就只有1次复活机会，用掉1次，通关的机会已经很渺茫了。爱吃葡萄想了想，联系了一下副本外的成员，在得知严术进入副本不到10分钟后，立即改变了策略。留白一个人再强，也不可能10分钟不到就解决第一个 BOSS， 他应该是发现了一些取巧的方法。接下来我们重点就是细致排查副本，看看有没有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为再次进入副本打好基础。同时也将这个想法传递给工会所有开荒的队伍。爱吃葡萄很清楚，要是采用常规的方法，留白根本不可能有此速度，蘑菇小妖和飞花精灵就根本不是属性强就能提速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凭着副本的难度搞清楚怪物机制，掌握技巧方法才是最聪明的做法。这边严术把属性点加上，查看系统奖励的装备。
守望者腰带，白银级，等级10。职业要求：召唤师，体质加150，精神力加50。技能：守护之光，对召唤物使用，使其恢复 20% 最大生命值，冷却时间1分钟。还行，目前自己没有召唤物治疗类技能，这件装备的出现算得上是弥补空缺，可惜要等10级才能够使用。副本中怪物掉落的物品会在通关时根据评分统一计算，因此 BOSS 倒地什么都没有。接下来是5至3阶的苔藓巨蟒，属性介于普通怪和 BOSS 之间，身上长满绿色的斑纹，匍匐在长满苔藓的岩石上，与环境融为一体。当玩家经过时，便会抱起使出绞杀的技能。第一次进入副本的队伍，往往会再次团灭。在距离岩石区域10多米远，岩树从包裹中掏出一个火折子，点燃火把，向前抛去。这玩意就怕火，其他东西都改变不了他们伏地魔的特性。自己不会火系魔法，只能采取这个方法。火把落地，顿时惊起了最近的2条巨蟒。岩树先是一发精神冲击打了过去，负732，伤害不够看，主要是吸引仇恨。等巨蟒靠近，直接集火，负7526，负7642，负7210。巨蟒10多万的血量被岩树直接抗着绞杀技能，几波普攻击杀在地，其余巨蟒也采用相同的方式一一击杀，越过岩石地，来到一座水潭面前。此时，一只半透明的人形生物正在水中嬉戏。水元素精灵尤里斯，等级13。作为新手村副本中的第2个 BOSS， 除了常规的冰锥等水系魔法外，还拥有一个极其恶心的大招——元素汲取。在受到致命伤害之后，会吸取周围空气和生物体内的水元素，恢复自身血量的同时，对周围目标造成大量真实伤害。好在这个技能前摇比较长，足有10多秒，玩家集火的情况下，有很大的可能打断。水中的尤里斯受到岩树的技能攻击，顿时跃出水潭，脚下一股水柱拖着身体，以一种非常酷炫的方式朝岩树扑来。岩树稍微后退几步，2只召唤物先迎了上去，与这只 BOSS 战斗可不能聚在一起。负4323，负4762，负750。野猪硬吃了一记普通攻击后，看见其脚下出现微不可察的碎冰，岩树立马操控2只召唤物躲开。下一刻，3枚尖锐的冰锥凭空出现，刷刷刷，插在了野猪原来的位置。防御与第1个 BOSS 爱尔兰相当，但是普通技能的释放速度很快。趁着这个空隙，岩树也立马上前攻击。负4796。由于尤里斯是法系 BOSS， 生命值比树林守卫者爱尔兰低上不少，很快血线就被压到了 10%。此时尤里斯身上蓝光大作，双臂环吸，浮在了半空，开始释放大招。岩树趁此机会疯狂输出，负2150，负2541，负2323。由于尤里斯在蓄力阶段会有 50% 的免伤状态，输出下降了不少。不过在2次野蛮冲撞的攻击下，成功被打断，最终耗时1分20秒，成功击杀尤里斯。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留白，击杀新手村副本 BOSS 水元素精灵尤里斯，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加30，白银级职业装备加1，金币加20，游戏声望加500。又是一波系统3连。我去这大佬刷副本，怎么还越来越快？不是越往后难度越大吗？看来人家说单刷是真的有这个实力啊，给大佬跪了。这首杀继续拿下去，大佬的白银装备估计都要集齐了，我还连一身破烂都没凑齐。这进度就算拿不到首通，也算是把巴掌送出去了，打得各路高手脸啪啪响。听到这波系统通告，爱吃葡萄手一抖，手中的火球擦着 BOSS 的头皮，砸在了后方的大树上。爱吃葡萄都忍不住想爆粗口，这特么还是人吗？才过去了几分钟，居然就把第2个 BOSS 给放倒了。自己这边好不容易重振士气，把树林守卫者的第2管血都磨了1半多，现在又受到一次打击。深吸一口气，爱吃葡萄抚了抚起伏不定的胸口，稳住，稳住。要是此时自己一乱，那后面也没有必要再刷了。大家先把系统通告屏蔽了，不要受影响。我们每多推进一步，都是为后面的通关积累经验。是。而烟雨林峰此时又收到了自家会长的消息，1个亿，言简意赅，意思再明显不过。但烟雨林峰还是没有信心，只能组织了一下语言：会长，要不我求他通过你好友申请，你们自己谈。好。第18章副本首通。岩树所展现出的实力已经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各方势力都开始紧锣密鼓地制定拉拢方案。只是令人头疼的是，目前连岩树的好友都加不上。副本内，岩树刚简单回复了一下理想的消息，对于烟雨林峰的请求，自己也答应了。等刷完副本之后，再去加烟雨成风的好友。扫了一眼刚奖励的装备，碧波戒指，白银级，等级10。职业要求：召唤师，体质加150，
精神力加50。技能灵动，使用后所有召唤物获得 5% 的闪避几率，持续时间30秒，冷却时间1分钟。不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存能力。严树收起装备，赶往副本最后一片区域。这地方是一座峭壁围绕的山谷，里面全是苍天大树，繁茂的枝叶把阳光遮挡得严严实实。树下灌木草地混杂，植物把空间利用到了极致。里面就只剩2种怪物：幽谷刺客，还有最终 BOSS 幽谷主宰塞拉斯。严树进入山谷后，直接朝山谷深处跑去，那里是 BOSS 塞拉斯所在地。幽谷刺客不像前面的小怪一样扎堆，而是分散在山谷各处，同时还会隐身技能。在这种幽暗的环境之下，幽谷刺客的隐匿技能效果会大大提升，特别难以察觉。尤里斯在觉察到危险时，会召唤分散在丛林中的幽谷刺客。从四处围上来的幽谷刺客将会优先突袭后排，这一技能被前世称为新手村副本的团灭杀招，无数队伍都是倒在了这一关。因此一般的队伍到这里都是照明弹开路，先把刺客都清理完再去围杀尤里斯，这样通关成功率会高上不少。但现在自己赶时间，直接硬推。在前进过程中，有几只幽谷刺客现身突袭，第一只出现时，严树故意硬扛了伤害，之后直接秒杀。其他的刚靠近就被严树所察觉，处在隐身状态下就直接被轰了出来。刺客隐身移动时，其身形照样会引起周围环境的变化，如草上压痕、晃动的树枝等。严树高额精神力，再加上前世的游戏经验，识破一个新手村的刺客型怪物，可谓是小菜一碟。不多时，就一头3米多高的生物出现在眼前，上身是人，下身是马，身披藤甲，手握长刀。奇异的是，头上长着的鹿角，直接就是2个叶子稀疏的树枝。一个不伦不类的半人马。幽谷主宰塞拉斯等级15，其他属性照样是一片问号。等去主城可以使用拍卖行功能后，要第一时间抢本鉴定术技能书，不然太不方便了。毕竟以自己的实力，以后越级刷怪将是常态。塞拉斯看到侵入自己领地的人类，直接拖着长刀奔袭过去，速度极快。严树看着冲来塞拉斯，也指挥野猪使用技能撞了上去。现阶段自己的召唤物除了血量没跟上，力量属性要超过现阶段 BOSS 不少，直接应对。负5754，负1041。塞拉斯和野猪头上分别跳出伤害值，负3587，负1041。这伤害对比高下立判，不过普通攻击伤害就弱了不少。接下来还是得自己顶上。输出了几波，塞拉斯血量下降到 90%， 长刀上青芒一闪，在原地开始挥长刀。来了。严树目光微凝，接下来这个技能伤害完全与他已损失的血量挂钩，威力极大，不能硬扛。而且技能释放后，塞拉斯会拖刀旋转，朝一个方向攻击，攻击范围大，闪避难度很大。这技能原本在 BOSS 血量 90%、60%、30% 时会各释放一次，技能伤害随着生命值降低会依次增强。而且目前处于霸体阶段，无法打断。严树立即和野猪分头跑开，为了能最大程度拉开距离，直接连野蛮冲撞都用上了，然后避在了大树后面。释放技能时，塞拉斯会朝距离最近的目标发起进攻，此时用速度最快的裂损吸引仇恨最好不过。随着蓄力结束，塞拉斯立即旋转中冲向最近的裂损，远处的严树直接指挥裂损升空，朝反方向飞。塞拉斯失去目标，只能向原来的方向冲击下去，大刀旋转着斩在树干上，顿时枝叶横飞。等他技能结束，严树一人2宠又围了上来一顿输出，如此重复了3次。很快，塞拉斯的血量就来到了 10%， 只见他扬起头颅，发出一声声鹿鸣，一圈圈奇异的声波向周围扩散而去。不多时，丛林里就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岩主指挥裂损继续攻击，自己则是带着野猪迎上了到来的幽谷刺客。负5120，负4875。严树带着野猪一边移动一边攻击。由于刺客技能特性，攻击目标后背时会有极高的攻击加成，因此只要整个过程中保持面对刺客，不将自己的后背暴露出来，受到的伤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个刺客连一个普通攻击都承受不住，几十秒钟就被清理干净。等严树带野猪反身去支援时，裂损只剩下1/3的血量，而塞拉斯还剩下 5%。最终随着严树最后一击打出，塞拉斯不甘地倒在了地上。严树面前顿时出现一个结算页面，死亡次数0，通关时间16分32秒，副本评分 SSS 级，获得经验值加 5W， 装备加21，技能书加2。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留白，击杀新手村副本 BOSS 幽谷主宰塞拉斯，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加50，白银级职业装备加2，金币加40，游戏声望加700。系统通告：
恭喜玩家留白，击杀新手村副本 BOSS 幽谷主宰塞拉斯，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加50，白银级职业装备加2，金币加40，游戏声望加700。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留白，首次通关新手村副本幽谷密林简单级难度，综合评分 SSS 级，成功开启简单级难度通关榜单，获得黄金级宝箱乘1，自由属性点加100，技能等级提升10×4。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留白，首次通关新手村副本幽谷密林简单级难度，综合评分 SSS 级，成功开启简单级难度通关榜单，获得黄金级宝箱乘1，自由属性点加100，技能等级提升10×4。一连6条系统语音通告，将所有玩家彻底镇住的同时，也将消息界面彻底刷屏。第19章一波肥。副本外，所有人都被惊得目瞪口呆。距离上个 BOSS 被杀才过去了几分钟吧，居然又完成了副本最终 BOSS 的首杀。我们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吗？真的是人比人气死人。单刷副本居然真的通关了，天启第一召唤师的名头现在坐实了。以后估计没人说召唤师弱了吧？弱的是普通召唤师，与留白大佬有何干系？给留白大佬跪了，求大佬带一下副本，我愿奉上我的所有的游戏币。大家应该注意的是系统奖励吧，这么丰厚，以后大佬的实力要开启滚雪球模式了。技能提升时是做什么用的？技能升级不是只靠熟练度吗？通关引发的轰动并没有影响到副本内的言数。对于此时的言数来说，最爽的莫过于整理收获了。此次副本除去击杀怪物所获得的经验值外，野猪共获得自由属性点210点，猎隼获得自由属性点189点。自己因为3个 BOSS 首杀和简单难度首通，一共获得自由属性点200点，相当于升20级了。果然，各种首杀、首通是奖励最丰厚的，第一次简直让人无比舒爽。然后就是副本结算获得的21件装备，其中白银级4件，青铜级9件，普通级8件，再加上系统奖励的2件白银装，这一波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装备给补齐了。一般来说，简单级的副本通关结算奖励有10来件装备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完全是 SSS 级的评分，直接把奖励拉满。可惜的是，副本结算的2本技能书全是其他职业的，不过也有用，先留着。严树搓了搓手，接下来就是开启黄金宝箱了。依稀记得前世自己第一次开黄金级别的宝箱，还是到了40级的时候，运气好得到一个。宝箱也和装备一样，分为普通、青铜、白银、黄金、铂金、钻石、传说、神话8个等级。宝箱的品质也决定了里面物品的品质。眼前这个黄金级的宝箱，要是开出了装备，其品质也极有可能是黄金级的。是否开启宝箱？开启后物品将绑定不可交易。系统奖励的东西就是有这个麻烦，不过绑不绑定的，对于自己来说都无所谓。开启，严树将里面的物品全部拿出，一件装备，一张破烂的纸片，还有一个玻璃一般材质的圆球。墨灵守护，黄金级，等级10，类型护符，职业要求召唤师，体质加200，精神力加300，智力加50。技能治疗光环，自带一个50米乘50米的治疗光环，处于光环内的召唤物每5秒回复2%生命值。不愧为黄金级的装备，这自带的技能就是极品。光环类技能无 CD 无消耗，2%的回复量看似不多，但架不住自己的召唤物血量高啊。等自己升到10级后，召唤物的安全就有很大保障了，同时自己再也不用花费太多心力操控召唤物躲避攻击了。残缺的藏宝图1/4，这似乎是某张地图残缺的部分，集齐后可获得宝藏线索。挖宝这玩意完全看运气，有可能获得逆天的装备，也有可能获得一些垃圾材料，可以是上限和下限都到了极限。集齐后可以去碰碰运气，反正自己前世挖过几张，也没有获得什么好东西。看完上门面物品的介绍，严树又捧起玻璃球，占卜水晶，一次性消耗品，说出目标名称后，可查询对方当前所处的位置，使用后自动销毁。这是一件特殊物品，对于许多玩家来说，可能用处不大，其功效也就相当于以前端游中的追杀令，用来查询角色坐标之类的。但实际上，这东西要是用得好，绝对有奇效。它能查询的可不只是玩家，只要能准确说出对方的全名，就算是神级 NPC 也能被获取位置信息。收好，收好，以后有大用。最后的4块技能提升时，在严树看来，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普通技能只需要刷熟练度，技能总会有满级的时候，就如严树现在的唯一攻击技能精神冲击一样。不过后续的一些强力技能升级就必须用到技能提升时了，而由于技能提升时的获取渠道较少，等后面基本会被炒到一个很高的价格。现在先留着，等后面用在那些特殊的技能上面。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一鼓作气，把所有难度都刷了。普通、困难、地狱会分别削减10%、30%、50%的人物属性，怪物属性也依次增强。
而自己的属性也会随着击杀数增加而增加，并且操作会更加熟练。普通难度副本中小怪依旧可以做到秒杀，且伤害还在溢出状态，因此时间依旧可以控制在16分钟左右。困难的话，时间应该在19分左右。地狱级的话，自己可以通关，但是时间压不到20分钟以下，这就需要冒险尝试一个特殊的方法了。此时系统提示又再次响起，叮，你收到20万金币。哦豁，自己下注赢到的金币到账了。20万金币在游戏前期完全是一笔巨款了。盘口关闭时，下注的玩家貌似已经多达2000多万，现在自己完成首通，可以说是把这波人都割了一遍。我擦，早知道我全压你了，一个失误让我错失了几千金币啊！李想痛心疾首，虽然说自己也收获了2000金币，但那种与大奖擦肩而过的感觉却让他高兴不起来。哼，我早就说过，有些人会把大腿拍肿。严树倒是心情愉悦，有了这笔钱，出新手村后自己的实力将会猛涨。你手上有适合我的装备吗？我觉得我也可以去刷副本。不同新手村之间无法发送邮件，你就安心做我给你的任务，等你到10级把装备补齐，组一波实力还行的就可以去了。对于李想，目前严树也无法提供太多的帮助，哪怕是一些物资，也只有等自己到达主城后才可以邮件发送给他。此时还在副本中的爱吃葡萄突然收到了5000金币，看着这钱突然愣了一下，然后想到了自己投给刘白的50银币，这家伙还真通关了呀！自己都屏蔽系统消息了，最后居然以这种方式知道了他通关的消息。随后爱吃葡萄收拾了一下复杂的心情，又默默地打开了系统消息。第20章外挂。严树出了副本，立即被一些玩家给认了出来。刘白大佬，能带我进一次本吗？价钱好商量。刘白哥哥，人家人美声甜，只要你带我升级，可线下约哦。不会是生化母体吧？别挡道，大佬我求你点拨一下技巧，有偿。众人只见严树举起手挥了挥，转身又进入了副本，这次选择了普通级。刘白大佬又进副本了，这是要连刷的节奏啊！不止，我觉得他应该会去挑战普通级，毕竟简单级难度都取得了那么高的评分。严树进入普通级副本，依旧是以碾压的态势一路横推。普通级难度比简单难度也只是强化了10%属性，自己加好上一个副本收获的属性点也提升了不少实力。这一次副本小怪依旧是被普攻秒杀，而且时间比简单的用时更少，只是击杀 BOSS 的时间相比上一次要慢上一些，最终耗时16分41秒。系统通告，恭喜玩家刘白首次通关新手村副本幽谷密林普通级难度，综合评分 SSS 级，成功开启简单级难度通关榜单，获得黄金级宝箱乘1，自由属性点加140，技能等级提升10%。严树把此次副本收获的属性点全加上，副本结算奖励装备24件，除了5件白银级以外，其他的严树已经看不上眼了。白银级的先留着，10级以后挂拍卖行，其他的等副本都打完后直接打个包丢给烟雨凌风。技能书3本，总算碰了一本自己能用的。痛苦之处，职业限制，召唤师。技能效果，召唤痛苦恶魔的分身附加在目标上，使其在1分钟内持续掉血，造成精神力乘200%的伤害，并削弱目标受到的治疗效果50%。消耗魔法值100点，冷却时间2分钟。严树立即选择使用。诅咒系的技能比较稀有，尤其是召唤师可以学习的这类技能，前世自己也只有一个。以后遇到恢复能力比较强的 BOSS， 也有克制的手段了。打开了黄金宝箱，令人意外的是，这次并没有获得游戏装备，只是几株黄金级的药材。虽然有价值，但是自己没工夫学炼药那些，只能换钱了。还有就是残缺的藏宝图也是1/4。难道把4个难度手通都拿了，正好可以拼成一张完整的？折看箱底空空如也，正在消失的宝箱，严树一度怀疑系统是不是奖励了一个假的，就这还是黄金级。严竹刚出了副本，直接转身又选择了困难级的进入。而随着系统通告的发出，很多人已经坐不住了。刚才严树又进入副本，很多人都以为严树只是重复刷简单级的，哪知道普通级也照样通过成功，还获得了 SSS 级评分。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时间居然和第一次差不多，这简直是不符合逻辑。霸凌鸟王最先跳了出来，在论坛上细数了一堆严树的角色上面不合理的地方。一身为召唤师的严树，自身的物理输出却高得吓人。2. 召唤物的属性过于逆天，几乎和 BOSS 没有什么差别。3. 如果是天赋带来的差距，为什么拥有 SS 级顶级天赋的爱吃葡萄却做不到通关副本？ 4. 普通级和简单级副本的通关时间为何都差不多？是不是用了秒怪的外挂？霸凌鸟王作为霸凌公会的副会长，同时也是和严树战斗过的人，话语的可信度肯定不是一般玩家能比的。这个帖子一经发布，立即爆火，不多时就冲到了榜首。这样一来，
原本许多支持严树的人也纷纷发出质疑的声音，风向几乎一边倒。外挂，绝对是外挂！我要去官网上举报，要求官方彻查。对，支持，处罚挂币，净化游戏环境，要求留白展示其人物属性。我就不相信现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会有那么大。短短几分钟，大量的人涌入论坛，狂刷关于严树开挂的帖子。一些所谓的游戏大拿开始出一些数据分析帖，表示按照如此的速度，要是没有开挂，严树和2只宠物各自的总属性点至少要有近万点，这是在前期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人疯狂的在打游戏公司的客服电话，要求彻查严树开挂的情况，不然就集体退游。要知道，天启不同于其他游戏，信息的流通速度简直是史无前例的快。现在才游戏初期，玩家之间就出现了这么大的实力差距，让广大玩家顿时产生了一种错觉，自己就是来陪玩的，简直就是梦回氪金相宝时的端游时代，甚至比那个还令人难以接受。毕竟现在的天启想靠疯狂氪金短时间拉开与普通玩家的差距，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最无奈的是游戏公司老板陈波，此时正揉着太阳穴听着手下的人汇报。老板，现在客服的电话都被打爆了，我们要怎么向外面回应啊？先拖一拖，等我想想办法。打发走人，陈波忍不住敲了敲发昏的脑袋，能有什么办法？只能发些游戏保证无挂的说明。现在的游戏设备还在持续生产中，很多人还有游戏需求，自己又刚建了2条生产线，大把的钱还在后面等着自己赚呢，可不能因为这件事受影响。但问题是，自己的公司根本就干预不了游戏运转，自己就只负责宣发、卖设备。当时自己的公司想朝虚拟网游方向开发，刚做出一批头盔接入设备，准备做前期实验，这游戏突然就出现了，把测试的技术人员吓得不轻。而且配套的游戏相关论坛、官网也随之出现，可用设备登录。同时，官网上还出现了相关的游戏背景、职业介绍、公测时间这些内容。一开始自己收到消息还不相信，毕竟太魔幻了，小说都不敢这样写。直到自己进去游戏里亲自尝试进入游戏，立即发现自己身处在一片风景如画山谷，那100%的真实体验顿时让自己坚信不疑。遗憾的是，系统提示游戏未公测，自己离开不了山谷，除了在里面瞎逛，什么也做不了。当时自己就意识到自己发财的机会来了，便开始宣传造势，同时大量生产游戏头盔。所以这游戏出现的蹊跷，其科技含量也远不是现在的人类能掌握的，怎么可能出现外挂之类的东西？第21章，游戏公司老板私生子。此时困难级副本中，严树已经开始击杀第一个 BOSS， 通讯器不合时宜的闪烁起来。严树一边攻击 BOSS， 一边接通，李想那夸张的嗓音传了过来：“我儿，你的 SSS 级天赋藏不住了。现在整个论坛上都在议论你刷副本的事情，很多人认为你开挂了，要求游戏公司彻查，封你号呢。然后呢？然后就是很多人去向游戏公司施压。对了，这件事情好像是霸凌鸟王那伙挑起来的。没事，没事，游戏公司是不是没有任何正面回应，只是强调游戏没外挂。”严树嘴角微翘，露出了一个嘲讽的笑容。自己一开始就想到了，肯定会有人作妖，想不到是霸图鸟王这伙。他那么积极去山洞，估计是不想履行赌约吧，毕竟那么大一个工会，向自己一个散人低头，对声望打击太大。咦，你怎么知道？现在还有些人认为你是游戏公司老板的私生子呢。不说了，我在刷困难本 ，BOSS 要放大招了。之后，严树便挂了语音。游戏公司会回应才怪了，因为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这游戏是怎么回事，到底有没有外挂。另一头的李想听见严树已经开始刷困难级，再联想到他给自己的游戏攻略，一个大胆的念头出现在脑海中：私这货不会真是私生子吧？就被亲生父亲放在一个普通家庭中生活。李想顿时感觉自己发现了真相，以后还是不要口头上占他便宜了。严树这小子的爸爸已经够多了。由于困难级副本已经有了30%的属性削弱，为了能尽量压缩时间，此时严树加快了输出频率，连注意力都集中了不少。无论是召唤物的操控上，还是自己的攻击节奏，都做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状态。最后在17分10秒击杀了最终 BOSS， 完成了困难级首通。系统通告：恭喜玩家刘白首次通关新手村副本幽谷密林困难级难度，综合评分 SSS 级，成功开启简单级难度通关榜单，获得黄金级宝箱乘1，自由属性点加170，技能等级提升10×6。此消息一出，外面又是一片哗然，许多没有参与讨论的吃瓜群众也按捺不住参与了进来。看吧，这特么不是开挂谁信？游戏公司的人呢，怎么不出来说话？还说什么虚拟网游保证无外挂？现在打自己脸了吧？老子明天就去把头盔退了，这种游戏坏劲谁爱谁玩。哎，我还以为刘白就是天赋强技术好才有这成绩，但连拿3个 SSS 评分，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副本中
严树扫了一眼结算奖励，各种杂七杂八的装备达到了30件，其中没有什么亮眼货色，4本技能书也没有自己能用的。无奈打开宝箱查看，首先依旧是残缺的藏宝图，跟自己预料的一样，地狱级一刷应该就集齐了。之后便是2只布偶娃娃。替身假人受到致命伤害后，立即恢复30%血量，随机传送到50M 处，放在包裹中，满足条件自动使用。运气回来了，这可是好东西啊！虽然自己有召唤物承受伤害，但有些物品或天赋克制自己也说不定，多2条命始终是好的。严树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出副本，坐在原地伸了个懒腰，进入到论坛中，看热闹，顺便放松一下。哦豁，目光所及，看到的帖子全是和自己有关的。刘白开挂证据集合，要求游戏官方对刘白进行封号处理，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游戏环境。种种证据表明，刘白极有可能是陈波的私生子。根据刷本通关时间推算刘白具体属性，各种帖子五花八门，有些所谓的证据贴，其丰富的想象力直接让严树叹为观止。而好几个数据分析贴说的头头是道，在严树看来，这些所谓的游戏大神还是有点东西的，居然把自己的属性猜出了个大概。但是很多玩家宁愿相信严树开挂，也不愿相信这种离谱的属性会出现在游戏初期。最闹心的估计就是陈波了，看着玩家们张口就来，他那游戏公司连删帖都办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家口嗨。其中闹得最欢的是霸凌公会的人，只要发现有其他声音的存在，就立刻煽动其他玩家群起而攻之。毕竟这个机会不利用好，要是不把严树开挂这件事说死，那自家公会以后都抬不起头来了。同时，不少人看游戏公司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直接要求游戏公司公开严树的天赋以及角色召唤物的属性资料。陈波那边现在也是没有办法，直接让工作人员发帖统一回复，角色天赋、属性等信息属于玩家的个人隐私，任何人包括游戏官方均无权传播展示。各位玩家可联系刘白本人获取相关信息。这一波操作看得严树呵呵直了。这些玩家也真会为难人，他游戏公司就根本无法查看玩家信息，想公布都没有办法。眼看游戏公司装死，这伙人又开始喊话严树出来自证。严树思考了片刻，也直接发了个帖，标题：本人刘白，想知道速通副本的秘密吗？请进。帖子的具体内容如下：你还在简单副本中苦苦挣扎，艰难求生吗？你还在被区区小怪虐杀而感到心情郁结吗？你渴望通关后副本丰厚的奖励吗？半小时后来直播间，房间号532516，本人刘白将亲自展示如何速通地狱级副本，游戏操作、通关技巧、细节处理，通通倾囊相授，只需要88银币，给自己一个进步的机会。加粗字段：什么？你说你没钱，想白嫖？对不起，本直播间不欢迎穷逼。此贴一出，立即被人发现，点击量肉眼可见的上涨。许多人一看是刘白本人发帖，纷纷涌了进去。毕竟论坛的是与角色绑定的，其他人根本无法冒充。擦，你个挂壁真是想钱想疯了，还速通技巧，我看你就是个臭卖挂的，还敢直播，老子不缺钱，就想去看看你是怎么表演直播被封号的。直播间见，我看过他操作视频，技术倒是没什么好说的，一流。短短几分钟，评论数就上了10万，而且还在不断上涨。第22章，直播单刷地狱级，其中嘲讽的占大多数，也有部分是真正好奇，想一探究竟的，还有一些人在吐槽定价过高。毕竟在游戏前期，许多人都没什么钱。不过这些事情都不在严树考虑范围内。既然怀疑自己开挂，那好，现在直播给你看。本人是没有自证的义务的，所以收点费用不是很正常吗？要是真的没钱的，就一边待着去，给你亲自实锤的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换一个角度来说，对于真正想学东西的人来说，88银币已经物超所值了。毕竟自己10年的经验摆在这，随便展示一些技巧性的东西，对于现阶段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要是不是考虑到初期有钱人少，这价格还得往上翻几番。严树也不担心直播被录制转卖啥的，只要自己不放开权限，好奇的人就只能老老实实的交钱。算着时间差不多，严树直接开了一个直播间。刚设置相关的条件，就已经有人涌入进来了，而且观看人数以一个极快速度增长着。看着增长的人数，严树不禁暗暗期待起来，这些可都是钱啊！对于游戏币，自己可不会嫌多，毕竟到主城之后，有一个东西需要投入很多金币，对于自己的计划至关重要。刘白呢？那么多人还不满足？快提前开播！老挂币不会是诈骗吧？只剩10分钟了。没事，那么多人看着，谅他也不敢卷钱跑路。此时的画面还是一片漆黑，看着五花八门的弹幕，严树可没心情惯着，
立即发布了一条规则：还有几分钟时间开播，着急的可以自行离去。本直播间已经设置了系统管理员，从现在开始，嘴巴不干净的被系统识别会被直接踢出。以上2种方式离开直播间的，门票概不退回。这下子，整个直播间的弹幕顿时干净了很多。一看时间差不多了，此时直播间人数已经高达800多万，这已经是现阶段的极限了。估计很多人还是想方设法凑钱进来的。光这一场直播，严数就有700多万金币入账，这才是真正的巨款。这笔钱基本够了。严数切回游戏中，将直播间讨论区设好透明度，嵌入游戏中，检查了一下包裹内需要的物品。虽说自己有信心在计划时间内通关，但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是要秀出风采来。之后选择地狱级副本进入，副本中的环境和怪物种类和前面难度没什么区别，只是刚进场，严数和召唤物身上就套上了一个弱化的负面 buff， 削弱 50% 属性。天启整个游戏最后也只有25个副本，有几个高等级副本的地狱难度，直到游戏降临之后都没有人能够首通，可见其难度之高。所以一般来说，过地狱级副本只能等基本高了后，人物属性过关加上必要的技巧，才有通关的可能。前面3个不同难度副本为自己积累了不少自由属性点，因此 50% 的属性削弱也问题不大，照样可以横推。看着前面的树皮哨兵和藤蔓精灵，严数直接指挥猎隼向前飞去，途中保持一个相对较为安全的飞行高度。由于地狱级的副本，怪物仇恨范围加大，2种小怪一看到头顶的猎隼，瞬间就被吸引，只用了7-8秒便把2种怪物引在一起拖着跑。此时严数与野猪上前，在怪群来到面前时，一人一宠直接2下普通攻击送出，负3754，负3652，直接放翻一只树皮哨兵，之后便掉在怪群尾部，重复相同的手法。严数和野猪普攻的离谱伤害值直接引爆直播间。我擦，抛开速度极快的飞行宠物不讲，这是什么伤害？看吧，这还是削弱了 50% 属性的伤害，官方快取证封号。离谱离谱，什么时候召唤师开始靠普通攻击吃饭了？灭了30多只，严数默默计算了一下怪物密度，直接让猎隼脱怪折返，自己则舞着法杖向前冲，武器碰到怪物一击即走，直接不在原地停留，顿时吸引了大部分怪物仇恨。这一举动顿时让很多人以为严数飘了，想自杀。直播间又是各种议论，谁知道下一刻严数一个野蛮冲撞，冲到了怪群前面，向一侧移动几步又折返回去。同时野猪也被严数控制着，做出同样的操作。这样一搅，由于一部分怪物仇恨在猎隼身上，一部分在严数身上，剩下的又被野猪拉住，整个怪群顿时挤在一起，乱作一团。而在整个过程中，一人2宠的攻击频率几乎不受影响，一直在稳定输出。由于怪物之间相互推搡阻挠，根本做不出什么有效的攻击。一人2宠就在周围不停输出，基本每只怪物只碰一下，立即闪身朝下一个目标。这样的操作看似是在躲避攻击，实则是提高了输出频率。移动中利用不同角度的扫击，有效规避了普攻后摇的问题。负3754，负3652，负3721，一连串伤害值的飘起，直接没有间断，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怪物自己撞上来献血一样。这场面顿时让观看的众人傻了眼，我是不是眼花了？难道他还有另一个职业狂战士？这游戏还能这么玩？10086，服了服了！只有召唤师才知道他这操作的含金量，他就不怕脑子炸了吗？分心控制2只召唤物，不止，你们看见他的移动速度了吗？几乎比一般的刺客还快，简直是战士刺客的集合体。在严数攻击技巧下，怪物一只只躺下，最终用时2分30秒清理干净。一下子整个弹幕全是感叹的，同时也开始期待严数接下来的表现。后面要试中了迷幻包子，不命中目标，在外人看来几乎就是击打空气，绝对会出大丑。严数边给召唤物使用血瓶边往前跑，在灌木丛前停下，然后当着直播间所有人的蹲下，开始采蘑菇。这是干什么？采蘑菇？这不浪费时间？这应该是在后面关卡有用吧，不然谁会多此一举？爱吃葡萄此时也在直播间，看见严数此时的姿势，就猜到严数肯定是知道毒蘑菇功效了，心情顿时有点复杂。自家工会成员花了好大劲，才发现藏在下面的蘑菇，并且是出了奇效果，怎么感觉这刘白从一开始就知道似的？第23章一滴不剩，服下毒蘑菇抵抗迷幻包子，接下的蘑菇小妖就刷得比较轻松了。毕竟蘑菇小妖最麻烦的技能解决之后，他的血量还没有前面2种高。这一次严数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来击杀，更加高效。猎隼直接飞到一边，利用速度优势，每攻击一下就将怪物往野猪方向引。
两只宠物相互配合击杀，而严树则是同时拉了几只，开始秀起极限闪避。不多时，所有蘑菇小妖倒地。我去，我还在等他出丑呢，想不到居然那么轻松。看来副本里面也是有许多的道具可以利用，这波不亏打开思路了。哈哈，用蘑菇对抗蘑菇，绝了！接下的严树击杀飞花精灵的方式，更是让很多人直言选错了职业。只见猎隼在空中，唯一的任务就是摧毁怪物头顶旋转的飞花。那如竹蜻蜓般旋转的飞花一经击碎，飞花精灵就失去了飞行能力，一个个掉落了下来。而严树和野猪就跟在下面，每落下一只就上前击杀，有的还没落地，直接就被拍死在空中。那景象简直像极了去街天上掉下来的水果。此时众人居然出现了极为荒诞的感觉，严树不是在刷本，而是在悠闲散步，随手拍开飘来的树叶。靠，长见识了，前面不是有人在论坛提出飞行怪是新人杀手吗？那哥们有没有在直播间？留白大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对付飞行怪物最好的方式就是拥有一只更强的飞行宠物。你们说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它还有在水中的召唤物，这样海陆空都集齐了？有道理，毕竟看游戏介绍还有海域的存在。直播到现在才过去了几分钟，已经没有人出声嘲讽严树。在严树直播了那么久，官方都没有什么行动，开挂这种说法已经不攻自破。最后严树留了一只飞花精灵，让猎隼引着其兜圈，自己则去砍树。这举动看得爱吃葡萄一愣，随后恍然大悟。树林守卫者爱尔兰的技能释放时，就是附在这几株大树上，自己陷入思维误区了。以这游戏的自由度，完全可以把树砍了。看着弹幕全是疑惑的消息，爱吃葡萄忍不住科普了一句 ：BOSS 在后面会躲入这几株大树中，此时会处于无敌状态，并完全恢复损失的生命值。现在许多玩家还没见到 BOSS， 就算见到了，也没把 BOSS 逼到 30% 血量以下，因此很多人并不知道。爱吃葡萄啊，感谢美女解惑，活捉大佬一只。大佬，我能加入你们帮会吗？你别看我名字是男的，其实人家是女生。爱吃葡萄一说话，整个直播间立即画风突变。严树砍完树，下令把飞花精灵击杀，随后树林守卫者爱尔兰就从地底钻出。相比其他普通小怪，击杀这个 BOSS 观赏性就弱上不少了。严树和两只召唤物直接各占一方，形成一个三角，直接将 BOSS 围在中间硬杀。中间看准时间，使用野蛮冲撞打断了 BOSS 的几次技能，控制好输出节奏。在严树的细致观察下，几乎是 BOSS 刚起手就被打断。BOSS 最后的保命技能，由于无附身的大树依旧是释放失败，最终含恨倒地。接下来满屏的666飞过，这 BOSS 是不会放技能吗？有没有打过的大佬出来讲讲？普通小怪都有技能， BOSS 怎么可能会没有？这是被留白大佬打断了。看着大佬的这波操作，我居然产生了一种 BOSS 是后血沙包的感觉。是挺快的，但现在已经到10分钟了，后面还有2个 BOSS 要获得 SSS 评分，好像时间有点不够。接下来严树用火折子将苔藓巨蟒惊起，花费1分钟搞定。随后来到水潭面前，看着正在戏水的水元素精灵尤里斯，严树就直接上前开怪，一道精神冲击射中尤里斯，顿时尤里斯以相似的出场方式冲来，严树一击得手就往后退，引着他绕过水潭往前面走。留白大佬不在原地杀 BOSS， 要引起去哪里？大佬这么做肯定有其特殊的用意，我有预感，这就是大佬可以速通 BOSS 的秘诀。此时直播间的观众几乎都瞪大了眼睛，仔细观察着严树的操作。只见严树控制好攻击频率，一路牢牢吊着尤里斯的仇恨，对尤里斯的技能也不特意去闪避，在众人看来几乎就是埋头赶路，顺便牵着一头 BOSS。 严树直接把他拉到了最后的山谷，在进入密林后，在一片空地上停下。之所以这么搞，主要是严树发现自己刷怪实际上花不了多少时间，主要就是浪费在赶路上，而从这个位置到最终 BOSS 处还有烦人的幽谷刺客干扰，相当浪费时间。为了省时省力，那就只能巨怪一锅端了。这就用到了前世游戏降临现实后，高等级玩家进入副本后发现的元素汲取特殊效果。严树站在原地与尤里斯换了2波血，成功将其血量压到了 10% 以下。此时尤里斯开始释放元素汲取，关键时刻来了，严树直接命令召唤物原地待命，然后静静的等着。留白大佬这是要干什么？这明显的大招不打断，看不懂，这也太拖大了。这技能蓄力那么久，一看就很猛啊！可别翻车，几百万人看着呢。严树在原地足足等了10秒，尤里斯的技能施法总算完成。在他憋大招的时候，有 70% 的免伤状态，要趁机将其击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完全可以使用控制技能打断。
尤里斯身躯伸展，下一刻，一股恐怖的吸力爆发出来，严树身上开始掉血，负500，负500。同时，尤里斯血量也开始上涨，加11000，负3682，负3857，负3849。趁此时尤里斯无法动弹，一人二宠赶紧上前输出，在攻击的压制下，回血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距离水潭距离太远，元素汲取无法摄取到足够的水元素，周围的植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枯黄。等尤里斯技能停止，周围一切植物变得彻底干枯，土壤也变得松散，整个山谷都被榨干，一滴不剩。第24章，史上最惨 BOSS。 此时尤里斯的血条经过一个回血大招，反而降到了 5%， 而严树和2只宠物的生命值还剩2万多。我去，真的是硬吃大招，这 BOSS 估计得郁闷死，一个吸血大招结束，自己的血量反而降低了。你们注意看，留白大佬和2只宠物的血条，这体质得有多夸张啊！又一次被游戏自由度震惊，居然把树吸干了。在众人议论之际，严树又有了新动作，只见他后退几步，直接点燃2个火把。野猪嘴中叼起一个飞奔而去，猎隼抓起另一个飞往空中，目标是山谷深处。2个纵火犯，一个负责点燃地面的干草和灌木，另一个目标则是大树的枝叶。严树则在原地继续拖住尤里斯，在尤里斯血量还剩1%时，开始一位闪避，直接停手，不再攻击。居然是操控召唤物放火烧山，想把最后的怪物都烧死，这个不可能吧？这游戏的怪物好像都有一点智慧，肯定不会待在原地被火烧的。这些都不是重点，现阶段召唤物的智力并不高，召唤师要控制其做出这些操作，需要多高的精神力吗？简直是变态啊！我想不通的是，留白大佬明明有实力轻松解决 BOSS， 为什么要留着 BOSS？ 知道猫耍老鼠吗？现在大佬估计就是这个心态。不多时，严树2只召唤物返回，而一片火海伴随着噼里啪啦的声响从远处席卷而来，远处的也传来一声声凄厉吼声，一只只幽谷刺客从林中跑出，严树和2只召唤物直接迎了上去。幽谷刺客离开了密林，隐身效果减弱，在严树的眼中几乎就是一个个火把子。直播间，众人看着严树和召唤物击打在空气中，一个个幽影刺客被秒了出来，现出身形时已经变成了一具具尸体。隐身的怪物都能被轻松找出，这是什么分辨能力？作为刺客，我已经感觉汗流浃背了，隐身带给我的安全感消失了。这刺客的数量貌似有点多啊，留白大佬会不会手酸？你们看2号 BOSS， 那些冰刺居然都空了，大佬怕不是背后长了眼睛？由于极度干燥的原因，谷中植物燃烧极快，只一会功夫，整个区域便都烧了起来，入眼皆是一片火红。不多时，火焰就将这片空地围了起来。而由于尤里斯的水系技能，温度大降，目前这片空地反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此时直播间已经有玩家反应了过来，我擦，我知道了，大佬留着2号 BOSS 是当空调用啊！此言一出，一众玩家直接傻眼，随后就是满屏的弹幕：给大佬跪了，什么神仙操作？什么特么的叫做排面？这就叫做排面？尤里斯排空调，代言人留白。我还在考虑如何通关时，大佬已经在考虑如何舒适的通关了，是我狭隘了。此时的严树反而疑惑起来，不应该啊，最终 BOSS 呢？按理说躲着火跑也不会迷路啊，难道是野猪过去的途中不小心点燃了树木，火反而把它围里面了？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打断了严树的思绪。半人马出现了，此时他的脚已经被点燃，末端烧得火红，正冒出缕缕黑烟，迸裂的伤口在熏得黝黑的身躯格外醒目。只是看着这脉象，严树差点没反应过来，在自己的印象中，幽谷主宰塞拉斯可是头长鹿角的霸气人马，现在身上连一根完好的毛都没有了。虽说看不到整体的属性，但可以看出血条已经空了1/3了。看着 BOSS 通红的双眼，自己这把火明显是烧进他心里去了。闻着空气中的烤肉味道，严树不自觉地吸了吸鼻子。这一举动被塞拉斯看到眼里，再也忍不住，直接抄起手中的长刀冲了过来。严树直接硬碰了一击，负4587，负795。地狱级的塞拉斯不应该这么弱呀。随后严树看着他身上的负面状态图标，顿时反应过来。本来塞拉斯的各项属性要强上不少，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惧怕光线，在光照充足的时候，身上会被套上一个弱化的效果，降低全属性 30%。前世许多队伍在对付他时，往往会采用一些特殊的道具或是技能来制造光源，从而降低击杀难度。但现在一场大火把遮天蔽日的树叶烧了个精光，原本挡住的阳光也成功照射到了他身上，阴差阳错之下，击杀他更轻松了。片刻后，塞拉斯血量下降到 60%， 立即挥起了大刀，来了。
严树又采取相同的办法，不过这次直接和野猪躲到了2号 BOSS 的背后。游戏中机制，同个副本中的怪物互相免疫伤害。塞拉斯这个技能由于是定向锁定，大刀旋转着立即斩在了尤里斯身上，顿时水花四溅，场面一片壮观。这估计是游戏史上最惨的 BOSS 了，没有之一。这又当空调又当肉盾的，简直离谱！震惊！堂堂地狱级副本中的 BOSS 居然是玩家的卧底，我都看不下去了，求求大佬给他个痛快吧！等他技能结束，严树一人2宠又围了上来一顿输出。经过2次相同操作，塞拉斯血量迅速下降，同时失去利用价值的尤里斯直接被严树击杀，化为一团水汽，直接消散在空气中。很快，塞拉斯的血量就来到了 10%， 只见他扬起头颅，发出一声声鹿鸣，一圈圈奇异的声波向周围扩散而去。结果吼了半天，周围毫无反应。闭嘴吧，吵死了！你的小弟都烧成灰了。严树跃起，抡起法杖，直接砸在了他脑门上。20秒后，塞拉斯倒地，死亡次数0，通关时间19分32秒，副本评分 SSS 级。紧接着，严树身上白光一闪，升到了10级。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留白，首次通关新手村副本幽谷密林地狱级难度，综合评分 SSS 级，成功开启地狱级难度通关榜单，获得智慧的凭证、钻石级宝箱乘1、自由属性点加300，技能等级提升10乘7。第25章第3个召唤物。大佬牛皮，这才叫玩游戏啊！哦豁，5大公会的人看看，这才叫刷地狱本。官方肯定也在关注，这下开挂谣言不攻自破了。霸凌的人这回碰到严树大佬，可是得绕着走了。大佬那么多金币花得完吗？把这个烦恼转接给我吧。我青铜装备都还没见过啊，大佬就已经获得钻石宝箱了，人与人的差距怎么可以这么大？你们有谁知道智慧的凭证是什么东西啊？感觉比钻石级宝箱还值钱啊！几大公会的人看着这些评论，脸色都不怎么好看。尤其是霸凌鸟王，已经偷偷去把自己发的帖子删除了。地狱级副本正式通关，基本时间和自己预计的差不多。严树要整理一下副本的收获，直接就关闭了直播间。现在自己的名字在4个难度榜上已经高挂榜首，接下来每天都会产生固定的声望值，短期内肯定是没有可以超越自己的。等自己离开新手村的时候，再把时间压到一个难以超越的程度。地狱级难度除了经验值让自己升到10级外，还有就是35件各职业的装备，其中的值得一提的是，结算奖励中首次出现了黄金级的装备。目光黄金级，等级10，类型法杖，职业要求召唤师，精神力加600，智力加200，施法速度正 10%。 技能吸血光环，自带一个50米乘50米的吸血光环，处于光环内的召唤物获得 15% 吸血效果。这居然和前面的护符是一个类型的装备，也是自带光环类技能，而且是极为稀有的吸血效果。现在的自己召唤物不愁输出，有了这个光环效果，现在续航也跟上了。现在自己和2只召唤物已经升到10级，将自由属性点加好，装备全换成白银级，自己的精神力属性几乎是9级的4倍。留白等级10，生命值53289，法力值3046，体质3472，力量5878，智力245，敏捷1108，精神2737，天赋共生战魂 SSS 级。技能精神冲击召唤术，野猪召唤术，裂损，铁壁护卫技能复刻守护之光，灵动治疗光环，痛苦之处吸血光环。目前加上装备自带技能已经不少了。要是自己现在再刷一次地狱级，那时间将会短上不少。不过今日的次数已经用完，再加上各种手通奖励已经拿到手，接下来再继续刷奖励，基本不会有什么好东西了。再查看技能书，居然只有1本，但从书皮上淡淡流转的银色光芒，不难看出比前面获得的普通技能书更为稀有。天启中获取技能，要么跟职业导师学习，要么就使用技能书，而技能书一共就只有3类。第一类就是普通的通用技能，比如鉴定术这些就属于这一类，不限职业，是个人都能学的。第2类各职业的普通技能书。第3类就是一些稀有技能，这类技能都具有唯一性。目前这本就是属于第3类，以后整个游戏中，召唤术火元素精灵稀有，召唤一只火元素精灵参与战斗，目前等级1，升级所需经验值0100，居然是法系召唤物，而且还是比较稀有的元素类宠物，真是瞌睡了就送枕头啊！这召唤物不单弥补了自己无法细输出的短板，而且自由属性点叠加之后，很容易就能把自己的智力属性拉上来。严树当即就把技能书使用了。
火元素精灵等级1，生命值500，法力值1000，体质20，力量5，智力200，敏捷5，精神20。技能火元素吸收，收到火元素技能攻击时，减少30%所受伤害，并且转化为生命值。流星火雨召唤一波火球攻击目标区域，每颗火球造成智力值乘40%的伤害。技能覆盖范围50×50，消耗法力值250，冷却时间1分钟。技能等级 LV1，熟练度01000，一级就有2个技能，不愧是稀有技能书。召唤物每到一个10级的关卡，都有一定的几率领悟技能。到游戏后期，大部分召唤物也就拥有5、6个技能，7至8个技能的已经算是极品，而9个技能以上更是寥寥无几，整个游戏中都找不出几只来。假如一级就带有多个技能，绝对是潜力无限，对于很多召唤师来说都是值得花精力培养的。由于召唤师的可同时拥有的召唤物有限，许多人都是得到品质更好的召唤物后，把原有的召唤物放生，并且遗忘技能。对于自己来说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因为 SSS 级天赋的存在，召唤物多多益善。目前3只召唤物已经达到上限，等出新手村后得第一时间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至于系统奖励的智慧的凭证，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自己在前世都没有听过这东西。在自己的印象中，新手村就只有4大凭证，包括力量的凭证、正义的凭证、勇气的凭证，包括自己正在刷怪想获取的耐心的凭证。集齐几个凭证之后，交给职业导师将会获得一个隐藏任务，完成后可获得一个召唤师的隐藏职业。而且每个新手村就只有唯一1套凭证，要是有其中一个没有收集到，奖励会大打折扣，就只是一些技能书或职业装备。难道这是10级以下通关副本，并且达到 SSS 级评分才有的特殊奖励？严树暗自思索。在游戏现实融合后，大家采用了火烧副本的方法，但那时进入副本的也基本都是10级以上的玩家，因此前世就没有满足这个条件。那现在自己要是把智慧的凭证和其他几大凭证一起交给职业导师，那将会触发什么任务？会不会触发更高级的隐藏职业？据自己的了解，4个凭证已经接取的任务有3个不同的结果，分别对应3种不同的召唤师隐藏职业。难道隐藏职业之上还有更高级的存在？随后严树看向了钻石级宝箱，这东西自己前世好像都只获得过1次，而且是团队的战利品，开启后大家平分的。首通新手村地狱级副本就能直接跳过铂金级获得钻石级宝箱，这一点连自己都没有想到。第26章，来自工会的招募。打开之后，依旧有一张残缺的藏宝图1/4。严树将其与前面3份合在一起，完整的藏宝图上顿时出现了一句话：在新手村的边缘有一座被遗忘的古老城堡，传说中曾经是一位黑暗法师的居所。这座城堡隐藏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只有满足特定条件的玩家才能发现并进入它。看着这模糊的介绍，严树眉头一皱，新手村哪来的什么古老城堡，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不过需要4个难度首通才能集齐的线索，估计难度比现在的副本还大，稍后再去探索。启蒙果乘2，可极大提高宠物灵智。描述很简单，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极为珍贵的东西。天启中的宠物包括召唤物、坐骑，还有一些观赏类的小宠。随着宠物的等级提高，灵智会有一定的提高，但是有一定的上限。要是没有启蒙果，宠物就算升到100级以后，也只能听懂一些简单的指令。因此这东西几乎所有人都用得上。尤其是对于召唤师来说，召唤物灵智高的话，可以极大减轻自己的操控压力。这东西到游戏中期几乎可以说是有市无价。好东西，直接就给猎隼使用了。丁，你的猎隼成功使用启蒙果，灵智值+2，开启隐藏属性，目前灵智值3，还可以使用8颗灵智果，使用上限是10颗。目前猎隼已经可以进行简单的思考，可以独立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了。之所以优先给它服用，是因为在3只召唤物中，猎隼速度最快，机动性强，可以发挥出最大优势来。剩下的物品是一个爆破宝珠。爆破宝珠光明等级20，使用后对目标造成大量光属性伤害。伤害类消耗品，这等级的爆破宝珠基本可以秒杀10级的 BOSS， 聊胜于无啊！凭自己目前的伤害都可以轻松虐杀。然后这宝箱居然没有其他东西了，不对劲啊！感觉除了启蒙果外，其他2件东西与钻石级宝箱不符。严树转念一想，游戏才开始不久，自己已经获得的收获已经远超所有人了，便不再纠结，当即出了副本。副本外，严树的身形才出现，立即被玩家们里3层外3层围住。大佬，可以代刷副本吗？有偿，我在现实中不缺钱，100万1次，考虑考虑。刘白哥哥，带带我呗，人家乖巧听话，喊出的加油特别好听。
哥哥，人家在现实中18般武艺样样精通，你要是能带我刷本的话，怎样都行。看着这密密麻麻的人群，严树一脸无奈，自己也想到出副本后会有点麻烦，只是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的人，直接凭借自己超高的力量，硬生生挤出一条道来，迅速离去。我去，留白大佬是全力加点吗？那么大的劲，这才是大佬牛皮的地方，力量都这么强，不敢想象作为主属性的精神力会有多高。一级怪区，严树看着满地跑的山鸡，突然有种想吐的感觉。不敢想象，要是以后自己每获得一只召唤物，为了叠属性都得从一级刷起，那还怎么玩？幸亏这个问题等到达主城后也有解决的办法。不过由于火元素精灵属于元素生物，普通攻击也是远程的小火球，在极高的智力加成下，现阶段对于同级别的怪物来说都可以直接秒杀。尤其还拥有范围不小的群攻技能，在严树操控下几乎是卡着冷却时间释放，不多时就刷满一级怪物，升到了2级，把自由属性点全加智力，技能伤害又暴涨1截。严树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点，由于今天副本次数没有了，正好争取花4-5个小时把火元素精灵属性刷满，同时把耐心的凭证搞到手。严竹，作为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兄弟，你居然瞒我那么久。此时通讯器闪动，严树点开，立即传来了李想的声音。瞒你什么了？严树一脸迷惑。你真的是陈波的私生子？滚！你去看看论坛，人家分析的头头是道的。你属性变态也就不说了，看你刷本，总感觉你提前知道很多信息似的。还有你整理给我的攻略，而且最诡异的是，游戏公司居然不站出来说话，这不是默认了是什么？这一下连严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陈波怎么可能站出来？这东西越抹越黑，到时候假的都说成真的。你别一天到晚泡论坛上，任务都清完了吗？快了，还有一件事情，现在你可出名了，5大公会好像都想拉拢你，由于加不上你好友，都在论坛发帖，那开出的价格一家比一家离谱。我去看看。这番话的确勾起了严树的好奇心。实际上在刚进入游戏的时候，自己就已经想好不加入任何公会或组织，但游戏中需要的一些资源靠自己一人去收集，明显是划不来的，会极大浪费自己的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与这些公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以此来换取自己所需。现在通过直播一事，自己的实力已经得到证明，对于几大公会可以尝试着接触了。严树给炎魔下达自由攻击的指令，进入到游戏论坛，立即就看到了几大醒目的标题：霸凌天下公会愿意出5000万作为道歉金，化解与留白间的矛盾，同时再加1亿作为年薪，诚意十足，邀请留白加入。秦王朝公会诚邀留白大佬，年薪可面谈，原则上不比霸凌天下低，同时让出副会长一职。祭月公会诚邀留白大佬，只要公会所拥有的都可以谈。烟雨阁欢迎留白大佬加入，年薪可谈。此外，本人烟雨成风郑重承诺，留白大佬可无条件优先享受烟雨阁一切游戏物资。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小公会碰运气的，直接就让出会长一职。第27章，围观一下总可以吧？扫了一眼各大公会发的招募帖，严树淡淡一笑，看来大家都是觉得现实货币价值比较高啊。从几家公会的帖子排序就可以看出，霸凌和秦王朝应该是请了水军刷回复，其热度比其他几家高上不少。而季月的公会热度高，完全是因为这是首次公开招募男玩家，回复楼层里全是 LSP。 对于为什么总有女玩家想建立女子公会，严树也搞不清楚。但由于公会性质的原因，季月中的确有不少姿色出众、实力上乘的女玩家，要是能加入其中，对很多男人来讲都是不小的诱惑。至于耀世，虽然没有发帖，但应该也会和自己接触。严树记得这是一家拥有官方背景的公会，游戏降临现实后也是对抗深渊的主力公会。点开帖子后，严树没有细看，除了霸凌和秦王朝，其他的游戏公会自己都加了会长好友。无他，主要是这2个公会前世给严树的印象最深，前期游戏中各种欺压散人，后期游戏降临后也不时传出勾结深渊坑杀人类的事情。自己前世重生时，上万人的团队因为行动泄露，中埋伏全军覆没。现在细细想来，这2个公会参与的人员中全是些底层杂兵，几乎没有发现高层的身影，答案呼之欲出。留白大佬你好，我是烟雨成风，有兴趣加入烟雨阁吗？就像帖子里说的一样，条件可细谈。没有加公会的打算，不过合作的话可以谈，比如地狱副本这些。严树接下来又加上了季月的孟青雨，也做出说明，对方也表示同意。自己在离开新手村之前，只要让他们的公会成员出现在榜单上，可以再薅一波。一些比较稀少的材料，各大公会都有专门蹲拍卖行的人，由他们来帮忙收集，将会方便许多。约定好大概时间，严树表示后面会再联系。
炎竹就专心带火元素精灵刷怪叠经验。由于目前3只召唤物的原因，基本上等火元素精灵属性叠够，炎树就下令一拥而上，不多时就把9、10两级的1000只怪物全部刷满。花费4个多小时，火元素精灵已经成功升到10级，属性大变。火元素精灵等级10，生命值20036，法力值62580，体质2297，力量5，智力7810，敏捷400，精神100。由于炎树的目标是将他往法术炮台方面培养，因此大部分的自由属性点都加在了智力上，然后把体质和敏捷也拉了一截。只要保证血量不被现阶段 BOSS 秒杀，移动速度够用即可。丁，恭喜你获得耐心的凭证。对炎树来说，最浪费时间的凭证已经到手，接下来就是力量的凭证。现在算上副本 BOSS 3个，自己已经击杀了4个 BOSS， 还剩下3个普通野外 BOSS， 其中一个有固定刷新地点，就在新手村最西侧的10级怪物区。目前大部分人还处在7至8级这个阶段，估计还没有人发现。还有一个在新手村西南部的沼泽地中，这是一只剧毒剑蛙，它有一个特殊的伤害技能，能够造成真实伤害，持续掉血。现阶段估计连天赋极强的骑士都扛不住。而最后一个需要新手村玩家怪物总击杀量达到一定的总数才会出现，这个就没有办法，只能靠等。毕竟自己召唤物再猛，也比不上新手村所有的玩家一起刷怪，况且 BOSS 刷新的地点还是随机的。接下来自己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那个10级的固定 BOSS 白岩巨魔。处在西侧的一片乱石堆，是一个花岗岩组成的巨大石头人，拥有极高的双防。相比之下，由于技能机制的原因，前世也是最先被人杀掉。等炎树赶到地点，发现居然已经有人在开始刷 BOSS 了，一群人在里面围杀 BOSS， 还有人专门的在外围站岗。炎树走近一看，这些玩家的名字前缀全部以霸凌开头，巧了，居然是霸凌公会的人，而且领头的正是霸凌鸟王。随着炎树接近，处在外围几个小弟就立即走上前来，开口道：“不好意思朋友，这片区域霸凌公会正在办事，识相。”这名小弟话才说到一半，突然顿住，立即反应过来，刘白，下意识后退了好几步。正在里面指挥的霸凌鸟王马上接到了消息，走了出来。霸凌鸟王忌惮地看了一眼炎树的召唤物，眼睛微眯，开口道：“怎么？难道大名鼎鼎的刘白大佬还想抢 BOSS 不成？”炎树呵呵一笑：“我记得你霸凌鸟王亲口说过，要是我拿到副本手杀，你霸凌的人看见我就绕路走，这才过去了半天，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听到这话，霸凌的人都是脸色一僵，这事毕竟是自家副会长亲自答应的，现在搞得人人皆知。事后严树也没有直接站出来说什么，他们还以为能混过去，实际上严树只是懒得花时间在这些烂事上而已。此时霸凌鸟王继续开口，话虽然没错，我霸凌鸟王还是说到做到，但现在让我们直接离开，你这和抢 BOSS 有什么区别？憋屈，太憋屈了，身为霸凌的副会长，自己有史以来第一次说出示弱的话来。但没有办法，形势比人强，眼前的这位估计光身边的那头猪都比里面的 BOSS 还恐怖，尤其现在他身边还多了一只小火人，那漂浮在空中样子，身边的空气都因为高温而微微扭曲，一看就不是普通的召唤物。严树扫了一眼在场的30多号人，这些基本上可以已经算是霸凌的精英了，身上的装备已经凑了个七七八八，但是达到9级的也只有寥寥几人。目前 BOSS 的血量还有 80% 左右，现在连大招都还没释放。根据自己的推测，这帮人很快就会已经来团灭的下场。想到这里，严树开口道：“我可不会做抢 BOSS 这种事情，但是我围观一下总可以吧？放心，我绝不出手。但如果你们自己被 BOSS 秒了回去，那我就只能勉为其难的收下了。”第28章连灭野外 BOSS。 严树说完就不再管霸凌鸟王那难看的脸色，直接带着3只召唤物走了进去，然后在周围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直接坐下，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打 BOSS。 霸凌的名声大，都是各种包场赌副本这类行事风格给打响的，但是这次遇到了严树，首次体会到了敢怒不敢言的感觉。所有的霸图成员也均对严树怒目而视，最后霸凌鸟王也没办法，只能继续去指挥杀 BOSS。 严肃也不说话，只是一脸淡笑的看着。都打起精神，大名鼎鼎的刘白大佬在观战，大家可别丢脸。霸凌鸟王还不忘装模作样的吼上句。围杀 BOSS 的过程中，霸凌的玩家始终有种异常别扭感觉，非常不舒服。自己这帮人小心翼翼的操作，感觉是在表演给严树看一样。受这种感觉的影响，注意力也开始有点不集中。在 BOSS 挥动双拳使用技能砸击在上地面时，2个战士闪避不及时，直接被秒杀。霸凌鸟王立即做出调整，骑士及时顶上，
战局几乎不受影响。虽说霸凌成员风评极差，但应有的操作和意识还是有大公会的样子，一下子就稳住了局面。严树看到他们的配合，忍不住拍了几下手掌，这几下可是真心实意的，没有丝毫要讽刺的意思。不过正在击杀 BOSS 的众人看在眼里，严树此举完全就是在为 BOSS 击杀了他们的成员而喝彩，顿时就被气得够呛。10级的 BOSS 的确强，但野外 BOSS 最怕人海战术。几分钟过后， BOSS 的血量被压到了 60%。 严树看着 BOSS 仰天捶胸的动作，顿时微笑着坐直了身体，嘴中淡淡吐出2个字：来了。霸凌鸟王此时也是神情凝重，直接出声提醒众人后天做好躲避的准备。紧接着下一秒，无数笋状的石刺从地上钻出，那离谱的伤害直接就让霸凌的脆皮直叶跪了一片。看着被顶得飞起的众人，霸凌鸟王顿时觉得屁股一紧。自己虽然带了会鉴定术的成员，也看到了这个大招的介绍，但没想到这个技能释放居然会如此迅速，而且密集的不像话，根本没多少地方可躲。现在自己带来的30多人，脆皮职业一波就挂了10来个，现在牧师都只剩下了2个，而且前排职业整体的血量也不容乐观。霸凌鸟王一下子就失去了继续挑战下去的心情。本来霸凌公会的人分配派到这个新手村的就没有多少，因此也召集不了太多的高手。在尝试了2次副本失败后，就带人来刷这个野外 BOSS， 没想到还是拿不下。让霸凌鸟王无法接受的是，严树还在一旁看戏。我们走。霸凌鸟王知道已经没有希望，直接带剩下的人离开。此时严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此时 BOSS 还有 60% 的血量，现在击杀，系统会直接判定归属权是自己的。看着霸凌鸟王离开视线，严树直接控制火元素精灵释放了群攻技能，一堆火球砸下，技能的范围很大，却才堪堪把 BOSS 笼罩进去。但下一刻就有3个刺客直接被秒了出来，化作了白光。哼，还真以为自己不知道这种小手段。野外 BOSS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除击杀者之外，其他人也可以拾取战利品。刚才自己才出现，就发现了几个刺客隐去了身形。霸图鸟王还以为自己注意不到，布下这所谓的后手，只要等自己击杀 BOSS 后，几个刺客一拥而上舔包，最后被自己全部击杀也是赚的，因为装备不可能全部爆出来。在不远处的霸凌鸟王收到刺客被秒杀的信息，不再抱侥幸心理，加快离去。计划失败了，要是刘白来讨说法，就说这是几个刺客的自主行为，承认是不可能承认的。此时严树带着3只召唤兽直接硬打，严树和野猪顶在前面，元素精灵则在远处攻击。负8976，负7876，负7577，负9475，一个个高额的伤害爆出， BOSS 的血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在此期间，严树躲避了一次 BOSS 的地刺，本来可以硬抗，但这技能实在太恶心，最后打断其大招不超过50秒，石头人倒地。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留白击杀 BOSS 白岩巨魔，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加50，未解封的技能书加2，金币加40，游戏声望加500。严树通关地狱及副本的热度才稍缓，现在又是 BOSS 首杀的消息，顿时又引发玩家热议。服了，又是 BOSS 首杀，大佬果然是大佬。感觉野外 BOSS 好像还没副本 BOSS 的奖励高，大佬留给我们算了。兄弟们加把劲啊！这样下去，所有游戏首杀怕都是留白一人的了。BOSS 只爆出了3件白银级装备，6件青铜装备。经过副本的高评分奖励，这点装备严树已经有点看不上了。未解封的技能书还不错，只是现阶段技能基本够用了，留着后面转职隐藏职业后解锁新技能。接着严树又赶往沼泽地，击杀剧毒剑蛙。剧毒剑蛙10级，生命值 102W， 魔法值 12W， 力量452，智力1050，技能毒液喷射，依旧采用击杀石头人的方法，直接强杀。在 BOSS 喷射毒液时，严树操控着召唤物躲开，抛开伤害什么的不谈，这黏糊糊的毒液看起来就恶心的不行。没有多久，整片沼泽地就染成了绿色，升腾绿色的雾气让一人3宠都出现了中毒状态。200，每秒就受到1次白色真实伤害，现阶段完全没有骑士可以扛住。不过由于吸血光环的存在，召唤物的血量几乎刚下落一点就立即回满。由于剧毒剑蛙的体质比石头人弱不少，不足1分钟就被严树击杀在了原地。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留白击杀 BOSS 剧毒剑蛙，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加50，未解封的技能书加2，金币加50，游戏声望加500。第29章，继爬树后又开始挖地。此时玩家一片哗然，许多人连 BOSS 在哪都还不知道，
严树已经完成2个 BOSS 首杀了。这是哪路大佬？居然拿到首杀？哦，留白啊，那没事了。留白大佬，这是和 BOSS 杠上了呀？普通怪物现在已经入不了大佬的眼了。清点完爆出的装备，严树联系了一下烟雨凌风，直接把副本和这2次 BOSS 爆出装备打包。烟雨凌风看到这堆装备后，首先第一反应就是震惊，这种装备大佬都看不上，那他现在是在用什么装备？但该买还是得买。有了这批装备，烟雨凌风相信在本新手区，自家的实力绝对可以超出其他公会一截。而且这批装备10至15级都有，品质极高，离开新手村之后都还可以继续使用。但是自己手上目前可凑不出那么多金币来。大佬，这批装备2000万龙国币如何？严树想了想，也就答应了。这批装备2000万在前期是比较合理的价格，而自己现实中目前也还缺一笔钱，平时自己也没什么大额支出，光日常生活的足以可以用到游戏降临了。可以，但这是最后一次使用现实货币交易，以后跟我做生意就只能用游戏币了。了解。金羽凌风连忙道谢，同时我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帮我留意一下 BOSS 的消息。烟雨凌风一脸吃惊，新手村的 BOSS 都被你杀了个遍了，还有这个不用纠结，反正野外出现 BOSS 的踪迹，第一时间通知我。好吧，合作愉快。烟雨凌风和严树道别，马上去找烟雨乘风邀功去了。毕竟这批装备足以打造出几支精英小队了，能让自己公会的人领先不少。装备处理完，严树下线了一趟，实在饿得不行了，得补充点体力。现阶段吃饭这个问题还是不好解决。在自己的印象中，到了第2年，大家就会发现，在游戏中服用食物居然也能起到一定的抗饿作用。那时候实际上游戏就已经开始慢慢影响现实了。一看理想那边联系的房子还没有什么消息，严树吃完东西再次回到了线上。接下来自己的目标就是正义的凭证。正义的凭证是一个隐藏任务，但是其前置任务几乎所有人都能接到。前置任务相当简单，在完成前置任务后，做出2轮正确的选择就能够获取。严树先是去村头找到了一位的瘸腿的老婆婆，这是一个普通的小院子，院落不大，由于主人腿脚不便，东西摆放略显杂乱。此时院子正中坐着一位老人，头上顶着孙婆婆的字样。看见严树到来，直接开口询问：年轻人，你来的正好，可以帮忙挑一挑水吗？乐意效劳。丁，成功接取任务，帮孙婆婆挑水。严树看了一眼任务奖励，只微薄的经验值，这一下相当于成功的开启了任务链。接下来的1小时，严树把他布置任务都做了个遍，包括挑水、打扫院子、修剪花草。要说严树连自己的狗窝都没有这样收拾过。如果是一般人看到任务后面那种微薄的奖励，早就放弃了。毕竟新手村中有很多像这样的小任务，任务奖励极少，感觉就像故意消耗玩家们的时间一样。当严树做到第30环时，孙奶奶开口了：年轻人，谢谢你的帮助，这是给你的奖励，你可以离开了。看着那可怜的几个铜板，严树并没有接，只是微笑着回答：钱我就不收了，您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吗？你可真是个热心肠的好孩子啊。之后孙奶奶就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拿出了一封信：我的儿子，前面来信说他退役准备回家了，要是按时间来说1个月前就应该到家了，却迟迟不见回来，你能帮我找到他吗？严树毫不犹豫地接下信。到这里隐藏任务已经算是正式开始了。丁，成功接取任务，回家的孩子。任务介绍：帮忙打探孙大强的消息，好像前面村子里面有人见过他。标准的开放式任务，连任务奖励都没有标出。严树打开信看了一眼，里面内容很简单，歪歪扭扭的写了一段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孙大强作为帝国一名普通的士兵，在前线与深渊魔物的战斗中击杀了不少魔物，立下了不小功劳，但腿部落下了残疾，所以退役回乡休养。虽说是家书，但这第3人称的信一看就是其他人代写的。要是普通人接到这个任务后，按照线上任务提示，肯定是去村里查找相关的目击者，一个个去询问排查。但严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直接跳过这些繁琐的步骤，因为严树知道导致他儿子消失的罪魁祸首，那就是新手村村长孙大强。虽然只是一名普通士兵，但其实力也是不能小觑的，毕竟是能在一线抵御深渊魔物的人。新手村村长由于被深渊气息污染后，成功堕落成为一只深渊魔物。在得知孙大强即将回来后，害怕自己的身份暴露，直接设计坑杀了。其中有一件关键的任务物品荣誉徽章，这是孙大强退役后随身携带的最有价值的物品，不仅记录了击杀魔物的数量，而且坚不可摧，对深渊气息敏感，同时对深渊低阶魔物有一定的克制作用。要是根据原来的任务线索，玩家会把视线锁定在村长身上，慢慢推进任务，也能找到孙大强荣誉徽章，最终提交完成任务，获得正义的凭证。而目前严树需要做的是
直接就找到被村长藏起来的荣誉徽章。出于徽章的憎恶，村长直接把徽章埋在了村口的石板下，其目的就是让徽章无时无刻都受到所有人的踩踏。想到这里，严树直接去铁匠铺买了个镐头，来到村口，当着来往玩家的面，直接撬开了第一块瓷砖，然后在下面取出了一个闪着金光的徽章。这一幕直接惊掉了玩家们的下巴。第30章，正义的凭证。我去，这游戏石砖下面还能藏着东西呢。大佬继爬树后又开始挖地了，看来我们的探索还不够。不说了，我也去买把锄头开挖。想屁吃呢，留白大佬肯定是掌握了任务线索才这样做的。看看那边的大树，树叶都被薅秃了，至今还没有人找到第2颗戒指。虽说很多玩家还是理智的，但还是有的人从此开始职业探宝，立志翻遍游戏中每一寸土地。还真别说，前世就有部分专业的探宝玩家找到了不少机缘。严树取出徽章后，立即收到了任务提示：丁宁获得关键任务物品荣誉徽章，请做出以下选择：选择1，将荣誉徽章交给孙奶奶，获得银币2枚，经验值加300，任务成功。选择2，将荣誉徽章于村长，获得100金币，任务失败。此时只要是个正常人，都会选择村长那100金币，因为这笔钱在新手村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前世好多人也就是选择了交给村长，但这样接下来的任务也就结束终止。严树直接选择了E选项，顿时任务界面又跳出了一条信息：任务变更，此时将荣誉徽章交于村长，可从村长处获取隐藏职业魔灵召唤师的任务线索。这才是真正的考验，隐藏职业这东西在现阶段几乎没有人能抗住这诱惑力。而对于严树来说，这村长提供的隐藏职业如同鸡肋。首先，隐藏职业也有强弱之分，村长这里的隐藏职业会契合提交任务的玩家职业，别看生成的隐藏职业看起来名字牛的不行，但其强度在已知的隐藏职业中几乎属于垫底的那一类。其次，要是选择了这个隐藏职业，几乎就算是加入了深渊阵营，离开新手村之后，在 NPC 面前要时刻注意隐藏身份，都不敢释放自己的技能。唯一的好处就是前期伤害的确比普通职业高上不少。说完也就往孙奶奶的院子跑去。院子中，严树递上徽章：奶奶，事情已经清楚了，您儿子在即将出发的时候，魔物突然攻城，他浴血奋战而亡，这是您儿子的东西。虽然是 NPC， 但是在严树的眼中，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这种时候还是撒个谎吧。孙奶奶接过，一瞬间就泪如雨下。丁尼已完成任务，获得正义的凭证。此时的任务奖励才真正出现。最后，勇气的凭证是最难搞的，它的触发条件比较苛刻，必须冒着被击杀到1级的风险，揭穿村长的真实面貌。新手村村长的实力如何，自己现在还真有点摸不准，毕竟前世自己没有正面刚过。这个任务被人探索出来的时候，自己已经离开新手村很久了，而且要如何揭穿才算触发任务条件，自己前世也没了解过其中细节。先去把藏宝图用了，再回来试探。再看下这介绍，在新手村的边缘有一座被遗忘的古老城堡，传说中曾经是一位黑暗法师的居所。这座城堡隐藏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只有满足特定条件的玩家才能发现并进入它。自己前世虽然没有在新手村待多长时间，但是几乎每一片土地都去过，边缘的城堡完全没有印象。现实与虚幻，严树喃喃自语，灵光一闪，突然想到新手村药店里一种特殊的药剂。冒险者，您需要什么药品？药店老板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严树抬手指了指货架最上层的一款药剂，我要一组真实药剂。药店老板一脸亚瑟，您可真识货，这可是我出师时的考核药剂，也是唯一一组，一直放在这撑门面。你要的话，只需要1金币。严树不多废话，递上了钱，从他手中拿过药品。真实药剂使用后能看到一些平时看不见的东西，持续时间15分钟。严树估计自己是这游戏中第一个买这玩意的人，先不说这不清不楚的描述，光是价格就让很多人失去尝试的勇气。看着严树离去的背影，药店老板又笑眯眯地从柜台下面取出一组，放在货架上。之后，药店老板给进店的其他玩家发布了一个任务，请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村长。这应该是最有可能的一片区域了。严树掏出一瓶真实药剂，一口闷了下去。有点酸。再向四周望去，视野像被蒙上了淡灰色的滤镜，一个个半透明的影子显现出来。游荡的孤魂等级10，生命值9521，智力410，精神力235，特性隐秘，技能灵魂之火。不远处还有一道半虚半实的光门。果然，这地方寸草不生，也没有任何怪物，完全就是一片荒凉的隔壁。前世很多人都忙着升到10级前往主城，
没有特意探索这片区域。严树没有理会这些漂浮的魂体，直接走向光门。凑近一看，立即收到了系统提示：您发现了黑暗法师的城堡，是否使用藏宝图？使用。下一刻，包裹中的宝图自动飞出，迎风胀大，直接就扑在了这道光门上。随着宝图融化，光门也在慢慢凝实。看着光门后，仿佛处在另一个世界的城堡，严树心里不免有些激动。秘境类藏宝地，前世自己都只是听说过，这次还是亲眼看到。这种地方好东西绝对不少，而且基本没有什么探索难度，几乎就是为玩家送宝的。严树正想跨入，丁缺乏关键物品。居然还需要其他东西。严树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游荡的孤魂，指挥火精灵一个火球砸了上去，瞬间秒杀。丁，你杀死了游荡的孤魂，火元素精灵获得自由属性点+1，获得灵魂碎片+1。你已到达10级，请尽快前往主城进行职业进阶，否则期间不再获得经验值。自己是因为连通4个难度副本才到10级，时间过去了那么久，其他人应该也差不多。一直窝在新手村叠属性点也不划算，等相关的东西搞到手，自己也要前往主城了。第31章稀有任务卷轴，灵魂碎片集齐100个后可合成魂珠。难道是需要这玩意？这里估计有几百只游荡的孤魂，就算全刷完也不需要太多时间，只是有点分散。老规矩，兵分几路，严树带着3宠开始击杀，却发现每4、5只才会掉落一块灵魂碎片，无疑又把时间拉长了不少。此时连严竹都没有注意，就在自己离开光门一段距离后，一只游魂悄悄地晃进了光门之中。差不多过去10分钟，严树拿着合成的魂珠来到光门前，这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轻松地进入了其中。丁，你消耗了1枚魂珠，这要是简直是多此一举。门内的城堡不算大，算上花园也就占地几亩。城堡整体外观呈黑褐色，幽暗的光线下像一头狰狞的巨兽趴在地上。严树一寸寸地仔细搜索，脸色却慢慢沉下去。外面什么都没有，按理来说这类秘境的宝箱应该分布在各处才是。直接去找城堡中间的位置。严树直接跑起来，冲进城堡中，整个大厅依旧是空空如也。随后推开每一个房间，依然一无所获。见鬼了，这不应该啊！最后总算是在最上层的塔楼中发现了一个卷轴，卷轴呈金色，就这么静静地漂浮在空中。严树上前打开一看，居然是一个任务卷轴。要知道，天启这游戏中大部分任务都是 NPC 或系统直接发布，以实体卷轴存在的都是一些珍稀稀有的任务，完成之后奖励极高。任务卷轴净化新手村，任务简介：看似平淡的新手村，实际上暗流涌动，深渊气息已经侵蚀严重，请击杀已经被深渊气息污染的新手村村长。任务奖励：命途双之符，可开启第2职业。任务惩罚：人物等级10。是否接受任务？接受。开启第2职业。看到这离谱的任务奖励，严树一脸激动。命途双之符，这东西自己在前世都没有听说过，可以开启第2职业，将它称之为神器都不为过。在自己的心中可以媲美 SS 级天赋了。开启双职业意味着自己可以学习2种不同的职业，享受不同的职业加成，提升可以说相当巨大。大胆一点，要是配合着自己的天赋，直接转职2个不同的召唤师隐藏职业呢？不敢想象到时候自己的实力会达到何种牛皮的地步。怪不得这个宝藏秘境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光这个卷轴就不虚此行了。现在就直接去找村长吧，刚好自己也需要拿到勇气的凭证。以现在自己的属性，拿下一个20级的 NPC 应该不成问题。新手村村长家，刘白，你总算来了。村长依旧是那副和蔼的笑容。严树呵呵一笑，看来你猜到了，那就直接现行吧，让我看看所谓的深渊魔物实力到底如何。从你取走孙大强的徽章，我就知道早晚你会找上门来。不过你说的深渊魔物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严树看着他拙劣的演技，也不再多费口舌，直接拉出召唤物。看了那几个来交任务看热闹的玩家，严树眉头微皱，劝你们离开这里，不然等会被秒了。自己倒是不担心勇气的凭证归属问题，只要引诱村长现行的是自己，就相当于自己成功触发条件。不过等会动起手来，这几人可就倒霉了，估计会掉上几级。刘白大佬，你也太霸道了，我们只是看看你触发了什么任务，就因为这个就想把我们杀了吗？我开着录像功能呢，他不敢这样做。那么着急赶我们走，这绝对是隐藏任务。得，好言难劝该死的鬼，眼看他们这样说，严树也就闭上了嘴巴。新手村村长等级20，生命值、魔法值、攻击、智力、技能。我去，村长的实力好像有点强啊，会不会一个群秒技能把我们送回复活点？完蛋了，要不赶紧走，被秒掉级就亏了。怕什么？
能够近距离观看刘白大佬杀怪，死一次也值了。村长好像比副本 BOSS 猛太多了，刘白都不一定顶得住。村长的目光一直牢牢锁定着严树，根本就没有把那几位玩家放在眼中。刘白，我很欣赏你，作为整个新手村第一个达到10级的玩家，说明你有很高的潜力，但你为什么赖着不走呢？作为冒险者第一个前往王主城，应该有不小的奖励吧？不急不急，你懂的，新手村的好东西可有不少。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选择我为你准备的隐藏职业，否则你就只能永远在1级待在新手村了。听起来不错，但是我拒绝，不要浪费时间了。深渊魔物的攻击是靠批画堆起来的吗？旁边几人听到两人对话，顿时竖起了耳朵。每个人的心中基本都是同样的想法。隐藏职业，居然有隐藏职业的消息。等会村长把刘白击杀，自己就可以上询问相关的线索了。丁风险提示：当前目标实力远超当前玩家平均水平，建议避让。这条系统提示一出，就表示条件成功触发了。严树说完，直接指挥火元素精灵释放出流星火雨。此时这个技能已经被叠到了7级，每颗火球可以造成 120% 的魔法伤害值，负8651，负8451，负8751，一连串的伤害从村长的头上跳出，野猪和猎隼也跟上，负6524，负6251。我去，这是什么伤害？好像他召唤物的攻击怎么都有吸血效果，血线都不会下降啊！几人看得眼睛发红。刘白的召唤物又当打手又做肉盾，怎么能那么爽？深深的嫉妒顿时充斥在每个人的心里。村长的伤害很高，但是平摊在3只召唤物身上，完全就可以抗住很久。但村长受到的伤害也不低，短短一波交锋就下落了近5万的生命值。从血条下降的幅度可以推算出其总生命值在200万左右。第32章，我布置任务击杀我自己。接下来几乎是以血换血，不闪不避，反正除了对方释放群攻技能，这边4打1群殴，稳赚。照这样下去，村长被击杀只是时间问题。随着村长的一个大范围技能释放出，几个看热闹的玩家顿时被秒回了复活点。严树看着村长的血量来到 60% 左右，当即不紧不慢地掏出爆破宝珠。本来想用常规手段击杀村长，但是这里的位置有点特殊，经常有人来提交任务，为了避免被众人围观，还是速战速决算了。爆破宝珠光明等级20，使用后对目标造成大量光属性伤害，这东西刚好可以派上用场，反正到后期作用也不大。严树朝着村长砸去，爆破宝珠速度极快，随着白光闪耀，同时一个巨大的伤害爆出，负1148457。本来这个等级的爆破宝珠是没有那么大伤害的，但是光属性刚好对魔化的村长形成了极强的克制效果，放大了伤害。这一下直接把村长炸懵在了原地，血条也几乎空了。此时的村长神色突然变得点迷茫，仿佛才睡醒一般。看清楚目前情况后，突然脸色大变。而炎竹的攻击已到，瞬间就把村长最后一点血皮清空。刚才村长的神情有点奇怪，那种惊恐到极致的神情，似乎不是怕自己即将身死，而是有其他更恐怖的事情。结合秘境任务卷轴的事情，严树此时更加肯定心中的猜测。看着躺在地上的村长，严树刚想上前舔包，走出2步又直接顿住。不对劲，怎么没有系统通报？按理来说，新手村村长好歹也是个20级的 NPC， 实力比同级的 BOSS 还强上不少。再者，身份也相对特殊，这样的角色被击杀，系统通告是绝对少不了的。可是血条明明已经空了，难道……就在这时，村长趴在地上的尸体又重新站了起来，同时整个身体开始膨胀开裂。此时的村长面目狰狞，獠牙外扩，身上长满绿色的瘤状物，四肢变成硕长，整个人的身高都拔高了1截，居然还有2段形态。严树顿时一愣，前世拿到勇气的凭证的玩家纯粹是运气好，被杀回1级才拿到，而新手村长被击杀已经是游戏降临现实之后的事情，而且是高等级的玩家出手，几招就秒了。所以具体的细节自己不是太清楚。看这形态，居然是终极恶魔鬼枭。新手村村长完全魔化状态，等级30，生命值、魔法值、攻击、智力、技能。深渊恶魔一般有初级、中级、高级之分，每级又分为5个阶段，再往上则是实力最强的恶魔君主。一般来说，而鬼枭属于中级2阶的恶魔，等级基本都是100级左右，但这只有30级，应该是被某种原因压制住了。结，总算挣脱束缚，开始融合这具身体了。严树听着这有点眼熟的笑声，眉头一皱。刘白，我还得感谢你，帮我把另外那个家伙杀了，现在我已经感觉自己的实力在慢慢增长。
现在严树大概听懂了，原来村长并没有被污染，只是身体中跑进去了一个脏东西，想取而代之，但是一直被村长的意志所压制，是这个意思吗？呵呵，你在说什么？我是村长，你刚才杀死的也是村长。说到这里，这魔化村长的表情突然变得激动起来，面庞看起来越发狰狞。不过我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我感觉到了深渊的召唤，我感觉到了自己身上的使命。当我听到冒险者们说你通过地狱级副本时，我就知道机会来了。你的实力不错，足以帮助到我。等等，严树听到这里，直接打断了对方的演讲。所以那个任务卷轴是你布置的喽？你这是布置任务击杀自己？对，所以命途双之符本来就是秘境里的物品，里面的其他东西也是你取走的。你很聪，果然，那就没办法，连本带利的吐出来吧。严树不等对方说完，技能直接就砸了上去。当时秘境几乎处于被清空状态，自己就有所猜测，要是被其他玩家取走，那根本不可能留下极为重要的任务卷轴。那么只有一个可能，这是 NPC 搞的鬼。这样说的话，击杀村长这个任务就布置得很可疑了。不过命途双之符既然作为奖励的任务物品，有系统规则限制，自己只需要完成任务，总会见到幕后的任务发布者，到时候直接杀了取回物品。自己的东西可没有谁可以拿走，就算是 NPC 也不行。现在得让对方知道，惹到自己是什么样的后果。这一次严树可以说是手段尽出，开始就把痛苦之处扔了出去，火元素的流星火雨砸下后，自己又使用技能复刻再次用出，顿时砸落的火球几乎达到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状态。之后直接抡着法杖砸去。虽然说目前智力和精神力属性已经不低，但此时只有这种粗暴的攻击击打感十足，频率也够高。负956，负4214，负3584，负962，负4235，负2585，负821，负2879。村长彻底魔化的状态，等级提高了10级，体质有了不少的提高，导致己方的单次输出锐减。不过光这短短的几秒，一轮技能丢完，配合着普通攻击，就造成了7-8家的伤害。留白，不要自误，赶紧停手，不要消耗本王的爱才之心。你个30级的鬼枭也敢自称本王，不知死活！你这几百万的生命值也扛不住多久。好好好，就让你见识一下来自深渊的力量。村长怒吼一声，浑身泛起红光，进入了狂化状态。刚才第一阶段的是法师类，这第二阶段完全魔化状态就是战士类职业集合体。吸血是吧？本王也会。狂化状态，村长的防御虽然所有降低，但是攻击频率提高，同时还有吸血效果。这技能一出，村长的血量下降速度立即有所减弱。第33章新体验，成任务 BOSS 了。3只召唤物中，要论输出的最高的就是火元素精灵，有岩树带野猪和猎隼在前方牵制，他在后方一直保持着一个极为稳定的攻击频率。村长有好几次想突破去击杀火元素精灵，都被岩树和野猪用野蛮冲撞截停。很快村长就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照这样下去，他会被一个10级召唤师击杀。无他，主要是岩树太难缠了。首先，岩树对战士系的技能极为熟悉，而且前世也和其他鬼枭交过手，所以每当村长要释放技能，基本都会被岩树猜个8-9不离10。技能能避则避，避不了的岩树直接上去充当骑士硬扛，然后伤害分摊给3个宠物。没多久，下降的血量又吸了回来。留白，停手吧，我把命途双之符给你，本来就是给你的任务奖励。岩树充耳不闻，只是攻击很猛烈了。秘境里还有其他物品，全给你，不用麻烦，把你杀了，自然可以爆出来。村长现在已经有点慌了，毕竟现在自己只有30级，许多强有力的技能都还无法释放，这血量每时每刻可都在下降。不行，自己可不能死在这里，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机会，等自己实力恢复，完全可以说是在人类阵营的后方插上了一把锋利的刀子。由于新手村特殊性，高级 NPC 无法插手干预，到时候自己完全可以将一大批冒险者拉入深渊阵营，壮大力量。好，是你逼我的，让你看看村长的号召力。岩树丝毫不慌，现在魔化村长的这个样子，他要是敢召集其他 NPC 来，死得更快。丁村长发布任务，请各位玩家到村长家124468，击杀投靠深渊阵营的留白。完成任务的玩家将获得任务奖励，隐藏职业转职任务1份。注意，该任务可完成多次。看见村长这操作，岩树顿时一愣。这下子自己成任务 BOSS 了，从未有过的全新体验啊！这一条消息一出，整个新手村的玩家都沸腾了。这可是游戏开服以来第一份隐藏职业的消息。要知道，隐藏职业对于普通玩家来说，这几乎一步登天的大机缘。
尤其是天赋平平、毫无优势的玩家，可以极大缩短与顶尖玩家之间的差距。刘白是吧？居然丧心病狂在杀村长，为了隐藏职业冲了！我们那么多人，一个人丢个技能都可以轻轻松松砸死他。整个新手村怕有几万人，这回刘白难逃一死了。我就说这货怎么那么强，怪不得是加入了深渊阵营啊！这任务可以提交多次，那我直接去复活点赌了。葡萄姐，我们也要去吗？爱吃葡萄异常冷静。全新手村一起发布的任务会那么容易完成吗？别忘了刘白现在比地狱级副本 BOSS 还恐怖，不要凑热闹，专心升级，早日离开新手村。好吧。实际上爱吃葡萄心里想的是，这种能向大众公开发布的隐藏职业估计也不怎么厉害。再说这条任务消息一看就有问题，要是刘白加入深渊阵营的话，估计村长早就联系其他 NPC 一起清理了，何必向这些低等级的玩家发布任务？烟雨林峰看到这消息也是大吃一惊，虽说刘白很强，但是这奖励连自己都心动不已，隐藏职业啊！但仔细一想，还是没有冲动，只是向严树发去了一条消息：大佬，什么情况？需要我们帮忙吗？严竹回复很快，不用，村长的属性有点高。烟雨林峰一阵无语，谁他妈想要帮你杀村长了？顶多自己拉伙人帮你挡一下。不过看这货的语气，不慌不忙的，估计还有后手。所有人中最高兴的莫过于霸凌鸟王了，一是可以借完成任务之名找刘白的麻烦，再者要是侥幸完成补刀，还能转职隐藏职业，一举多得。传下去，霸凌所有人到坐标点集合。这时有几个玩家突然冲进院子，看着正在战斗的双方，头脑一热，技能就丢在了严树身上，然后就看见3只召唤物身上分别有伤害冒出，负4、负4、负4，看着个位数的伤害，几人均是一愣，这怎么打？你们是嫌自己练级太轻松了吗？严树说完，直接一个流星火雨丢过去，几个玩家当场被秒。刘白，现在停手还来得及，你一个人就算再强，也挡不住新手村那么多玩家吧？严树冷笑，就算以隐藏职业作为诱惑，也只是拖慢其死亡速度而已。将希望寄托在玩家身上，完全是想屁吃。现在的玩家有几斤几两，自己再清楚不过。不过该拦截还是要拦一下。严树直接操控野猪堵在院子门口，而这一幕刚好就被匆匆赶来的霸图鸟王看在眼里，顿时瞪大了眼睛。意料之中的战斗场面呢？怎么没有？自己马不停蹄的赶来，连稀有的加速药水都用了，就怕被其他人领先。然后就只看到一只猪堵在门口，而严树的野猪由于体质这些属性很高，相比于其他召唤师的野猪足足大了几圈，在门口一坐，几乎就将整个院门都塞满。鸟哥，上前砍吗？旁边一个小弟问道。砍个毛，这东西砍得动吗？先等等人。不一会，院子外面就围了一群人，看着威慑力十足的野猪居然出现暂时的冷场。霸图鸟王给旁边的小弟使了个眼色，那人心领神会，直接开口：上啊，我们那么多人，还怕一只召唤物吗？霸图的弓箭手也一发技能打了出去，这一下打破了这个尴尬的场面。为了隐藏职业，冲啊！兄弟们，咸鱼翻身的机会就在眼前，密密麻麻的玩家顿时冲上前去，然后极其混乱的场面出现了。许多玩家根本就没有机会打中野猪，冲到前的玩家几乎就是被野猪一下一个直接拱死，后面的只有张着嘴巴在撞声势，根本没有实际的作用。尤其一些远程职业根本无法瞄准，把技能乱扔上去，几乎打不到野猪。第34章，村长自爆，哪个牲口射老子脑壳？瞄准一点！谁扔的炮仗？这样不行，后面的不要挤，先后退，让远程职业集火。前面的这种都冲不上去，不行就退下来。场面一片混乱，有几个稍微理智的声音也迅速被人潮淹没。许多人对野猪造成的伤害只有区10来点，还不够野猪一个普攻吸血的。此时在里面的村长急了，他没想到玩家们来是来了，居然那么废物，连大门都进不来，所以一直想往外面冲，方便玩家们围杀严树，但始终被严树牢牢缠住。村长留了2个突进技能，找准机会，一个冲锋加2段斩成功用出，一下子就冲到野猪后面，自己都能清晰的看见野猪背上黑色的鬃毛了，还有外面密密麻麻的冒险者。机会！就在这时，野猪突然反身撞了过来，顿时又把其结结实实的送到了严树身前。外面的玩家看准机会，顿时涌进来了20-30人。还未等众人高兴起来，一波火球从天而降，这50米直径的圆形范围直接将门口一大片范围笼罩起来，现场一大片白光泛起，从上空看下，就像以大门为圆心画了个圆，把里面的玩家清得干干净净。这一个技能少说击杀了上百人。看着还在下落的火球，以及从火光中慢慢走回门口的野猪，前冲的人群直接呆愣在原地。这还怎么玩？
感觉就像是严树一直没有发力，突然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拍死一堆苍蝇一样。从外面看去，还有猎隼在围墙上空快速游走，点杀爬墙的玩家。不玩了，打不了，我算是看清了村长为什么会用隐藏职业作为奖励，就是这特么完全就是来击杀一个 BOSS， 而且是新手村最强的 BOSS。练级不容易，我倒是有自知之明。你们继续，祝你们成功。一个技能让在场的很多玩家道心破碎，顿时失去了继续挑战的勇气。许多玩家离去，但是更多的人还在来的路上。霸凌鸟王一看情况不对，直接站了出来。各位都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来，可不要半途而废。留白的召唤物的确很强，但我们一直没法突破，实际上是因为各自为战，没有形成有效的攻击。要是大家相信我，就听我指挥，进入院子之后，谁能够击杀留白，就凭各自的运气。刚才那技能就没有人扛得住啊。是啊，实力悬殊太大，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什么战术都是假的吧。此时有玩家提出意见，那种大范围的法术输出技能，冷却时间不可能短。外边霸凌鸟王还在组织人手，院子里的村长血量已经来到了 20%。 留白，你要想清楚，我和你们冒险者并没有太大的利益冲突，你一定要赶尽杀绝吗？严树依旧不做任何回应，反正村长是必杀的，光敢取自己秘境的东西这一项就够死好几次了。停手！我手上有一件原初器灵的线索，你要是得到了它，实力将会有很大的提升。这次岩竹有点惊讶了。原初器灵这东西前世只出现过一件，它在使用后可以根据玩家的职业生成一件对应的装备，而这件装备有个很牛批的特性，就是可成长。只要资源足够，培养到神器级别也不是什么难事。你一个新手村的 NPC， 我凭什么相信你？凭我的身份特殊，作为无数新手村中成长最快的深渊成员，恶魔君主大人花费了很大代价把原初器灵送来，就为了能加快我的实力增长，好以新手村为据点，为培养深渊后备力量做准备。现在器灵就藏在新手村隐秘的位置。哦，那我先送你去见他，替我感谢恶魔君主大人送来器灵。严树听完，嘴角直接压不住，意外之喜啊！但得到这个消息，那自己更不能停手了。白痴都知道，这种重要物品一般是带在自己身上。这村长彻底魔化之后，脑子也有点不好使了，居然用出这种低劣的缓兵计。这时，严树突然感觉野猪的猛落一截，顿时猜到了是怎么回事。看来已经有人组织玩家远程集火攻击了。当下直接把野猪拉了回来，那自己也集火村长算了。外面的玩家一看野猪退回，顿时开心起来。有效果，留白的召唤物顶不住了。鸟王牛批！霸凌鸟王听着这些恭维之声，突然找到了运筹帷幄的感觉，抬起双手向下压了压。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取得胜利，接下来近战5人一队，直接进入院子。为公平起见，我霸凌也派出2人参与。岩竹看着摸进来的几人，直接懒得鸟他们，依旧不停地攻击村长。这操作让进来的几个玩家有点迷茫，自己这是被完全忽视了啊？要直接攻击吗？而且看着这村长奇怪的样子，明显这货更像加入深渊队伍的。就算杀了留白，会不会被骗？此时村长血量已经来到了 5%。 留白，看来你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接下来准备尝尝来自深渊的怒火。只见村长高高跃起，浮在空中，同时一只身形略小的绿皮怪物迅速从中钻出，原来的躯体快速膨胀，之后便是一声巨响，无数血肉横飞。那巨大的威力顿时将房屋、围墙统统夷为平地，全自爆了。严树从野猪身后走出，由于这是一个无差别伤害技能，自己的3只召唤物也替自己挡了伤害。火元素精灵已经残血，野猪和猎隼也掉了近3万的血。要是不是火元素精灵离中心有一定的距离，这一下就得被送回宠物空间。灰尘散开，这个战圈已经完全暴露在所有玩家的眼中。严树一眼望去，整个街道都挤满了人，密密麻麻的，几乎看不到头。这时的村长身形缩小了好几圈，活脱脱像一个哥布林战士。看着有点发愣的玩家们，开口大声吼道：各位冒险者，快点击杀留白，有主神规则在，任务奖励是做不了价的，要是我死了，大家的任务可都失败了。第35章命途双之符。这一声顿时让所有玩家回过神来，原来村长变成了这个样子，要是不看头上顶着的昵称，根本认不出来。霸凌鸟王看到严树3只召唤物的血条都空了不少，其中火元素精灵的血条更是看不到一点红，那样子几乎是碰一下就得挂，顿时狂喜。兄弟们，机会来了，留白的召唤物没多少血了，一起上！严树差点被逗笑，这是送上门来的补血包啊！刚才霸凌鸟王才准备开口，严树就指挥火元素一个流星火雨朝人群最密集的地方丢了下去。这技能差不多清空一个区域的玩家不说，火元素的血量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只一招血量就拉到了 80%。
火圈内后血骑士玩家更是成为了补血包中的主力。另外2只召唤物也快速冲向了这些玩家，直接扛着所有人的输出，开始方面秒杀。有治疗光环和吸血光环的双重加持，这下子野猪和猎隼的血量也开始快速上涨。要不是现阶段玩家的生命值太少，每一击都伤害都处于溢出状态，影响了吸血量，没几下估计野猪和猎隼都满血了。村长看见这幅情景，原本淡绿色的脸色现在更是绿的开始发黑。本来以为自己一个大招可以为所有玩家创造输出机会，哪晓得更方便留白的召唤物吸血了。废物，统统都是废物，就没有人觉醒诅咒类天赋吗？快抑制回血效果呀！霸凌鸟王也一脸铁青，以为机会来了，想不到立即就发生了反转。所有的玩家加入临时团队，别误伤自己人。这时候霸凌鸟王也想通了，现场大部分是散人玩家，就算是全听从自己的指挥，也会因为操作意识等原因配合不到一起，还不如想办法避免误伤，直接火力覆盖，这样才有机会。很多玩家也反应过来，纷纷加入团队中。输出效率虽然提高了不少，但造成的伤害仍然是惨不忍睹。很多都是刚刚突破个位数，只有少数装备齐全或是天赋出众才能打出几十点伤害值来。由于现阶段远程职业的攻击距离也有限，几百人同时攻击已经是极限，更多的玩家依旧是在外围看戏。要是近战职业上前合围挤压战圈，一个范围技能就可以将这批玩家清理得干干净净。3只召唤物不管攻击哪里，立即就有白光闪烁，每一次普通攻击都是秒杀。这恐怖的输出立即就吓退了一批玩家。不行，根本没有用，连骑士都顶不住一击，就是刷 BOSS 也不是这样刷的。我感觉这3只召唤物随便拉一只出来，都可以去单挑副本最终 BOSS 了。一些爬上周围房顶的玩家从高处看去，更是被这场面镇住，完全就是玩家悍不畏死的冲上前。3只召唤物单方面的屠杀，一股股深深的无力感充斥在每个人的心头。这时候严树自己在对着村长疯狂输出，伤害又由召唤物来承担，召唤物又攻击其他玩家来恢复血量，直接成了一个完美闭环。猎隼由于高移速，更是被严树操控着专盯一些装备齐全的玩家。由于人群密集，被盯上的人几乎没有躲避的机会，一个照面就被直接秒杀。很快霸凌鸟王也被盯上，在坚持了2-3秒后，也被成功送回了复活点。村长释放完大招之后，陷入了虚弱状态，防御力大减。严树每一击都可以造成过万的伤害，再配合痛苦之处的持续掉血，10多秒后村长就被击杀。看着还在激动的玩家们，严树直接让3只召唤物清出一片空间。村长都死了，还继续打吗？此时的严树脚边就躺着村长的尸体，3只威风凛凛的召唤物将其围在中间，周围密密麻麻的玩家围住，却无人敢上前，配合着严树若有若无的微笑。万人敌的形象从此深入人心。这幅画面被人拍下，后来也被游戏公司用作了宣传广告。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留白，击杀魔化新手村村长，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加100，金币加50，游戏声望加1000，军功加1。系统通告：由于7259号新手村村长被击杀，新的村长竞选成功前，其相应职能由其他 NPC 承担。有村长任务的玩家，请自行查看任务变更信息。系统消息一出，立即引发轰动。原来真正的魔物是新手村村长啊，居然被 NPC 戏耍了！开玩笑的吧？这村长那么废物吗？这才过去多久就被杀了？哎，隐藏职业没了，系统已经提示我任务失败了。我都还在路上，怎么就被杀了？有人击杀留白完成任务了吗？人家留白连召唤物都没死，本来村长都把他召唤物打残了，反而去杀留白的人，因为吸血效果成为了治疗血库。留白真该死啊！要是我直接收费给大家杀，多好的转职机会啊！大佬牛皮啊！我们还在杀怪，人家连 NPC 都杀掉了。军功是什么东西？感觉后面会有很大用处。还有一大堆人匆匆赶到，白跑一趟，什么都没有捞到，让很多人都产生了一种被戏耍的感觉。果然和自己猜测的一样，那么多人还是拦不住。留白，你应该不只是 SS 天赋吧？爱吃葡萄望着新手村方向说道。烟雨林风也是暗暗松了一口气，得亏自己头脑清醒，没有去凑热闹，不然现在估计已经在复活点拍大腿了。严树把勇气的凭证收入包裹，现在5大凭证只差力量的凭证，就等着最后一个 BOSS 刷新了。村长爆出了一堆金币和10来件装备，还有2件泛着彩色光芒的物品，神级物品，先全部收在包裹中。这时候玩家们也都陆续散去，任务失败了，也失去了和严树作对的理由。严树一件件查看战利品，命途双之符使用后可开启第2职业，等级限制10级，稳了，果然有这东西。自己接到任务的时候就想到肯定存在这东西，因为有系统规则的管束，只要以此作为任务奖励，
无论是谁发布的任务，都说明奖励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第36章原初器灵到手。双职业，自己以前想都没想过，这应该就是秘境里面最值钱的东西了。不过这才对的，10级前就完成的是4难度副本首通。颜竹又看向第二件物品，原初器灵武器，使用后可以生成对应职业的专属武器，等级随人物提升，具有品阶成长功能。颜竹就算有心理准备，看完这个介绍还是一阵狂喜。牛大发了这波，有了这东西，可以说自己的武器以后都不用愁了，而且自己有信心将它培养到神器级别。颜竹刚想使用，顿时想到了一个可能，又硬生生忍住。假如自己在转职双隐藏职业的时候再使用，那岂不是会生成的契合2个职业的专属武器？忍住，再等等。剩下的一堆装备，除了一件泛着淡淡紫色光芒外，其他都是普通的白银装。居然是一件铂金级别的装备，幽冥长裤，铂金级，等级15，生命值加3000，体质加500，精神力加1000，移动速度正20%。技能幽冥之息，每3秒对周围10米内目标造成精神力50%伤害。装备附带的技能很强，要知道自己的精神力已经接近3000，要是人物等级到达15级，按照属性叠加的速度，绝对是有可能破万的。普通的玩家要是惹到自己，直接都进不了自己的身。最后一件物品，万象空间时可携带召唤物数量加1，职业限制召唤师。这玩意在严叔的心中仅次于神级物品，前世自己就只获得过一个。对于召唤师来说，召唤物的数量等于实力，就是那么简单粗暴。自己拥有 SSS 天赋共生战魂，每增加一只召唤物，实力也会有质的提升。严术直接使用，丁召唤物数量加1。接下来自己就需要再弄一本召唤术了。军功是击杀深渊魔物的专属奖励，拥有一定量的军功可以自动获得军衔，消耗军功可以换取稀有物品、技能树、装备等。严术获得的这一点军功看似不多，实际上购买力已经相当于100金币了。而这时，在深渊世界深处，一片黑暗混沌的空间中传出了一个饱含怒意的低沉声音：“刘白，我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拿的。”现在最高兴的反而是几个一直窝后面录视频的刺客，虽说最后被严术秒杀，但几人从一开始在外面就开启录制功能，到后面围墙被炸塌，最后还录下了严术击杀村长的视频。发了，自己的手上可是有大佬击杀村长的视频，要是放在论坛收费观看，那钱还不滚滚而来。几人这一刻已经把调级的事情抛在了脑后，立即就去了论坛上发帖。由于几人手上都有视频，定价一个比一个低，最后其中一位玩家一怒之下，直接给大家免费观看。严术击杀新手村村长的消息，最先知道的是本新手村的玩家，毕竟系统通报时只是在本村区域传播。随着严术击杀村长的视频流出，很快扩散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可以说引爆了整个论坛，上面都是关于这件事情的讨论。不得了，居然击杀了新手村村长，那家伙好歹也是20级 NPC。 新手村村长居然有隐藏职业的任务，兄弟们，我先去尝试触发任务了，成功了回来告诉大家。我直接去说村长是深渊魔物，然后被秒了，是不是有什么前置任务没有触发啊？刘白大佬出来解惑一下。据统计，每个新手村的 NPC 好像名字和长相都不太一样，除了一些通用任务外，会不会他们各自手上的任务也各不相同？各位别白费心思了，想打村长的主意，先掂量一下自己有没有那个实力。要知道，村长任务一发布，你要面对的将会是整个新手村的玩家，就问你扛不扛得住。我看视频怎么感觉刘白大佬的宠物比他本人强上太多，虽说召唤师就是靠宠物吃饭，但他很多时候就是在划水打酱油。楼上正解，我也有这种感觉。这时的新手村实际上对严叔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价值，现在最重要是把最后一个凭证搞到手，尽快前往主城转职隐藏职业。现在一切基础条件都已经准备好，就等转职了。但最后一个 BOSS 还没出现，在等待之余，可以把答应各大帮会的副本通关榜单给刷了。想到这里，严术直接联系烟雨成风：“成风老哥，我现在有空，你可以安排一支在本新手村的队伍，我带他们通关一下困难本和地狱本，需要的材料你先过目一下。至于简单本和普通本，难度相对较低，自己也没有时间浪费在上面。尤其简单本现在已经有队伍成功通关了，其中就包括祭月公会爱吃葡萄的队伍、烟雨成风的队伍，不过时间都超过了40分钟，离 SSS 级评分还有很大的距离。”随后，严竹整理了一份清单给烟雨成风发过去，其中就包括召唤师的技能书，尤其是各种类别的召唤术，还有就是一些比较稀有的材料，比如启蒙果、召唤物的培养材料等。烟雨成风的回复很快，立即就来了消息：“大佬，我没有故意压价的意思啊，只是这些东西听都没听说过，你可别将神级物品列清单上为难人啊。”不会，这些东西只是现阶段比较少见，后面还是有的，
就当是先欠着，反正你们大公会人手多，收集这些东西比我一个散人强太多了。严树列出的东西，只要陆续有人离开新手村，到主城后就开始陆续产出。自己到时候没时间时刻盯着拍卖行或者逛地摊，所以交给他们来帮自己收集是最好的。那好，我让林峰带3个人去副本门口等。需要什么职业？职业随便，反正其他人也只是混个经验。好吧。等严树到达副本门口，烟雨林峰带着3个人等候在副本门口。此时的副本门口人数反而比第一天稀疏了不少，很多人试过之后觉得难度太大，基本也就放弃去做其他事情了。第37章巨怪群刷副本。一看见严树，烟雨林峰立即迎了上来。刘白大佬，这就是我们准备上榜的人，麻烦你了。严树望了一眼其余3人，一个骑士，一个法师，还有一个牧师妹子，标准的队伍配置。拉我进组。烟雨林峰把严树拉入队伍，其余几人立即就开始在队伍频道发言。欢迎大佬，欢迎刘白大神，谢谢刘白哥哥带我们刷本，能给一个好友位吗？严树对着3人微微一笑，客气，好友就算了，有什么事情可以让烟雨林峰联系。这话一说完，队伍中的妹子立即委屈地嘟起了嘴。还别说，这妹子长得清纯可爱，这小嘴一嘟，杀伤力直接拉满。可惜对严树毫无作用。严树当作没看见，直接选择了困难级的副本。下一刻，几人就来到了副本之中。烟雨林峰这几人也都是精英，进副本后没有轻举妄动，就等着严树指挥。你们全程不要动手，就跟着我跑就行。烟雨林峰愣了一下，自己队伍中这几人天赋都是 A 级以上，装备也是用了跟严树买的白银装，可以说在这新手村都是顶尖的存在，居然要求我们划水。其他3人也有点疑惑，虽说你刘白大佬很强，但是每多1人输出，不是更能压缩副本的时间吗？严树可不多做解释，直接向前跑去。烟雨林峰此时开口，跟上，听刘白大佬的。自己工会可是付钱让刘白打工的，既然对方都这么要求，那就心安理得的划水了。比严树速度更快的是猎隼，他飞在最前面，只几秒钟已经拉住所有树皮哨兵和藤蔓精灵的仇恨。大佬这是要用他在直播时使用的方法。队伍中的骑士出声，不，应该要巨怪群刷，他那只火元素精灵可是有群攻技能。烟雨林峰一边奔跑一边出声说道。就在几人认为火元素精灵已经要开始释放群攻技能时，猎隼却没有停下，拉着浩浩荡荡的怪物继续往前飞。这是嫌怪物聚的太少吗？刘白大佬不会是想把整个副本中的怪物都拉拢在一起吧？刘白哥哥可真厉害啊！跟上，别掉队。烟雨林峰出声提醒。也不知道刘白加了多少的敏捷，跑起来比自己这个弓箭手都还快。实际上要不是严树故意放慢脚步，等着怪物移动，现在已经把几人拉爆了。很快就到了蘑菇小妖的地盘，几人还以为严树会低头采蘑菇，谁知道他直接就越过灌木丛继续向前。几人一脸疑惑，也只能跟上。由于蘑菇小妖的特性已经不适合继续往前拉，猎隼在拉住后直接一个折返，将3种怪物最大限度地聚在了一起。火元素小手一挥，顿时无数小火球从天而降，砸在怪物身上，火花四溅，一片片高额的伤害暴起。负8415，负7985，负8312。群攻技能一丢，严树直接懒得看结果，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接着直接又往前跑，反正只要身处副本中，队伍中的所有人都可以获得经验。这个技能放完，蘑菇小妖都没有释放技能的机会，3种怪物直接就被清理了干净。就算是早有心理准备，4人还是被这一幕给震惊住了。还真是群刷呀，人比人气死人啊！我到现在还没有群攻技能呢，大佬的召唤物都比我强上太多了。队伍中的法师望着焦黑的地面喃喃自语。大佬已经跑远了，继续跟上。烟雨林峰有点无奈，就稍稍愣神，这刘白大佬的背影都快看不见了，这才是他的极限速度吗？等几人追上，就发现炎竹带着3宠已经在击杀1号 BOSS 了。此时的严树一改以前近战肉搏的习惯，只在远处丢技能，看起来格外悠闲。有了火元素精灵的加入，比当时1人2宠的效率高上太多，而且火系攻击还对副本的怪物有着明显的克制作用。不多时，树林守卫者爱尔兰倒地，此时时间才过去了2分钟。继续往前，严树把野猪留在原地击杀巨蟒，自己则亲自去拉2号 BOSS 尤里斯。同时，猎隼直接去找最终 BOSS 塞拉斯，目的是将其拉往山谷入口处。猎隼服用启蒙果后，智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已经不用严树花太多的精力操作，已经能自己完成一些简单任务了。此时，野猪也已经跟了上来。烟雨林峰4人看着严树拉着2号 BOSS 往里走，这时已经不发表任何语言了，只是默默地跟着，感觉安安静静的做个小透明，已经几人唯一能做的事情了。前次2只 BOSS 聚在一起，
还是因为地狱级难度严数需要用火的原因。而这次完全是为了省事，两只 BOSS 聚到一起后，因为有治疗光环和吸血光环的存在，几人就看着严肃的召唤物在和 BOSS 换血。离谱的是，竟然血量一直保持在安全线之上。论坛上一直有人在讨论大佬的召唤物强度已经可以比肩副本 BOSS， 只有亲眼看见才知道，这乃是比肩，明明已经超过了好吧。就是感觉留白大佬一人就扛起了召唤师的大旗。天启中的召唤师就只有两种，一种叫留白，一种叫做其他召唤师。烟雨林峰没有加入他们的讨论，只是看着 BOSS 头上冒出的伤害值陷入了沉思。前面留白直播刷本的时候，自己也是全程在观看，当时的野猪和猎隼两只召唤物的输出绝对没有那么高。要说留白本人因为副本收获了新装备后有提升倒是说得过去，但是召唤物的提示就很夸张了，感觉就是属性值突然增加了一截。从留白的每场战斗视频来看，虽说都是碾压对手，但是召唤物的输入好像越来越强，不受限制似的，这让烟雨林峰想到了一个词，越战越强。留白的天赋不会是每击杀一个目标，召唤物都在变强吧？不可能，这太变态了，游戏又不是他家开的。烟雨林峰摇摇头，把这个疯狂的想法甩了出去。第38章速通副本。最先倒下的是2号 BOSS 尤里斯，水元素精灵还是没有顶住火元素精灵的疯狂输出。塞拉斯血量到了 10%， 立即就开始召集所有的幽谷刺客。四人看着密密麻麻从四周围上来的刺客，还是不免有些紧张，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团灭过太多次，都产生心理阴影了。看着数量聚集的差不多，火元素精灵和炎树分别丢出一个流星火雨，将所有刺客笼罩在内，只一个照面就将其全部秒杀。快，太快了！林峰大哥，留白大佬的输出比你快太多了，第一快难得让位了。烟雨林峰一脸无奈的表情，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严树一看塞拉斯的血量已经压到 1% 以下，立即停手，然后直接退出队伍。你们速度补刀。哦，好。几人差点没有反应过来，一股脑的将所有的输出技能都丢了上去，成功将塞拉斯击杀在地。副本结算页面弹出，死亡次数0，通关时间8分32秒，副本评分 SSS 级。这个评分可以说是严树把自己的记录都破掉了。困难本通关榜第一立即就换成了烟雨林峰他们4人。大佬，你成榜2了。没事，离开新手村前我还会刷一次。继续吧，这一次选地狱级。困难级副本通关榜单的变化很快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我去，副本困难榜榜首怎么换人了？烟雨阁牛批呀，才4个人就破了留白大佬的记录，而且领先那么多，不愧是老牌公会，实力不容小觑。不可能那么快，他们肯定是找到了更加取巧的方法。本来就是留白大佬帮他们刷的吧？我有个兄弟在他们新手村，看见他们一起进副本了，破案了。我就说能超越留白大佬的只有他自己，一定是最后留白大佬退队，让他们自己人上榜。真不要脸啊，居然玩虚的。留白大佬，请也带我刷一次，我有的是钱，烟雨阁的价格我也出得起。烟雨成风看着这些评论丝毫不生气，这留白可真是个讲究人啊，最后居然退队。早在同意交易时，烟雨成风就已经想到肯定会有人猜出是留白代刷的，不过他可不在意，毕竟自家公会只是需要榜单平台宣传而已。现阶段除留白外，根本就没有人可以拿到 SSS 评分，更别说是困难和地狱2种难度。自家公会的人也不可能为了上榜和新手村副本杠上，而迟迟不出新手村，这样做绝对得不偿失。付出点代价，让公会名字长期霸榜，绝对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买卖。地狱级副本中，严树正在以相同的方式操作过副本。此时突然通讯器闪动，严树打开一看，祭月公会的会长孟青羽发来的信息，我也想要。严树一脸懵逼，直接丢了3个问号过去，但对方就把这条消息撤回了，重新发了一条过来，我们公会也要上榜。严树立即把给烟雨成风的材料清单转发了一份过去，那边立即做出回复，好。孟青羽此时也在副本中，气得捂住了脑门，完了，自己会长的形象全毁了。由于不想给留白听到自己声音，就以文字的形式发过去，想不到在战斗过程中自己没细看消息，一个手抖就发了过去。本来还祈祷留白没有看见，但一看对方的回复内容，就知道这脸丢定了。孟青羽想了想，又给爱吃葡萄发去了一条消息，已请到留白代刷副本。严树这边地狱本除了地狱级副本削弱人物属性，使得移速有所下降以外，没有丝毫的影响，依旧是一路秒杀，最终9分05秒通关地狱级副本。严树的单刷记录依旧被挤到了第2位。地狱级榜单的变动又引起玩家的议论，实锤了，绝壁是留白大佬代刷的，就是困难级和地狱级的时间都相差不大，
一看就是刘白的手笔。不是，刘白大佬早10级了，他在新手村刷怪都没有经验，怎么还不走？以我的猜测，新手村肯定有更好的奖励，刘白在等着机会，说不定又接到什么隐藏任务了。此时，严树又收到了孟青雨的消息：大佬，你今天还有副本次数吗？孟青雨现在是有点着急了，毕竟这东西迟则生变，毕竟刘白已经10级了，要是严树想抢系统奖励，突然要去主城，不带刷本，自己也没办法。还有2次，都给你们。好的，我已经让人在你们副本门口等，带队的人叫爱吃菠萝。严竹突然有点疑惑，这次居然不是爱吃葡萄带队。刘白大佬，能不能再提一个小小的要求？可以，顾客是上帝。最后就待在我们队伍里，不用退队了。还有就是，能不能比烟雨阁快上那么几秒钟？严树微微一笑，这女人还挺聪明。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大大方方的公开就是自己代刷，的确更好。同时，由于这2次副本，自己的召唤物又叠了一波属性，输出肯定更高，自己也更加熟练，比帮烟雨阁快也是必须的。不过，既然对方提出这个要求，那自己还是得薅一波。可以，得加钱。严树这边刚在门口加入爱吃菠萝的队伍，突然就听到了全服通告。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爱吃葡萄，成为游戏中第一个离开新手村前往主城的玩家，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60，本职业技能书+2，白银级装备+1，游戏声望+300。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爱吃葡萄，成为游戏中第一个离开新手村前往主城的玩家，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60，本职业技能书+2，白银级装备+1，游戏声望+300。一连3次游戏通告，顿时让游戏玩家们激动起来。这破游戏真难升级啊！总算有人出村了。我去，这姑娘可以啊，力压一众大老爷们，第一个出村，不得了不得了。听说现实中还是一个绝色美女，这各种 buff 都叠满了。第39章，最后一只野外 boss。此时李想发消息过来：小严子，属于你的风头被一个小姑娘抢了，气不气？不气。你听我的，这游戏等级不重要，在新手村不把实力提上来，到主城后可能会比较难混。好吧，我也快10级，不过副本还没过，要不要刷一遍副本再去？可以的，刷简单和普通就行了，其他2个难度你过不了，没必要浪费时间。有了自己的攻略，现在李想无论装备还是技能都应该是顶尖的那一批玩家了，拉几个人过一下前面2个应该问题不大。在严树印象中，前世第一个出村的好像也是爱吃葡萄，他在前期应该是获得了群攻技能，再加上 SS 级天赋加持，只要1星冲击，第一个达到10级很正常。爱吃葡萄估计是想快速到达主城，提前获取游戏信息和资源，积累优势，为创建游戏公会打下基础。这思路也没错，但是普通玩家没有他的超强天赋，1星猛冲等级，到主城后就会比较难受。天启不同于其他游戏，每10级是一道坎，怪物的属性会大幅度提升，要是到主城时积累不够，就会发现刷怪都很困难。上一世很多人10级出新手村后，连身上的装备都没凑齐，光是刷怪的补给药水都顶不住。自己现在就差最后一个 BOSS 拿到力量的凭证，根本急不来，这可是自己隐藏职业的关键物品，只能慢慢等了。怎么不进副本？严树一看队伍没动静，忍不住发问。就看到队伍中4个妹子一脸愧疚地望着自己。刘白大佬，我们知道实际上第一个出村的人应该是你。没错，你是一个守信用的人，要不是你答应带我们刷副本记录，系统奖励也轮不到葡萄姐。严树一看他们的表情，不像是装的，顿时笑出声来。没事，这点系统奖励我还看不上，先选困难本进吧。听严树这么一说，几人更加难过了。接下的副本中，严树都是在几人的惊叹声中度过的。最后的副本记录也和严树预料的差不多，季月的2个记录分别比烟雨阁的多了20秒、25秒，顿时把烟雨阁挤到了第2的位置。烟雨凌风看着这副本记录，自己刚才那猜测又出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季月2个副本记录一出，秦王朝和霸凌也坐不住了，毕竟都是实力相当的老牌公会，你们2家倒是有长期广告在那挂着了，自己公会一直没什么动静，在玩家心中的存在感只会越来越弱。秦王朝的会长王启一直想联系刘白，却联系不上，在论坛发帖也得不到任何回应。他现在都好奇烟雨阁和季月是怎么和刘白搭上线的。要说季月自己还想得通，毕竟这公会全是些漂亮妹子，男人嘛，懂的都懂。但烟雨阁是怎么回事？总不可能是因为公会名字闷骚吧？自己还专门联系了和刘白在一个新手村的成员，特地询问是不是和他起过冲突，毕竟霸凌的例子在那摆着。然而得到的回复都是一样的，没有做出得罪刘白的事情。这就奇怪了，难道是自己自家的公会名字太俗气？想不通，想不通。霸凌在明知道联系严树没有希望的情况下，
开始请水军在论坛乱喷，丢大公会的脸，居然请人代刷记录。当副本榜单失去应有的激励作用，榜单上是谁的名字还有意义吗？夸张的副本通关时间，细说两大公会与留白间不为人知的交易，五花八门的帖子，有人专门负责贬低榜单的价值，有人专门抹黑两大公会，有的为了生动真实，更是编出了孟青雨与严树间曲折的爱情故事，连严树看了都忍不住拍手叫绝。霸凌这水军，请的是专业的女评写手吧？这些内容都可以直接复制去小说网站麻袋装钱了。然后接着有趣的事情就来了，烟雨成风和孟青雨亲自下场做出了回应。烟雨成风，不会吧，不会吧，有些人还没有留白大佬的好友位吗？孟青雨，不会吧，不会吧，下副本那么便宜，还有人出不钱吗？这一波顿时让霸凌的会长霸凌苍穹直接破防，当场就下线狂砸东西。这是一栋郊区的别墅，外面的小弟听到动静立即就跑了进来，看到自家老大发那么大的火，顿时气都不敢出，低着头站在原地。让你们去查留白的现实身份有结果了吗？老大，目前还没有消息。几个人头更低了，根本不敢直视自家老大的目光。废物，约出游戏公司高管来，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我教你们吗？可是游戏公司的表示他们也没有玩家信息啊。这句话说刚完，几个价值不菲的瓶子顿时砸到了几人的面前。滚，都滚！发泄完的霸凌苍穹一脸阴翳，留白是吧？还没人敢不给我陆苍穹面子，千万不要让我知道你现实的身份。要是严树知道此时霸凌苍穹的反应，肯定会觉得这人脑子有毛病，不去找那两家公会，反而怨自己。霸凌苍穹上线后，立即就联系了霸凌鸟王，把那些水军撤了，不要把钱用到这些地方了，没有用。加大投入在现实中找到留白。另外赶紧练级，身为副会长，级别都跟不上怎么服众？会长，我怀疑留白一直待在新手村，一定是有什么特殊的任务线索。霸凌鸟王也是一阵恼火，但看自家会长正在气头上，就想岔开一下话题。这特么要你怀疑，在没查出他现实身份的时候，不要再去招惹他了，不然你什么时候才能到10级？好。正当岩竹想去刷10级怪物蝶属性的时候，烟雨林峰突然来消息了。大佬，你真是神了，7级怪物区毫无征兆的出现了一只 BOSS， 居然是12级的。好的，多谢。关闭通讯器，岩竹也不免期待起来。这只 BOSS 刷完，也到自己离开新手村的时候了。第40张 BOSS 我吃定了，谁赞成？谁反对？严树直接就往7级怪物区赶去。这最后的一个野外 BOSS 最为特殊，会刷新到新手村野外的任意区域。如果2小时后还未被击杀， BOSS 就会消失，1天后又会出现在其他区域。同时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逃跑技能，要是被其成功逃脱，再次出现也将会是在1天以后。烟雨林峰的消息应该不会太迟，留给自己的时间应该是足够的。至于 BOSS 抢不过其他玩家，这点自己就没想过。一路上也有不少玩家朝那个方向赶，速度快点，我听朋友说已经有人开 BOSS 了，那么多人会不会汤都抢不到一口？想太多了，那可是12级的 BOSS， 一时半会怎么可能被杀掉？不好说啊，现在大部分玩家都到9级了，大家一起集火的话，机会还是大的，又不像副本的那样才有一个小队。此时严树从这几个玩家面前跑过，距离马上越拉越大。我去，这人好像是召唤师吧？怎么跑得那么快？留白，真的是他？他不会也是想去刷 BOSS 吧？废话，谁不知道留白大佬最大的兴趣就是拿 BOSS 手杀？既然他去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也不去了，浪费时间当背景板。严树来到目标地点，这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还有许多玩家在赶来的路上。荒野盗贼12级，生命值、魔法值、力量、敏捷、技能。荒野盗贼的身高近3米，头上缠着黑布，佝偻着的背上背着一个脏兮兮的布袋，细长的双手各握着一把圆月形的弯刀。BOSS 是刺客类型的，典型的高敏捷、高爆发。此时正在人群中疯狂屠杀，尤其脆皮玩家基本上碰到就被秒，根本没人顶得住。负1758，负15，负27，负16，负34，玩家们造成的伤害基本就没有超过50的，对于血量超100万的荒野盗贼来说，不亚于挠痒痒。这 BOSS 怎么回事？好像就专盯着脆皮杀啊！速度又快，我都射空了不少。严树拉出3只召唤物，也开始入场，却发现人群太密集，自己都被挡在外面。没办法，直接指挥野猪硬生生撞出一条道来。由于自己切换到了和平模式，没有对这些玩家造成伤害，只是将他们挤到了一边。靠，谁的召唤物？这人刚要骂出口，看清是严树后，立马就闭上嘴，乖乖的退到了后面。这情况立马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不多时，整个战场都知道了留白到了来。严树进入到内圈，
突然又看见了一群霸凌的玩家，领头的果然还是霸凌鸟王那货。靠，怎么哪里都有这恶心玩意？严树都无语了，虽说自己也不怕，但看见这帮人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对面的霸凌鸟王也发现了严树，眼中闪过一丝怨毒的神色，直接命令自己的人停手，同时让牧师给 BOSS 加血，加514，加368，加462。这一操作不止恶心到严树，连其他玩家也都看愣了。趁着这功夫，霸凌队伍中走出来5个骑士，嘲讽住了荒野盗贼。而随着荒野盗贼的攻击落下，5人的头上均跳出了300的字样。这情况看得严树眉毛一挑，霸凌这帮人居然找到了平摊伤害的技能，运气还真够可以。这样 BOSS 暂时被拉住了。各位，我是霸凌鸟王，抛开前次全村的特殊任务不讲，按理说有留白在的地方，我们霸凌的人应该走开。但是现在我们可不能走，因为留白大神手杀的白岩巨魔正是从我们手上抢去的。此话一出，周围的玩家立即竖起了耳朵。很多玩家现在已经认清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可能抢到 BOSS， 退出安全距离后，直接就在现场安心吃瓜。技不如人， BOSS 被抢我也认了，可是这一次我决定站出来和留白大佬讲讲道理。你已经到10级了，不前往主城击杀 BOSS 已经没有经验，而且你已经拿到了那么多的系统奖励，按理说这 BOSS 报的装备也入不了你的眼。难道你要因为个人癖好把整个新手村的资源都收入囊中吗？霸凌鸟王说完，直接环视了周围一圈，眼看大家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了，又继续说道：大家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留白10级不出村击杀村长，让许多朋友都接不到任务，当时还击杀了数千玩家，同时还有个野外 BOSS， 种种行为完全是想霸占本新手村的资源。我想很多朋友这应该是第一次看见野外 BOSS 长啥样吧。很可惜大家也只能看看，因为本新手村真正的 BOSS 留白大佬来了。霸凌鸟王这一番话完全煽动了周围玩家的情绪。留白的确太霸道了，10级了还一直占着新手村的资源不走，的确毫无游戏高手的样子。本新手村因为有留白的存在，怕是整体实力要弱上不少。留白大佬，你就把这个 BOSS 让出来吧。就是这12级的野外 BOSS， 奖励估计还没有副本 BOSS 的高啊。爱吃葡萄都去主城了，你怎么还不去？你是故意让给他吗？严树看着这滑稽的现场，顿时就忍不住了，扑哧一下笑出了声。这霸凌鸟王作为副会长，果然有2把刷子，别的不说，光这煽动群众的能力的确可以。这些路人玩家的心理被拿捏得死死的，就像现实中有人仇富，那游戏中也有人抱有相同的心理。这波操作明显是想站在道德高地，把自己推到所有玩家的对立面。可惜了，自己不吃这一套。此时严树笑着走向前，同时还为霸凌鸟王鼓起了掌。好好好，鸟王好口才，讲得真好。不过这 BOSS 我吃定了。这时严树脸色一冷，双眼死死盯着霸凌鸟王。谁赞成？谁反对？第41章离开新手村。严树此话一出，3只召唤物也配合着蠢蠢欲动起来，众人也都纷纷被镇住，脑子里的上涌的热血也平复了下来。要说这里谁最恐怖，绝对是这一人3宠荒野盗贼，在人家的全力输出下，估计撑不过2分钟。霸凌鸟王的表情此时也变得极其精彩，合着自己唾沫横飞讲了半天，反而把对方的脾气给激起来了。现在严树直接掀桌子，最尴尬的就属他这个带头人了，站在那里浑身都不自在。在场也有不少玩家被严树击杀过，顿时想起了那3只召唤物的恐怖，不由得后退了几步。严主此时看效果达到，直接开口：大家要讲道理，那我也讲讲道理。接下来我会直接切换普通野外对战模式，要是谁先攻击到我，名字变红了，那不好意思，我就只能打回去了。至于 BOSS 大家可以一起攻击，我一开始也没想着清场，毕竟野外 BOSS 就是用来抢的，谁要是能从我手中将 BOSS 抢到手，那我无话可说。但是要是有人捣乱，比如给 BOSS 加血、套状态啥的，我就是他为 BOSS 召唤的小怪，只能一起清理了。话说完，严树就直接指挥召唤物冲了上去，霸凌的几个牧师还没反应过来，直接就被秒杀在了原地。在召唤物的围攻下，荒野盗贼头上冒出一个个高额伤害，负9856，负7845，负8265。看着 BOSS 的血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下落，周围的玩家再一次感受到巨大的差距。这伤害怕是没人能抢到吧？几十和近万，那么大的差距，怕是让给我们杀都杀不死吧？现在想想也是高看自己了，居然想让留白大佬让出 BOSS 来。霸凌鸟王看着严树，目光一直在自家阵营游走，面色阴沉的快要滴出血来，接着又想起霸凌苍穹交代的话，紧握的双手慢慢松开。走！下一刻直接带人离开。从留白的手中抢 BOSS， 他自认还做不到。留下来的玩家很多都选择在外面围观。
有的在死死地盯着 BOSS 快速下落的血条，想在最后一刻丢出自己伤害最高的技能，看看能不能运气爆发抢到最后一击。虽说没什么伤害贡献，不会有多少经验，但是系统首杀奖励是实打实的。荒野盗贼血量降到 5%， 突然身体一抖，化作10多个分身，朝着不同方向跑去。严树扫了一眼，让猎隼追上最左边那个，一个鹰击长空蹬在荒野盗贼头顶，直接爆出15970的伤害，将其击杀。本来 BOSS 的生命值就所剩不多，用了这个逃跑技能后更是虚弱，直接被猎隼一个技能秒杀。随着本体死亡，其他分身也化为碎片，慢慢消散在空中。刘白是怎么发现 BOSS 真身的？感觉长得都一模一样啊，应该是什么特殊的技能吧？走了，没搞头了。周围的玩家看到 BOSS 已经没了，也只好离去。系统通告：恭喜玩家刘白击杀 BOSS 荒野盗贼，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60，未解封的技能书+3，金币+100，游戏声望+500。一波系统3连。此时的玩家们感觉已经习惯严肃的出现在通告界面了。又是一个 BOSS 首杀，舒坦了。感觉每天不听到一次刘白大佬的通告，浑身不得劲。还以为是什么厉害角色，原来只是新手村野外 BOSS。新手村居然还有 BOSS， 这巴掌大的地方到底藏了多少东西啊？严树把 BOSS 掉落的物品捡起，突然系统提示声响起：丁，恭喜你获得物品力量的凭证。严树直接把5大凭证放在手中把玩了一番，新手村凭证总算收集完毕，也到自己离开新手村的时候了。荒野盗贼掉落的装备都是10级以上的，除了4件白银装备外，还有1件黄金装备，正是他手中的武器。月牙双刃，黄金级，等级12，限定职业刺客，体质+200，力量+300，敏捷+500，移动速度正 20%。 技能撕裂，普通攻击有 50% 几率对目标造成流血效果，每秒对目标造成敏捷值 30% 伤害，持续时间1分钟。双持匕首属于刺客类的小极品了，不过要等玩家10级到达主城转职后才可以使用。等陆续有人离开新手村，直接丢拍卖行，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严树把系统奖励的属性点全加上，在新手村自己和召唤物的属性已经到了一个极为夸张的地步。刘白等级10，生命值66087，法力值38314，体质4820，力量6380，智力4653，敏捷1808，精神3784，天赋共生战魂 SSS 级，技能精神冲击召唤术，野猪召唤术，猎隼召唤术，火元素精灵，铁壁护卫技能复刻守护之光，灵动治疗光环，痛苦之处吸血光环。野猪等级10，生命值53128，法力值472，体质2827，力量7528，智力34，敏捷648，精神305，技能野蛮冲撞。猎隼等级10，生命值43048，法力值540，体质2717，力量5228，智力55，敏捷2569，精神969，技能鹰击长空。火元素精灵等级10，生命值21036，法力值70580，体质2697，力量5，智力8817，敏捷400，精神100，技能流星火雨。以目前的属性，越级击杀30级的 BOSS 都完全没有问题。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前往主城转职隐藏职业了。自己在新手村准备了那么久，现在正是到了收获的时候。一看时间快到晚上12点，严树等副本次数要刷新，花半小时的时间又把4个难度重新刷了一遍，重新回到了榜1的位置。第3和第1每日获得的声望值相差了100点，日积月累下来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随后严树来到新手村中央的广场，这里有一个闪烁着幽蓝色光芒的传送阵。严树最后回想了一遍，发现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直接跨进了传送阵中。第42章神级隐藏职业。丁，玩家等级已到10级，满足传送条件，请选择需要前往的主城：银月城、洛星城、赤阳城。看着面前3个主城，严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洛星城。游戏中共3个主城，均属于天启帝国。帝国的皇城比3大主城面积要小很多。比较特殊的是，帝国的皇城并不向玩家开放，除非接到一些特殊的任务，玩家才有机会进入其中。虽说3大主城的游戏资源基本一致，只有周围怪物、副本、
NPC 有所差别。但洛星城有一个职业比较特殊的召唤师 NPC， 在自己的计划中是第2隐藏职业的目标导师，为了方便接下来的操作，选择洛星城是最好的。下一刻，严树已经出现在了一座大型的广场上。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广场正中的一座巨大雕像，一个健壮的男人挥动手中利刃，斩下魔龙的头颅，象征洛星城第1任城主带领族人战胜魔龙，以洛星之地建成。周围是一座座样式各异气体结构建筑，几条交错的宽阔的道路将其对称分割。极目望去，房屋延绵的尽头是高耸的围墙，只是在视野中已经变得很小。天启中3大主城在玩家工会驻地没有发展起来前，几乎要服务所有的玩家，其面积之大不必多说。严树环视了一周，还是老样子。不过由于玩家还没有大量涌入，街道显得有点冷清，只有一些巡逻的士兵和稀稀落落的人群，都是一些 NPC 角色。严树朝职业大厅跑去，入门就看到几个职业导师聚在一起打牌。其中一身轻甲的战士导师看见严树，顿时一愣，连忙扯掉脸上贴着的纸条站起来。冒险者，你是需要转职吗？严竹看着这副情景不免有些好笑，但转念一想，这帮导师的清闲日子可不多了，后面排队转职的人多不胜数。请问召唤师职业导师在吗？严树扫了一眼，并没有发现目标人物。我去上面喊他，你稍等。看着战士导师跑上楼，其他几位导师也好奇打量起严树来。刘白，你是第一个来到这里转职的冒险者，看来天赋的确不错，有没有兴趣弃暗投明，重新转职为一名法师？这可是前10人才有的待遇。不，法师有什么好的，还是转来弓箭手吧，刷刷刷射箭多爽。此时一个冷冷的女声传来，你们几个够了，输不起是吗？严树望向来人，30出头的模样，妙曼的身材配上冷艳的面庞，走起路来腰肢摇曳，很有御姐范。正是熟悉的召唤师导师沙林，洛星城召唤师职业导师，等级100。沙林上下打量了严树一眼，跟我来吧。2人来到转职的屋子，沙林直接伸出手，拿来吧，我感受到你身上有几大凭证的气息。看着严树一脸惊讶的表情，沙林又补了一句，不然你以为那几个家伙会不要脸的抢人？能作为导师，果然实力不一般。严树暗叹，当下直接把5大凭证都拿了出来，竟然有5个。此时轮到沙林惊讶了，他只是感觉凭证的气息，没想到有那么多。导师，请问我能选择的职业是？本来我以为没有人能达到这个要求，想不到来的第一个冒险者就给了我那么大的惊喜。沙林看起来心情不错，嘴角微微上翘，气质一变，整个人明媚了不少。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古朴的卷轴，拿去吧，幸运的小家伙。严树一脸期待接过神级隐藏职业万灵之主转职卷轴，限定初始职业召唤师，居然是神级隐藏职业。自己虽然知道隐藏职业也有强弱之分，可是从没有听过神级这种说法，什么时候隐藏职业也分等级了？不过这游戏只要带上神级2字，绝对是非凡的存在。直接使用。丁，恭喜你转职成为神级隐藏职业万灵之主。严树连忙查看职业介绍，万灵之主，神级，拥有让万物生灵臣服的强大存在。职业特性技能：无尽召唤，被动，召唤物数量+1，且召唤师每提升10级，召唤物数量+1。万灵朝拜，主动，对生物使用，有几率将其转化为召唤物。目标生命值越低，成功率越高，冷却时间1分钟。看着这简单的2条职业介绍，严树直接呆愣在原地，只有自己的心脏不争气的剧烈跳动起来。这是什么牛批职业，简直逆天。首先是无尽召唤这个技能，根本就不愁没有召唤位置了。等自己到游戏后期，大手一挥，几十只召唤物一出现，直接就能把对手吓趴下。而万灵朝拜简直就是第一个技能的补充。在自己的印象中，召唤师的召唤物种类不足20种，其中还有一些是比较稀有的，比如自己的火元素精灵就属于这一类。要是没有这个技能，自己后期就算是有那么多的位置，也会面临无召唤物可用的尴尬局面。有了这个技能，自己完全可以去挑战一些比较厉害的 BOSS， 直接一套以德服人，弄成残血，再把对方感化成召唤物，想想就爽。再配合自己的 SSS 天赋， BOSS 军团指日可待。留白，沙林的嗓音传来，顿时把严竹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之中。你这个职业，我也没有相关的职业技能可以传授给你，只能你自己通过未解封的技能书去领悟。这个严树也有所了解，一般来说，越强的隐藏职业，职业技能也就越少，也越难领悟，需要的技能书也就越多。未解封的技能虽然可以生成相应职业的技能，但是这个职业技能库中的技能越少，生成重复技能的几率也就越高。不过自己主要依靠召唤物为主要输出手段，自身有装备附加技能和初始职业通用技能已经足够。
希望这个职业在你的手中可以重现它的荣光。沙林说完摆了摆手，明显是下了逐客令。可此时的严树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沙林这里还有一个隐藏职业的重要线索，毕竟自己可是有命途双之符这样的神级物品，光一个隐藏职业可满足不了自己的胃口。第43章，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你还有什么疑问吗？沙林看严树没有丝毫要走的意思，顿时有点不耐烦了。严树知道这个导师的性子，也就直接开门见山的拿出了命途双之符。我想知道传奇召唤师沙亚的消息。沙林看到命途双之符，惊讶的红唇微张。你居然得到了这种已经消失很久的神级物品。沙林此时是真的被震惊到了，眼前的这冒险者能集齐5大凭证，就已经出乎自己的意料，想不到连这种东西都有。你怎么知道沙亚这个人的？沙林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神态，眼睛微眯看着严树。按理说这个等级的冒险者根本接触不到这些消息。我看过一些关于他的传记。严树说起谎来，脸部红心不跳，同时在心里补上一句，自己不只知道沙亚，还知道你就是沙亚的孙女。贪心的小子，你可知道沙亚从未有过弟子，就算是我想拜师，也被嫌弃天赋平平无奇，而被拒之门外。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够获得他的传承？凭我拥有顶级天赋。沙林此时突然展颜一笑，原来是个 SS 天赋的幸运小子。既然你这样执着，我可以写一封推荐信给你，全当是你替我赢得赌约的奖励。不过能不能被看上，那就得看你自己的本事了。沙林到办公桌前坐下，不多时就写好推荐信递给严树。祝你好运。还有，忘记提醒你，那老家伙神出鬼没的，我只知道他最近就在洛星城，具体在什么位置得你自己去寻找了。好的，感谢。严树离开职业大厅，后面隐约传来职业导师们的抱怨声。听说银月城第一个来的冒险者就是法师，他居然不选洛星城，害我输了那么多。让我想不通的是，战士和弓箭手升级速度居然没召唤师快，真是离谱。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搞定第2职业。在严树刚进入游戏的时候，就在思考自己到底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隐藏职业。根据天赋的特性，肯定是提升召唤物数量的隐藏职业。到时候上交4个凭证，就先看看导师提供的3个隐藏职业中有没有适合的。要是没有合适的，自己就去找沙亚去碰一碰运气。前世有个召唤师，不知道通过什么条件触发了任务，得到了沙林的介绍信。不过在找到沙亚后，并没有通过考验，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要知道，沙亚可以说是游戏世界中2位最牛的召唤师 NPC 之一。他培养召唤物的手段可以说是独步天下，手上只有寥寥4只召唤物，每一只都是实力强悍，可以单挑高级恶魔的存在，走的是精英培养路线。要是4只一起，直接可以抵挡恶魔君主一段时间，相当逆天。要是能得到他的职业，自己的召唤物上限也将无限拔高。对于召唤师来说，召唤物的数量和质量谁更重要，在玩家和 NPC 群体中都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不过现在有了命途双之符，颜竹只想说，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自己还就不相信 SSS 级天赋还无法通过沙亚的考验。想到这里，严树直接就取出了背包里的占卜水晶，选择使用。神级召唤师沙亚。为了保险起见，严树还是缩短了范围，谁知道会不会有哪个玩家脑子一抽，取名叫做沙亚，到时候给自己一个新手村的坐标，那玩笑就开大了。这时水晶球消失，一个坐标慢慢显现出来，52156284。严树拉开地图比对，这是斗兽场。斗兽场在前世是很受玩家欢迎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召唤师玩家，许多人就喜欢专门让召唤物下场对战，开盘设赌，在里面可以给自己的召唤物登记注册，挑战其他玩家的召唤物或是斗兽场豢养的野怪，胜利可以获得积分，换取一些培养召唤物的物品，同时也可以锻炼召唤师的操控能力。沙亚在斗兽场给严树的感觉就像是 NBA 球星来看小学生打比赛，纯属图一乐。严树当下也不敢耽搁，直接朝斗兽场跑去。要是这大佬再换个位置，自己短期内可就没办法找到他了。刚进入斗兽场，严树就被现场热烈的气氛感染。只见环形的观众席坐了200-300个 NPC， 正在为场中的2只野兽呐喊助威。场中一只青眼黑熊，另一只则是双头魔狼。此时2只野兽扭打在一起，疯狂撕咬对方。严树环视一周，在最上层左边角落里，有位灰袍老者正静静地坐着，外表平平无奇，和其他 NPC 别无二致，只是那种古井无波的气质，让严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就是他，自己前世有幸见过他出手，印象极为深刻。颜竹刚到他身前，沙亚就已经淡淡开口：“冒险者，使用占卜水晶找我何事？”此话一出，严树心里顿时一惊，找神级 NPC 的位置还是有点为难占卜水晶了。这是沙林导师的介绍信，
严树从背包中取出信件，双手呈上。沙亚一听是沙林的信件，顿时有点好奇，接过信件看了看，又重新打量了严树一眼。面对他的目光，严树丝毫不慌，因为系统规则的限制，无论多强的 NPC 也无法看出玩家的信息，包括天赋、属性。你应该知道，我最讨厌那种以召唤物数量取胜的召唤师，所以你凭什么认为我会把自己的传承交给你？如果我说我可以提升召唤物数量的同时保障召唤物的质量呢？严树不卑不亢，目光直视着对方，直到沙亚咧嘴一笑，将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哈哈，我年轻时候也这样想过。那好，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现在让你最强的召唤物上场，在2只野兽的攻击下坚持1分钟。1分钟过后，你的召唤物还没倒下，我就把我的职业传承交给你，如何？严树听到这句话，顿时心中大定。场中的2头野兽虽然看起来威风凛凛，但也只是40级左右的普通的野怪，只是因为卖相好才被斗兽场选中。第2个隐藏职业稳了。第44章第2个隐藏职业，我接受。好，沙亚手一挥，场中的2只野兽顿时安静下来，退到了一边。严树直接来到场边，召唤出野猪。现场的 NPC 观众们本来看到2只正在厮杀的怪物安静下来，都感到疑惑不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此时看见炎族的野猪，顿时哄笑起来。要是我没有猜错，这野猪应该是召唤师的初级技能吧？没错，就是那个，我儿子也是召唤师。野猪一般都是最先淘汰的召唤物，居然想用这种召唤物来挑战青眼黑熊和双头魔狼，这冒险者吃错药了吧？应该是接到什么任务，有强者帮忙设下这个局，不过他也太莽撞了。双头魔狼上啊！撕碎那头猪！沙亚看着严肃的野猪，不禁哑然失笑。原因无他，主要这野猪也是当时自己第一个淘汰的召唤物。不过只是奇怪，那野猪身躯比一般的大上不少。要不是看在沙林的面子上，自己直接懒得理会。真觉得自己的传承那么容易获得吗？召唤物的属性也和玩家的一样，受到系统规划的保护，因此就算是强如沙亚也无法看透。沙亚向斗兽场的管理员点头示意，那管理员立即行了个礼，眼中露出激动的神色。下一刻，2只野兽像是突然恢复了凶性，一左一右扑向野猪。在严肃的指挥下，野猪一动不动，直到双头魔狼在面前高高跃起，野猪突然一个野蛮冲撞，顶在了青眼黑熊的身上。负13452，一个巨大伤害爆出，而技能的附加的加速效果，刚好也让野猪躲过了双头魔狼的攻击。什么情况？这是10级的野猪可能造成的伤害？我是不是眼花了？刚才我就觉得这野猪的体型好像有点不正常，果然让人出乎意料。此时现场的一片哗然，观众们纷纷站了起来。沙亚本来在把玩着自己的胡须，看到这一幕也是一惊，手不自觉的用力把缠绕在手指上的胡须给扯了下来，疼得龇牙咧嘴。此时沙亚目光严肃，死死地盯着野猪，心中充满了疑惑。这小子的野猪是什么情况？还只有10级，就算换自己来培养，20级都打不出这样的输出，真是见鬼了。场中的野猪不依不饶，直接硬扛着双头魔狼的攻击，死死缠住青眼黑熊，只几下就将青眼黑熊击杀在地。几秒后，双头魔狼也步入后尘。随着2只野兽的被击杀，野猪的表现彻底引爆了现场。一大批人直接站在椅子上，挥舞起双手，欢呼起来。太强了！我居然在一只10级的召唤兽身上感受到了强大2个字。要知道他才有10级，要是继续提升，无法想象未来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我似乎已经看到了未来斗兽场被这只野猪杀穿。我觉得它的主人才是真正的厉害，能把一只初始召唤物培养到如此的强的地步，说不定它的其他召唤物更加厉害。这估计只是开始，以后斗兽场有冒险者的加入，应该会更加热闹了。严树刚把野猪收起来，就发现沙亚不知何时来到了自己的身旁。随后，面前的虚空中似乎有一只兽爪划过，一个传送门就出现在了眼前。沙亚左手抓住严树的肩膀，跨入门口。下一刻，2人就来到一个简朴的院子中。严树刚刚站稳，沙亚就迫不及待地晃了晃其肩膀：“小子，告诉我，你的天赋是什么？”见严树毫无反应，沙亚顿时瞪起了双眼：“我作为你师傅，你居然想瞒我？难道还怕我害你？”岩竹只是淡淡的开口：“我的野猪赢了，请履行承诺。神级强者又如何？自己的目的不单单是把召唤物培养到神级，还要能达到是神的地步。同时也不太想与这些 NPC 产生过多的羁绊。”沙亚一愣，自己可是神级强者，要是自己表现出收徒的意愿，许多人感恩戴德还来不及。你留白居然是这种表现。严树可不管对方心里怎么想，继续开口：“你堂堂神级强者也会耍赖吗？”
沙亚顿时气得面色涨红，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捏死对方的冲动。但这些冒险者可都是会无限复活，击杀也没意义，反而显得自己气量太小。好好，到我面前来，使用你的命途双之符，接下来我为你转职。严树走近，同时把命途双之符用了。叮，恭喜你成功开启双职业，目前可转职数为1。下一刻，沙亚的手直接就放在了严树的额头上，瞬间一股淡淡的清凉之意传来，向全身扩散。恭喜你成功转职神级隐藏职业兽灵者，果然是神级。严树急忙点开职业查看，兽灵者神级，职业特性技能：启灵，主动，借用神力为召唤物开启灵智，使其拥有自主意识。冷却时间7天。解缚，被动，召唤物可以脱离召唤师自主行动，无视双方距离。强，太强了！严树此刻总算知道沙亚的召唤物为什么会离谱到如此地步。这两个职业技能初看平平无奇，但是其背后代表的东西绝对不简单。首先是启灵这个技能，看似效果和启蒙果一样，都是增加召唤物智力的，但两者的效果却有天壤之别。启蒙果就算用满10个达到上限，充其量也只相当于将人工智能植入召唤物的脑中，而且是等级不高的那种，更注重辅助的效果。而开启灵智就拥有了自主意识，这才是真正拥有了生命，可以独立思考。使用这个技能后，召唤物已经不用召唤师再分心操控，他们自己就可以积累经验，学习战斗技巧，战斗中根据具体情形做出判断。再配合上第二个技能解缚，这下自己不做躺平流召唤师都不行了。一般来说，召唤师的精神力越高，召唤物距离范围越大。比如在新手副本中，自己对召唤物的控制范围已经笼罩整个副本1/3，现在这个技能已经是把这个控制距离无限拉长，以后自己的召唤物就可以自己去野外刷怪了，躺着居然还能把经验值赚了，简直离谱。此时突然一声系统提示打断了严树的思绪。第45章，他急了，他急了。丁作为天启中唯一一位开启双职业的玩家，系统奖励双职业契合技能抽奖机会1次，是否使用？严树一愣，还有这种福利？使用。下一刻，一个虚拟的轮盘出现在严树面前，开始不停旋转，随着指针慢慢停下，最终指向了一个极小的区域。要是不细看，严树还以为这个位置是2片区域的分割线，那么低的几率都能猛中，绝了！恭喜你获得职业技能指路。指路，主动，可查看所属召唤物进阶条件，满足进阶要求后，主动使用技能可为召唤物升阶。冷却时间5。召唤物进阶。严树突然有种前世白混了的感觉。作为召唤师，自己居然不知道召唤物可以进阶。召唤物的强弱一般来说由技能书稀有程度决定，后续可以通过一些物品培养，增加属性或是领悟技能，这可以说是所有召唤师的共识。现在居然告诉自己召唤物可以进阶，严树当即就查看召唤物面板。有了这个技能后，野猪的属性面板已经有了一个进阶的按钮。野猪等级10，进阶之路，野猪初阶赤铜蛛王，中阶下一阶段未解锁，下一阶段未解锁，下一阶段未解锁。目前进阶所需条件：1. 野猪等级到达30级，未达成。2. 力量属性达到1000，总属性达到4000，达成。3. BOSS 山地野猪王獠牙一对，未达成。4. 废血晶石乘100。召唤物进阶赤铜蛛王后，各项属性将获得 30% 增幅，同时技能加1， 30% 属性加成。自己的野猪现在属性已经那么变态， 30% 差不多算是提高了1/3，而且随着野猪基础属性的叠加，加成后的总属性也会随之上涨。技能数增加也同样的夸张，野猪在自己的设想中最少也能自行领悟2个技能，要是每一次进阶都可以领悟技能，最后技能很可能达到10个满值。这才进阶一次就能提升那么大，很难想象到野猪完成最后一次进阶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重点是自己可不止这一个召唤物，到时候拉出一群召唤物，每一只都是神级的存在，光气势就能把对手吓垮，这才叫神技。前3个条件野猪比较容易达成，就是废血晶石只能靠收购，这东西只有开启秘境宝箱才有几率获得，想急也急不来。其他3只召唤物进阶所需的条件也大差不差，1、2两条都是等级和属性。对于其他召唤师来说，属性要求肯定是最难达到的，因为除了升级获得自由属性点外，要额外增加属性点就只能去收购或者兑换增加召唤物属性的物品。这些东西一般是有市无价，需求量太大了。但是到了严树这里，反而成为了最容易达成的条件。沙亚看着严树震惊的表情，还以为他是被兽灵者这职业震惊到了，不免有些得意。怎么样，是不是比你那什么万灵之主强上太多了？
这才叫真正的神级职业。严树淡淡开口，一般。虽然这职业的确强，但实在有点听不惯对方那踩一捧一的话。同时自己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接下来的操作要是成功的话，不仅可以借此赢对方一波，自己也将收获巨大。一般。沙亚又一次产生了想杀人的冲动，转念一想，又觉得对方太能装了，这可是神级隐藏职业。兽灵者是强，就是太过依赖召唤物了，召唤师自身似乎没得到什么强化。言主此话一出，沙亚就像被踩到尾巴的猫，顿时炸毛了。你懂个屁，本职业的技能都是为了培养真正强大的召唤物，召唤物自主性才是最重要的。随着召唤物的战斗经验的积累，战斗意识的增强，战斗风格的形成，召唤物也会自行领悟适合自己的技能。召唤师本身的技能完全无关紧要，要是过度关注召唤师本身的实力，完全就是走偏了路子。呵呵，他急了，他急了。严树心中暗笑，果然只要涉及流派之争，这些顶尖强者就稳不住了。沙亚有一位老对手，那就是天启中的另一位神级召唤师贾尔斯。那位的风格与沙亚完全不同，他认为召唤物始终只是召唤师的附属，不能过度依赖他们的力量。因此贾尔斯的召唤物多为辅助系的，必要时还会通过类似祭献的方式将召唤物的力量附着在自己身上。因此贾尔斯的个人实力相当强劲，两人互相看不上眼，均认为对方走了歪路。实际上两人正是代表了天启中召唤师的两大流派，各有优劣。严树这句话无疑是对沙亚信仰的一次否定，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看着沙亚破防，严树继续趁热打铁。您别急啊，我也不是否定召唤物强大所带来的好处，我只是觉得靠召唤物自主性积累战斗经验，增强意识啥的，提升太慢了。您看我的野猪没有战斗意识也很强，所以我有信心在30级时通关洛星城的召唤师试炼塔。听完严树的话，沙亚怒极反笑，这完全是想打自己的脸啊！狂妄！你要是能通关，那我岂不是白混了？要是知道洛星城的召唤师试炼塔完全是自己布置设计的，它总共10层，每层间的难度相差巨大，驻守最后一关的可是自己召唤物寒雪巫妖的分身。这只分身虽然只有本体50%的实力，但也不是你一个30级的召唤师能来碰瓷的，真以为自己的天赋到达了 SS 级就飘了。此时的沙亚对严树已经没有开始的收徒心理，完全厌恶的不行。沙亚大师，要不我们打个赌怎么样？要是我能通关，你给我2件原初器灵怎么样？呵呵，异想天开，你真以为什么2件原初器灵？你当这东西是街边白菜吗？沙亚话说到一半，突然反应过来，差点破口大骂。严树看着沙亚吹胡子瞪眼的表情，故意装出一副疑惑的样子。第46章可成长武器。您作为神级强者，连2件原初器灵都没有吗？严树知道，在已知的神级强者中，沙亚是出了名的穷，主要是他那4只召唤物简直是吞金兽，成长到如今的地步，消耗了不知道多少天才地宝，甚至还欠了其他强者不少人情，可见兽灵者这职业有多么花钱。你一见沙亚有要掀桌子的迹象，严树又急忙开口，所以你也认为我可以通关是吗？沙亚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反而淡淡笑了起来。好，既然你都有这个信心，我也给你这个机会，不过条件换一个。听到这句话，严树心中大定，既然要换自己有的东西，说明沙亚决定以任务的形式和自己对赌，这样有系统规则的存在，他也能通过规则来惩罚自己。可以，那到时候你的召唤物我任选一只，任我为主。这才是严树真正的目的，直指刚才划破虚空带自己来的那只召唤物，天启中唯一一只空间系的召唤物星空兽。沙亚眼睛微眯，盯着严树的眼睛，最后还是缓缓地点了点头。好，丁神级召唤师沙亚向你发布任务，通关召唤师试炼塔。任务内容，请在30级以前含30级通关洛星城召唤师试炼塔。任务奖励，沙亚的召唤物任选其一。失败任务惩罚，人物及其召唤物属性永久降低 99%。 是否接受任务？严树看完任务介绍，暗自吐槽，看来自己真是把对方给弄生气了，这任务惩罚那么毒，完全就是想废了自己。沙亚看着严树的模样，顿时冷笑起来，怎么不敢接吗？富贵险中求啊，孩子，要知道我的召唤物价值，随便一只都远远超过2件原初器灵了。我接受。丁成功接受任务，通关召唤师试炼塔。好，有勇气，现在就不留你了，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哈哈。严树的面前又是一道传送门出现，严树刚要自己走进去，就感到一只巨大的兽腿踢了自己一脚，撞进了门中。下一刻，严树已经出现在了洛星城的中央广场上。好好好，这样对你未来的主人是吧？我可是很记仇的。严树看着天空中一阵冷笑，现在有正式任务，星空兽你跑不掉了。
这一趟自己可谓是赚翻了，2个隐藏职业成功到手，又骗到了一个任务。此时感觉一股虚弱感传来，伴随着的还有肚子抗一声。唉，还是正经吃饭扛饿啊！这样下去可不行，身体会吃不消的，毕竟距离游戏影响现实还有一段时间。严树下线，刚准备给李想打个电话，哪知道对方先发了消息过来。严竹，房子找到了，完全按你的要求，直接可以拎包入住，不过1年就几10万租金，会不会太贵了？不贵不贵，那我现在就收拾行李，直接就搬过去。严树直接把自己的重要物品打个包，其他的东西就让寝室的3人帮忙处理，一个行李箱搞定，直接就往外走。在快出门时，严树想了想，还是对寝室3人说了一句：要是你们开始玩这个游戏了，有什么困难可以联系我。说完，不管睡眼惺忪的3人，直接离开。自己不会强行舔着脸去强塞东西给他们，一切看还是看他们自己，毕竟自己该劝的已经劝了。半小时后，2人在小区门口汇合。怎么样，环境够可以吧？李想一脸得意。还行。严树点头。这位置比较合适，安静但也不属于太偏远的地段，还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需求。李想的中介朋友已经在小区门口等待，看见2人一脸高兴地迎了上来。毕竟这单谈成，光提成就有不少了。接下来3人看了房子，面积大小、房间布局，严树都比较满意，直接签了3年的合同。之后，严树请2人吃了一顿，期间李想点起菜来丝毫不手软，他可是知道现在严树作为天启第1人的经济实力。碍于其他人在场，2人也就没有多谈游戏中的事情。等严树联系好上门做饭的师傅，已经到了下午。严树和父母通了一下电话，报了一下近况，还是隐瞒了一下游戏的情况，毕竟在父母心中自己还是一个在校大学生。同时严竹心里计划，等游戏开始影响现实后再把他们2老接来，现在游戏刚开始，自己1人也比较方便。之后又把前面撸的网贷也全还了，不管平台正不正规，严树终究是不喜欢欠钱的感觉。当时只是觉得前期以提升实力为主，赚钱的事情没想那么多，没想到这么快就不用为钱发愁了。遗憾的是，李想提出要一起过来住之后，遭到了父母强烈反对，只能后面再说了。一切安排好，严树又回到游戏中。现在2个职业都已经转职完成，原初器灵严树也没必要继续留着了，直接取出来点击了使用。丁你使用神级物品原初器灵武器专属成长装备正在生成中，正在读取职业信息，正在生成装备技能。过了片刻，器灵消失，在严树的手中出现了一根法杖。御灵法杖，白银级，等级10，玩家留白专属，不可掉落。体质加50，智力加50，精神力加150。特性可吞噬相同品阶的法杖类装备，提升至下一品质所需经验值01000。技能野性呼唤召唤物攻击力提升 10%。 目前只是白银级，附加的属性和其他白银级的装备差不多，但严树相信随着品阶提升，属性和技能都会随之增加，反而是附加技能只有1个。自己本来预想的是契合双职业的装备，要是初始就有2个技能与职业相对应，那就爽歪歪了。现在看来是自己太贪心了，不过自己走召唤流的路子，野性呼唤这个技能也算是同时满足2个职业的要求。严树当即把包里剩下的2件银色法杖作为材料给喂了。先试试每件装备可以增加多少的经验值。第47章正式开启躺平之路。随着2件饲料法杖的消失，御灵法杖所需经验值变成了21000，还真是一件装备增加1点经验值啊！升级到黄金级就需要1000个白银级法杖，这他妈简直就是无底洞。不过为了进化到最终的神器，这时候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现在手中这件黄金级法杖有个关键技能吸血光环，还不能换，先留着后面再装备。然后就是背包里的7本为解封的技能书，自己一直留到现在，就是等着转职后使用。这时候除了初阶的召唤师通用技能，还有几率开到2个隐藏职业的专属技能。不过因为2个隐藏职业都是神级的原因，技能库中的技能很少，开出相应技能的几率微乎其微。7本批量使用，一波系统提示响起：丁技能重复，使用失败。丁技能重复，使用失败。丁恭喜你获得技能灵魂复苏。丁技能重复，使用失败。丁技能重复，使用失败。丁恭喜你获得技能视野共享。丁恭喜你获得技能斗转星移。3个技能，这几率让严树眉头微皱，成功率居然不过半，说明技能库中的技能不多了。灵魂复苏，召唤物死亡后可快速复活1次，所有召唤物共享次数。冷却时间24小时。视野共享，召唤物的视也可以直接共享给召唤师。斗转星移，召唤物的击杀目标的战利品将会自动转移到召唤物背包中。3个技能都不错，灵魂复苏属于召唤师的通用技能，
不过对于自己来说用处不大。比较实用的是视野共享这个技能，这技能前世自己没有听说过，应该是兽灵者职业技能。配合解缚使用，相当于自己的召唤物都可以成为自己的眼线，远距离操控召唤物更为方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己可以接管召唤物身体，使其成为自己的分身了。等哪天有空，可以共享一下猎隼的视野，试试上天的感觉。而斗转星移属于辅助技能，属于万灵之主职业。自己刚开始还以为是什么牛批的伤害技能，名字那么屌。点开一看技能介绍，效果居然是这个，真是出乎意料。不过也的确是解决了一个很大问题，毕竟以后自己的召唤物都是要出去自己混的，自己总不可能请一批人专门跟着运东西吧。这次的技能书使用，相当于是对目前职业技能库的一次探底，结果和严叔预想的差不多，自己可以激活的技能不多了。通用技能总的也就10多个，2个隐藏职业，估计每个的技能总数也就5个左右。严叔没有选择进阶后续的召唤师职业，因此不能在职业导师那里学习相关技能，技能有点少，不过加上后续一些特殊技能也够用了。严叔也不再纠结，反正技能这东西也不是越多越好，实用才是第一位的。下面就该试试启灵这个技能了。由于冷却时间是7天，严叔最先想到依旧是猎隼，原因无他，就是速度快、高机动。将猎隼召唤出来，严叔使用对其使用技能。下一刻，猎隼被一道柔和的光束包裹，慢慢的光束变小，最后像是缩进了其身体中，最后消失不见。技能结束，猎隼给严叔的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尤其双眼异常灵动。你可以听懂我讲话吗？严叔试探着问了一句。猎隼立即点了点头，之后轻昵地飞在了严叔肩头。见此情景，严叔欣喜不已，真是牛批！一批永不背叛的手下指日可待。以后就叫你小黑了，记得一定要艰苦奋斗啊！你主人的经验值、你的进阶材料和属性点，这些都得靠你自己赚了。严叔抚摸着猎隼，一副语重心长的模样。猎隼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居然拥有拟人化的表情。去吧，自己去赚工分了。严主给猎隼下令，直接就朝城门口飞去，外面就是10级的野怪区。这时候经验压制已经解除，同时又可以开始叠属性点，一举两得。由于猎隼小黑属于自己的召唤物，除了一些特殊区域，在各大 NPC 聚集点都可以畅通无阻，不会引起敌视。不一会，系统提示栏中就开始刷新消息：丁你杀死了猎狗，获得经验值500，猎隼获得自由，属性点+1。丁你杀死了猎狗，获得经验值500，猎隼获得自由，属性点+1。妥了，躺平召唤师之路正式开启。只是普通怪的经验值有点低，要是后面的玩家到主城后，发现同级怪物的经验值还没新手副本高，不知道会有何感想。安排好猎隼，自己也要开始计划获取一件东西了，关乎召唤物自由属性点能否最大化，那就是前世出名的辅助类神器摩尔的时间沙漏。这东西听名字看似拥有时间类功能，实际上功效却是能够提高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而相应的每升一级所获得的自由属性点也会增加。使用者可以自行设定升级经验值的倍率，最高可以到10倍，这时候每升一级将会获得额外的100点自由属性点。他原先的拥有者是药师公会的第一高手季上心头，这人也是3个 SS 级天赋者之一，到了这一层次的高手，练级获取经验值从来不是什么难事，因此在前期获得摩尔的时间沙漏后，季上心头更是如虎添翼，实力增长飞快。不过这人就是有个毛病，虽然平时沉默寡言，但是喜欢喝酒，更喜欢酒后吐真言，炫耀自己的收获，获取这件神器的方法才被爆了出来。后续知道事情传开，季上心头本人也大大方方的承认并公开了获取方法，反正东西只有一件，无所谓了。这东西可是自己赢得沙亚赌约的关键物品，只要把升级经验值一提高，由于召唤物的等级不能高于召唤师本人，每一级可以获得的属性点将会叠加到一个恐怖的数值，届时挑战将会极为轻松。想到这里，严树就往城主府赶去。这个任务的触发地点就是在城主府。季上心头获得了一个线索，告知了城主，从而接到了整个任务链。现在自己还记得一些关键的任务节点，完成任务应该问题不大。严竹刚到城主府外，顿时就呆愣在了原地。此时一个人正从城主府中走出，头上明晃晃的顶着4个大字季上心头。第48章窃取机缘。我去，居然被领先了。严树回过神来，看着走出来季上，心中顿感无奈。自己明明记得，他虽然说前期就获得这件物品，但那时距离游戏开服也已经快1个月了。难道说自己重生回来后，直播刷本等一系列行动煽动了蝴蝶翅膀？严树定了定神，也不再纠结这个东西，反正这件特殊神器自己是必须搞到手的。季上心头出来后，看见严树后也显得有点惊讶。刘白大佬，真巧啊，你也来接任务吗？随便逛逛碰碰运气，有什么任务线索
可以分享分享吗？不好意思，我就发现一个唯一的，已经被我接了，你再找找看还有没有。季上心头看起来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长得浓眉大眼，一脸老实相，此时再配上礼貌的笑容，给人相当舒服的感觉。严树可不会被他这外表给骗了，这人心思虽然不坏，但就如同他的 ID 一般，满肚子心眼。既然没任务了，那我再去其他地方看看。严树说完转身就走。大佬，等等，能不能给个好友位？我们老大对你很感兴趣，但一直联系不上你。严竹听完突然有点想发笑，命运这东西真的是奇妙。自己前世最想加入的工会就是药师，有一次机缘巧合下遇到季上心头，自己也说过同样的话，跟对方要好友位，可惜当时自己这个小透明被无视了。好啊，非常乐意。严树主动提出了好友申请，自己接下来需要的大量资源，光靠自己一人太过吃力，现在有一个计划，就是让几大工会为自己打工，要是当然也不能放过。两人又扯了两句，各怀心思，又满脸微笑的挥手告别。严树仔细回忆了一下这件神器的获取方法。前世季上心头在接取任务之后，先是做完了几十环的任务，然后获得了一个秘境钥匙，在击杀了秘境守护者之后，取得其信物和钥匙一起使用成功进入秘境，最后找到了摩尔的时间沙漏。目前的情况的确有点棘手，这东西又不是把对方强杀了就能获得，毕竟进入秘境的钥匙需要先完成任务链，而且秘境的入口及守护者也是任务完成后才刷新出来。头疼啊！严竹揉着太阳穴，想起自己在新手村秘境时的情景，突然灵光一闪，自己也可以效仿新手村村长啊，只要时间卡得对，完全可以在对方进入秘境前取走神器。不过守护者不是特别厉害的 BOSS， 对于 SS 级天赋的强者来说，只是一个小考验，拖不了太久。最保险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的野猪客串一下守护者了。可行，就这么干。季上心头，你可别怪我呀，毕竟宝物有能者居之。严树又在脑中过了一遍计划，觉得没有什么纰漏，立即展开行动。首先来到洛星城城南一个偏僻的小店中，这个店破破烂烂的，外面直接连个招牌都没有，但前世对于许多玩家来说可是一个藏宝地，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可以买到，就是物品价格有点高。严竹进入店中，杂七杂八的物品丢得满地都是，连落脚的地方都有没有。老板，来生意了。一看店里没有人，严树直接提气一声吼了出来，这一嗓子下去，立即有人从柜台下面钻了出来。你这个冒险者吃错药了，敢在老夫的店里大呼小叫。老板是一个须发皆白的矮人，名字叫做卡尔，身高就1米左右，此时正瞪着两只绿豆般的眼睛看着严树。废话不多说，大买卖来了，一个破戒锥，一瓶特级隐身药剂，一颗幻化丹。卡尔眼睛微眯，这一下显得眼睛更小了。你一个冒险者居然知道这些东西，不简单啊。破戒锥20万金币，特级隐身药剂5000金币，幻化丹1万金币，合计22万金币，明天这个点来取货。说完就往柜台后走去。总数不对，另外5000是手续费，东西爱要不要，慢走不送。好，明天这个时候我过来。严树也没过多纠结，主要是他知道这矮人的脾气，卖东西总会多加一笔账。虽然说3件东西的花费自己有所预料，但是还是被破戒锥的价格惊到了。这东西以前自己也没有使用过，主要是因为价格高昂，同时还有点鸡肋。一般来说，秘境都需要一些藏宝图或者特殊任务开启，在此期间进入秘境的物品也会同步获得，完全没必要使用破戒锥这东西。而且秘境开启后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在规定时间内不进入，秘境就会消失，白白浪费机会。最重要的一点，秘境里面的东西有好有坏，有些把里面的东西全取了折现，也远远不及破戒锥的价格，所以想随身携带窃取别人的机缘往往是行不通的。毕竟就算拖住秘境开启者，成功进入后也不一定回本。接下来的时间，严树把自己背包里面用不上的技能书直接丢在了拍卖行，然后匿名发布了一些收购信息，现在已经有小部分人进入主城，可以开始关注自己需要的东西了。之后严树就带着召唤物来到了野外开始刷怪。此时的猎隼在洛星城北边，属性点在不停的上涨着，自己则带着野猪和火元素精灵来到了东边，毕竟现在也不能闲着，在启灵这个技能 CD 没好之前，2只召唤物也要开始刷怪叠加自由属性点，不能落下太多。来到主城后，野外怪物的机制有了一点变化，除了一些固定的 BOSS 外，普通怪物击杀数量过多也会刷新同类型的 BOSS。 自己的目的就是多拿各种 BOSS 的手杀，毕竟未解封的技能书大部分都是来自 BOSS 手杀系统奖励。前面的是一些10级的花妖，属性和新手村普通本的怪物属性差不多。花妖10级，生命值6851，体质142，攻击354，技能藤蔓鞭挞。此时的普通怪遇到2只召唤物，基本都是被秒杀的下场。
活脱脱行走的属性点。第49章，猎隼完成 BOSS 首杀。严树此时直接取出刚才在城中买到的桌椅，开始一边喝茶一边梳理自己目前需要做的事情。味道还不错。虽然自己不会品茶，但系统产出的食品饮料这些向来味道极好。目前首要任务是取得摩尔的时间沙漏，将自己升级的经验值提到10倍。这样的话，召唤物升级所需的经验也会提高同样比例。然后就是召唤物空位还有2个，得尽快补齐。现阶段没有适合的技能书，就去抓2只，就当做是试试新的技能效果。接下来叠加属性的同时，尽快将等级提升到20级，拿掉20级副本手通。期间把遇到的 BOSS 全刷了，之后完成召唤物进阶，完成沙亚的赌约。看着2只正在刷怪的召唤物，颜竹不由感叹，要是启灵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短一点就好了。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严树一拍脑门，自己怎么把天赋这东西给忘了？自己嫌技能冷却时间长，完全可以招个工具人啊。接下来严树就进入到了论坛中，发了个帖子，谁有缩短技能冷却的天赋，请联系我，贴上天赋说明，报酬丰厚，先到先得。由于严树超高的人气，此帖一出立即被顶在了第1页，回复的人也很多，不过大多是来凑热闹的。刘白大佬，我会捏脚，技术贼溜，只要你带我升级，你的脚以后都包了。大佬可还有什么其他需求，一并说了呗。从此贴分析，大佬应该是收获了某种强大的技能，急需刷新 CD。 严树没有过多关注，切回了游戏中。而此时严树突然注意到猎隼的系统提示消息突然停滞了，上一条击杀信息已经是1分钟前。按目前的怪物的刷新速度，不可能完全清空了，应该是遇到了什么情况。严树刚要使用视野共享查看，突然全服通告响起，系统通告，恭喜玩家刘白击杀 BOSS 猎狗王，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加50，未解封的技能书加2，金币加50，游戏声望加500。不是吧，刘白大佬才消停了2天，咋又开始了？新手村好像没猎狗吧？刘白去主城了？我刚才在洛星城看到刘白大佬，不过他好像去的东边花妖区域啊。好消息，刘白大佬不再祸害新手村了。坏消息，刘白大佬在主城开始刷 BOSS 了，离大谱了。兄弟们，我全程录下来了，刚开始我还以为是2只 BOSS 在互掐，现在真相大白了，刘白大佬的召唤物居然在自己刷怪，还他妈的刷 BOSS。 这人的消息在洛星城的频道一经发出，后面立即就是清一色的感叹号。谁能告诉我这游戏可以删除角色重来吗？铜球，我觉得召唤师这个职业他在召唤我，有一个方法找到召唤师这一系的隐藏职业，哥们加油。严树此时正在查看背包中出现的战利品，5件普通的白银装备，还有6件青铜装。10级的普通 BOSS 真是没有什么好货。严树想了想，把几件装备全挂拍卖行，其中就包括1件白银级的法杖。目前装备的价格很高，先不用给御灵法杖吞噬，后面等价格回落一点再直接批量买进，一次性把经验拉满。然后把2本未解封的技能书都使用了，毫无意外都是没有收获新的技能。以后多攒一点，再搞点临时提高幸运值的物品。所有隐藏职业收集技能都是一个头疼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得到未解封的技能书都是直接使用，根本就不会流通到市场上。这时严树注意到自己的刷怪区域已经逐渐有玩家到来，就把桌椅给收了起来。再过1-2天，主城里将要大量涌入玩家了。严树此时突然一愣，对了，理想这货呢？按理说凭他的天赋也应该离开新手村了吧。想到这里，严树直接一条语音发了过去，不是告诉你说到洛星城联系我吗？还在新手村？对面半天才回复，已经到主城了。严树眉头一皱，立即就明白了。你去哪个主城啊？银月城。原因呢？我遇到真爱了，后面再来和你会合。严树顿时哭笑不得，见色忘义啊，怪不得不好意思联系自己。想了想，还是没有多说什么。自己昨天在上线之时，已经把隐藏职业剑圣的信息发给他了，后面具体怎么玩，还是看他自己。游戏嘛，开心就好。反正自己这一世要对抗游戏降临，就没有想过要依靠谁。系统通告，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在5分钟内下线。游戏版本将进行更新，更新时间12小时。在此期间，游戏不可登录，但论坛功能可以正常使用。更新结束后，玩家可以自行前往官网查看更新内容。系统通告，请各位玩家做好准备，在5分钟内下线。游戏版本将进行更新，更新时间12小时。在此期间，游戏不可登录，论坛功能可以正常使用。更新结束后，玩家可以自行前往官网查看更新内容。一连5次系统通告，每个人的视角前方都出现了一个5分钟的倒计时。不要啊，没有游戏我怎么活啊？12小时比杀了我更难受。游戏更新之后，估计会增加不少功能吧，
毕竟是第一次。留白完了，估计系统修复他身上出现的 bug 了。楼上说的还真有可能，毕竟游戏更新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平衡调整。看着这些言论，严树有点无语，居然还有人不死心，自己这根本就不是 bug， 就算版本更新100次也没有作用。这次的更新，前世由于自己进入游戏较晚，并没有经历过。不过按照惯例，应该会开启一些活动什么的。此时严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在自己的印象中，每次游戏更新都会逐渐影响现实世界。那么这次更新会不会是影响现实的开始？第50章游戏更新。恰逢游戏更新，严树也难得正常睡了个觉，这应该是重生以来首次不在游戏世界中过夜。睡梦中，严树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举世皆敌，召唤物也一只只惨死在自己面前。直到敌人的利刃插向自己胸口时，严树猛地惊醒过来。窗外的阳光已经照在被子上，看着细小的微尘在光中飞舞，严树的心也慢慢平静下来。看来游戏入侵现实还是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不过既然重生这种事情都发生了，那这一切自己也能够阻止。一看手机，已经到了早上10点，距离游戏开服还剩下1个多小时。严树简单洗漱了一下，然后就着冰箱里的存货解决了一下早餐，顺便给做饭的师傅发了条信息，让其下午再过来。之后便进屋戴上了头盔。此时游戏虽然无法登录，但是官网及论坛上都贴出了游戏更新的内容。严树大致扫了一眼，其内容大致如下： 1. 根据玩家的属性和装备等信息，综合评定得出战力值，开放战力排行榜。 2. 开放游戏财富榜。 3. 开放坐骑系统，坐骑宠物蛋可以通过怪物掉落等途径获取，具体由玩家自行探索。 4. 开放帮派工会系统，特殊 BOSS 有几率掉落剑帮令。这些功能是这次更新后才新增的。前世自己进入游戏，玩家们普遍都到了30级，历次游戏更新的内容也没有过多关注，所以严树一直以为这些玩法是玩家平均等级达到后自动开启的。论坛里面讨论的内容也基本和此次更新的内容有关。工会系统开放，霸凌天下广发英雄帖，欢迎各位实力强劲的游戏高手加入，一起称霸天启世界。战力榜开启，战力榜高手排名竞猜正式开始，买定离手。告别双腿走路的时代来临，关于坐骑系统的猜想，你还在担心练级地被包场， BOSS 被垄断，副本被堵门吗？是兄弟就来烟雨阁，一起清除游戏毒瘤。失望，居然没有修复留白身上的 bug。 颜竹看着这些帖子，饶有兴致地点进竞猜贴，看着 95% 的人都投自己排在首位，顿时就失去了下注的兴趣。没赚头了，失望。此次新开放的几个功能自己都有所了解。坐骑这东西实际上是一个大坑，好的坐骑能够增加人物的属性，强化技能，移动速度极快，来去如风。但是差的坐骑就到了另一个极端，跑得慢不说，还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负面 buff。 所以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按照优劣比，估计很多玩家获得的都是非常拉胯的坐骑。自己倒是知道一个品质不错的坐骑，其附加的状态相当符合自己这种躺平式召唤师，不过要等着30级后才能去获取，这时候先不急。逛了一会，时间也差不多了，严树就来到了登录页面等待。随着进入游戏倒计时结束，下一刻就来到了野外刷怪的位置。丁你已进入游戏战力榜，是否隐藏姓名及人物职业信息？丁你已进入游戏财富榜，是否隐藏姓名及人物职业信息？一连2条系统提示响起。严树想了想，还是把职业给隐藏了，毕竟自己已经够高调了，曝光双隐藏职业除了吸引仇恨，也没有其他任何好处。至于名字就没必要隐藏了，大家基本都能够猜到。严树的点开战力排行榜，果然自己处于第1位。1. 留白等级10，职业隐藏，综合战力46万。2. 爱吃葡萄等级10，职业元素法师，综合战力7万。3. 继上心头等级10，职业幽影刺客，综合战力6.9万。4. 隐藏等级10，职业隐藏，综合战力6.6万。5. 浑身是腰子等级10，职业圣盾骑士，综合战力5.3万。6. 烟雨乘风等级10，职业狂战士，综合战力4.88万。7. 娇喘音效师等级10，职业祭司，综合战力4.75万。8. 霸凌苍穹等级10，职业审判者，综合战力4.6万。9. 烟雨凌风等级10，职业游侠，综合战力3.6万。10. 响彻天地等级10，职业战士，综合战力3万。前10名除了自己和理想，基本都是前世耳熟能详的名字。现在的战力排行榜，感觉就是用前期天赋强度来排序的。同时，榜上隐藏职业只有自己和继上心头，
其他人估计还没找到转职隐藏职业的路子，不然到后期这榜单基本就是隐藏职业霸榜。自己断崖式的领先，爱吃葡萄也在意料之中。而且这还是系统评分时特意将召唤物评分加成系数压低的效果，不然加上人物本身的属性，再完全附加所有的召唤物，那召唤师战力将会比同级同装备的其他职业高上太多。让人有点意外的是，只是普通法师进阶职业的爱吃葡萄战力居然高过已经有隐藏职业的继上心头，这女人还真是牛批。打开财富榜，自己以720多万金币依旧处于首位，后面第二名也只有1万多，同样是断崖式的领先。这刘白怎么那么多钱啊？差距也太大，前100名加起来都没有他钱多。人家一场付费直播赚的，你有那本事也可以。666，怪不得大家都说直播来钱最快。颜竹，你看到了吗？我特么居然进战力排行榜了，牛不牛？现在我女朋友对我崇拜的不行。颜树点开消息一看，心道：果然，按照理想的性子，他绝对会忍不住嘚瑟一番。要不你把目光往上移，看看第1名是谁？那种变态应该单独列个榜，没有看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响彻天地是谁，你说要是我成功转职隐藏职业，那还了得？颜树看了一眼关于理想的议论，半天才能发现一条，然后立即就淹没在无数滚动的消息中。你管这叫大家都在讨论，反而是关于自己的信息比较多。刘白是真牛批啊，领先那么多，感觉自己进入了下一个游戏版本。我特么听了朋友的鬼话，说游戏那么大，一定有隐藏高手，让我放心下，其他像几百金币血本无归啊！刘白的霸榜之路开始了。第51章，被污染的神器。刚接到隐藏职业任务的爱吃葡萄，看到榜单先是一惊，随后嘴角上翘释然一笑。想不到和你的差距那么，不过这才有挑战不是吗？霸凌苍穹刚上线，打开榜单看到严树的战力，顿时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这怎么可能？再看向自己的战力，有点像，多了一个点，刘白的战力居然是自己的10倍。霸凌苍穹当场破防，搞得接下来几天，凡是看到和10有关的信息，就会立即进入易怒状态。榜上的其他人看到之后，开始也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然后立即调整心态，又充满了斗志。当然，不包括理想。严树下线前忘记看邮箱，此时点开一看，好家伙，整整上万份。大致扫了一眼标题，大部分都是晒自己天赋的，有的自视甚高，来要好友位，有的求游戏攻略，还有的居然求自己点评一番。严树一阵无语，直接使用系统的筛选功能，排查邮件中附上的天赋链接，将有缩短技能 CD 的天赋挑出来，符合自己要求的只剩下5人，再比对挑选，最后选定了一个妹子，名叫漆黑的雪 ，A 级天赋双重快乐，对目标单位使用可以重置其所有技能冷却时间，天赋技能冷却时间1小时。严树加上对方的好友，再许诺一次技能1000金币，还报销主城间的传送费用后，妹子立马就从银月城赶了过来。半小时后，严树看着这个肌肤胜雪的圆脸妹子，直接就来了一句：“你这也不黑啊？”此时漆黑的雪看着在树荫下躺着喝茶的严树，又看了看不远处在刷怪的2只召唤物，直接感觉认知被颠覆。刘白大佬，您一直是这样练级的？不是，主要想多给召唤物锻炼的机会，还有就是躺着对腰好。听听，这叫人话。怪不得论坛上那么多人天天盯着你刘白不放。一想到自己到10级的艰难之路，现在自己都心里不平衡了。淡定，淡定，这可是金主爸爸。漆黑的雪深吸一口气，然后再次开口：“大佬，现在直接对你使用技能吗？”可以。严树坐直了身体，下一刻，一种奇妙的感觉充斥全身，仿佛累积的疲惫都被清除了一遍。丁漆黑的雪对你使用了天赋技能双重快乐，目前所有技能冷却时间已刷新。这时查看启灵这个技能已经可以再次使用。神技啊，果然很快乐，这下可以为野猪的开启灵智了。严树立即对野猪使用了技能，不远处的野猪突然停住，同样的技能光芒消失，眼睛也变得灵动起来。好了，你先自由活动，1小时后再来帮我刷新一次。刘白大佬，严树这才发现漆黑的雪脸色有点奇怪。系统提示说，由于为神级技能刷新时间，我的天赋要到7天后才能重新使用。要不你先回去，这是3000金币，你7天后再来找我。这下连严树也办法了，看来 A 级天赋上限也就在那里，不能太过勉强。漆黑的雪离开后，严树也没有再联系其他人。一是现在野猪的灵智开启已经足够应付接下来的截胡大计，二是其他人的天赋技能效果没那么好，要么是按比例缩短，要么是提前透支技能延长后面的冷却时间，没双重快乐那么省心。看了看时间，已经差不多，接下来就得去找卡尔取东西了。
虽然游戏更新，玩家不能登录，但是 NPC 的活动却不受影响。现在自己需要的东西应该已经做好了。卡尔店中，严树接过3件物品，系统判定交易完成，22万金币直接被扣除。破戒锥使用后可暂时打破空间壁垒。特级隐身药剂使用后进入隐身状态，精神力低于使用者无法被感知。附加效果：移动速度正100%，持续时间10分钟。幻化丹可以变成自己所击杀过的任意目标，持续时间30分钟。全是一次消耗品，自己这辈子没打过那么富裕的仗。不过20万换一件神器，值了。这时，卡尔看着严树，小眼睛转了转。留白冒险者，你是我见过的召唤师中少有的富人，我这里有一件东西，非常适合你，只需要1000万金币。什么东西？严树好奇心被勾起，什么东西居然那么贵？卡尔取出一枚锈迹斑斑的戒指，展示给严树看。御灵之戒，被污染的状态，等级30，智力加500，精神力加1200，敏捷加200。技能：奥数连接召唤物施法速度提升30%。简介：这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戒指，曾经也拥有过神器的荣光。严树看到戒指顿时一惊，这戒指和自己的法杖居然属于一个系列的套装，这怎么可能？自己的法杖可是原初器灵根据职业自动生成的，还是说召唤师的神级装备都是御灵套件？好东西，虽然是污染的状态，不过后面应该有办法净化。这戒指自己必须要搞到手，不过不是现在。不需要，一个30级的戒指你就敢卖1000万，真是想钱想疯了。这可是召唤师的终极神器，只是状态不对，不然你有钱都买不到。这样吧，700万你拿走，就当交个朋友。严树一阵冷笑，是不是我背包里有800万？你喊价就要800万了？卡尔讪讪一笑，不管怎么说，神器是真的。再会。严竹不再多说，转身离开。虽说自己很想要，但是这笔钱后面有大用，不能砸在这里。这个戒指后面再想办法倒到手。接下来就得派猎隼去目标地点蹲守了。按照那个任务链的复杂程度，自己完成都需要1天多，更不用说记上心头。不过还是不能大意，他任务完成后会立即赶往秘境地点，留给自己的时间也不多。后面就看开启灵智后的野猪表演了。第52章，什么刮痧伤害？洛星城北部13级野怪区。为了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秘境的情况，猎隼小黑此时已经没有继续刷怪，而是在高空盘旋。灵智开启后鹰类的超强势力，此时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严树只知道大致是这地方，具体还是得靠蹲点。野猪和火元素精灵在一旁，依旧在不知疲惫地刷着属性点。有召唤物在独立刷怪，再配合上其超高的属性，效率是普通单刷玩家的好几倍。所以此时自己经验值也已经过半。不会吧，好歹也是 SS 级天赋，记上心头这家伙怎么那么慢？等了那么久，严树自己都有点怀疑，是不是记错地方了？就在这时候，严树突然心有所感，抬头望向了猎隼的方向。总算出现了，将桌椅茶具往背包一放，带着2只召唤物就朝目的地赶去。此刻的记上心头估计也在往这地方赶，按他隐藏职业幽影刺客的速度，几分钟就可以到达目标地点，自己得抓紧时间。秘境刷新在了一个小型的山谷中，要是没有猎隼的俯瞰视角，很难被发现。一个椭圆形的空间之门散发着淡淡的彩色光芒，垂直竖立在山谷中央。前面草地上，一条巨大的蟒蛇正盘着身体，懒洋洋地晒着太阳。黑色的鳞片在阳光的照射下，居然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泽。好一条甲方满意蛇！黑岩巨蟒，秘境守护者，等级15，生命值，攻击力，技能。巨蟒看见严树带着野猪冲来，立即就抬起了头，张口说话：“陌生的冒险者，秘境不属于。”话还没说完，直接就被野猪一个冲撞打断。-20562。看着爆出的伤害，严树立即就推断出其血量大致在70万左右。秘境试炼者属于特殊怪物，比一般的野怪要强上不少，但又比不上同级的 BOSS， 在自己的手下根本就撑不了几个回合。此时猎隼也加入战斗，在严树1人3宠的围攻下，黑岩巨蟒20秒直接倒地。最后还是因为控制了输出给野猪的补刀的原因，不然巨蟒20秒都顶不住。严树将其掉落的物品捡起，守护者的信物，寻宝者实力的证明，进入藏宝秘境的通行证，东西到手。接下来严树拿出幻化丹给野猪服下，野猪身形变换，立即就化为了一模一样的黑岩巨蟒。最离谱的是，居然连名称都一样，果然1分钱1分货。严树看着这效果非常满意，然后对野猪开口：“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是拖住即将到来的人，注意模仿巨蟒的攻击方式，不要使用技能，以免露出破绽。”面前的大蛇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严树也管不了那么多，
直接把裂损和火元素精灵收起来，然后来到空间之门前，使用破戒锥。下一刻，空间之门一阵抖动，裂开了一道1人高的口子。严树赶紧钻入其中，果然身上带有守护者的信物，并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在严树进入后，空间之门的裂口又慢慢的闭合，眼前的景物一变，等严树站稳，已经来到了一个茂密的树林中。靠，什么运气，居然遇到这种复杂的环境！藏宝秘境中的地形环境都不是固定的，运气好的话，很可能进入之后就是一个平原，上面散落着宝箱。要是时运不济，就会碰到这些复杂的地形。没办法，只能分开找。严树把小黑拉出，吩咐他负责探索空中，自己则在地面搜索。像这种环境，树上都有可能成为宝箱藏匿的地方，要是看到就直接让其扔下来。安排好分工后，严树就朝前面的一个宝箱走去。打开一看，只是2件普通的装备，一件白银级，一件青铜级。严树本来想2件都取走，但想了想，还是只拿走了白银级的。要是2件都取走，空宝箱就会立即消失。之后又继续向前探索。此时的季上心头已经接近了山谷，快，太快了！季上心头此时已经完全适应了这个速度，他喜欢全力奔跑的感觉，尤其是隐藏职业自带的这个被动特性游曳，在脱离战斗，处于移动状态后，速度会越来越快，最终会达到一个极高的数值，而且这个数值随着敏捷属性的增长而提高，相当逆天。季上心头冲进山谷，首先注意到的不是那道空间之门，而是正在用头在拱土的巨蟒。这蛇怎么看起来怪怪的？蛇会打洞。季上心头看了看信息，黑岩巨蟒，秘境守护者。顿时放下心来，也许天启世界的蛇不一样呢，估计是自己多想了。不过这地上怎么也有点坑坑洼洼的样子，还有烧焦的痕迹，这些都是他自己弄出来的。自己也不是第一次进入秘境了，毕竟自己的隐藏职业就是在其中获得的。上次的秘境守护者完全是一副文静的模样，这巨蟒给自己的感觉就像是得了多动症，浑身透着古怪。此时的巨蟒也发现了季上心头，直接扬起了头，口吐信子，做出一副挑衅的姿态。哟，气势倒是不错。季上心头一脸轻蔑，挽着笔花就冲了上去。这所谓的秘境守护者，只是比普通怪物强上一截，对自己可构不成威胁。下一刻，匕首准确无误地击在了7寸的位置。季上心头自信一笑，自己作为一个高手，这点准度还是-423。跳出的伤害让季上心头顿时愣在了原地。这是什么刮痧伤害？这巨蟒的体质得有多高啊？要知道，这还是自己的 SS 级天赋加持后的伤害，要是没有天赋，自己这一击绝对是破不了防。那么只有一个可能，这鬼东西的体质几乎是自己力量的2倍以上。震惊之余，季上心头反而变得激动起来。这任务不一般啊，自己在任务链期间就已经折损了1具分身，此时又遇到这么一个体质惊人的秘境守护者，如此高的任务难度根本就不是现阶段的玩家可以完成的。众所皆知，任务难度越高，奖励越丰厚。那么巨蟒后面的秘境中，除了任务物品外，极有可能存在逆天的奖励，神器都有可能。发了！第53章，神器到手。季上心头念头急转，身体的动作却没有停下，立即闪身后退。此时巨蟒的头颅也击打在刚才的落点，顿时扬起一阵尘土。看着前面的巨蟒那迟钝的动作，季上心头更是确定了自己的猜想，这东西就是个肉盾流的，虽然自己的输出不高，但完全可以利用灵活的身法将其耗死。哈哈，你这笨蛇真是白瞎了这么一身漂亮皮囊。此话一出，对面的巨蟒仿佛生气了一样，顿时像条大蛆一样扭动上前，想要进行攻击。我去，你这蛇怕是游戏公司实习生做的吧？五彩斑斓的黑倒是有了，可是连最基本的移动方式都不对吧？季上心头此时完全被逗乐，身体也笑得抖动起来。来，我教你，蛇不是这样走的，看我蛇皮走位。季上心头一边游走，匕首一边划过巨蟒的皮肤，带出一道道血痕。这时的秘境中，严树已经找到第17个宝箱，其中5个还是小黑从树上掀下来的。宝箱中大部分是装备，还有一些药剂、技能书。幸运的是，居然找到了一本探查术。不过严树这时候可丝毫高兴不起来。没道理啊！按理来一个秘境的宝箱也就20来个，居然开了那么多，还找不到。这个秘境虽然比较复杂，但是面积也不算大，现在都搜索2/3的区域了，还没找到神器，这让严树不免有些着急。要知道自己的野猪虽然体质高，在现阶段几乎没有玩家能破得了防。不过季上心头可是 SS 级天赋者，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但在自己的印象中，这货的攻击可不低，而且还有3个分身，攻击同样炸裂，说不定野猪也会翻车，毕竟对方也算是天启中的顶级高手了。啪！这时一个宝箱从天而降，砸到了严树面前。
靠，小黑，你想是主啊？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项链。誓言任务物品交给洛星城城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要不要取走，自己去完成任务？严树想了想，最终还是合上了盖子。凭洛星城城主那副正直死板的样子，自己身上没有任务，却有任务物品，指不定会闹出什么变故来，还是专心一点，将摩尔的时间沙漏搞到手。秘境外，季上心头已经冷静了不少。不逗你玩了，你这条笨蛇怎么都教不会啊？简直就是头猪，哪有蛇攻击人用头去拱的？说完，季上心头双手掐诀，两个一模一样的分身出现在旁边。该结束了，谢谢你逗我开心。三道身影向巨蛇疾驰而去。这时的巨蟒晃了晃脑袋，血红的双眼怒火燃烧，仿佛是下了什么决定，将脑袋一低，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立即就以一个极快的速度撞向了季上心头。什么？季上心头满脸惊骇，心中顿时出现了一个念头，大意了，没有闪。一种被撞击的感觉传来，季上心头顿时想起小时候瘦弱的自己在球场上被冲撞的感觉，不，这种冲击感简直强烈10倍不止。负6524，血条被瞬间清空，下一刻季上心头的意识就出现在了左边的分身中。好，藏得挺深。季上心头此时是真的生气了，自己的分身又折损一具。这分身不同于其他刺客的技能，折损后是需要自己收集材料重新制作的，代价很大，这样才能和本体发挥出同样的实力。要不是初始就送了3具，开局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源做出来。最令季上心头不能接受的是，自己居然被一只怪物装疯卖傻摆了一道，简直就是侮辱自己的智商，更是侮辱了自己这个名字。接下来季上心头不再有所保留，与分身一左一右围着巨蟒攻击了起来。从刚才的技能伤害来看，巨蟒的力量也极高，不过完全打不到自己，力量高又有什么用？此时的季上心头如穿花蝴蝶一般，灵活移动中，手中的匕首翻飞，一个个伤害被带出。负456，负403，负472。看着巨蟒血量下降的速度，这时的季上心头突然反应过来，不对啊，按理来说如此高的体质和力量，这蛇的血量不会低于上百万，怎么感觉10万多都没有？不管了，先杀了再说。随着匕首最后一击刺下，季上心头仿佛已经看到了巨蟒的身躯砸在地上的画面。突然下一刻，巨蟒却直接消失，匕首全力一击却落了空。这感觉让季上心头猝不及防，身体一个踉跄。只见巨蟒已经消失，地面上留下了一件令牌一样的物品。季上心头捡起一看，正是守护者的信物。过程有点曲折，但东西还是到手了，就是自己怎么有点不爽的感觉。这巨蟒应该是被自己击杀了吧，毕竟物品都掉落出来了。这时的季上心头不再犹豫，朝空间之门走去。总算到了收获的时候，别的不说，心里还有点小激动。距离此处几百米的地方，严树解除隐身，现出了身形，看着背包里摩尔的时间沙漏，不由得挂上了笑容。总算是没有出现什么纰漏，自己还以为野猪顶不住了。令严树有点奇怪的是，开始很长一段时间，野猪的血量下降的并不快，但当自己拿到神器后，血量就开始快速下降。应该是后面季上心头这家伙觉察到了什么，总不可能蠢到一开始放水后面才发力吧。严树取出摩尔的时间沙漏，选择使用，面前顿时出现了一个提示框，下方是滚动条，一头是1，另一头是10，请选择升级经验压缩倍率。这还用选？当然是直接拉满。下一刻，严树就看着自己已有的经验值迅速回落。丁升级经验重设成功，目前升级所需经验值提升10倍，升级获得的自由属性点增加100点，之前的等级不受影响。妥了，接下来自己和召唤物每一级所能获得的自由属性点将会叠加到一个恐怖的程度，就是不知道季上心头那小子现在是什么表情。第54章垃圾佬季上心头。青铜装也还行，应该是开胃菜。季上心头把装备放进背包，又走向下一个宝箱。这秘境的地形估计藏了不少宝箱，自己可得好好找找，不能落下。此时的严树已经回到了洛星城，现在压缩升级经验值的事情已经解决，是时候把2只召唤物给补满了。原本自己的计划是收购技能书和使用技能收服 BOSS 同时进行，毕竟目前还不知道万灵朝拜这个技能收取怪物作为召唤物后会不会出现不一样的变化，比如技能属性方面的调整。之后严主想了想，万灵之主这个神级隐藏职业似乎还有自己忽视的细节，不可能是现在这个强度。严树这时又仔细看了看万灵之主的技能，无尽召唤，被动，召唤物数量+1，且召唤师每提升10级，召唤物数量+1。这个技能虽然强悍，到后期自己的召唤物也能达到几十只的样子，不过总感觉离无尽2字还有很大差距。天启这游戏
虽然说有的技能名称有吹牛批的嫌疑，不过大部分还是比较契合技能效果的。莫非有自己忽略的地方？严树看着面前正在拱土的野猪，一阵思索。你是准备打洞下载吗？突然炎竹灵光一闪，重重地敲了一下脑门。傻了，前世的游戏经验把自己带入误区了。自己的召唤物要是再召唤出小弟，不还是自己召唤物吗？召唤师的常规召唤物基本就几类，像野猪一样的半肉物理输出对应战士职业，猎隼勉强可以算作是刺客类，火元素精灵对应法师职业，当然还有肉盾类和辅助治疗类的召唤物，分别对应骑士和牧师，就连稀有的射手类召唤物都有，唯独没有对应召唤师职业的。前世这个问题曾经在召唤师群体内引发热议，最后大家得出的一致结论是，要是真存在样的召唤物，这样套娃下去会严重打破游戏中的平衡，那时候的召唤物真正可以称之为一人成军，其他职业都不用玩了。游戏中的确不存在这样的召唤物，不过这种类型的 BOSS 是存在的，自己用万灵朝拜这个技能直接抓不就行了。就是不知道这类 BOSS 弄成自己召唤物后，本身自带的召唤技能还在不在，先试试。第一个目标就是15级的荒野狼王，这 BOSS 在自己的印象中就是会召唤普通的野狼，不过得先把普通怪刷到一定数量， BOSS 才会出现。说干就干，严树立即兴致冲冲地向目的地赶去。按理说让猎隼和野猪去自由发挥也可以刷出来，不过严树想尽快看到结果，还是把火元素精灵也带过去，毕竟他有群攻技能。这时的秘境中，继上心头已经开到了第7个宝箱。不应该啊，怎么感觉都是一些普通货色？此时的继上心头看着背包里的收获，满脑子问号。3件青铜装，2捆恢复药剂，还有2份精美的皮革。装备和恢复药剂还好说，但是皮革这东西是生活职业裁缝的制作材料，继上心头也没有兴趣去学生活职业，这东西现在也没人要，囤着又占格子，感觉很是鸡肋。这些东西要是换做普通玩家，估计不会有任何失落的想法，但是在排行榜高手的面前，显然是不够看的。难道好东西都集中在后面？可是从小地图来看，自己都已经搜索过半了。想到这里，继上心头不由加快了进度。很快，在前面树下的宝箱中找到了任务物品誓言，这下令继上心头的脸色缓和了不少。不过接下来，随着剩下宝箱一个个开启，继上心头心里的预感越来越强烈，脑子里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东西就只有这些了。不可能，那么高难度的任务，怎么会就只有这么一点奖励？任务说明里面讲得很清楚，整个任务链的奖励几乎集中在秘境中，任务物品提交后只是会获得一些经验值和金币，连城主都隐晦地表示，这个秘境不简单，很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不对，不对，一定还有地方自己没有注意到。此时的继上心头看着周围的大树，突然反应过来，对啊，还有树上自己没有查看。按照自己前面在新手村开启的秘境来说，宝箱会出现在任何一个角落，今天自己就算是掘地3尺，把整个秘境都翻过来，也要把真正的任务奖励找到。想到这里，继上心头凭借自己敏捷的身手，立即就朝树上飞快爬去。半小时后，继上心头整个人颓唐地坐在一棵树下，周围的草地还有一些隐隐翻动过的痕迹。此时，继上心头看着前面出现的倒计时，双眼已经失去了焦距。秘境时间快到了，自己只捞到了一堆垃圾。自从接到这个任务以来，自己是一刻都没歇，连珍贵的分身都折损了2个，最后却是这么一个结果。继上心头想破脑袋都没发现问题出现在哪，毕竟游戏开始不久，还不知道有破戒锥、幻化丹这些东西。时间清零，坐地上的继上心头回到了小山谷中。突然，他抓起面前地上的一小撮焦土，附近也没有火系怪物，在战斗过程中，秘境守护者也没用过火系技能，这战斗痕迹是谁留下的？突然，一个画面出现在继上心头的脑海中，那个在城主府外与自己寒暄挥手告别的身影，留白。这边的严树正翻着论坛，试图从中找出一些不一样的信息，想知道游戏更新后是否已经开始对现实产生影响。自己倒是没有发现异常的地方，不过玩家群体那么庞大，说不定会有人发现一些特殊之处。野猪和猎隼则是在四处奔跑，不停拉怪，差不多一边拖着上百只野狼汇合到火元素精灵面前，后者一个群攻技能丢下去，挤在一起的野狼瞬间被秒杀，然后留下一堆狼尸被系统刷新慢慢消失。此时一个帖子突然引起了严肃的注意，在游戏更新后 A 只是突然出现毫无征兆的大规模停电，导致许多玩家无法上线。第55章设想成立。严肃点击进去，里面是一堆人的评论。说起这件事我就恼火，本来满怀期待的等着进入游戏，戴上头盔后突然眼前一黑，我还以为设备坏了。的确很奇怪，按理来说这种地方又不是偏远山野，电力公司不是应该发个停电通知吗？
我有个朋友就是电力公司的人，他们都一脸懵嘛，完全找不到原因，当时电话都被打爆了。幸亏半小时就来电了，不然得闹出多大的乱子。你们说会不会跟游戏有关？毕竟以前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想太多，要是和游戏有关，那停电肯定是大家一起。光 H 市是怎么回事？严树看着这些消息，目光突然一凝。H 市，游戏降临后第一个沦陷的地方。当时无数的怪物突然出现，顿时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玩家们发现，虽然自己也拥有了游戏中的实力，但是还来不及熟悉，根本组织不起像样的抵抗。难道说，现在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已经出现在 H 市？这次停电就是先兆。此时，一声狼吼突然打断了严树的思绪。不管了，现在先解决 BOSS。荒野狼王15级，生命值 157W， 魔法值 16W， 力量784，敏捷985，精神845，技能狂化血性激发召唤狼群。有了探查术，果然感觉就不一样了，碰到比自己等级高的怪物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这狼王的主属性比较均衡，非主属性的体质和智力也就没有探查出来。狂化就是一般的强化技能，牺牲了防御，临时提高攻击和敏捷。剩下的2个技能就是召唤类的了。血性激发一个主动光环类技能，相当于给召唤出的野狼都套上狂化，而且把副作用去掉的。严树手一挥，直接将荒野狼王围在中间，开始爆锤。-17840，-18422，-22411，荒野狼王的血线快速下降，不多时就来到了 50%。此时狼王长啸一声，近50只野狼就出现在了周围。野狼刚冲上前想要护驾，火元素精灵直接一个流星火雨砸了下去，瞬间就被清了个七七八八，剩下的几只也被裂损飞身向前，一一点杀。炎竹看着野狼爆出的伤害值，不禁有点失望。这些野狼的强度就与普通怪物一样，不知道受不受到狼王的属性加成。现在的狼王直接就是被按在地上摩擦，浑身血迹，丝毫没有开始时那威风凛凛的样子。停手！小黑把他按住。此时的裂损体型几乎已经和这狼王一般大小，在力量的压制下，一对爪直接就把狼王的头颅死死按在地上。严树走上前，直接对其用出万灵朝拜，法杖顶端射出一道蓝色光线，没入了狼王眼中。狼王顿时就停止了挣扎，但只是持续了2秒，眼神就恢复了清明。丁技能判定失败。还不服？继续揍！下一刻，野猪的獠牙就直接捅了狼王的屁股上，狼王的眼睛立即变得通红，同时还有2道清泪缓缓流出。这一下太狠，直接造成了3万多的伤害。严树眼皮一跳，急忙开口：“慢慢来，别一下子搞死了。要是不小心杀了，怕是要刷好久普通野狼，狼王才会刷新了。”万灵朝拜的冷却完毕，严树又走向前，丢出技能。丁技能判定失败。不是吧？几率那么低？小黑朝他的脑门来2下，控制好力度。鹰嘴点了上去，野狼的脑袋顿时皮开肉绽。此时野狼的血量都只剩 3%， 接下来怕不能用刑了，自己赤手空拳的伤害都很高。严树直接就搬出了个凳子，坐在野狼面前。技能冷却时间一到，就立即丢上去。一连几次都是判定失败，严树都开始怀疑这成功几率是不是跟某端游公司设定一样，自成一套系统。随着最后一次技能甩出，总算是传来了不一样的声音。丁技能判定成功，获得召唤物荒野狼王。与此同时，严树的技能栏中也出现了对应的技能图标。丁召唤物等级高出召唤师，自动降为10级，召唤物属性已重新生成。严树立即查看其属性：荒野狼王等级10，生命值12万，法力值2万，体力254，力量451，智力64，敏捷638，精神541，技能狂化血性激发召唤狼群。与自己预料中的一样，各项属性重新生成后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削减，尤其是生命值直接减少90%多，不过依旧是几只召唤物中最高的。严树也能理解，从一只野外 BOSS 变为召唤物，系统肯定会做出调整，各项属性会发生相应变化。直接点开技能介绍，狂化牺牲当前生命值 10%， 进入狂化状态，防御降低 20%， 力量提高 20%， 敏捷提高 20%， 持续3分钟，冷却时间10分钟。血性激发激励召唤物，使其力量增加 30%， 持续时间50秒，冷却时间3分钟。召唤狼群，召唤50只野狼参与作战。野狼各项属性等于基础值加狼王精神力乘 30%， 狼王精神力每增加100点，野狼数量加1。技能冷却时间 0.5 小时，
前2个技能都在严树的意料之中，但召唤狼群这个技能短短2句话，直接让严树眼睛瞪大。牛大发了，怪不得以前没有出现过这类召唤物，这要是把狼王的精神力叠加起来，那还了得！不止野狼的属性会越来越强，其数量也会达到一个惊人的地步。严树仿佛看见铺天盖地的野狼狂奔的场面，人海战术神技，而且随着狼王精神力的叠加，自己的精神力也会跟着水涨船高。到时候精神力加成伤害的技能也会威力大涨。自己虽然是躺平流召唤师，但是技能伤害高也不是什么坏事，就像核弹一样，可以不用，但一定要有。严树直接让狼王召唤出他的小弟，然后用探查术查看其信息。目前的各项属性平平无奇，都在正常的范围内。但令严树惊喜的是，这些野狼也拥有技能：冲刺、撕咬，一个提速技能，一个伤害技能，均享受属性加成。现在既然抓召唤流 BOSS 的设想完全成立，那就继续搞。狼王的召唤物属性虽然还行，但量还不够。在自己的印象中，还有一只非常恶心的野外 BOSS， 那玩意的召唤物才真正叫做铺天盖地。而且它的召唤物还有一个相当难缠的特点，那就是体积小。20级野外 BOSS 紫衣蜂王。第56章 S 级天赋禁锢飞羽。严树仔细回忆了一下脑中的信息，天启这个游戏中会召唤技能的 BOSS 不少，但是算得上是 BOSS 中的召唤师，走召唤流路线的不算多，好像总的也就4、5个。大部分 BOSS 从他们的属性和技能分析来看，根本不是召唤类型的，都是临死反扑时随便拉几个来救驾。这类 BOSS 的主要战力就不是来自于召唤物，其召唤物也不会受到属性加成。这种就算成功收服，无论属性如何优化，但是技能特性是不会变的，不是自己的目标。而在几个召唤流 BOSS 中，紫衣蜂王算是最特殊的一个。首先，它是在野外自动刷新的，从设定上来说，周围的一堆风类怪物都是它的宅子。其次，它本身并没有什么输出技能，所有的技能基本都是为召唤物服务，可以为自己的蜂群附加各种状态。最重要的是，其他召唤流 BOSS 的召唤物数量都比较有限，几十个都算多的了。这货的召唤物可以说是成百上千，而且召唤的技能冷却时间又比较短，难缠的要命。要论击杀玩家的数量，他一个20级 BOSS 完全可以排进前10。自己记得当时很多公会盯上他，人海战术都没有用，直接被杀得丢盔弃甲。下一个目标就搞他了，不过这东西可是会飞，不好用行啊。紫翼蜂王可不像野狼，要是情况不对，自己手下一下子死伤过多，他有很大几率会选择逃脱，直接让小黑去把他抓过来，好像也不保险。他旁边还有几个精英级的护卫，在关键时候通常充当挡箭牌的作用，要是一击不中，会发动技能立即远遁，不好抓呀。严树在回忆是否有什么道具可以把他困住，好让自己慢慢丢技能，但好多东西都被严树一一否决，要么就是时效太短，要么就是有距离限制，不好搞。思来想去，严树还是决定用老方法。固然自己现在可是游戏第一富豪，只要钱到位，完全可以让全服玩家都给自己打工。毕竟天启玩家的天赋千奇百怪，比游戏物品功能丰富太多，而且性价比极高。像卡尔店里的2件道具高达上万金币，也就只能困住 BOSS 几分钟。那么多的金币足够自己请2个玩家交替释放技能了，再上2个人专门捏脚都可以。说干就干，严树立马又跑去发帖子招募帮手，要求天赋技能有困敌功效，技能效果强的优先，可报销传送路费，先到先得。留白大佬又招人了，羡慕有困敌功效天赋的人。大佬缺捏脚的吗？我全力加点，手劲特别大。什么东西可以在大佬手下逃脱，居然需要这种天赋？估计是什么特殊 BOSS 吧。不过大佬刷 BOSS 不都是分分钟秒杀吗？赤阳城东边平原上，一支5人小队正在刷怪。会长，我们换一种怪物吧，绝地兽这东西长得也太丑了。此时一个身材娇小的少女正拉弓射箭，一身紧身皮甲衬的身姿格外挺拔，配上标准的射击姿势，显得英姿飒爽。这玩意经验丰富啊，而且各项属性都不高，是这个等级难得的怪物了。把你和曹启喊来，不就是为了应对怪物逃跑吗？此时说话的是一名中年骑士，板正的身形配上大开大合的招式，其气质一看就和普通人不同。小妖，你不要说话了，专心一点。我们2个技能老是撞车，浪费。曹琦是一名法师，说话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秦小妖白了其一眼，没有再说话。这时通讯器响起，骑士点开一看，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抬头看了看曹琦，又转头望了望秦小妖。小妖，你不用跟队了，现在就把你天赋发给刘白，然后去洛星城一趟。少女一愣，为什么？刘白发帖招有困敌天赋的人，你去一趟，顺便接触一下他这个人。不去，让曹琦去。
再说与刘白接触的任务不是继上心头负责吗？小妖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中年骑士正是药师公会会长折简尘沙。继上心头现在很奇怪，提到刘白就岔开话题，不知道是不是得罪了人家。听说刘白脾气有点古怪，你女孩子比较好说话。得了吧，那家伙祭月公会邀请都不想去，说不定是对男人感兴趣，让曹琦去正好。一边的曹琦依旧是那副木然的表情，没有任何反应。折简尘沙望了一眼曹琦，妖是让这货去，估计会起到反作用，无奈只能开口：小妖，服从命令。曹琦跟陌生人半天都挤不出一个字来，你觉得他合适吗？你去还有一个任务，找机会把他的战斗视频录下来，给那群老头对比出他属性变化，分析一下他的天赋。好吧，会长，可是我连去洛星城的路费都没有。那拿去，这是我借你的，刘白报销后记得还回来，这是工会的钱。切小气鬼！此时的严树正翻看邮件，有类这天赋的人看了10来个了，几乎都是最低级的 C 级天赋。这个级别的天赋限制普通怪还行，要是想困住 BOSS 还是太勉强，而且是月10级，效果更是会大打折扣。突然严树目光一凝 ，S 级，秦小妖 S 级的控制天赋禁锢飞羽。禁锢飞羽向目标射出一支箭羽，禁锢其行动，使其丧失移动能力。禁锢时间分钟，等于目标敏捷值100。冷却时间1分钟。击杀禁锢目标可刷新技能冷却时间。牛批啊！这天赋目标敏捷值越高，禁锢时间越久，而且越到后面越能显示出其威力来。遇到一些 BOSS 估计都可以无限禁锢了。妥妥的神技，简直是刺客的克星。要是一个高敏捷的刺客被命中，怕是得哭出来。不过这等人物，为什么自己前世没有听说过？低调的散人高手。严树没有多想，直接回了邮件，就是他了。秦小妖赶到时，严树正在系统商店买茶叶。刘白，你这是在干嘛？第57章一路秒杀。秦小妖根据对方给的坐标赶了过来，就看到这奇怪的一幕。严树转过身，不动声色地打量了对方一眼。哎，还是个美女，那就更奇怪了。这种姿色不可能一点名气也没有啊。秦小妖一看严树白净的脸庞，心中暗想，视频中还不明显，面对面一看，长得还行，应该是把外貌上调了。眼看对方到了，严树也不耽搁，立即在前面带路。走吧，要去的地方有一段距离。此时秦小妖默默跟上，同时打开了视频录制功能。严竹一看对方跟得上，也开始慢慢提速，直到两人间的距离开始有拉大的趋势，才调整了速度。这一番操作，秦小妖看在眼里，顿时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刘白大佬，你的移动速度怎么好像比我还快？说明我的敏捷比你高。好吧，当自己没有问。两人出了洛星城没多久，秦小妖就发现严树的猎隼在前面开路，碰到的怪物基本都被秒杀。他的猎隼什么时候出现的，自己都没发现。他用召唤技能，而且这伤害也太高了，都出新手村了，依旧还是可以做到秒杀同级 BOSS 吗？想到这里，秦小妖差点就忍不住，但还是硬生生憋了回去。稳住，自己可是拥有 S 级天赋，也算是一流高手了，高冷人设不能崩。但随着两人朝野外深入，秦小妖心中的惊讶也在逐渐放大。12级怪物秒杀，15级怪物秒杀，17级怪物还是秒杀。一路上严树的根本就没有丝毫的迟疑，只是低头赶路，时不时确定一下方向，仿佛这一切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秦小妖看着那些怪物鲜红的名字，都有点心惊肉跳的感觉。这是系统对玩家的一种提示，怪物名字颜色越红，代表与玩家的实力差距越大。秦小妖虽然是 S 级天赋拥有者，但攻击手段并不突出，跟普通的攻手没有太大区别，在系统的判定中，明显是会被这些怪物击杀的。此时怪物的名字已经变成了暗红色，秦小妖再也忍不住，直接开口：那个刘白大佬，我们这是要去哪？这些怪物好像有点危险。快到了。哦，对了，你不用害羞，可以多讲讲话，我看你一路一直闷着，这是游戏，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秦小妖听完直接一脸黑线。我害羞？我害怕你把我怎样？想反驳，却还是闭上了嘴。严树见对方不说话，还以为被自己说中了，直接开始找话题。你弓箭准度怎么样？等会别打不到目标。射不准不要钱。两人之后又再次陷入沉默。好在严树此时已经停下了脚步。秦小妖往前面望去，这里的怪物居然是一些拳头大的马蜂。虎斑毒蜂等级20，生命值、法力值、攻击、技能，这20级的怪物怕是到现在为止自己见过体型最小的了，怪不得会问自己的准度如何。想到这里，秦小妖拉弓射箭，一气呵成，一支箭羽直接飞了出去，射中了正在移动中虎斑毒蜂。虎斑毒蜂立即一僵，掉落在了地上。
禁锢效果生效。这一套动作完成，秦小妖立即骄傲地扬了扬下巴。严树看在眼中，直接伸出右手对其竖起了大拇指。好剑法，对了，我拉你入队吧，这样你能分到经验。秦小妖一愣，这可是20级的怪，月10级经验加成会很高的，居然舍得分自己这个工具人，心里顿时对严树改观不少。要是他知道严树巴不得没有经验，方便叠属性，会是什么表情？只见猎隼直直向前飞去，一个潇洒的空翻折返回来，后面顿时就拉了上百只马蜂。秦小妖看着一愣，这是要巨怪？巨怪只拉直线上的？这可是20级的怪物，按照天启10级一个砍的定律，20级的怪物是可以这样刷的吗？还没等秦小妖回过神来，严树召唤出火元素精灵，一发流星火雨丢了出去，霎时间一大片通红的伤害值爆出-45621， -44765， -46412。下一刻，秦小妖的消息栏中系统提示开始疯狂滚动，你的队伍击杀虎斑毒蜂，你获得经验值14221点。你的队伍击杀虎斑毒蜂，你获得经验值14221点。秦小妖直接愣住，自己的经验值肉眼可见的上涨一截。突然想起1个小时前会长带队刷怪的场景，一时间不知道自己是该哭还是该笑。自己公会的顶尖队伍还在努力适应主城周围怪物的强度，为减少药品消耗，打个普通怪物都要用上一些小技巧。看看刘白这是在干嘛？他在群刷20级的怪物，而且还是秒杀。更过分的是，这货全程没动手就看着召唤物表演，只差坐下泡茶看戏了。这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吗？很多人都以为刘白实力强，肯定是因为的觉醒了一个前期超级变态的强化天赋。出了新手村后，他与大家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小。事实证明，完全相反。对了，茶。秦小妖突然反应过来，这人买茶不会真是因为刷怪无聊的时候拿出来品吧？自己一开始还想是不是茶叶有什么特殊的强化效果，果然真正大神的思路自己还是跟不上啊。哎，别愣着呀，还要继续深入。严树一看秦小妖呆立在原地的样子，顿时出声提醒，同时心里想，不爱说话，喜欢发呆，妥妥的社交恐惧啊，自己前世不认识也正常。秦小妖脸一红，立即跟上。接下来又是同样的几波操作，秦小妖已经从震惊中缓了过来，看着一节节上涨的经验，心里开始激动起来。这趟来对了，光这些经验值就赚大发了。不过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用得上自己地方，他不会是提前知道我想用这个方法带我升级吧？想到这里，秦小妖看严树的眼神开始古怪起来。严树看着前面的巨大蜂巢，停下了脚步。关键时刻到了，这里的虎斑毒蜂和外围的仇恨机制已经完全不一样，只要惹上一只，所有的都会围上来。这时，几十只虎斑毒蜂就悬停在空中，高频率的抖动着翅膀，发出示威般的嗡嗡声。严树嘴角微翘，自己长那么大，第一次烧这么大蜂巢，想想还有点小激动。第58章经验制造机。秦小妖，靠近我一些，重头戏要来了。秦小妖一愣，还是听话的走近了一点。等会我把蜂巢毁了，里面有一只 BOSS 紫衣蜂王，你的任务就是盯紧它，禁锢技能不要断。对了，它的敏捷值应该不低，旁边还有几只精英级护卫，我会给你创造机会，自己把握好。秦小妖本来想说不用，机会什么的自己会找，但看着严树严肃的表情，还是轻轻的点了点头。火元素精灵的群攻技能丢了出去，无数火球铺天盖地的砸在蜂巢上，立即将其点燃。下一刻，密密麻麻的虎斑毒蜂从蜂巢中钻出，看得秦小妖一阵鸡皮疙瘩，密集恐惧症都犯了。这时候野猪也被严树拉了出来，直接就朝2层小楼高的蜂巢撞去，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就把蜂巢顶了一个对穿。猎隼也没有闲着，不停地攻击着蜂巢。在秦小妖惊恐地看着铺天盖地的虎斑毒蜂时，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身边什么时候出现了一头狼王。狼王一声长啸，周围立即出现了50多只野狼，在狼王技能血性激发的作用下，身上都套上了一圈红色的光晕。此时大部分虎斑毒蜂的仇恨都被其他3只召唤物所吸引，这批野狼冲向蜂巢破坏，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阻碍。但由于狼王的属性还没有叠加起来，此时他的小弟身板很脆，几乎就是自杀式的对蜂巢，只要被毒蜂盯上，就是被秒杀的下场。看到效果达到，炎竹立即就把狼王给收了起来。现在他的属性还不行，放完技能也就算是完成任务了。这时野猪和猎隼的血量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这还是在治疗光环、吸血光环2大恢复技能的加持下，不然更危险。主要是因为虎斑毒蜂数量太多，又具备飞行能力，攻击角度很广。严树一看时机差不多，大部分毒蜂已经暴露在外面，手中早就复刻好的流星火雨又砸了出去。
-47621， -47765， -46332。场中大片大片的伤害爆出。复刻的技能按召唤物技能伤害一致，加成不变，不然要是按岩竹自己的智力值，估计伤害得减半。光这一个技能就几乎把大部分的毒风笼罩在内。秦小妖此时又发现自己的经验值一节节上涨，照这样下去，再来2波，怕是要升级了。注意，紫翼蜂王出现了。随着蜂巢被摧毁，一只足有脸盆大小的毒蜂飞出，身边还围绕着4只体型略小一点的护卫毒蜂，其双翅呈紫色，身上黄黑相间的虎斑，泛着甲壳类昆虫特有的金属光泽，在4只精英级毒蜂的簇拥下，显得相当惹眼。紫翼蜂王20级，生命值 510W， 魔法值 15W， 敏捷 1021， 精神 3514。技能召唤毒蜂，忠诚护卫，临阵逃脱，同仇敌忾，蜂巢。严树探查出丢出，看着这信息顿时来了兴致。自己前世并没有挑战过蜂王，只是听说过他的一些特性。现在看来，抛开高额的生命值和精神力不谈，整整5个技能在20级的 BOSS 中都是独一份的存在。如果成功驯服，技能都保留下来，那就赚大发了。现在普通的毒蜂已经死伤大半，几只召唤物也在卖力的点杀中，现在蜂群密度变小，得益于治疗和吸血光环的效果，血量基本处于健康状态。下一刻，裂损一个加速，直奔蜂王。这货猥琐的要命，一看有敌人到来，立即就往后退。4只护卫毒蜂的保护圈缩小，将其紧紧地挡在身后。4只护卫，裂损直接抓取一只和其缠斗。严树也看准时机，将精神冲击和痛苦之处丢在另一只身上。这只护卫毒蜂受到重创，顿时身形一滞，下落一段距离后又悬停在空中。此时蜂王的防护圈出现空档，眼看紫翼蜂王又要使用技能重新召唤护卫，严树急忙出声提醒：“小妖，就是现在！”刚开口，秦小妖的剑雨已经飞了出去，准确无误地击在了蜂王的腹部上。蜂王身上立即出现了一张金色的网，将其6足翅膀牢牢捆住。失去了飞行能力，下一刻蜂王直接重重地砸在了地上。这时蜂王身上青光闪烁，严树目光一凝，这应该是要释放保命技能临阵逃脱。但随着蜂王技能释放，身上的金色网线反而变得粗大起来。这货的技能效果不会是临时增加敏捷值吧？这真的就是作茧自缚了。严树跑上前，野猪和裂损也退到其身边。眼看蜂王被抓，剩余的毒蜂立马就团团围了上来。这时火元素的技能冷却完毕，刚好将所有毒蜂套在里面，又是大片大片的伤害飘起。几只护卫毒蜂也坚持了3秒后直接倒地，一人3宠压力大减，直接集火蜂王。-13040， -12422， -15411。虽然等级达到了20，但由于是召唤师型 BOSS 的原因，蜂王的防御比狼王强不了多少。此时的严树在秦小妖吃惊的目光中掏出法杖，不停地砸在 BOSS 头上。别光看着呀，你也帮忙。BOSS 在技能独条召唤小弟，受到攻击技能独条会回缩。哦，秦小妖加入攻击。-253， -214，这真就叫做重在参与了。秦小妖看着自己打出的伤害值，无奈地看了看严树，发现对方没有任何反应后，之后又继续攻击。伤害高不高无所谓，严树需要的是攻击频次。有了秦小妖的加入， BOSS 的技能独条几乎被压到了低，和被打断技能已经没有了任何区别。严树一看复刻流星火雨的技能冷却完毕，立即停手。不打了吗？让他召唤。严树担心万灵朝拜技能的成功率，要是连用几10次都不成功，这货又不停地用技能，岂不是要被烦死？第59章蜂王到手。相比蜂王500来万的血量来说，其蓝量就少上很多了，这样耗一耗，方便后面操作。到时候没有蓝，他放不出技能，又无法移动，就算自己把他丢野猪背上，一路上驮着赶路，慢慢使用技能收服都行。没有受到攻击干扰，蜂王的技能成功释放，周围一下子多了上百只普通毒蜂，伴随着来的是一团一团从而降的火球。顷刻间又被秒杀了个精光。你的队伍击杀虎斑毒蜂，你获得经验值14221点。你的队伍击杀虎斑毒蜂，你获得经验值14221点。两人的消息栏中又开始滚动系统提示。继续。有了上次的经验，炎树和火元素精灵没有再攻击。秦小妖和2只召唤物刚好可以让其放不出技能即可。炎树此时也使用了一次万灵朝拜。系统提示判定失败。火元素的技能冷却完毕，炎树又再次出声停手。之后又上演同样的场景。此时的秦小妖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居然有人在利用 BOSS 召唤怪物刷经验值，自己这些玩家和刘白真的是在玩同一个游戏吗？刘白第一次利用 BOSS 还是上次直播刷新手村副本的时候，那时候的2号 BOSS 充当抽水机，又充当制冷空调。现在的蜂王感觉就是被圈养，被当作经验宝宝制造机。秦小妖已经能够猜到公会那帮人看到这个视频时的表情了。想到这里，连自己都有点期待起来。继续，小妖你记得补禁锢剑语。停手！那个刘白大哥，这样下去 BOSS 血量好像不多了。你有加血技能可以为 BOSS 加血吗？连秦小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自己对刘白的称呼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什么要给他加血？严树话出口，立即就反应了过来，顿时哭笑不得。这姑娘肯定是以为自己喊她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困住 BOSS， 安全刷经验吧。不过也难怪她会这样想，目前的操作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涉及到自己的技能，严树也懒得解释，听我安排就行，其他的你不用管了。好吧。秦小妖乖巧的点了点头。此时要是折戟沉沙在这里，看见秦小妖的表现，估计下巴都得惊掉。这时 BOSS 的蓝量已经不剩多少，顶多还可以来上2波。看来这召唤技能消耗不少啊，每次都是近2万的蓝量。要是成为了自己召唤物，到时候加一些智力补蓝量。继续，秦小妖身上光芒一闪，直接升到了11级。太好了，想不到这么快就升级了，恭喜恭喜！谢谢刘白大哥，同喜啊！秦小妖话说完，直接愣住，怎么自己都升级了，刘白还没有任何反应？大家所有人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不是都一样的吗？秦小妖此刻不由感叹，这人的身上怎么那么多的谜团，好想一件件拨开来看看。随着最后一个技能的释放，紫翼蜂王蓝量完全耗尽，身体在尝试着抖了抖，还是什么也没有释放出来，属于是彻底掏空了。而且现在血量也只剩下10来万。严树自己上去又补了几下，然后停手。现在不足 1%， 应该已经是技能成功率最高的时候了。严树又用出技能，丁技能判定失败，又要等1分钟。严树直接搬出了椅子，就坐在 BOSS 面前。秦小妖一脸惊奇地看着这一幕，心中不由冒出了一个念头，真会享受啊，要是我能一直跟着他刷怪就好了。还有这 BOSS 只剩那么点血，既然不留着刷经验值，为什么不直接杀掉呢？当第6次万灵朝拜用出，严树期待的系统提示音总算响起，丁技能判定成功，获得召唤物紫翼蜂王，技能栏中一个毒蜂图标生成。这时秦小妖突然发现 BOSS 不见了，顿时瞪大了眼睛，怎么回事？难道被击杀了？可是系统通道都没有啊！小妖，走吧，你任务完成了。此时的严树心情大好，但碍于有外人在场，也不好当场细细查看。当然，主要怕自己的表情稳不住。回去的路上，依旧是猎隼在前面开路。不过严树的速度依旧很快，想赶紧回去细细研究新召唤。这下子可苦了秦小妖，拼尽全力才勉强跟上。刚到洛星城，严树把3000金币转给了秦小妖，辛苦了，来回路费1000金币。剩下的就是这次的报酬。刘白大哥，我们说好的不是使用技能1500吗？多了500。哦，刚才让你出手帮忙打 BOSS 不在我们约定范围内，算是给你的补偿。不用，你都带我升级了，就这么几下，我怎么好意思要钱？严树一乐，心想自己巴不得全部经验都给你，好方便把属性点堆到极限。没事，我不缺钱。再见，有机会再合作。严树说完，直接转身离开，没有丝毫留恋的意思。美女哪有蜂王香？自己现在去找个安静的地方，看看技能效果才是第一目标。秦小妖看着颜竹直接就这样走开，气得跺了跺脚。不过一想到以后可能会是一个公会的，立即又挂上了微笑的表情。这次有足够的资料分析，刘白实力得到认可，估计公会无论如何会想办法将刘白吸纳进来。秦小妖相信，要是刘白知道自己公会的背景，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严树这边来到了茶馆坐下，立即查看紫翼蜂王属性。紫翼蜂王等级10，生命值32万，法力值4万，体力412，力量52，智力325，敏捷451，精神956。技能召唤毒蜂，忠诚护卫，临阵逃脱，同仇敌忾，蜂巢。此时的紫翼蜂王转为召唤物，各项属性重新生成，依旧是大幅减低。不过令严树惊喜的是，5个技能全保留了下来。难道所有靠技能收服的野外 BOSS 技能都可以保留？等后面再试几次就知道了。严树现在更好奇的是具体技能效果，尤其是第5个技能蜂巢。第60章变态的技能，召唤毒蜂，召唤200只虎斑毒蜂参与作战。毒蜂各项属性等于基础值加紫翼蜂王精神力乘 10%， 紫翼蜂王精神力每增加100点，虎斑毒蜂数量加10。
技能释放时间5秒，消耗魔法值 1W， 技能冷却时间1分钟。变态，真正的变态。看着技能介绍，严树不由连声感叹。召唤物的属性加成方面，依旧和狼王一样，享受精神力加成。虽然说只有 10%， 但是架不住虎斑毒蜂数量多呀。起步就有200只，再加上目前蜂王956点的精神力，数量额外增加90只，一个召唤技能下去就能召唤出290只。而且他的技能冷却时间只有短短的1分钟，后期光靠这个技能都可以堆死敌人。荒野狼王和紫翼蜂王的召唤技能，其产出的召唤物都受精神力加持后的召唤总数限制。比如说290只虎斑毒蜂要是在战斗中死亡90只，那么再次使用技能也只会补齐这90只的空缺。不过严树相信，随着精神力的叠加，只需回到20级，紫翼蜂王的召唤物绝对可以达到一个惊人的数量。凭现在10倍的升级难度，每级叠加的自由属性点，到时候破万也是有可能的。不过缺陷就是魔法值的消耗比较大，还要补一部分智力值，这些以后都不是问题。忠诚护卫召唤4只虎斑毒蜂护卫参与作战。毒蜂护卫无主动攻击能力，可为紫翼蜂王抵挡攻击，在蜂王受到指定性技能时，优先承担技能效果和伤害。毒蜂护卫各项属性等于基础值加紫翼蜂王精神力乘 30%， 技能释放时间3秒，消耗魔法值 0.5W， 冷却时间5分钟。严树看着这个技能效果，顿时感到庆幸。幸亏秦小妖的禁锢剑雨不是指定性技能，准头完全看他的技术，不然刚才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忠诚护卫这个技能，除了抵挡指定性技能这点外，其他的方面在自己看来就比较拉胯了。从这2个技能上，就完全可以看出紫翼蜂王和荒野狼王的区别了。狼王的召唤物属性加成高，技能瞬发；蜂王的召唤物数量更多，但属性加成低，技能也需要独条引导。临阵逃脱主动释放后，自身敏捷值乘10，持续时间1分钟，消耗魔法值 1W， 冷却时间10分钟。同仇敌忾为所有的虎斑毒蜂指定攻击目标，并增加蜂群移动速度 20%， 攻击力 20%， 消耗魔法值 0.5W， 冷却时间30秒。哼，这个逃命技能的效果还真让自己猜中了。当时蜂王被禁锢剑击中后被困得更死了，现在看来纯属是遇到技能克制了。至于同仇敌忾在集火目标时有奇效，但严树更看重的是给蜂群的附加效果。为蜂群指定攻击目标的话，在给紫翼蜂王开启灵智后，应该也可以办到。接下来严树点开了最后一个技能蜂巢。蜂巢技能释放成功后，获得巨型蜂巢乘1，紫翼蜂王在蜂巢内部召唤毒蜂，技能冷却时间为0，同时每秒回复 2% 魔法值。技能释放时间1小时，期间无法使用其他技能，消耗魔法值5，冷却时间1天。牛批！妥妥的虎斑毒蜂生产基地啊！虽然说技能引导时间和冷却时间都比较长，但这超强的效果完全可以忽略掉这点瑕疵。只要选取安全的地点，事先放置好蜂巢，接下来就有源源不断的虎斑毒蜂补充到战场上，而且有每秒 2% 的魔法值回复效果，蜂巢也算是成为了一个补给站，还是无限能量的那种，真正的守城利器。这一波简直就是赚妈了。接下来严树又查看了狼王和蜂王的进阶条件和效果，第2、2条都是等级到达30级，主属性达标，第3则是击杀30级的2只不同 BOSS， 获取其身上的主要材料。第4条依旧是稀有材料需求各100个，狼王是月亮石，蜂王则是要金沙。荒野狼王进阶校月狼王后，各项属性将获得 30% 增幅，同时技能加1。而蜂王的加成则有点不一样，除了属性获得 20% 增幅外，其召唤物获得技能剧毒锋刺。剧毒锋刺对目标施加中毒效果，造成300点固定真实伤害，持续时间1分钟，技能不可驱散，冷却时间1分钟，中毒效果可叠加。离谱！看到这个技能效果，严树的心脏猛地一跳，这是真正的是神技，要是给虎斑毒蜂创造机会，连神都顶不住。无视防御真实伤害，并且可叠加，后面蜂群的数量上来后，光短短的1分钟就可以造成海量的伤害。遇到棘手的目标，以后的每只虎斑毒蜂的任务就是上前去折一下就行，完全就是血肉之躯的自爆式无人机。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升级进阶。严树把野猪和猎隼派了出去，自行发育刷怪，叠加属性点。现在洛星城已经热闹起来，为了不被路人认出，减少纠缠，严树直接在系统商店买了个面具戴在了脸上。接下来就是前往一个特殊的练级点，同时去开启一个隐藏的宝箱。此时药师公会总部顶楼一间摆平的房间内，一群人正在观看严树刷怪的视频。大家仔细一点，经过这次对比，尽量锁定其天赋信息。这里的人除了一些内部科研人员外，还有折戟沉沙、秦小妖等工会骨干。
视频从严树和秦小妖两人出城开始，一直到两人任务结束回到洛星城。一开始每个人都是比较轻松的状态，但随着视频播放，基本都是坐直了身体，双眼死死地盯着视频。期间最放松的就属秦小妖了，全程一脸得意地看着其他人，那表情就差直接说：“看你们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不对劲，他的召唤物很古怪，像是拥有自我意识，人为操控根本无法达到如此地步。从最后一次新手村出手到现在，他的总体实力感觉有不少的提升，但是身上的装备貌似变化不大。难道是因为隐藏职业加成吗？最后的 BOSS 消失的有点蹊跷。第61章堕魔窟。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讨论，后面一些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折戟沉沙和其他几人并没有参与。这些细致活，他们没必要参与，浪费练级时间。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前往洛星城去找一下刘白。这也是秦小妖与其接触下来后，经过刚才决议，工会领导层做出的决定，将其吸纳进工会中来。这也将意味着，要是工会的信息和工会发现的游戏秘密将透露部分给刘白，以充分展示其诚意。游戏中，严树这时已经到了目的地堕魔窟，这是一个特殊的练级区域，一共有7层，囊括了10级到25级的怪物。优点是怪物密集，刷新快，但是怪物的属性要比同等级的高 30% 左右，其击杀后所获取的经验值却和外面的怪物一样，所以到这地方练级的人都是对自己的实力极为自信的。进入洞窟后，如严树预料的一样，没有任何玩家，因为要穿过一片15级的区域，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玩家探索到这里。入眼是一群长相奇丑的巨大老鼠，斑驳的结痂血块挂满全身，发黄的獠牙往后是一双猩红的双眼。腐化巨鼠10级，生命值8451，体质215，攻击412，技能多重爪击。第一层就这一种怪物，不过包括了10级和11级的。严树把2只召唤物拉了出来，然后狼王和蜂王继续召唤，立即就洞窟的垂直空间给占去了一半，直接推进。目前来说，无论是普通的狼王还是虎斑毒蜂都无法秒杀怪物，但完全可以数量来碾压，基本上几只甚至是10来只同时击杀一个目标。虽然做不到秒杀对手，但是击杀速度还是不慢的。丁你杀死了腐化巨鼠，获得经验值500，荒野狼王获得自由属性点+1。丁你杀死了腐化巨鼠，获得经验值500，紫翼蜂王获得自由属性点+1。2只召唤物获得的自由属性点，严树直接就全部加在了精神力上。既然决定让这2只走召唤流路线，那就不停堆精神力即可。堕魔窟里的通道不时有岔路出现，严树一直选择左边的道路，最终在一个巨大的空间内停下。这里就是整个洞窟一层的交汇点，也是怪物最密集的地方。接下来，严树给2只召唤物下达了自由攻击的指令，就开始在这片区域寻找起来。但几乎将整片区域都看了过来，依旧是没有发现那个隐藏宝箱。不对，难道还需要一些特殊的触发条件？严树自语道。游戏中的宝箱都是唯一性的，被人发现开启后就会消失，所以里面的东西就算不是价值不菲，也都是不太常见的特殊物品。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宝箱的存在，刻意去找完全是吃力不讨好的行为。这个地方的宝箱，自己前世好像听人谈起过，里面有一本召唤师的特殊技能书，施暴召唤物死亡时会自爆，给附近的敌人造成真实伤害。当时成功驯服蜂王，自己就已经想到了这个技能，要是其召唤出的普通毒蜂也有这个技能效果，那就更逆天了。源源不断的无人机追踪自爆，想想就令人兴奋。地面上没有，难道是在上方？严树抬头看去，洞顶是一些尖锐的钟乳石，完全没有位置放置宝箱，唯一的可能就是石壁上那些空洞里。虽然整体来说，在洞穴中是可以看清怪物和地形的，但有些区域还是比较幽暗，看来准备不够充分，得回去买一点照明的东西。此时通讯器突然响起，严树打开一看，居然是秦小妖发来的。我们会长想见你一面，为表诚意，会亲自来洛星城，随便带上一点你感兴趣的东西。严树往下一翻，微微一愣，居然是废血晶石和风铃草，这是自己知道召唤物进阶要求后，重新给烟雨阁和祭月材料清单里的物品，正是野猪和猎隼的进阶材料。有意思，看来折戟沉沙的能量不小啊。严树前世之所以向往要事，主要是这个工会的风格与其他完全不同。首先，工会成员都极为低调，但实力却很强，到后期战力榜上1/3都是他们工会的人。同时，他们招人的方式也和其他工会不同，先在现实中接触才会吸纳进工会中来。而且，要是也是公认的凝聚力最强的工会，他们的人从不主动惹事，但要是欺负到头上来，整个工会的人都会成为记仇的恶狼，
时时惦记着对方。在游戏降临现实后，也是风评最好的工会，是阻击怪物和深渊力量的主力军。自己记得比较特殊的地方是，要是好像和大部分工会都有联系，但又不参与到他们的纷争中，时刻保持中立。现在既然折戟沉沙找上门来，估计还是想拉自己入伙。就算自己不同意，再发展一个大客户也是极好的。尤其是对方还带了礼物，那就更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告诉你们会长，明天早上10点，洛星城中央传送阵旁的酒馆见。来都来了，肯定得先刷一刷怪，自己也得下线填一填肚子了。至于洞窟中的宝箱，前世被人发现时候，大家普遍已经到了30级，因此严树毫不担心，还有大把的时间留给自己寻找。总不可能自己回城的这段时间就被人给截胡了吧。第二天早上10点，严树已经在酒馆2楼提前等待，而折戟沉沙几乎是卡着时间来到了包间中。留白大神，久仰久仰。严树一看对方，依旧是自己印象中的模样，强壮身板力的笔直。不过这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那种沉稳的气质愈发突出。会长请坐。折戟沉沙此时刚入座，突然系统通告响起，令两人都是一愣。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爱吃葡萄，击杀 BOSS 花妖公主，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50，未解封的技能书+2，金币+50，游戏声望+500。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爱吃葡萄，击杀 BOSS 花妖公主，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50，未解封的技能书+2，金币+50，游戏声望+500。第62章双杀到手。听到爱吃葡萄手杀 BOSS 的系统提示，严树一瞬便恢复了正常，只是淡淡一笑，将一杯茶推到折戟沉沙的面前。刘白兄弟，看来你并不怎么吃惊啊，总算有人抢在你面前拿到 BOSS 手杀了。折戟沉沙接过茶杯，端起来抿了一口，似是松了一口气的说道：哼，老哥说的哪里话，游戏又不是我家开的，这资源还能让我一人独占了不成？ BOSS 手杀这个东西，严树从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想要全部包揽完全是不现实的。毕竟3大主城的区域如此之大，有其余有实力的玩家也不在少数。手杀奖励也只是自己提升实力的途径之一，尽量争取就行了。刘白老弟，我这人也不喜欢拐弯抹角，今天来救。系统通告：恭喜玩家刘白击杀 BOSS 巨齿鼠王，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50，未解封的技能书+2，金币+50，游戏声望+500。系统通告：恭喜玩家刘白击杀 BOSS 嗜血斑牛，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50，未解封的技能书+2，金币+50，游戏声望+500。折戟沉沙的话顿时被打断，双眼睁大，愣愣地盯着严树。这就是你说的游戏不是你家开的？连续2只 BOSS 手杀是怎么回事？折戟沉沙这次是真的被惊到了。前面裂损单刷 BOSS 那个视频自己也看到了，当时只是以为玩家们夸大其词。刘白这家伙肯定是在某地操控着，毕竟有新手村副本的例子摆在前面，这货的精神力强大是有目共睹的。找个视野好点的地方进行指挥完全可以办到，或者直接就设定召唤物自由攻击模式也是可以的，毕竟他的召唤物光攻击就可以碾压同级 BOSS 了。现在刘白就老神在在的坐自己对面喝茶，召唤物拥有自主意识的猜测基本算是实锤了。更为离谱的是击杀2只不同 BOSS， 这就已经说明对方的召唤物兵分2路，短期内把 BOSS 刷了出来还轻松解决了。要知道秦小妖与之分别也才过去了1天多，这效率也太高了。此时的外面更是闹翻了天。什么情况？前1分钟还说总算有人实现突破拿到手杀，打脸来得好快，刚才说刘白不行了的家伙呢？心疼爱吃葡萄3分钟，好不容易上次电视却给刘白做铺垫了。你们根本没有抓住重点，2只 BOSS 同时击杀，还是不同地方的 BOSS，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刘白同时击杀了2只 BOSS。 刘白的召唤物出门自己刷 BOSS 了，现在杀2只了，那杀3只、4只的那一天还遥远吗？随着这家伙的召唤物数量增加，不敢想象以后会是怎样的一副情景。兄弟们，我准备凑钱跑路了，洛星城的资源以后都是刘白的了，换个地方发展才是王道。咱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刘白有的是钱，人家换地方刷 BOSS 也同样简单。此时的秦废看着玩家们的议论，肠子都悔青了。自己当时就不应该听杨乐叔的，选择来洛星城发展。这蠢女人说什么喜欢星星，洛星城的名字好听，偏要来这边。自己当时也没有多想，觉得去哪里都一样，反正3大主城资源总量都差不多，只是各有特色。早知道就应该听王启的，去赤阳城了。现在倒好，工会那么多人，想换地方也不现实了，毕竟光传送费都是一笔巨大的数字。亲爱的，怎么突然闷闷不乐的？杨乐叔看见秦废停止了刷怪，顿时走上前关心道。秦废看着对方的表情不似作伪，最终还是深吸了一口气，
把郁闷的情绪给压了下去。继续吧，争取早日刷出 BOSS。银月城南部丛林练级点，爱吃葡萄刚把系统奖励的自由属性点加好，看着突如其来的2条系统通告，霎时就感觉手中的战利品不香了。想起从新手村开始，这家伙就一直压自己一头。到主城后，第一个 BOSS 首杀也被对方取去。这次完成 BOSS 首杀，总算扬眉吐气了一回，但立即就隔空递来了2个大耳光。爱吃葡萄顿时感觉心态崩了。刘白，你这家伙是自己的命中克星吗？怎么那么讨厌？说完，不顾队伍中其他人的表情，直接就回了城。葡萄姐这是怎么了？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唉，我们也回去安慰一下她吧。那么要强的人总是被搞心态，换谁也难受。酒楼中，折戟沉沙酝酿了许久，苦笑了一声，总算重新开口。刘白老弟好手段啊，看来我是落伍了，第一次知道游戏还能这样玩，现在我都怀疑这游戏是不是你家开的了。严树此时也是哭笑不得，这情况也不是自己故意设计的，完全就是碰巧。2只召唤物刷出了 BOSS， 又同时击杀，自己现在还能说什么呢？感谢2只召唤物给自己这个装逼的机会。老哥，继续刚才的话题吧，这是我这流派的召唤师刷怪练级的方式，没什么好惊讶的。折戟沉沙一阵无语，最后还要强行装一波是吧？看来就是顶尖高手也不能免俗啊。刘白老弟，我就实话实说了，找你的目的就是想拉你入伙，不知道你怎么考虑的。经过系统消息这么一搞，折戟沉沙自己都觉得信心不足。不过来都来了，该有的态度还是要拿出来。说不定刘白突然改变以前的想法，有加入工会的意愿了呢。老哥，好有心领了，我没有加入任何工会的想法。严树给出了一个歉意的笑，自己的反应肯定在对方的意料之中，接下来就看对方怎么出牌了。说出来自己都还是比较好奇，大名鼎鼎的药师公会开出怎样的条件。刘白老弟，先别忙拒绝，我们的条件不会像其他工会一样，接下来我说的消息很可能会改变你的想法。哦，洗耳恭听。第63章，游戏的真相。这游戏不简单。此时的折戟沉沙一脸严肃，一字一句地说出这句话。严树扑哧一声，做出一副完全被逗笑的表情。自己当然知道对方的真正意思，不过该做的样子还是得做。老哥，我还以为你会有什么独特见解呢。全天启的玩家都知道这游戏不简单，毕竟这是第一款真正的全息虚拟网游。折戟沉沙死死地盯着严树，似乎是想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东西。看了半天，见严树的表情不像是装的，最终还是继续开口。我们工会真正的背景来自上面。折戟沉沙用手指了指上方。实际上，这游戏刚出现时已经被注意到了，在经过几轮测试后，并没有发现对人体产生任何坏处。那时游戏没有开服，参加测试的人员都困在最初的那片山谷中。但接下来，我们就有了惊人的发现，随着游戏时长的增加，人体的细胞活性也在提高。严树此时已经收起了笑脸，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当然，有一半是装的。折戟沉沙很满意自己话语带来的效果，然后又继续补充，那种活性不单单是恢复年轻状态，更像是人体细胞在接受某种耐受训练，那种感觉就像是把容器撑大，以便于可以装下更多的水。此话一出，严树心中直接掀起波浪。在自己的猜想中，游戏的异常应该是早被人发现了，毕竟要大规模的投入市场，不经过安全测试怎么可能？但令自己震惊的是折戟沉沙的最后一句话，把容器撑大，以便于可以装下更多的水。说通俗一点，这相当于就是说，从进入游戏开始，人的身体已经在接受预训练，为游戏中的人物属性、技能反馈给玩家本人做准备。尽管岩主表面表现得很平静，握着杯子的手还是细微的抖动了一下。这个表现也被折戟沉沙看在眼里。那究竟是游戏公司设备的无意间连接到了游戏，还是游戏自己找上门来呢？不得而知。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折戟沉沙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望了望下面街道上走动的 NPC， 这根本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话音刚落，严树眼中的震惊之色再也掩饰不住。自己一直以为所有人都不知道游戏的真相，看来还是早就有人猜到了。接下来话，折戟沉沙像是想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声音略微有点颤抖。然后基于以上的发现和猜测，我们不妨再大胆一点，既然游戏自己找上他们公司的设备，游戏头盔作为2个世界的连接器，会不会有一天2个世界越来越近，最终连接到了一起呢？严树瞳孔一缩，努力把所有的情绪给压了下去。折戟沉沙会长，你这故事讲得太离谱了吧？游戏世界为真并且会与现实融合，你要不要去论坛上宣传一波，看看有多少人相信？刘白老弟别紧张，我和你讲这些，除了人体的变化是已经证实的，其余的都还只是猜测，但也能从侧面说明这游戏的特殊之处。折戟沉沙此时淡淡一笑，气氛缓和了不少。
说这些东西也是为了让你看到我们工会真正的实力。我们有专门的研究团队，每天不停地进行分析研究。而且我们进入游戏的目的也和其他的工会娱乐性质有所不同，是想进一步探索这个游戏的奥秘，以应对将来有可能出现的变数。你作为游戏第一人，对游戏的理解远超所有玩家。要是你可以加入我们，必要时配合做一些游戏方面的数据测试即可。相应的，你将会获得技术团队的支持，游戏工会资源的倾斜，这绝对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说完，折戟沉沙微笑地看着严树，自己展示出如此多的诚意，该讲的不该讲的全说了，就不信刘白还会继续坚持。严树没有讲话，只是轻轻抿了一口茶。刚才自己差点就被对方给绕进去了，就算是药师工会有官方背景，也不可能获取到足够多的游戏信息。对于游戏世界是真实的，两个世界融合，这些也都还只是对方的猜测。说句实话，这种猜测在很多玩家体验了游戏之后，思维或多或少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发散。永远不要低估人类的想象力，尤其是游戏带给人们如此真实体验的情况下。折戟沉沙会长，我想了想，还是坚持自己最初的想法。感谢你和我讲那么多东西。对面的折戟沉沙此时直接愣住，居然失败了，这游戏第一人的心思也太难琢磨了吧。要知道自己来之前可是做了很大准备，先是找上跟他有过交集的两个工会了解了一番，再经过深思熟虑设计出这番话术。当时的想法是，既然刘白不接受其他工会的招募，那就说明普通的东西是吸引不了他的。那好，直接就把格局放大，把游戏和现实世界的安危捆绑在一起。换位思考，要是遇到这种情况，连自己都没法拒绝。要知道，像他这个年纪的人，一腔热血可是很容易引动的。严树看对方没答话，又继续补充，至于刚才的东西，我可以保证不跟任何人讲，就当是老哥你给我展示了一下丰富的想象力。此时折戟沉沙也没有办法了，对方既然都说到这个份上，肯定是铁了心了。哎，既然如此，那就不强求了。不过药师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这是你需求的东西，也算是给老弟你的见面礼了。颜竹在交易界面点击了同意。丁你获得废血晶石乘3，风灵草乘2，在现阶段能收集到这些东西也算是不容易了。感谢老哥，我也不白拿你的东西，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可以直接联系我，保证价格公道。折戟沉沙听到前半句，本来还有点感动，可后半句直接让其脸皮抽了抽。好的，好的，虽然我对我们工会的实力很有信心，不过在刘白大神面前还是不够看的。提前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双方互加了好友，看着严树传过来的材料需求清单，折戟沉沙此时似乎也想通了，这家伙不加入任何工会，怕是想做所有人的生意啊。就是不知道他的信心从哪里来，比如像刷副本排行榜那种东西，自家工会可是没有那个需求的。此时严树听着折戟沉沙纯属客套的话语，也不多想，最后又补充了一句，在你们真正工会成立的时候，可以联系我，给你们打9折。说完也不管折戟沉沙疑惑的神情，与之告别出门。接下来要准备东西，继续去找一下那个隐藏宝箱。第64章尾随。折戟沉沙端起茶杯看了看，又闻了闻。说实话，自己在现实中也是个喜欢喝茶的人，但在游戏中还是第一次有这种体验。别的不说，味道还真不错，那种唇齿留香的感觉久久不散。又不由感叹游戏的真实性，要说连人的五感的都模拟出来了，这和现实世界还有什么区别？当下去问了酒馆里面的 NPC 茶叶的价格。当知道刚刚的一壶茶都要100金币时，折戟沉沙沉默了，心里暗暗庆幸刚刚严树付了款，自己现在的抛去工会资金以外，全身上下就几十枚金币，怕是游戏中最寒碜的会长了。药师的资金实力也很雄厚，不过那是在现实中。目前大规模收购游戏币的计划一直受到一些成员的反对，认为这时候的游戏币虚高，估计要等游戏中的工会正式成立后，资金短缺问题才会得到有效解决。来都来了，问一问季上心头这家伙最近是什么情况？这家伙没和大伙住在一起，貌似好久都没下线了。折戟沉沙打开通讯器拨了过去。另一头，此时的季上心头正死死地盯着颜竹的背影，哼，居然还戴了面具，一看就是亏心事干多了。前次的隐藏任务裤衩都赔掉了。后来季上心头好好复盘了一下整个任务的经过，首先是那秘境守护者巨蟒，那行为举止像极了猪，处处透着古怪，而且攻击高的离谱，全程就碰了一下，就让自己损失了一具分身，到最后快要击杀时又直接消失。再者就是秘境中剩下的一堆破烂，根本就和任务难度不匹配。最后就是秘境外的战斗痕迹留下的焦土，那蛇一开始拱地的行为，明显就是想要破坏这些痕迹。种种线索都指向了一个真相，那就是自己被人截胡了。这游戏中有这种能力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刘白。
其他人绝无可能。作为 SS 天赋的顶尖高手，这点自信还是有的。再联想到他也曾去城主府想接任务，召唤物是野猪，还有火元素精灵拥有火系技能，这一切直接就对上了。他先是击杀了秘境守护者，然后不知道使用了什么诡异的方法让野猪取而代之，自己则进入秘境中的把真正的好东西都给取走了。想通了这一切后，季尚心头差点郁闷的吐血3声。这件事太丢脸了，所以一直埋在自己心中，连工会的人问起刘白的情况，自己都是随便应付过去。当从秦小妖那里得知会长和刘白碰面时，季尚心头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这场子不找回来，都快成自己的心结了。念头如此不通达，以后还怎么进步？自己也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不信了，自己拥有隐藏职业幽影刺客，隐身能力在整个天启中都找不出第二个来。截胡这种事情不是手到擒来吗？接下来什么都不干，就盯他一段时间，不信找不到机会。季尚心头很清楚，像这种等级的高手，优先级肯定是寻找游戏中的各种机缘。尤其刘白这种召唤物负责枯燥刷怪的，更是会把大把的时间花在这些方面。这时候通讯器震动，季尚心头一看是会长的语音通话请求，急忙先挂了，又发了一条文字消息过去。会长，什么事？不方便接语音。没什么，来都来了，就想和你碰个头，了解一下你情况。下次吧，正忙。折戟沉沙看着这消息，眉头一皱，想了想，又编辑了一条。好，等下线了来工会一趟。哦，对了，好好和刘白相处，打好关系。季尚心头看着这条消息，差点就破防了，心中暗骂：好好相处可以的，他先把我东西还回来。就在这时，严树从杂货铺走出，季尚心头连忙把通讯器关了，远远吊着跟了上去。强力隐身技能幽影之躯可要等关键时刻再用，现在先用普通技能跟着。季尚心头知道严树的精神力高，此时可不敢凑太近，要是提前被揪出来，那就尴尬了。接下来严树把猎隼收了回来，重新召唤，方便接下来的行动，然后离开洛星城就往堕魔窟方向赶。季尚心头一开始还想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只要不跟丢就行，谁成想才刚出城不久，就被严树的移动速度吓了一跳。我擦，这真的是召唤师吗？邪门了！在严树加速下，季尚心头差点跟丢，得亏严主走的是直线，季尚心头咬牙提速后，严树的背影重新出现，这才让季尚心头松了口气。随着两人的深入，季尚心头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想，这波稳了，要是没有点赚头，这家伙怎么会穿越15级的区域？期间令季尚心头最为吃惊的是，除了一只在前面开路的猎隼，严树身边又多了新宠物，召唤出狼群，一直护在周围，不停围攻沿途的怪物。我去，这货的召唤物居然还能再召唤，太无赖了吧！季尚心头也没有去看秦小妖拍回去的视频，对最新的信息还不了解。看到这一幕，一直认为自己职业是最强的季尚心头，心里居然产生了一丝丝羡慕的感觉。居然有个洞穴入口，这家伙绝对是找到好东西了。季尚心头压住激动的心情，等严树消失了几秒，才跟了进去。由于严树依旧用前面的方法，靠狼群和毒蜂一路横推，留下了很多战斗痕迹，倒是方便了后面的季尚心头。最终，严树来到了那巨大的石洞空间内，依旧是下达自由攻击指令，让狼群与蜂群击杀怪物。其成功击杀的目标也都算在狼王和蜂王头上，因此两者的累积自由属性点也在逐步提升中。整个空间内充斥着杂乱的怪物厮杀声，其中虎斑毒蜂的翅膀震动声最为突出。什么声音？嗡嗡嗡的，像是无人机。季尚心头小心翼翼地探出了半个脑袋，这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这特么是什么场面？第65章，扬眉吐气，就在今朝。只见巨大的空洞内挤满了怪物，一边是长相奇丑无比的巨鼠，一边则是几十只野狼，还有就是几百只拳头大小的毒蜂。那嗡嗡的振翅声正是他们发出的，全部扭打在一起，互相撕咬。野狼往往几只围攻一只巨鼠，而毒蜂则10多只一拥而上，把目标糊了个岩石。野狼和巨鼠的战斗虽然说鲜血淋漓，但还算正常。但毒蜂的攻击画面直接让季尚心头头皮发麻，10来只振着双翅围上巨鼠，接着就是利齿和尾刺旗上阵，随之而来就是巨鼠滋之的惨叫声，切断肌肉纤维的咀嚼声。这场面让季尚心头额头都冒出了汗，小腿不由得一颤。自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类的毒虫还居然有拳头那么大，数量那么多。这些毒蜂也是那个家伙的召唤物，这还怎么玩？此时季尚心头突然产生了掉头就走的冲动，首次打起了退堂鼓。但目光朝严树看的方向望去，就看到猎隼在围着岩壁飞行，巨大的喙中含着一颗会发光的珠子，
把岩壁上那些幽暗的凹陷处都照得敞亮。此时，一抹不一样的色彩闪过，飞身向前的裂损又折返回来。在光照下，一个古朴的宝箱呈现在两人眼前，繁复的纹路布满整个箱体，各色的珠玉点缀其中，一看就不是凡品。严树看见这个宝箱的造型，突然一愣，这可不是普通的宝箱，里面出现的东西要么是稀有的特殊技能，要么就是各种奇奇怪怪拥有特殊功效的物品，像占卜宝珠也属于这一类的东西。发了，这里面估计除了施暴这本技能书，还会有其他东西。小黑，把它掀下来。拐角处的纪上心头也双眼放光，这才是真正的宝箱啊！看看这花里胡哨的卖相，哪是秘境中那些破木箱子可以比的？里面的东西绝对价值不菲。纪上心头看了一眼那些四处围杀巨鼠的毒蜂，直接一咬牙，拼了！富贵险中求，扬眉吐气就在今朝，直接用出了自己一直留到现在的底牌技能幽影之躯。幽影之躯自身进入幽影状态，移动速度正 300%， 伤害减免正 90%， 期间攻击造成双倍真实伤害，攻击不显形。受到伤害后随机闪现到5米的位置，再次进入隐形状态。使用技能后，自身气息收敛到极致，神级以下不可察觉。持续时间1分钟，冷却时间1天。本来这个技能是自己的留着击杀强敌的，想不到第一次使用居然用来做偷鸡摸狗行当。想到这里，纪上心头不免有些自嘲，不过立即就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抛到了脑后。是你留白先搞事情的，自己只是以牙还牙而已。技能用出，纪上心头此时信心达到极点。别看1分钟的持续时间短，但是凭自己的速度，足够在宝箱开启的瞬间将里面的东西席卷一空。此时岩竹眼角余光一扫，突然嘴角上翘，露出一个微不可察的笑容。有点意思，那道鬼鬼祟祟的身影居然觉察不到了，看来能跟着自己来到这里的都是有2把刷子的。不过再牛批的隐身技能在受到伤害后也会显形，这近万智力加成技能，不知道你能不能顶得住。严树心绪急转，技能已经捏在手中，准备随时扔出去。这时的裂损已经拽动宝箱丢了下来，砰！宝箱落地，扬起一阵灰尘。严树一副欣喜的模样走上前，开始引导开锁。看到这一幕，纪上心头直接以极快的速度冲来，肾上腺激素飙升，感觉让他每个细胞都在颤动嘶吼。近了，更近了！此时的纪上心头仿佛已经看到岩竹对着空空如也的箱子发愣的表情。爽！就在此时，严树突然后移一步，打断了开锁进度条，一发流星火雨就以自己为中心丢了出去。几乎是同一时间，火元素精灵也出现在严树身旁，依旧是同样的技能甩出。纪上心头还没反应过来，就感觉自己撞向了一颗颗炙热的火球，那种感觉就像在雨中奔跑，自己的高速移动反而承受了更多的雨点。-1674， -1571，闪现，-1478， -1652。第二次现形，纪上心头已经化作了白光，那激动的表情似乎还挂在脸上。洛星城复活点中，纪上心头看着自己等级掉回到了10级，又看了看自己的 SS 级天赋隐藏职业，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有迷茫，有无助，有羞愧，有自责，但更多的是愤怒。自己在留白面前居然败得那么彻底，差距真的就那么大吗？要不是闪烁的时候触发技能保护机制，平砸在身上的那几个火球，自己一个照面就被秒了。不对，他的实力不可能达到神级，一定是他太谨慎了，所以在关键时刻才会用群攻技能清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罢了。想到这里，纪上心头的负面情绪驱散了不少，拿出通讯录就给严树发去了一条信息：时刻警惕周围，我会如影随形的跟着你。反正已经被看到脸了，自己也大大方方的直接挑明，就算打不过对方也要恶心一波。洞窟内的严树一阵无奈，看来前面的事情被这家伙发现了，特意跟上来报复自己。不过你自己都守不住的东西，说明就不属于你，有什么好纠结的？兄弟，你这是干什么？早上才和你们会长友好会面，你现在就搞这么一出？纪上心头一看，居然还在装。你截胡我的任务奖励，这件事没完，别让我找到机会。你说的是什么？我听不懂。你要找我切磋的话，随时欢迎。不过还是得奉劝你一句，这游戏练级不易，不要自误。严树说完，直接关掉了通讯器，不禁吐槽道：什么你的任务奖励都没有到你背包里，怎么能算你的东西呢？自己20来万的金币就不算付出了？看着目前的宝箱，严树不由搓了搓手，关键时刻到了。要真用一句话形容此刻的心情，开宝箱这玩意就像掀新娘子盖头，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惊喜，根本就不可能够的。第66章施暴。开锁读条完毕，宝箱中的物品呈现在严树面前。
首先就是预料中的施暴技能书，严树当即选择使用。施暴特殊技能，召唤物死亡时身体会自爆，给附近的敌人造成总属性点乘 30% 真实伤害。目前技能等级1，升至下一等级需要技能提升10乘1。好家伙，这下狼王和蜂王的召唤物被击杀时也可以造成伤害了，可以说是将其价值利用到了极致。如果说虎斑毒蜂这些小弟自爆产生的伤害是手雷，那总属性较高的几大主宠物就是导弹级别，自爆时的威力绝对惊人。就是不知道召唤物自爆这个技能使用后，灵魂复苏这个技能还能不能生效，待会实验一下。由于是特殊技能，前面新手村副本奖励的技能提升时也有了用武之地，严树将其取出。丁尼使用了技能提升10乘1，施暴提升至等级2。丁尼使用了技能提升10乘2，施暴提升至等级3。这下技能伤害已经有了大幅度提升。施暴特殊技能，召唤物死亡时身体会自爆，给附近的敌人造成总属性点乘 50% 真实伤害。目前技能等级3，升至下一等级需要技能提升10乘4。此时技能升到4级已经需要4块，消耗翻倍。包里提升时还剩1块，还需继续收集。接下来的物品是一个护符状的东西，技能重置符，特殊道具，可任意选择身上技能进行重置，刷新技能冷却时间，使用后自动充能重复使用，充能时间根据重置的技能时间而定。居然是这个东西，严树在前世也只是听说过。一般来说，技能重置符都是掌握在工会核心成员的手中，必要时可以刷新禁咒等强力技能，时机掌握的好的话，往往可以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运气真是不错，真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现在就可以刷新一下启灵这个技能，为紫翼蜂王开启灵智。丁尼使用了技能重置符，目前启灵冷却时间已重置，使用成功。现在技能重置符已经变成了灰色，下面出现了一个正在充能的进度条，时间为2天。下一刻，严树对着紫翼蜂王使用了启灵技能，但随着技能光芒收束完毕，蜂王还是悬停在空中，感觉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严树一愣，不确定地下达了一个命令，让所有的虎斑毒蜂摆出一个阻隔方阵。话音刚落，所有的虎斑毒蜂立即飞起，一一排好悬停在严树前面。不多时，一个整齐的空中方阵就组合成功。吓我一跳，你这家伙好歹也给点反应啊，还以为神级技能都失败了。紫翼蜂王灵智开启后，自己只需要给其下达一个大致的指令，他就能精确指挥他的小弟完成任务，以后就不需要在其身上多费心了。严树看向最后一件物品，幻魔令在堕魔窟一层使用，可召唤出隐藏 BOSS。这地方居然存在 BOSS。前世自己只是听说一层有个隐藏宝箱，其中有召唤师的技能施暴，其他消息就不得而知了。估计是开启宝箱的人选择了隐藏部分消息。要知道，在所有玩家的印象中，堕魔窟这个怪物刷新点是不存在 BOSS 的，无论击杀多少普通怪物也没有用。现在看来是需要这件特殊物品才能触发。既然是一层的 BOSS， 按天启中的规律，其等级估计也只比普通怪物多个1至2级，完全可以碾压。顺便试试施暴这个技能的威力。使用。随着严树手中的幻魔令消失，整个石洞开始微微颤动起来，地面上刷新出来的巨鼠也开始惊慌失措地朝几条通道跑去。下一刻，地面突然隆起，土层裂开，一个狰狞的巨大头颅冒了出来，尖长的细嘴中一对发黄的巨齿爆出，然后是佝偻着的身体，下垂着的四肢上连接着尖锐的利爪。这辈子第一次见那么大的耗子，真是丑陋且恶心。堕落的深渊魔鼠，唯一隐藏 BOSS， 15级，生命值 470W， 魔法值 25W， 敏捷1221，力量2114，精神2514。技能毒牙幻影狂击腐朽之息鼠幻。严树一发探查术丢出，立即就吃了一惊。先是3大主属性，基本已经直追20级的 BOSS， 前2个技能都较为普通，腐朽之息则是一个群体的诅咒技能，目标在其技能范围内会被套上中毒状态，持续掉血，同时防御力、攻击力、攻击速度、移动速度均会降低，相当恶心。出乎意料的是，第4个技能鼠幻可以召集整个堕魔窟一层的鼠群参与战斗。虽然说探查术只能看到技能描述，具体的数据看不到，但是既然描述中使用了庞大2字，那数量绝对远超想象，极有可能比紫翼蜂王的召唤数量还多。可惜的是，召唤的是一层的鼠群，成长性不强，居然是还是个会召唤小弟的 BOSS。 不过就算是还有召唤位置，那也留你不得，下辈子让你妈给你生漂亮点，太丑了，倒胃口。严树直接就给在场的4只召唤物下达了攻击命令，裂损和火元素精灵依旧是承担主力。
负15040，负16422，负15421。高额的伤害直接爆出，瞬间就打动魔鼠滋滋乱叫。那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尖锐刺耳，让严树不由想起指甲划过黑板的声音，心里一顿难受。狼王和蜂王的小弟所造成的伤害就有点不够看了。虽然说在洞中刷了上千只巨鼠，全点在了精神力上，但是两者召唤物的加成不算高，目前还显现不出威力来。负561，负423，负648，负235，负324，负289。虎斑毒蜂的因为属性加成少的原因，其造成的伤害明显比野狼低上一个档次，但由于数量多的原因，还是给 BOSS 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尤其是那颗巨大的脑袋上密密麻麻的，直接呼上了几十只毒蜂。BOSS 的视线受到干扰，很多攻击都落在了空处，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被击中的野狼和毒蜂体质不高，立即就被秒杀。但接着其尸体上淡绿色的光芒一闪，又重新站了起来，继续攻击 BOSS。第二次被击杀，野狼和毒蜂尸体迅速膨大。第67章摸尸。砰砰砰，随着爆炸声响起，一个个白色的真实伤害从 BOSS 头顶冒出。负1551，负895，负1325，负858。真伤无视防御，虽然施暴的等级只有3级，但造成的伤害已经很可观了。灵魂复苏起作用了，其复活效果的优先级大于施暴。密集的攻击不多时就把 BOSS 的血线压到了 60%。此时深渊魔鼠突然直直站起，双臂朝两边打开，下一刻身体在原道快速着旋转起来。群体攻击技能幻影狂击，很多野狼和毒蜂躲闪不及，当即就被秒杀2次，最后只能无奈作为炸弹做出最后的贡献。15秒的时间一过，场上的召唤物死亡已经超过了1/3，但随着狼王和蜂王的召唤技能用出，其数量又被重新补满。不知道是不是严树眼花的原因，居然从 BOSS 散发幽光的墨瞳中看出了厌恶的情绪。此时 BOSS 的身上突然飘散出绿色的烟雾，直接将整个实时空间都笼罩起来。这恶心的技能释放方式让严树下意识地捂住了鼻子。腐朽之息技能效果一出，召唤物攻击效率立即锐减。负10040，负9422，负10421。三大主力的输出下降了30%多，野狼和毒蜂造成的伤害更是才堪堪破百。攻击降到一定的程度，已经无法破防了，就连施暴造成的伤害也少了很多。不过依托数量优势， BOSS 的血条依旧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落着。接下来又是2轮的轰炸，这时 BOSS 血量已经来到了 30%。 来吧，让我看看所谓的鼠患到底是有多少。严树话音刚落，只见 BOSS 双爪一滑，四周就出现几道传送门。下一刻，密密麻麻的老鼠从中钻出，几乎就挤满了整个地面，真是恶心，连落脚的地方都快没了。严树甩出了一个流星火雨，立即清空了一片区域。技能效果一过，看着四周又围上来的老鼠，严树一阵头大，立即又指挥火元素精灵也丢出技能。这时候传送门总算是关闭了。刚才的2个群攻技能，保守估计就击杀了近1000只老鼠。不愧是隐藏 BOSS， 光这个技能就不是一般的队伍可以抵挡的。新手村的隐藏 BOSS 有禁魔领域，深渊魔鼠则是可以召唤数量庞大的鼠群。看来每个隐藏 BOSS 都有其难缠的地方。技能一过，剩余的老鼠又围上来一些，不过比刚才稀疏不少。这时严树也开始走位，不停点杀周围的老鼠。 BOSS 这一招让普通的野狼几乎全灭，而毒蜂因为有飞行能力的原因，倒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立即投入到清理老鼠的行动中。可惜的是，击杀鼠患技能召唤的老鼠并不像蜂王一样可以获得经验值和属性点，不然严树都想把其困住，刷上几波再说。随着剩余的老鼠被清理干净， BOSS 已经没有了其他突出的手段，最后血量清零，被击杀在地。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留白，击杀唯一隐藏 BOSS 堕落的深渊魔鼠，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加200，未解封的技能书加4，金币加200，游戏声望加1000。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留白，击杀唯一隐藏 BOSS 堕落的深渊魔鼠，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加200，未解封的技能书加4，金币加200，游戏声望加1000。关于严树的通告，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不过仔细一看，居然是隐藏 BOSS， 立即就不淡定了。我去，又来！唯一隐藏 BOSS 杀了就没了，又落在留白大神的手里了。留白大佬手下留情啊，这玩意都成保护动物了，杀一只少一只，你就是关起来收门票，让我们参观也愿意啊。就是，大家都还知道 BOSS 长什么样就没了。强烈建议留白大佬在击杀隐藏 BOSS 前拍下珍贵的影像资料。银月城霸凌鸟王看着这系统消息，忍不住破口大骂：这狗系统就不能出一个消息过滤功能吗？帮劳兹把关于留白的消息统统屏蔽了，
真是垃圾到极点。丁检测到玩家使用不文明用语，将受到禁言10小时的惩罚。霸凌鸟王一愣，张口还想说什么，却是发不出声音来，心里顿时骂得更起劲了。狗系统，平时玩家互飙垃圾话你不管，合着就是不能骂你是吧？真是烂到了极点。隐藏 BOSS 的奖励应该极为丰厚，既然洛星城有，那我们这边也肯定存在。吩咐下面的兄弟盯紧点，另外去论坛发帖，向散人玩家悬赏一下相关的信息。烟雨成风看到系统通告后，立即在工会管理层的群组中做出安排。其他工会此时也是纷纷做出行动。实际上，所有工会都有一个猜测，既然系统更新后击杀普通 BOSS 都有几率爆出剑帮令，那么隐藏 BOSS 身上出货的几率只会更高。要是哪家运气好爆出了剑帮令，那接下来的发展将会领先其他工会的一大截，甚至从此就拉开差距。在官网的介绍中，使用剑帮令后，工会才真正得到了系统的认可。有自己的消息频道、工会驻地、各种战斗 buff 加成等，可以说功能丰富，应有尽有。到时候更利于吸收有实力的散人玩家，驻地也将带来可观的收入。要是发展的好，驻地可以不停扩建，理论上最后可比肩主城。不过前世直到游戏降临，都没有哪家工会可以做到这种地步，都还与主城有着极大的差距。洞窟内，严树将属性点加好，走向倒地的 BOSS， 又到了期待已久的摸尸环节。自从召唤物自己去击杀 BOSS 后，掉落的物品都是通过斗转星移落在了自己背包中。虽然省事，但是少了摸尸这一传统环节，感觉爽感降低了不少。严树查看掉落的物品，大部分是金币和装备。突然一件造型奇特的物品引起了严树的注意，让严树的心脏直接猛地一跳。哦豁，赚钱的机会这不就来了。第68章剑帮令。这是一块古朴的令牌，上面双龙缠绕，上书熠熠生辉的3个大字：剑帮令。剑帮令在3大主城工会使者处提交，可正式成立工会。短短的一句简介，背后代表的意义一点不简单。在系统更新后，虽然说只要击杀 BOSS 就有几率获得剑帮令，但这个所谓的有几率有多坑人，严树是非常清楚的。前世到自己进入游戏时，也只出现了2块，这还是各大工会卯足了劲，到处找 BOSS 杀的情况下，可见爆率之低。本来在自己的预想中，等自己的5只召唤物全部开启灵智后，兵分5路，不停的击杀野外 BOSS 达到上百只后，怎么说也能获得1块了。现在看来是隐藏 BOSS 大大提高了爆率。虽然说现在自己位列财富榜榜首，但在未来那个计划实施前，游戏币越多越好。这块剑帮令来的正是时候，把 BOSS 爆出的10多件装备收起，其中黄金装备5件，其余的都是白银装，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材料。另外就是3本技能书，其中还有一本是法师的特殊技能火龙冲击。这个技能使用后会形成一条直线的火焰冲击波，是极为强悍的直线穿透型爆发输出技能，在前世也有极大的名气。光这些装备技能书全部出售，估计自己就能获得近10万的游戏币。毕竟现在玩家大部分出新手村了，获取游戏币的渠道变多。严树把剑帮令和这些物品全部挂到了拍卖行，其中剑帮令设置10万金币起拍，其余的装备物品依据目前的市场价几千到1万不等，设置拍卖时间为7天。这样的话，各大工会都有充分的时间去准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自己只需要营造声势即可。剑帮令一经挂出，立即就被随时蹲守拍卖行的游戏商人发现，将这个消息传播了出去。兄弟们，快来看拍卖行！猜猜我发现了什么？居然是剑帮令！我去，哪位大佬爆出了剑帮令，居然不使用，而是拿来卖钱？这也太没远见了吧！要是我获得了剑帮令，成为天启中第一个建立工会的玩家，只要运作的好，超越5大工会也不是什么难事。毕竟涌入的玩家数量太大，游戏高手不计其数。剑帮令不是要 BOSS 才能爆出吗？难道是留白大佬击杀隐藏 BOSS 的战利品？很有这个可能，毕竟前脚系统刚通报，接着剑帮令就被挂到了拍卖行。留白大佬已经是财富榜榜首，还缺钱？要是游戏第一人建立工会，肯定是一呼百应。呼吁留白大佬自己建帮，我肯定第一个加入。几大工会收到这个消息，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第一块剑帮令意义非凡，称之为战略物品也不为过。哪家获得了这块剑帮令，无疑就可以在几家工会中脱颖而出，进一步拉开距离。大家认为这一块剑帮令会被顶到多高的价格？工会管理层群组中，烟雨成风率先开口，将关键问题提出。会长，我认为最高价完全取决于玩家手中的总存量金币。继续说。现在有实力争取这块令牌的也就我们5家工会，各家的存量金币估计大差不差，剩余的钱都在散人玩家手中攥着。从我们工会的情况来看，每个人平均下来也就20个金币左右，普通玩家由于各种因素影响，这个数还得往下压一压，估计15个金币左右。烟雨成风点了点头，
开口道：“目前我们工会成员可以聚集起来的资金也就在150万左右，其他4家我估计也差不多。现在关键还是把散人玩家们的钱收集起来。全天启的玩家现在估计还有30%在新手村，这些人可以不用考虑。其他抛去现实不缺钱的、有长远规划的等等，这部分人也要排除在外。再加上其余4家工会的竞争，我估计最后能收购到的金币也就200万左右，这还是理想状态达到的情况。在拍卖到最后阶段，一些自觉无望的工会也会把金币抛出回血，最后的金币估计会汇聚到2至3家的手中。综上，我认为此次第1块剑邦令很可能会到1000万金币左右。”烟雨阁在紧锣密鼓的分析讨论之时，其余几家也在进行着同样的议题。秦王朝工会现实世界秦氏集团商业大厦17楼会议室。与烟雨阁线上讨论不同的是，秦废则认为这是游戏开服以后工会遇到的最大事情，应该严肃对待，甚至还让参会的成员都换上了正装。也多亏人员都是集中在一起玩游戏，不然短时间内还真召集不起来。自从秦废决定在游戏中大展身手后，就将工会的所有核心成员都集中了起来，将大厦的15至17层进行了改造，管理层核心成员的吃喝拉撒全集中在这几层中。好了，接下来我们开会，讨论的是如何拿下天启中的第1块剑邦令。王启作为明面上的会长，首先发声，看了看大家没有什么异议，又继续开口：“下面我先简单分析一下这块剑邦令的大致价格。”这时，一旁的秦废出声打断：“王启会长，我觉得应该强调一下这块剑邦令的意义，这样才能充分引起大家的重视，在后期收集资金时才能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认为。”一旁的王启听到这话，差点一口老血吐了出来，不过看在钱的面子上，还是硬生生忍住，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下面的成员有的目瞪口呆，有的一脸黑线。堕魔窟内，严树把所有的物品处理好，直接就把紫翼蜂王留在这里。以后一段时间内，这里就是你的底盘，让你小弟时刻清理老鼠。说完，紫翼蜂王照样是那副没有丝毫波动的模样。颜竹看着不由一叹，算了，让昆虫做出表情还是太勉强，你听懂就行了。随后就离开了堕魔窟。第69章，还在观望，得加把火。2层的怪物依旧很密集，但已经是13至14级。由于召唤物属性叠加的规则还是击杀同级别的怪物，每一级叠加的属性点才能最大化。接下来，随着蜂王精神力增加，虎斑毒蜂的数量和实力将会暴增，彻底占领堕魔窟一层指日可待。蜂王实力的提升，在接下来的计划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己则是带着野狼去下一个地方刷怪，叠加属性点。琼哥，以后我们真的不做现实产业了吗？这样孤注一掷真的很冒险。霸凌鸟王此时显得很是理智，在不停的劝诫霸凌苍穹。行了，不要再说了，就按照我说的做。可个尖儿，你知道为什么你只是个副会长，而我却能做会长吗？眼光，格局，你哪样比得过我？要是拿下这块剑邦令，以后你还用去带人收保护费吗？根本就不会缺钱花。霸凌鸟王眼底闪过一丝怒气，不过最后还是回复了2个字：好的。虽然表面上答应，不过霸凌鸟王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留一手。主要是自从进入这个游戏以来，现在只要和留白沾边的东西，自己工会从来就不会讨得半分好处。这次只要是个正常人都能看出这块剑邦令是留白的，孤注一掷很容易血本无归。到时候你穷哥变穷哥，那真的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在各工会都开始准备之际，严树又开始枯燥的品茶番论坛的生活，而野狼王和火元素精灵在距离不远的地方不知疲倦的刷怪中。此次剑邦令究竟花落谁家？从各大工会的经济实力进行分析。速记，独家爆料留白不自己建立工会的原因。兄弟们，刚才就有人联系我收购金币，你们觉得是及时抛出，还是再等等？洛星城金线一巨型野猪称霸了西部10级炼级区，疑似留白的召唤物。霸凌天下无限收游戏币，价钱公道，童叟无欺。怎么感觉还有的工会在观望，自己还得加把火？严树眼睛微眯，露出了一个阴险的笑容，当即就发了一个帖子，标题：科普关于第1个剑邦的工会，你所不知道的2、3事。内容：本人留白就如大家猜测的一样，是第1块剑邦令的拥有者。在拿着剑邦令去找工会使者时，得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具体有以下3点：一、天启中可供选择的工会驻地是有限的，第1家工会选择余地很多，至于后面的工会，没办法，只能挑别人剩下的。2、首家工会的驻地会得到系统奖励，初始便是2级，将会节省巨量的升级资源。3、首家工会的所有成员将会受到天启诸神的祝福，经验值加成 30%， 持续1个月。严树的帖子一经发出，立即就涌入了大量的玩家。真的假的？首家工会的福利有那么多吗？
留白大佬的名声在这，总不可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吧？大佬的帖子一出，各家工会更是要争个你死我活了。吃瓜，坐等天启第一家正式工会的成立。刘明，本人 A 级天赋，预定天启第一家正式工会成员位置。鸣人不说暗话，就是冲那30%经验加成而来。帖子热度持续攀升，很快就引起了各家工会的注意。留白这招可真是狠啊！不过凭自己对他的了解，这些信息应该是真的，妥妥的阳谋。烟雨乘风一阵苦笑，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尽量去准备。这狗东西简直阴险！琼哥，我们可不能上当啊！按照原来的计划，我们现实中的产业已经不剩多少了，可不能再加码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小鸟，我们都是谋大事的人，瞻前顾后的可不行。霸凌苍穹知道这些信息后，反而更加兴奋了。要是拿下这块剑邦令，那可真的就是遥遥领先了。现实中，秦废直接去见了自己的父亲秦红，秦氏集团真正的掌控者。在一番死磨硬泡的劝说下，总算又拿下了10亿龙国币。看着到账的钱，秦废此时的信心膨胀到了极点。剑邦令，我拿定了。与其他工会不一样的是纪远，工会基本就是孟青雨和爱吃葡萄说了算，两人深知自家工会的财力明显不如其他几家。在商讨过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想取得这第一枚剑邦令，关键就在严术身上。具体来说，是他那近2000万的游戏币。这笔钱肯定也有其他工会想到了，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现实中的货币都无法打动他，要怎么才能说服他？爱吃葡萄说完，就看到孟青雨上下打量着自己。葡萄，要不你牺牲一下自己？滚滚滚！你也不差，你作为会长，不是应该身先士卒吗？两人相互打趣，但也知道不会采用这种方法，毕竟这就违背了建立工会的初衷了。留白，这人好像就只对一样东西感兴趣，就是游戏中那些稀奇古怪的材料。要不从这方面入手？可以，但是我怎么感觉其他工会也会想到，尤其是和他有过交集的烟雨阁和药师。要是不用担心，他们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至于烟雨阁，要是不敌他们也认了，只要剑邦令不落在秦王朝和霸凌的手中。这边的严术一看作用发挥的差不多了，又开始准备编辑另一条帖子。就在这时，孟青雨和烟雨乘风突然同时发消息过来。严术疑惑着点开一看，直接被逗乐。和自己猜想的一样，果然还是有人盯上自己的钱了。两人的所表达的意思都一样，就是能不能用材料换取金币，至于现在拿不出的稀有材料，申请先欠着，以后加倍奉上。本来就算你们不主动来找我，我也是要主动提醒你们的。严术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帖子内容发布后提醒两人去看。薅羊毛嘛，当然是要所有肥羊一起薅。第70章贷款。孟青雨和烟雨乘风经严术提醒，也好奇了起来，立即就切到了论坛页面，然后直接傻眼。只见论坛第一页有个帖子点击数正在快速飙升着，本人留白，现向各工会提供贷款服务。无耻，太无耻了，一点游戏第一高手的风范都没有。烟雨乘风一边笑骂着，一边竖起了大拇指。要是换成是自己，也做不到毫无心理负担的发这类帖子，活该人家是财富榜第一啊。孟青雨也是一脸无奈，不过还是好奇的点进去看了一下。目前向各工会提供贷款服务，游戏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贷款偿还方式仅接受游戏币或是稀有材料，具体利率如下。这家伙是早有准备啊。孟青雨看着详细的贷款方式，暗暗称奇。严术借出的款项都是要求1个月内还清。孟青雨在心里大致估算了一下，假如借1万金币的话，到期连本带利将要还给他15000金币，妥妥的高利贷。还有就是以材料来抵扣，那串材料清单一看就是早就准备好的，每种都在后面详细标注了抵扣的金额。为了防止借款人赖账，下面还列出了一个协议，交由系统作为公证。这东西生成后将会以任务的方式存在游戏界面中，每天提醒。要是逾期，具体的惩罚会相当严重。首先是角色将不会再获得任何的经验值，期间收获的游戏币也会优先用于偿还债务。再过1个月，债务还没有结清，系统将会对角色的装备、道具进行具体估值回收，最后折算成游戏币交还给严术。要是身上就没有值钱的东西，那不好意思，未来你这个角色产生的任何收益都将用来还债。而且严术为了防止有人大量借款后及时转移，开始摆烂，对借款人资格也会进行简单的审核，每人的借款额度原则上不超过5万金币。说白了，严术借款只借给自己认为有实力的，其中就包括各大工会的会长和工会管理高层。天启这游戏每个人只可以建立1个角色，不可以删除重练。要是敢当老赖的话，游戏角色基本就废了。在帖子的最后，严术还加上了一句话，要是借钱不还，那我只能亲自上门来要了。会长作为第一责任人，之后是一众高层，
有这些限制的存在，严树不相信还有谁敢做老赖。帖子又被玩家们将热度顶到了第一，高，实在是高！借钱给个工会来买自己的东西，留白大佬好手段。这操作让我想起了我那还在按揭还款的房子，感动。留白大佬后面居然还贴心的推出了分期付款方式，不过这利息好像都是本金的几倍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资本吗？给大佬跪了！不，留白大佬是真良心，毕竟不强迫呀，自愿。霸凌苍穹得知这个消息后，先是臭骂了严树一顿，但这第一个建帮令无论如何都得拿下。随后又把霸凌鸟王一帮管理层的人员全部集中在主城里一起开会，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分任务，筹集资金。废话我就不多说了，我去找留白借钱，协议大家都签，就按最高额度5万的来。霸凌苍穹话音刚落，下面就发出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会长，不是我不为工会考虑啊，只是到期后连本带利要还7万5，实在是有心无力啊。对啊，我一个现实中给人放高利贷的，现在你让我去借高利贷，下面的兄弟们知道了还怎么看我？那个系统的惩罚太夸张了，不然别说只给借5万，就是把他手上所有的金币全借了，我都愿意。霸凌苍穹一看这几人的嘴脸，顿时目光不善起来。虽然说自己预想过肯定会有人跳出来反对自己，没想到居然有那么多。深吸了一口气，把心里火气压一压，霸凌苍穹继续开口：各位兄弟，你们这就是不信任工会，不信任我霸凌苍穹了，让你们出面只是为了充分利用好留白给出的额度。你们是为工会做出贡献，最后还钱肯定也是工会帮你们还，我们这帮人出来混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你们难道认为我会刻意坑你们吗？不等众人开口，霸凌苍穹又接着讲道：大家心里应该都清楚，在几家工会中，我们与留白的关系无疑是最差的，这次他既然不设门槛，每个工会都可以向他借钱，那么我们就不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这货真正的目的就是把所有的工会都当作肥羊来宰，既然这样，我们也让他见识一下我们霸凌真正的胆气，他只要敢给，那么我就敢要。随着霸凌苍穹的演讲完毕，场面出现第一次冷场。任你讲的天花乱坠，风险还不是大家担。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有顾虑。霸凌鸟王一看没有人出头，最后无奈的叹了口气，最终还是等自己带头啊，毕竟自己是霸凌的副会长，现实中还是陆苍穹一手带出来的兄弟。穹哥，我没有意见，虽说与留白闹的关系最僵的也是我，但为了工会的发展，我愿意去找留白借钱。霸凌鸟王此话一出，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霸凌苍穹更是一脸欣慰的表情，带头鼓起了掌。好，要是每个人都像鸟王一样为工会着想，我们霸凌何愁不兴？有了霸凌鸟王带头，顿时就陆续有人站出来同意找严树贷款。消息传出去之后，严树就没有继续关注，毕竟到拍卖结束还有7天的时间，总会有人按捺不住的先让子弹飞一回。没有人比严树更清楚，现阶段要想把玩家手中的游戏币收集起来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就带着狼王和火元素不停的刷怪叠加属性点，另外3只召唤物也是在自由发挥，其中进度最快的就属蜂王了。这家伙直接在堕魔窟一层做了一个蜂巢出来，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不知疲惫的生产补其损耗的虎斑毒蜂，自由属性点可以说一直在涨，就没有停过。第71章大单子。严树在炼级点待了半天时间，最先找上门的人居然是秦废。这家伙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找到了严树的炼级点，亲自来访。留白大佬你好。秦废一看到严树，顿时一脸热情的笑容。秦风破浪，久仰大名。严树也笑着答复，心里再怎么厌恶，但生意归生意，该做的样子还是要有。你听说过我？秦废一喜，顿时觉得脸上有光，毕竟对面的可是游戏第一人。这时的严树反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心想这货怕不是脑子有坑，自己客套一下。你怎么还当真了呢？我看过你的直播。秦废尴尬一笑，还是决定不再浪费时间。留白大佬，我就直说了，我是为了你那些游戏币而来。哦，你准备借多少？不是借，是买。我愿意出价10亿龙国币，购买你手上的金币。不卖。秦风破浪，你应该是识字的吧？我论坛上说的很清楚了，这笔钱只用来借。秦废一脸诧异，这特么可是10亿，怕你这货估计都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钱。本来自己亲自上门已经给足了面子，居然还被回绝，再加5亿。秦废死死盯着严树，直接抛出了底牌。自己心里很清楚，要是把留白手里的钱给拿下，那也就没有必要去找散人玩家收购了，剑帮令10拿9稳。来找我现金收购，是王启给你出的主意？不是，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这点权利我还是有的。请回吧，下次要是借钱不用亲自来，按帖子中的方法备注工会，我会把电子协议发过去。说完，严竹不再理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手中茶杯上。还不走？
我就不请你喝茶了，茶具没准备其他人的。好，希望刘白大佬生意兴隆。秦废眼中闪过一丝阴狠，转身离去。下线的第一件事，秦废先是找到了杨乐书。你前面直接找严树确定过，他不是刘白吗？我怎么感觉两人眉宇间有相似的地方？亲爱的，你应该是多虑了。凭他的性格，要是混成游戏第一人，肯定会第一时间来找我啊。再说了，按照惯例，刘白应该是把相貌上调了，这样的情况下，两人才有点相像，绝对不是同一人。估计两人也没有想到，还真有人嫌自己太帅，把相貌下调了。秦废刚走不久，烟雨成风和孟青雨就像是约好的一样，同时找上了严树。两人在借款之前都和严树简单聊了一下，其中就提到一点，像霸凌这种与严树关系不好的工会，为什么不把他们拦在外面？对此，严主只是淡淡回复了一句：谁说有建邦令就能成功建立工会的？此言一出，两边都立即做出回复：120万、150万。严树把他们准备的借款名单看了一遍，发现基本都是前世比较出名的管理层人员，当即就把电子合同一一发了过去。实际上他们的心思，严树也很清楚，这些钱拿回去就原封不动的放着，要是抢不到建邦令，就加上利息再换回来。这两笔金额估计已经是他们能力范围内可承受的最大数值了。破釜沉舟也不太符合他们两家的风格。刚把两家的事情办完，严树又收到了邮件提醒，自己对来信设置了关键词筛选提醒，其中就优先把5大工会名称的都放在了里面，确保不错过任何一家的大单子。一看邮件标题，严竹就微微一笑，果然霸凌肯定会来，而且是大单。邮件中表示霸凌要借300万，为了方便交流，严树还是通过了霸凌苍穹的好友申请。霸凌苍穹也没有多说什么，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直接就把贷款人员名单给发了过来。名字太多，严树根本就记不得那么多，只好去网上对面查询了一下，发现大部分 ID 都对得上，就没有过多纠结。反正到期不还钱，自己肯定先找你霸凌苍穹，到时候给速度最快的小黑当个要债大哥，天天盯着你霸凌的玩家。霸凌的业务办完，严树也只剩下几百万金币了。此时拍卖行中，建邦令的价格已经慢慢攀升，到了120万金币。严树很清楚，现在刚开始，各家都属于试探阶段，后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看了看时间，漆黑的雪天赋技能冷却应该差不多了。严树又给对方发了一条消息过去，约定在洛星城碰头。随后又翻了翻邮件，找了另一位可以刷新技能冷却的玩家，加上对方的好友。只会凭 A11级法师 B 级天赋透支，使用天赋技能后可立即刷新对象技能冷却时间，但之后会使技能冷却时间加倍。这一波，严树直接想把剩下的2只召唤物都开启灵智，自己的5只召唤物也该全部外派出去，抢占底盘了。然后继续增加召唤物数量，等洛星城占据的差不多时，再向其他2座主城发展。现在无论是升级的经验，还是召唤物进阶需要的材料，都是一个天文数字，不采用这个方法不行。等严树回到洛星城，漆黑的雪已经在传送点等待了。看到严树，直接迎了上来：大佬，你时间掐的可真准，我技能刚好你就发消息来了。哈哈，还行。严树心里暗暗补了一句，我是不会告诉你我设了闹铃的。那我开始了。相似的感觉传来，严树看向启灵这个技能，冷却时间已经被重置。严树立即对着火元素精灵选择了使用。技能释放完毕，火元素精灵给人的感觉已经完全不同，周身流动的火焰都灵动了不少。刘白大佬，一个兴奋的男声传来。严树转头看去，正是应约而来的只会凭 A。 哈哈，总算见到真神了，戴着面具差点没认出来。只会凭 A 给人的感觉也就17、18岁的样子，像刚高中毕业的男孩子。这时漆黑的雪任务完成，也和严树告别离开。时间过去了那么久，我还以为我落选了，想不到那么幸运。只会凭 A 一脸兴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开始吧，你的天赋技能直接对着我使用。收到。第72章关于装备的设想。严树对荒野狼王使用启灵技能之后，所有的召唤物都成功开启灵智，而现在就到了所有的召唤物都外派的时候。当务之急就是在不停叠加自由属性点的同时提升等级。严竹的想法就是让召唤物以洛星城为核心向外扩散，将每一级的属性点叠加到极致。现在除紫翼蜂王在堕魔窟外，4只召唤物分别派往洛星城4个方位。严树刚把荒野狼王派往原来的方向，邮件消息突然响起。严树点开一看，寄件人列赫然写着秦王朝，秦风破浪。贷款信息来了。这时候的秦废也想通了，高利贷就高利贷，只要能把建邦令拿下，以后只要工会驻地建设成功，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游戏币产出。
到时候这所谓的高利贷也只是洒洒水。严树的好友申请刚发来，秦飞就迫不及待地点击了同意，然后就把贷款的金额和人员名单一并发了过去。对面的严树一看，居然想贷400万，不由呵呵一笑：“给你机会，你自己不珍惜啊！”当即回复了信息，现在只剩130万了。秦飞看到这条消息一愣，还以为是严树故意为难自己，赶紧点开财富榜查看，果然严树的金币只剩下130多万，顿时肠子都悔青了。见对方没有回复，严树又直接追问：“还贷吗？”秦飞这会突然想起自己同意来找严树贷款时王启那意味深长的眼神，顿时就明白了过来。这狗东西早就料到了会被其他工会抢先，居然不提醒自己，真是一点作为会长的担当都没有。要不是看在他管理工会的才能不错，现在就想把他炒了。秦飞咬了咬牙，最终还是回了个贷字。要是再不下手，估计连剩下的这点钱都没有了，到时候怕是大腿都得拍肿。刘白大佬，能不能透露一下贷款最多的是哪家工会？不好意思，这是客户隐私，概不透露。不过基本就是你想的那几家。秦飞脸色一僵，神他妈客户隐私，说白了不就是自己第一次找你的时候态度不怎么好吗？现在自己也成你的客户了，连这点小小的信息也要隐瞒。眼看在严树这里得不到有效的信息，秦飞也赶紧收拾心情去做其他安排。现在自己工会除了顶尖的精英团成员，很多人都停止了练级，接下来的几天就一个任务，不停地进行宣传，发布金币收购信息，找散人玩家收购游戏币。严树这边这时候突然又有2、3家小工会找上门来，对此严树只是回了一句：“下次赶早。”就不再理会。几个工会会长这时候对照财富榜，才发现刚才的130万也没有了，顿时也感到无比后悔。但没有办法，毕竟要说服工会管理层人员也需要一些时间。严树看着背包里剩下的1万多金币，心情无比舒畅。这笔生意做成，不久的将来自己的金币将超过1000万，到时候那个计划就10拿9稳了。当时自己在新手村得到原初器灵这个东西后，心里就对自己的装备进行了一个规划，那就是把全身的装备都换成可成长的。既然要玩就玩一把大的，堂堂重生者搞一套神器装备，不是很正常的吗？尤其是知道卡尔那里被污染的戒指跟自己的法杖是一个套装后，更是坚定了自己的想法。神器已经极为强悍，不敢想象要是集齐一整套套装所附加的属性词条会离谱到一个怎样的地步。而关键的物品就是原初器灵，这东西从新手村获得的经历来看，一般只有极为特殊的任务或是击杀一些关键的角色才会获得，在自己的印象中并没有相关的获取渠道，自己能想到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天启中所有宝箱种类中最为特殊的一种贪婪宝箱。贪婪宝箱又称为许愿宝箱，玩家进行许愿，输入想要获取的物品，然后在其中投入游戏币，投入的金币越多，玩家得到许愿物品的几率越高。同时贪婪宝箱还有一个特性，宝箱需要投入的钱具体能获得多大的收益，这个杠杆与现阶段玩家的平均等级挂钩，等级越低的贪婪宝箱杠杆就越大，而宝箱只能在活动副本中开启，也就是说当时玩家手上有多少钱就只能投入多少钱。在前世好像就是继上心头这家伙苟到了最后获得胜利，在投入了10多万金币后获得了一件传说级的匕首，当时这件事情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后来有人想效仿，却没有获得那么大的收益，因为随着宝箱贪婪宝箱等级提高，投入相同的金币收获却小了很多。要知道传说级以上就是神话级装备，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神器。严树就不相信了，自己准备个1000多万金币是继上心头当时的上百倍，要是这样还搞不到自己想要的原初器灵，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出现 bug 了。而贪婪宝箱这东西只有在游戏大型活动时可以获取，官方组织的首次大型活动就是在第一个玩家达到20级后，游戏版本更新后首次开启，那时活动魁首将会获得20级的贪婪宝箱，假如积分高的话，估计还有其他奖励。这段时间严树自己想得很清楚，要是全身都使用升级装备所带来的弊端的确也很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解决。虽然说升级装备需要吞噬同品质的装备很多，但完全可以从 NPC 那里获取帝国军队的制式装备，这种装备属性单一，技能也完全一样，后面在很多玩家看来都是极为鸡肋的存在。但这种装备是胜在量大管饱，刚好能符合自己的需求，而且随着装备品质的提升，吞噬的数量肯定会变小，总不可能升级到传奇级时需要吞噬1000件同样的传奇级装备才到神话级，这样根本不合理。因为据自己所知，传奇级装备虽然不像神话级那样稀有，但到游戏后期所有玩家手上的加起来估计也就只有几千件，
怎么可能全部被自己获取，用来当饲料？第73章人形 BOSS。目前召唤物全部派出，自行刷怪叠属性点。严树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没什么要紧事，只能躺平了。洛星城内一些跑腿的任务链完成之后，那点微薄的奖励自己根本看不上，因为这类任务设置的初衷就是为了玩家可以熟悉主城地形和相关的 NPC 功能，这些东西自己早就烂熟于心，根本就没有必要再重温一次。至于对自己有用的隐藏任务，现在因为等级和各方面限制，暂时还接不了。唉，躺平就躺平吧，自己都重生了，还不能享受享受。现在去前世出名戏馆听听小曲。自己前世辛苦了几年，直到被游戏降临被击杀，实际上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体验过。天启虽说是游戏，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完全可以作为另一个世界来看待。只是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就是发展方向，现实走的是科技路线，而游戏这边走的则是开发自身走的魔幻路子。除此外，还是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比如说各式各样的娱乐场所，天启中也有。洛星城西部，这里大都是酒楼、戏馆这一类的场所，而此时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正混迹在人群中，但眼睛余光却是一直盯着严树，直到严树走进了一座戏馆中。此人面具下的脸顿时露出鄙夷的神情，想不到堂堂游戏第一高手居然会来这种地方，这牲口肯定是现实中压抑太久了。不过游戏中好像也禁止一些产业，吃不了荤菜，他这是干什么？计上心头也不管那么多，在自己看来，刘白的每次行动都有特殊的目的，说不定里面就有什么隐藏任务。为了不被严树察觉，计上心头直接解除了隐藏状态，混迹在人群中。自己充分吸取了前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为此还想方设法地请教了一些高级的 NPC， 得到了一个关于精神力感应的真相。精神力这东西也不是什么上帝视角，只是对周围隐身的人物会有一个模糊的感应，所有自己只要把握好度，他刘白根本就不可能从背后的人群中察觉到自己。眼看严树迟迟不出来，计上心头直接走了进去，才进门就被店里 NPC 拦下。客人你好，我们这里的规矩是先交钱后入场。计上心头一愣，这是自助餐？看着 NPC 侍者一脸疑惑的样子，计上心头直接开口问道，多少钱？1000金币。啥？1000金币？你怎么不去抢？要知道自己这段时间刚花费了大量的资源补齐了一具分身，现在身上就剩1000多金币，但一想到刘白到这个地方半天不出来，很可能是接到什么特殊任务，计上心头只好硬着头皮上，老老实实交了钱。在 NPC 侍者的带领下，计上心头来到内厅，顿时就被台上的人给惊呆了，居然有这么漂亮的 NPC， 那扭动的腰肢，那魅惑的唱腔，光这2点就不得了。目光上移，大眼穷鼻，一颦一笑浑然天成。此时的计上心头突然产生了一种值回票价的感觉，随后又看到坐在了第一排的严树，正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马德还挺会享受。计上心头在后排坐下，刚开始还时不时转移目光看看严树的反应，但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沉浸在那忽高忽低的唱腔中，居然睡着了。这位客人，我们要打烊了。计上心头一惊，抬头一看，严树已经不知去处。离谱，自己居然在游戏睡着了，看来真是累了。计上心头出门后又在附近逛了逛，没发现严树的身影后，直接就选择了下线。而这时的严树正在前往洛星城的图书馆。就在刚才，严树无意中却有了一个巨大的发现，台上唱曲的妖娆女子林谦居然是一个人形 BOSS。 当时自己在丢探查术之后，发现对方信息中出现了一行绿色的字体，目标可使用万灵朝拜技能收服，但是其余信息却是一个正常 NPC 的，这极大引起了严树的好奇心。要知道召唤师的确是有部分人形召唤物，但这些人形召唤物跟 NPC 人物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按照设定，一般来说可收服召唤物就是具有人形，也不是真正的人，但是提示此人可被收服，那就只有一种可能，这是一个具有人形的强大 BOSS， 他潜伏在洛星城内，绝对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以严树的经验来看，这种强者其背后肯定可以牵扯出一个大型的任务，而现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不太适合打草惊蛇。尤其是这 BOSS 的舞姿配合歌声有极大的魅惑效果，现场的 NPC 已经有人出现丑态，因此严树在看到一半时就已退场。唯一感到惊奇的是，居然在后面发现了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玩家，在 BOSS 的歌声中呼声大振，与现场气氛格格不入。图书馆这地方，严树前世也来过几次，这里还是按照游戏的一些规则，在查阅资料后会自动提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在后面往往会成为触发任务的关键。这里有很多天启世界的传说或是地理国情，一般来说，
对后面截取一些大型的史诗型任务都有所帮助。严树准备来这里碰碰运气，而此时洛星城11级怪物区，秦飞正带领秦王朝的一众精英玩家正在围攻一只 BOSS。秦飞在与严树对接完毕后，就收到了工会成员的消息，说是运气不错，刷出了野外 BOSS， 当即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大家加把劲，上电视的机会来了。秦飞此时一脸兴奋，要知道在刘白这变态的压制下，能在洛星城拿到 BOSS 首杀，那可是值得吹嘘的一件事情，能够侧面证明自己秦王朝工会的实力。随着 BOSS 的血线慢慢下压，秦飞面色也越来越潮红，这波应该稳了。为了这个 BOSS， 自己可是拉来了200-300好手，直接用人去强推，近了，离斩杀线更近了。而这时，天空中突然传来一声鹰啼。第74章，躺着把急生了。秦飞疑惑地抬头望去，只见一颗黑色的流星飞快下坠，下一刻直接砸在了 BOSS 头顶。-40123，一个巨大的伤害爆出， BOSS 轰然倒地。那黑色的流星赫然是一只巨大的鹰隼。此时在击杀 BOSS 之后，展开双翼又快速离去，动作流畅，丝毫不拖泥带水。系统通告：恭喜玩家刘白击杀 BOSS 蜜獾王，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60，未解封的技能书+3，金币+100，游戏声望+600。一连3次系统通告，顿时让众人回过神来。我们这是被抢 BOSS 了？这一切就发生在电光火石间，在场一群人还未反应过来， BOSS 就没了。秦飞咬牙切齿地吐出2个字：刘白。其他人也纷纷反应过来，一时间群情激愤。太过分了，就算是游戏第一人也不能做出抢 BOSS 这种行为啊！马德，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抢我们秦王朝的 BOSS。秦少，就算对方是刘白，这种行为也不能忍，必须找回场子。对，必须讨个说法。秦飞一脸阴沉，此时的心里像吞了死苍蝇一样的难受。自己前脚刚找你合作，把游戏币带了出来，后脚你就把 BOSS 抢了，人怎么可以做出这么无耻的事情来？秦飞一瞬间脑子里闪过无数想法，嘴上说的轻松，但这场子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找回的。带人直接找上门去，自己这点人还不够人家召唤物杀的。去论坛将这件事情曝光出来，用舆论去压对方，让其声名扫地。但是按以往的经验来看，这货根本就不会在乎这些东西，到时候估计还会跳出来说上一句：哦，你几百人被我一只召唤物抢了 BOSS， 可野外 BOSS 不就是让人抢的吗？ BOSS 头上有没有刻着你的名字？不行不行！秦飞想到那个场景，顿时把脑子里面各种想法都压了下去。这事情大家不要声张，毕竟刘白本人都没有露面，就被他的召唤物抢了 BOSS， 本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自己当时知道刘白在洛星城时就想到过这个可能，只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那么快。现在只能是先静观其变，刘白的召唤物这次抢 BOSS 应该只是开始，后面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玩家遭遇同样的事情，到时候会有人先站出来指责刘白，将其推向所有玩家的对立面。这样发展下去，刘白在洛星城早晚会变成人人喊打的存在。在此期间，自己的秦王朝工会只要慢慢收集证据即可，在关键的时候站出来推波助澜一番，这样才是最稳妥的。刚才有人录像了吗？秦少，我录了，毕竟是第一次击杀 BOSS， 我也录了。图书馆，严树此时正不紧不慢地把自由属性点加上，接下的10来分钟又是几条不一样的系统提示响起。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烟雨成风击杀 BOSS 灰熊领主，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50，未解封的技能书+2，金币+50，游戏声望+500。系统通告：恭喜玩家浑身是腰子击杀 BOSS 断崖，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50，未解封的技能书+2，金币+50，游戏声望+500。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爱吃葡萄击杀 BOSS 沙漠暴君，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60，未解封的技能书+3，金币+100，游戏声望+600。我去，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吗？怎么 BOSS 扎堆出现？兄弟，好日子也是各位排行榜大佬的，与我们无关啊。系统不是只通报首杀吗？估计这段时间的热度一过，就没有那么热闹了。刘白大佬这能忍，一只 BOSS 首杀完全不够啊，多搞点多搞点。严树看着系统通告，也是淡淡一笑，看来还是得加快进度，把召唤物的数量再想办法提一提。接下来等蜂王属性点刷的差不多了，就从堕魔窟离开，再镇守一方，让小黑高速移动，进入巡游状态，四处找 BOSS 击杀。目前由于召唤物的数量有限，还办不到去其他2座主城开拓战场，但随着野狼和蜂王的精神力大涨，小弟数量洛星城这边就不需要那么多召唤物了，到时候自己就走一趟，送2只召唤物去其他主城。严树在图书馆待了一下午，收获感觉还不错，自己获取的一些信息加上前世的记忆，两者相互印证之下，的确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
就比如戏馆中那个妖娆的人形 BOSS， 假如是潜入人类阵营的深渊卧底的话，结合其魅惑的能力，极有可能是魅魔，而且级别还不低。抛开外观不谈，要是将其成功驯服为召唤物，就可以弥补自己缺少控制系召唤物的缺陷。在已知的召唤物中，擅长控制的寥寥无几，大部分都只是拥有短时技能，多用于在输出时打断目标大招。而魅魔作为深渊魔物中数量稀少且特殊的存在，其控制的手段几乎被玩出了花。在前世，有几只普通的魅魔就给人类阵营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有几个工会的高层受到魅惑后，直接就成为了对方的奴隶，做出在关键时刻反水、自残等事情。最离谱的是，居然有人在受到魅惑后自我奖励致死。在戏馆的时候，自己要不是精神力远超常人，估计也会像后排那哥们一样昏睡过去。因此，要搞定这个 BOSS， 必须从长计议，细细谋划。要是不小心中招的话，小命不保不说，还容易把一世英名都给毁了。就在这时，严树身上光芒一闪，升到了11级。第一次躺着升级，感觉还不错。现在大部分人都到了12级，能力较为突出的已经到13级，有些埋头练级的干弟更是已经到了14级。此时的严树位列战力榜第1，等级却是这里边最低的。不过随着平均等级的提升，就算升级经验是其他人的10倍，严树与其他人的等级差距也将会慢慢缩小，最后直至超越。第75章抢怪风波。严树召唤物的属性点越叠越高，击杀同级的怪物基本都是秒杀。将来召唤物数量增加，进阶后技能增加，练级效率只会越来越快。而且这还不是特意冲击的情况下，这时严树的各支召唤物属性相较于刚出新手村时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小黑、野猪、火元素精灵的血量已经突破10万，主属性更是都到达了 1.5 万以上。紫翼蜂王和荒野狼王的精神力属性更是已经大变。荒野狼王等级11，生命值12万，法力值2万，体力274，力量451，智力64，敏捷638，精神8731，技能黄化血性激发召唤狼群。紫翼蜂王等级11，生命值32万，法力值4万，体力412，力量52，智力325，敏捷451，精神9956，技能召唤毒蜂忠诚护卫临阵逃脱同仇敌忾蜂巢。现在野狼王的召唤物已经达到137只，紫翼蜂王更是夸张，其召唤的虎斑毒蜂数量已经高达1190只。这一波基本是属于滚雪球了。严树正在查看各召唤物的属性情况，突然又是一连几条系统提示。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留白击杀 BOSS 驼狼，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加50，未解封的技能书加2，金币加50，游戏声望加500。系统通告：恭喜玩家留白击杀 BOSS 荒野掠食者，获得奖励自由属性点加60，未解封的技能书加3，金币加100，游戏声望加600。我就说留白大佬怎么可能只击杀一只 BOSS， 这一点都不像他的风格。完蛋了，现在好像整个洛星城周边的 BOSS 都被他包圆了。我当时和留白是一个新手村的，当时他就把整个新手村的资源全部占了。现在到洛星城，想不到还是一样的情况。就在众人议论之际，突然间整个区域频道都被几十个人用同样的消息刷屏。留白无耻，作为游戏高手毫无底线，在最后时刻派召唤物抢我们兄弟会的 BOSS。留白无耻，作为游戏高手毫无底线，在最后时刻派召唤物抢我们兄弟会的 BOSS。一连几十条消息同时发出，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不是吧，留白不是一直都靠自己的实力硬刷 BOSS 吗？怎么还会抢其他人的胜利果实？我就说，就算他的召唤物再强，也不可能天天刷出 BOSS， 原来是抢别人的。我想起来了，前面他同时双杀 BOSS 那次，不会是也是抢别人的吧？有可能，估计当时被抢了的人也敢怒不敢言。大家快去看论坛，兄弟会把野猪抢 BOSS 的视频发出来了。大挂，大挂！刚才留白击杀的第一只 BOSS 居然也是抢的。秦王朝在即将击杀 BOSS 之际，留白的那只鹰出现，直接把 BOSS 抢走。现在秦王朝的人将证据视频摆了出来。经过这一波引流，大量的人涌进论坛。众人在看到视频后，发现 BOSS 的确是严树召唤物所抢，大部分玩家顿时加入到对严树的口诛笔伐中。我一直以为留白实力强，在品性方面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现在看来，这货真的是天气中的一颗毒瘤，无论到哪都垄断游戏资源，极大影响玩家们的游戏体验。各位，我觉得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其他2大主城的人也是一样。现在留白在洛星城，后面他就有可能去到银月城、赤阳城。
对，如果大家现在都袖手旁观，那被抢 BOSS 这种事情迟早会落到自己的头上。论坛中闹得沸沸扬扬。对于这件事情，岩竹只是在兄弟会刷屏之初扫了一眼，之后就不再理会。在经过了李想的提醒之后，岩树也是充满好奇进论坛看了一眼。这一看，玩家们的评论直接把岩树逗笑，有呼吁游戏官方出手干预的，有召集所有玩家一起抵制的，还有一些提出警告，表示要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简直就是五花八门。对此，岩树也是发了一个帖子，其中就寥寥几句话：野外 BOSS 是你们老婆，有本事你们也抢回去。各位只会这样口嗨，不会是老婆真被抢过吧？这番话一出，几乎把大部分玩家的怒火给引了出来，尤其是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下，很多不知情的玩家也加入进来。岩树的形象被打造成为一个不正经玩游戏，天天只知道抢别人胜利果实、走捷径的搅屎棍。经过一天时间的发酵，岩树的行为在游戏中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在现实中还没进入游戏的人也知道天启中有这么1号玩家，搞得李想都亲自打电话来叮嘱，让岩树尽量不要出门，以免被认出来。对此，岩树直接不当回事，因为天启这游戏的性质决定了，就算是官方的人也查不出自己的真实身份。还真以为当初自己下调那20%相貌，是嫌自己长得太帅。至于唯一的知情人李想，要是他这边出问题，那岩树也有办法保障自己的安全。要真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就说明到了自己和他撇清关系的时候，毕竟自己对他已经仁尽义至，帮助已经不少。重生一世，岩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很多东西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即可，自身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几只召唤物一直在卖力打工叠属性点，岩树的战力值一直在上涨。平时普通玩家虽然惊讶其战力增长速度，但既然是发生在留白的身上，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现在因为野外 BOSS 的事情，几乎站在了所有玩家的对立面，岩树也早就想到了，毕竟游戏中的资源也就那么多。说实话，现在玩家实力岩树已经不放在眼中，自己的目标则是各种高级 NPC， 比如说魅魔灵签。要是真有无脑玩家被鼓动的话，自己不介意帮他们清醒清醒。第76章法杖进阶。玩家们的议论并没有对岩树产生任何困扰，5只召唤物依旧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升级刷点。秦少、留白发完那个帖子后就没有再出声了，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没事，他现在的名声已经彻底臭了，任他个人实力再强，但只要站在所有玩家的对立面，最后只有死路一条。听着手下的汇报，秦废不以为意。当自己秦王朝的 BOSS 被抢的时候，还以为需要很久才有机会搞对方一波，想不到这家伙的报应来得那么快。个人的实力毕竟有限，你留白又不加入任何工会，现在被所有玩家唾弃，越到后面肯定越发艰难。这游戏世界那么大，那么多的玩家，总会有各种奇怪的天赋，奇遇总会有克制你的。想到这里，秦飞立即联系王启，你安排一些人留意一下游戏中克制召唤师天赋的玩家，高薪吸纳到工会中来。对面王启的回复很快，秦少，我们确定要和留白对着干嘛？这人实力太强，我觉得这样做似乎不太明智。我不要你觉得，你只需要听从我的安排就行了。霸凌那边我亲自会去联系。好，还有就是丁景拍卖行，现在的建邦令可是重中之重。散人玩家手中的金币收购得多少了？260万。秦废听完眉头一皱，这点钱似乎不稳妥呀。我不是让你提高收购价格吗？怎么才有那么一点？秦少，我们给出的价格已经是几家工会中最高的了，但奇怪的是，有些玩家宁愿低一点卖给其他工会，比如霸凌天下。这帮人现在为了收购金币，无所不用其极，威逼利诱全上阵，直接盯着财富榜前100，以现实中人肉搜索对方作为威胁。很多玩家根本不惊吓，直接就把手上的金币全卖了。这帮狗东西，行事风格还真是一点没变。不过那些玩家是不长脑子吗？现实中那么容易被找到的话，留白那家伙还会蹦跶那么久？这时的严树刚好到达城主府，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军方的制式装备。一般来说，制式装备有2个地方可以获取，一个是建立在深渊前线的曙光城，这是人类阵营为了抵御深渊势力而建立的城池。在后期，很多自认为实力强劲的玩家都会前往这个地方赚取军功，提升军衔，换取相应的装备或是技能书。这里的制式装备不仅种类齐全，而且各种品质的都有，非常丰富。特点就是只能用军功换取，不接受其他交易方式。而另一个地方就是眼前的城主府，这里也有制式装备，不过等级偏低，只有10至50级的装备，同时最高品质也只到铂金级。交易的方式也和曙光城的不一样，在这里购买制式装备需要同时用到声望值和游戏币。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积累，
严树的声望值已经达到了20500点。这些声望值一部分来自于 BOSS 首杀，另一部分则是新手村副本速通排行榜每天产生的奖励。现在严树的名字还高挂在4个难度榜榜首，那夸张的通关时间根本就没有人可以超越。严树在城主府外将来此的目的告诉了护卫，在其通报后进入府中，见到了城主府的管家。冒险者，你想要购买制式装备？是的。管家上下打量了严树一眼，展开了装备页面，里面囊括了所有常规职业的装备。严树直接筛选出召唤师10级白银级法杖，反正自己的御灵法杖只需要吞噬同等品质的法杖，其他没有任何要求。御灵法杖的等级也会随着人物成长，所以只需要喂养垃圾就行了。召唤学徒法杖白银级，等级10，体力加20，智力加20，精神力加70。这属性可以说是已知白银级装备中最差的了，单项的数值还不如一行青铜级的装备，甚至连附加的技能都没有。大部分制式装备都比同阶的普通装备差上不少，所以除了高品质的套装外，几乎很少有人来置换。严树看了一下价格，单价声望值乘20，金币乘20，剩余存量1000件，数量刚好可以满足进阶需求。严树在购买数量处输入了998件，然后点击购买，共花费声望和金币各19960。这下声望值几乎耗尽，而金币还剩下2万多。要不是这段时间自己挂拍卖行的商品每天都有成功出售的，现在连这堆装备都买不起。接下来就到了为御灵法杖提升品质的关键时刻。严树直接在背包中选择御灵法杖的吞噬功能，接着998件白银法杖瞬间消失。丁吞噬成功，御灵法杖经验值已满，成功进阶至黄金级。御灵法杖黄金级，等级11，玩家留白专属，不可掉落。体力加200，智力加200，精神力加450。特性可吞噬相同品阶的法杖类装备，提升至下一品质所需经验值0900。技能野性呼唤召唤物攻击力提升 15%， 能量共振召唤物的攻击将在10乘10的范围内造成 10% 的建设伤害。居然是伤害建设技能，这个技能可以说来得相当关键。目前自己5只召唤物中最为尴尬的实际上是小黑和野猪，他们都没有群攻技能，现在刷怪的效率已经远远不及火元素精灵，两者照这样下去，叠加属性点的速度会被远远甩开，这是严树不想看到的。狼王和风王倒是无所谓，毕竟是靠小弟吃饭的。前面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却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毕竟领悟新技能这东西完全凭运气，靠进阶的话目前条件还不满足。现在法杖品质提升后却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进阶后野性呼唤附加的伤害也从 10% 提升到了 15%。 由此可以推断出，随着法杖继续进阶，技能效果还会继续提升。突然严树像是想到了什么，直接跟狼王和风王分别共享视野，随后看到的场景令严树心脏猛然一颤。第77章拍卖倒计时。我了个大草，普通野狼和虎斑毒蜂的攻击居然也有建设效果，离谱，这才是真正的变态效果。不过转念一想，召唤物的召唤物本质上也属于自己的召唤物，逻辑上来讲没有什么毛病。虽然这两帮小弟的属性加成并不高，建设造成的伤害目前也入不了眼，不过一切才开始，召唤物每天都在成长，未来可期。为此颜竹只想说，这点声望和金币花的值太值了，而且御灵法杖提升品质所需要的经验值也缩短到了900点，需要吞噬900件黄金级法杖，这和自己预想的一样，品质升高所需要的材料数减少，这才符合游戏装备数量呈金字塔结构的规律。严树直接就把御灵法杖换上。吸血光环这个技能虽然好，但是有范围限制，目前所有的召唤物都远离自己，这类光环类技能已经变得鸡肋起来。管家一看严树半天待在原地，表情从平静到激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还是出声提醒：嗨嗨，留白冒险者，这批装备可还喜欢？喜欢，太喜欢了，简直超值。管家一听顿时愣住，刚才严树一口气买了近1000件，管家就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了，现在看到严树这副表情，心中更是疑惑，这些冒险者都那么没有见识吗？怎么一堆垃圾到对方这里反而成为了香饽饽？要知道这些装备可都是军方的炼器学徒的作品，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才被运到了后方。冒险者，你如果还需要大量的制式装备，等城主回来，我可以引荐你给城主。现在他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如果你可以完成，再赠送给你2批也是有可能的。严树一听顿时来了兴致，任务这不就来了，那就麻烦管家大人帮忙引荐了，不知城主什么时候回来？5天后。严树一想，5天后基本也没什么要紧事情了，当即答应了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严树的召唤物一如既往的在刷怪。有了御灵法杖这个召唤物攻击建设技能，整体的刷怪效率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小黑和野猪，现在刷怪几乎就是拉一堆巨一起，凭借超高的攻击几下就可以把怪群清空。严树的经验也在蹭蹭往上涨，在剑帮令拍卖的最后一天，严树已经升到了13级。这段时间更是击杀了4只 BOSS， 其中2只属于首杀，拿到了系统奖励，还有1只是小黑从其他人手上抢来的。被抢的也是和兄弟会一样，属于一个不怎么出名的小公会。BOSS 被抢之后，更是把全公会的人都召集起来，准备围杀一次小黑。但尴尬的是，一大帮人跑来跑去，根本追不上来去如风四处找 BOSS 的小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位置比较固定的火元素精灵身上，结果可想而知，直接被秒得进不了身。期间，岩竹只是共享视野查看了一下，就不再理会。真是脑子有问题，召唤物这东西，就算有什么特殊技能秒了，都是可以复活的。严树完全搞不懂这样做的意义何在，难道纯粹为了泄愤？现在可好，一时冲动搞得大部分人都掉了级。看着时间差不多了，严树点开拍卖行查看，此时的剑帮令已经到了650万的高价。今天是最后一天，应该很快就能把价格顶到极限了。到最后具体哪家拍到剑帮令，严树并不关心，只要价格足够高，自己的获利丰厚即可。在自己的计划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会正式成立，后续还可以产生不少收益。天启中，工会建立时，系统会画出地块，让其选择建设驻地。驻地的建立时会有10波怪物攻城，只有成功守住驻地核心不被破坏，工会才算正式建立成功。前世有很多建立工会却失败的例子，基本就是倒在了这一关。就连5大工会在守城成功时都是损失惨重，而且还是互相结盟，四处找帮手的前提下。开始没经验时，还经历过1-2次失败，可见怪物攻城的难度有多大。按现在玩家们的平均等级，最后一波攻城的怪物会达到25级左右，每一波还有相应的 BOSS。而第一家剑帮的工会，由于系统奖励的原因，驻地会直升2级，相应的难度更是大了近5成。所以现在第一块剑帮令，在自己看来，对于成功拍下的工会是荣耀，是机遇，同时也是一记响亮的耳光。那究竟才能挡住这记耳光？很简单，只要付出足够的代价，自己的召唤物就可以帮忙挡下这些怪物。刷怪的同时还把钱赚了，一举两得。不用等了，直接把底价亮出来。霸凌苍穹大手一挥，显得无比豪气，直接就把价格顶到了720万。霸凌苍穹很清楚，使用系统平台拍卖东西与厮杀激烈的现场拍卖完全不同，没有那么多心理博弈，一个字，直接梭哈。反正在系统的规则下，包里有多少钱才可以出多少价。同时，霸凌苍穹把财富榜上的隐藏打开，直接亮名牌。留白的钱被分流带出去后，自己已经位列第一。同时，霸凌其他成员的手上还留着20万左右，可以随时支援自己，这一波根本就不虚。果然，霸凌苍穹价格一顶，顿时突破了许多人的底线。剑帮令的价格2小时都没有任何变化。这时，烟雨成风正和孟青雨经过10多分钟的对接，总算达成了一致意见。两人的想法一样，无论如何不能让霸凌成为第一个系统承认的工会。由于这次烟雨阁的收集的资金比季月的高，孟青雨决定将手上的资金先借给烟雨成风，将第一块剑帮令给拿下。烟雨阁需要做的是，在拍卖行出现第2块剑帮令时，无偿为季月提供帮助。成风会长，现在钱先不能转给你，避免财富榜变动被霸凌苍穹察觉。为了稳妥起见，最好是在倒计时1分钟时转过来，到时候1100多万金币同时丢出，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让他没有时间继续筹措资金。就这么办，合作愉快，合作愉快。